末世降临，丧尸爆发，幸存者人人觉醒异能。张凡觉醒了能够拾取别人掉落的属性的异能，无限拾取异能。无限拾取异能可以拾取的物品包括但不限于体质、精神、异能。第一章末世降临。张凡很饿，非常饿，胃酸腐蚀着肠胃，就像用锥子扎一样，传来阵阵绞痛。今天是末日降临第6天，最后一包泡面也吃完了。接下来吃什么？吃丧尸吗？外面倒是有很多丧尸，楼道内、小区里到处都是游荡的丧尸，就是电影里那种眼球发白、皮肤惨白、身体溃烂、满嘴是血、行动僵硬，看到活人就疯狂追逐撕咬的丧尸。可惜他们不能吃，张凡也不敢吃。回想起这6天的噩梦经历，张凡浑身发冷，对未来充满了绝望。6天前的早上，一觉醒来，丧尸就出现了。这些丧尸见人就咬，逢人便追，残暴、嗜血、疯狂、变态，悍不畏死，成群结队。他们会攻击一切活物，短短几天下来，不知有多少人葬身丧尸之口。整个城市不，全世界彻底乱了套，车辆碰撞，飞机坠毁，大火蔓延，停电停水，食物短缺，天然气泄漏，秩序崩溃，社会瘫痪，世界末日降临了。这几天来，张凡狗在小小的出租房不敢踏出房门一步。悲催的是，他平时不做饭，家里没囤多少吃的，只有1大包泡面、3斤苹果、1扎矿泉水。靠着这些食物和水，张凡省吃俭用，艰难维持了6天。昨天正式断粮，截止现在，张凡已经10多个小时没吃饭了。这会儿饥肠辘辘，饿得肚子疼，不能继续苟着了，得出去找点吃的，不然没被丧尸咬死，先饿死了。人被饿急了，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如果今天以前让张凡出去找吃的，打死他都不干。他宁可饿死，从楼上跳下去摔死，也不敢出去找吃的。现在饿得实在受不了，他要吃东西，必须要吃东西。穿好衣服，背好背包，拿起消防斧，张凡悄悄来到门边。他的动作很轻，比猫走路还轻，生怕闹出动静引来丧尸。网上有大牛总结出了经验，丧尸行动迟缓，不如正常人，视力、嗅觉也严重退化，但听觉超乎寻常的发达。一般微小的响动都会吸引来丧尸，张凡小心翼翼，尽量不发出声音。仔细倾听，外面没有任何动静。张凡轻轻打开了房门。张凡今年刚上大3，谈了个女朋友，为了方便，张凡咬牙在学校附近租下这个地下室。在魔都这种地方，这狗屁的烂地下室每个月都要2000租金。也正是待在地下室，足够的安全，张凡才有惊无险地度过了6天。外面没有任何动静，应该没丧尸。张凡松了口气，小心翼翼上了楼梯。来到1楼，张凡的脸色就变了。楼道内到处都是血迹和断肢，大厅里还躺着几具腐烂发臭的尸体，苍蝇上下飞舞，尸体上爬满了白色的蛆虫，其中一具尸体肚子都被剖开，肠子掉了一地，到处都是。张凡只觉胃里翻江倒海，差点连昨天吃的泡面都给吐出来。尼玛！网上看了那么多图片都没什么感觉，现在看到真的尸体，恶心的直反胃。张凡连移开眼睛，强忍着呕吐的冲动，朝右手边的101房间走去。张凡没打算走出这栋楼，不安全，还是在这栋楼里找点吃的吧。这是居民楼，住的都是居民，他们家里一定有吃的。101的房门并没关，轻轻一推就开了。张凡小心翼翼走进门，房间里很乱，东西被扔得到处都是，显然被人光顾过了。张凡有些失望，但还是挨个房间找了一遍，不出意外，什么都没找到。102103都没有，整个1楼都被人光顾了，别说吃的，油盐酱醋茶统统没有。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张凡还是很失望。没办法，继续找。停电了，电梯不能用，只能走楼梯。张凡出了103，四处瞅瞅，没有丧尸的踪迹，于是悄悄上了楼梯。走到楼梯拐角的地方，地上躺着一具尸体。这尸体的一条胳膊不见了，脖子被丧尸咬出几个大洞，鲜血已经干枯，身上的肉有些腐烂，散发着惊人的恶臭。张凡捂住口鼻，小心翼翼绕过尸体，继续爬楼梯。吼！然而就在张凡转身的刹那，地上的尸体忽然摇摇晃晃站起身，朝张凡扑来。丧尸！张凡浑身一颤，脸色瞬间惨白，双腿都在发抖。吼！丧尸龇牙咧嘴，仿佛一头没有感情的野兽，张牙舞爪扑来。末世降临6天了，张凡在网上和丧尸神交已久，正面对上还是首次，吓得腿都软了。这时丧尸已经扑了过来，惊恐之下，张凡胡乱挥舞手里的消防斧，劈在丧尸脑袋上。咔嚓！丧尸的脑瓜子直接被削了下来，腥臭的鲜血溅了张凡一身。丧尸直挺挺的栽倒，没了声息。而在丧尸倒地的瞬间，
一个金色光团从他身上掉了下来，落在了地面上。张凡一屁股瘫坐在地，大口大口喘起了粗气。好险！休息了片刻，张凡稍稍平复，不由看向掉在地上的金色光团。什么东西？张凡犹豫了一下，走到金色光团前，俯身查看。约莫苹果大，金灿灿的，就像游戏《植物大战僵尸》里的阳光。网上可从没提过丧尸身上会掉落这种东西啊！张凡用消防斧碰触了金色光团，结果金色光团就好像一团光影，消防斧直接穿了过去。假的！张凡又用手摸了一下，结果金色光团顺着手掌一下子钻了进去。张凡吓得连拍打手掌，然而哪还有金色光团的踪迹？哪儿去了？张凡有些惊恐。这时他忽然感到一股暖流在体内炸开，瞬间涌入全身每个角落，全身顿时暖洋洋的，一股莫名的力量源源不断涌入体内。我这是……张凡瞪大眼睛，蓦地，眼前突兀出现了一道虚拟光幕。姓名：张凡，等级1级异能者，体质1级1/10，精神1级1/10，异能无限拾取异能。注：成年男子各项平均属性均为1。游戏面板。张凡怔怔地看了好一会儿，忽然变得亢奋起来。他发现自己找到了活下去的密码。吼！二楼忽然传来一声低吼，张凡浑身一个机灵，一把抄起消防斧，就见二楼楼梯口出现了一个丧尸。第2章变强的体质，嘴上满是粘稠的血液，双眼发白，犹如死鱼眼，身上皮肤呈惨白色，就像在水里浸泡了几天的浮尸，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声，灰白的眼睛死死盯着张凡，摇摇晃晃走来。张凡依旧恐惧，但远比见到刚刚那头丧尸要小得多，因为他发现丧尸比想象中的弱，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去你妈的！强压下心中的恐惧，张凡挥舞消防斧，一斧子劈了上去。这丧尸的速度并不快，而且丝毫没有躲闪，消防斧正中他的脑门，咔嚓！丧尸的脑袋被劈成2半，直挺挺的倒下，抽搐几下没了声息。而在丧尸倒下的瞬间，又一个金色光团从他身上掉落，落在地上。张凡伸手一抓，金色光团果然钻进他的身体，暖流再次蔓延全身。张凡感觉到身上的疲劳快速消失，力量似乎也在快速增强，就连饥肠辘辘的肚子似乎也不再那么饥饿了。张凡看向属性面板，姓名：张凡，等级1级异能者，体质1级2/10，精神1级1/10，异能无限拾取异能。体质从 1.5 变成了2。张凡有些亢奋，吸收了那金色光团，我的体质从 1.5 变成了2。张凡掐了掐胳膊，好疼，这不是幻觉，体质真的增强了。还有这异能，无限拾取异能，我觉醒了异能，而且是无限拾取异能。金色光团代表体质属性，张凡感觉自己得到了一座宝藏，现在就等着自己慢慢开发了。鼓鼓，肚子又开始叫了。算了，先找吃的，小心翼翼上楼。2楼楼道很安静，垃圾、杂物、尸体虽然也有，但相较1楼少得多。20.01.202，和1楼一样，201和202也被人光顾，里面空空如也。203房门紧闭，张凡几斧头砸开房门，刚走进去，迎面扑来一只金毛。这金毛浑身布满鲜血，獠牙毕露，牙齿锋利，还残留着一截小肠。金毛丧尸！汪！金毛丧尸咆哮着扑向张凡。比起人类丧尸，它的速度明显快了一截，行动能力也比人类丧尸强。张凡抬手就是一斧，他的力量比之前大得多，一斧子下去，直接把金毛丧尸的脑袋劈成2半，鲜血飙飞间，金毛丧尸倒飞了出去，飞出3-4米远才砸落在地。一个金色光团掉了下来，张凡小心翼翼摸了过去，抓起金色光团收入身体之中。再看虚拟面板，体质一栏从2变成了 2.2， 很显然这金毛丧尸给他提供了 0.2 个体质属性点。赞！照这样下去，我会越来越强。张凡心中振奋，却不敢大意，小心翼翼在203搜寻。203是个4室2厅的房子，靠近房门左手是个书房，空空如也，右手边是客厅。地上躺着一具男性尸体，肚子被啃出一个大洞，肠子都出来了。往前是3间卧室，其中2间空空如也，第3间的床上躺着一具女尸，女尸穿着蕾丝睡衣，脖子被咬断，鲜血染红了整张床。惨！张凡叹了口气，又来到厨房，有食物。张凡大喜，厨房里面有个储物柜，上面放着2袋10斤装的大米，1袋金龙鱼，1袋5常大米。金龙鱼已经拆封，吃的只剩下一半，
五常大米并没有拆封，包装完好，带走。张凡拿出背包，把没有拆封的五常大米装了进去。虽然现在停水停电，要把生米煮成熟饭比较困难，但并非不能做到，可以用火。除了大米外，张凡找到了6个土豆，还有油盐酱醋等一些调味品。打开冰箱，冷藏里面存有1排旺仔牛奶、1大瓶果粒橙、1包未拆封的火腿肠。冰箱里放着几根香肠、几斤猪肉，可惜冰箱停电，全臭了。臭肉肯定不能吃，但剩下的包装食品统统可以带走。这年月有的吃就不错了，张凡不敢挑剔，也没资格挑剔，挑剔就得饿肚子。土豆、调味品、旺仔牛奶、果粒橙、火腿肠统统带走。就这些东西，带来的包已经满了。张凡没有贪心，背上包悄悄出了203，一路有惊无险，总算回到地下室。啪！张凡关好地下室的大铁门，迫不及待拿出火腿肠吃了起来。这是猪肉肠，张凡不怎么爱吃，他平时只吃鸡肉肠和淀粉肠，但现在饿了，吃什么都香。一口气吃了5根火腿肠，喝了2罐牛奶，张凡满足地呼出口气。以前从来不知道，原来吃饱也是一种幸福。张凡打着饱嗝，休息了会儿，张凡起身，把刚刚找到的食物放好，又出门了。这点食物不够塞牙缝，他得找更多的食物储存起来，这样心里不慌。而且刚刚猎杀丧尸，张凡尝到了甜头，他希望拾取更多光团，变得更强。出了地下室，张凡再次上楼了。他还是不打算出这栋楼，外面丧尸太多，一旦陷入包围就死定了。还是先在这栋楼里苟着吧，至少在弹尽粮绝之前，他不会出去。3楼的垃圾和尸体相对2楼更少了，3个房子的大门都紧紧关着，这说明被幸存者光顾的概率低，找到物资的可能性高。但同时，房间里存在丧尸和幸存者的概率则相应变高。张凡来到301，用消防斧轻轻敲击房门，压低声音道：“有人吗？”他先要确保里面有没有人。如果有，是幸存者还是丧尸？如果是幸存者，没什么可说的，转头就走。如果是丧尸，抱歉，大爷的消防斧早已饥渴难耐了。静静倾听，没任何动静。张凡抄起消防斧，劈开门锁，踹开房门走了进去。还是4室2厅的布局。事实上，整栋楼的01和03号房间都是4室2厅，夹在中间的02是2室小户型。房间里静悄悄的，张凡小心翼翼在房间里扫了一圈，没看到人，没发现尸体，也没有丧尸，也没找到食物，反倒是在厨房里发现了一桶水，5加仑的那种，还没拆封。终于找到水了，张凡大喜。水可是重要物资，2天不吃饭能抗住，2天不喝水是真遭不住。尤其张凡不爱喝牛奶，也不喜欢喝饮料，就喜欢喝白开水。这几天守着2瓶矿泉水，每天只能喝一点，可把他憋坏了。有了这桶水，省着喝的话，至少能坚持半个月。张凡当即扛起水桶，就准备出门。砰！这时房门忽然被什么人暴力推开，发出砰的一声闷响。谁？第3章扫荡楼层。张凡浑身一凛，立即朝门边看去，就见一个穿着背心的大汉走了进来。身高1.9米，肌肉非常发达，留着寸头，身材非常魁梧。这大汉背着个双肩包，左手提着一个蛇皮袋，塞得满满的，右手拿着一把剁骨刀，上面还残留着干枯的血迹。是这货。这人张凡认识，是小区健身房的一名健身教练，叫肖展，为人很渣，很喜欢聊骚健身房里的女性，是个渣男。别问张凡怎么知道，问就是他女朋友被这渣男骚扰过。有人。肖展进屋后，一眼就看到了扛着水桶的张凡，不由微微一愣。不过当他看到张凡肩膀上的纯净水后，顿时大喜过望。兄弟，把水给我，我用方便面和你换。肖展连说道。附近这片区域3天前就停水了，自来水他不敢喝，怕染病。他已经2天没喝水了，渴得实在受不了，才出来搜寻物资。现在看到这么一大桶纯净水，肖展哪里能放过？这么一桶水够喝好几天了。张凡直接拒绝了，不换。开玩笑，几包方便面就想换我一桶水？你家方便面是金子做的吗？肖展顿时不爽了，上下打量张凡，也就1.8米，比自己瘦。虽然长得很帅，但帅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这世道，拳头硬才能有饭吃。兄弟，你还没看清现在的形势啊？世道都变成这屌样了，你还跟我横？肖展冷笑一声，告诉你，就算把你打残打死，也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识相的，立刻交出这桶水，否则……说着，肖展丢下手里的蛇皮袋，捏了捏手指，发出咔嚓咔嚓的脆响。你可以试试。张凡紧了紧手里的消防斧，眼中没有丝毫畏惧。换作之前，
他肯定不是萧斩的对手，两人就不是一个量级。现在吗？敬酒不吃吃罚酒。萧斩吐了口唾沫，挥舞着手里的剁骨刀，一个箭步冲了上来。萧斩不愧是玩健身的，身手非常敏捷，加上魁梧的身板，气势十足。他挥舞着剁骨刀，凶狠地劈向张凡的脑门，打算直接弄死张凡。末日之前，萧斩当然不敢这么放肆，但现在都末世了，外面到处都是吃人的丧尸，他怕个球。萧斩的速度很快，但落在张凡眼里却像 0.5 倍速播放的慢动作。张凡稍微一个侧身就避开了萧斩的剁骨刀，手上的消防斧顺势上撩，然后用力，噗嗤，萧斩的喉咙瞬间断了，滚烫的鲜血不要钱似的喷了出来。枪啷，剁骨刀掉落在地，萧斩用手捂着喉咙想堵住喷涌的鲜血，然而根本堵不住。我，扑通，萧斩直挺挺栽倒在地，抽搐了一会儿，很快没了动静。唰，两个光团掉落，一个金色，一个银色。银色光团张凡不认识，金色光团却比丧尸身上掉落的大了1倍。张凡没收取光团，而是怔怔看着萧斩的尸体。他杀人了，活生生的人。吼！这时外面忽然响起一声低吼，有丧尸来了。张凡立即收起2个光团，金色光团入体，浑身涌入熟悉的暖流，源源不断的力量在体内涌动。体质一蓝，从 2.2 3.2。银色光团入体，形成一股冰冰凉凉的清凉能量，涌入了大脑。张凡只感觉大脑变得无比清晰，思维意识更加灵敏，精神更加充沛。再看精神一蓝，从1变成了2，提升了1个数值。原来银色光团代表精神属性。张凡心里暗道：八大八大。脚步声响起，就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性丧尸摇摇晃晃走进了房间。这女性丧尸身前应该是个跳广场舞的大妈，身上还穿着广场舞舞服，瞪着一双死鱼眼，满嘴的鲜血，一张大嘴咧到了耳根，似乎嗅到了地上的鲜血。大妈丧尸就像闻到了屎的苍蝇，直接扑了过来。可惜她的身体极不协调，速度也没有多快，张凡反手就消防斧，大妈丧尸的脑袋飞了，掉下一金色光团。张凡一脚踹飞大妈丧尸，捡起金色光团，体质又涨了 0.5。 张凡不再理会大妈丧尸，走到萧斩留下的蛇皮袋前查看起来。嚯，东西还不少！1袋全麦面包，2大包白象方便面，2瓶老干妈，4条火腿，3袋食盐，1盒没拆封的小雨伞，几个衣服架子。要小雨伞干嘛？张凡扛起水桶，背上自己的包包，提起萧斩的蛇皮袋离开了。他先返回了地下室一趟，把收集到的物资带了回去，然后继续扫荡楼层。张凡尝到了甜头，也不再惧怕丧尸，打算一鼓作气，把整栋楼里的物资全部带回去。物资这东西多多益善嘛。一层层扫荡，越往上，被光顾的房间越少，物资也越多，丧尸也越少。看看张凡的属性：姓名张凡，等级1级异能者，体质1级7/7，精神1级2/10，异能无限拾取异能，体质一项达到了 7.7， 比最初的1高了足足 6.7 个点。张凡最直观的感受是，自己的力量、速度、神经反应都比之前大了一大截，妥妥的超人啊！实力的暴增给了张凡巨大的底气，看见丧尸也不怕了，反而期待看见丧尸。一路扫荡，不知不觉来到了13楼。咔嚓，张凡一脚踹向1301的房门，可怜的原木门就像脆弱的西瓜，直接被张凡踹了个稀巴烂。吼！野兽般的嘶吼声响起，就见3个满脸污血的丧尸摇摇晃晃扑来。这应该是一家3口，2个成年丧尸约莫30岁左右，小孩丧尸刚上初中。原本幸福的一家3口，却在末日降临后全部变成丧尸。这狗日的末日，下辈子投个好胎！张凡手起斧落，3个丧尸的脑袋便飞了起来，3个金色光团跌落，全部收取。体质涨了 1.2， 达到 8.9， 力量又大了几分。体质的大幅强化意味着身体素质全方位的提升，包括听力、视力、嗅觉等。张凡沿着每个房间扫荡，经过主卧时听到了牙齿打颤的声音。咦，第4章小黄狗。张凡仔细倾听，发现声音来自于角落的柜子，衣柜最底层。张凡蹲下身，用消防斧勾住柜子的把手，把柜子拉了开来。就见柜子最底层的隔间里蜷缩着一条半大的小黄狗。小黄狗还没成年，4、5个月大，是条中华田园犬幼犬。小黄狗显然吓坏了，身体一个劲的直哆嗦，一双小眼睛中满是恐惧。活狗！张凡大喜，末日降临后他就没见过活物，唯一碰到的活人就是萧斩了。
现在看到一条活狗，自然欣喜。有了这条狗，至少能当个伴，一个人不至于太孤单。而且狗狗可是看家护院的能手，晚上和狗狗一起睡，再也不用担惊受怕，可以放心熟睡了。再者，如果到了困难时期，这不就是食物？嗨嗨，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张凡伸手想抚摸小黄狗，结果小黄狗可能吓坏了，龇牙咧嘴，发出呜呜的告诫声。嚯，还挺凶。张凡挑了挑眉，从蛇皮袋里拿出一根火腿肠，打开包装，递了过去。小黄狗饿坏了，戒备地看了张凡一眼，然后叼起火腿肠，狼吞虎咽起来，几下就把火腿肠吃进了肚子。这下子，小黄狗眼中的敌意一下子消散大半。张凡伸出手，试着抚摸小黄狗的脖子，小黄狗犹豫一下，没有再咬。看到这一幕，张凡就知道这条狗是他的了。张凡用手挠它的脖子，小黄狗顺从地抬起脑袋，眯起眼睛，一副享受模样。张凡又摸摸小黄狗的脑袋，捋捋背，小黄狗都十分顺从。好狗！张凡抱起小黄狗，把它装进蛇皮袋，又扫荡了一圈，打道回府。天已经黑了，黑灯瞎火的，尤其楼道里更黑，本能的让人恐惧。张凡知道该回去了。路过一扇窗户的时候，张凡朝外面看去，整个城市完全陷入了黑暗，没有一丝光亮。漆黑的夜空中，只有此起彼伏的丧尸嘶吼声，期间夹杂着幸存者的惨叫。再看头顶的天空，由于没了光污染，夜空显得无比明亮，漫天繁星，熠熠生辉。很多年没看到的银河也重新出现在夜空中，美丽而又绚烂。看到这一幕，张凡不禁想起了末日降临后网上流传的一张帖子。末日或许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次自我进化、自我修复。张凡以前不太相信，现在忽然觉得末日降临、丧尸出现未必不是大自然的自我进化。毕竟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太严重了。回到地下室，张凡打开手电筒。这手电筒是他特地搜来的物资之一，是装电池的，不需要充电，可以用一段时间。手电筒发出的光驱散了房间里的黑暗。看着40平米的出租房里堆着满满当当的物资，张凡心里充满了成就感。这些就是他今天一天的收获，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应有尽有，就连小雨伞这种东西都有。有了这些物资，接下来半个月我都可以过得很滋润了。可惜地下室太小，空间有限，无法容纳更多的物资，得好好整理一下。接下来的1个多小时里，张凡整理搜集来的物资分门别类，牛奶、饮料、桶装水等归为一类，水果、面包、方便面等归为一类，内裤、外套、裤子等放到一起。折腾了1个多小时，所有物品终于整理好，也腾出了不小空间。平时忙碌这么久会很累，张凡现在却丝毫不觉得疲惫，依旧充满干劲。我现在真成超人了。张凡心情愉悦，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今天之前，狗在这小小的地下室担惊受怕，忍饥挨饿，他对未来都绝望了。现在满怀希望。张凡不知道继续强化下去，他会变得多强，但肯定会很强。未来可期。10点了，该休息了。张凡吃了点东西，拿出牙刷和刷牙杯，打算用桶装水刷牙。5加仑的水，他一个人得用好几天，时间一长就容易变质。赶紧先用了吧。矿泉水等瓶装水保存的时间长一些，先留着慢慢用。刷完牙，又洗了把脸，然后用沸水把消防服简单洗了一下。张凡便打算睡觉了。他先把随手捡来的狗窝放到床边，把小黄狗放了进去。晚安，大黄。张凡撸了撸小黄狗的狗头，也上床睡觉了。大黄是他给小黄狗起的名字，一个很俗气的名字。这一晚很平静，当然平静是相对的，鬼哭狼嚎的嘶吼咆哮声和时不时响起的爆炸声从未停止过。嘶吼咆哮声是丧尸发出来的，爆炸声是天然气管道和加油站发出的。张凡的小房间里非常宁静。早上7点，闹钟响起，张凡准时起床，刷牙、洗脸、吃早餐。早餐是几片全麦面包，1个西红柿，2根香蕉，2根火腿肠。张凡习惯性的先吃容易过期和变质的食品，便于保存的留着以后吃。未来的日子还很长，要学会精打细算，这样才能细水长流。大黄的早餐是2根火腿肠，看着大黄狼吞虎咽，张凡有些心疼。这是自己的食物，被狗糟蹋了。看来今天得给他找些狗粮了。狗妈应该吃狗粮。吃过早餐，张凡整装待发。乖乖在家待着，别吵，别叫，狗一些，别把丧尸或幸存者引来。摸了摸大黄的狗头，也不管他听没听懂，张凡拿着装备出门了。今天的任务和昨天一样，还是扫荡这栋楼，继续搜刮物资，顺便给大黄找点狗粮。前13层楼扫荡过了，不用看，直接上14楼。一口气爬到14楼，张凡都不带喘气的。
可想他现在的身体素质有多好。咚咚咚，按响1401的门铃，静静等待。没任何，等等，有动静。虽然隔着房门，声音很小，但张凡还是听到了细微的说话声。里面有活人。张凡转身离开了。没有利益冲突的前提下，张凡并不想和其他幸存者起冲突。人间不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第5章，第一顿热乎饭。15楼、16楼、21楼、22楼，一路扫荡，一边收集物资，一边清理丧尸，一边拾取丧尸掉落的属性光团。转眼到了顶楼，张凡一共杀死好几头丧尸，又收集了一蛇皮袋物资。这时，张凡的属性面板又变了。姓名：张凡，等级2级异能者，体质2级1%，精神1级3%，异能无限拾取异能，2级异能者。终于2级了，张凡露出一抹笑容，他能感觉到自己现在有多强大。一拳下去，墙壁都给你砸出个窟窿。轻轻一跳，轻松越过13个楼梯台阶，妥妥的超人。再接再厉。张凡很喜欢这种不断变强的感觉，但现在蛇皮袋装满了，该回去一趟了。回到地下室出租房，张凡得到了大黄的热烈欢迎。小黄狗使劲摇晃着尾巴，伸出小舌头舔舐着张凡的手，别提多热情了。大黄，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张凡撸了撸大黄的狗头，从蛇皮袋里掏出一个袋子，正是狗粮，40斤装的那种。从今天起，你开始吃狗粮。张凡笑着拿来一个塑料盒，倒了满满一盒子的狗粮。大黄只是闻了闻，就对狗粮没了兴趣，继续冲着张凡摇尾巴。不爱吃。张凡养过狗，早料到了这个结果。大多数狗狗更喜欢吃味道重的食物，这个味道重，一方面是腥，一方面是咸，但太咸和太油对身体都不好，所以狗粮的味道普遍比较淡。不爱吃也不行，必须吃狗粮。张凡放下狗粮袋，用清水洗了下手，然后开始准备自己的午饭。今天运气好，在一个房间里搜出了一个煤气罐，张凡直接扛了回来，连带着人家的灶头都没放过。今天中午他要蒸点大米饭，再弄3个热乎菜，好好吃一顿。1个小时后，饭菜上桌，炒土豆丝、青椒炒腊肉、西红柿炒鸡蛋，3个菜都是家常菜，比较简单。张凡却吃的口水都流出来了。再就着香喷喷的白米饭，香的张凡差点连舌头都吃进了肚。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挨饿哪懂饭菜香。饿了这么多天，现在吃着最简单的家常菜，都感觉香的不行。一共吃了3大碗米饭，张凡才心满意足的打了个饱嗝。吃饱也是种幸福。张凡摸了摸圆鼓鼓的肚子，一屁股躺在床上，舒服的伸了个懒腰。不一会儿，困意袭来，张凡沉沉睡了过去。一觉醒来时，已经下午3点了。张凡简单洗了个脸，便抄起消防斧出门了。今天的任务不是收集物资，而是前往学校寻找失联的女朋友玛丽。张凡和玛丽都是科大学的学生，张凡大3，玛丽大2。自从7天前末日降临，张凡就和玛丽断了联系。末日一降临，玛丽就没了音信，大概率变成了丧尸。但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没看到她的尸体，张凡不死心。之前张凡自己活下去都难，寻找玛丽有心无力，现在他想试一试。况且他居住的小区距离学校并不远，直线距离也就300米左右。小心一些，问题不大。就算被丧尸围攻，张凡也不怕，他的速度可比慢吞吞的丧尸快多了。大黄，乖乖在家等我。撸了撸小黄狗的狗头，张凡出门了。小区里静悄悄的，一片死寂。入目所见，遍地的尸体、断臂、残肢，还有已经干枯的血迹。苍蝇蚊子嗡嗡响，蛆虫爬满了尸体，整个小区里散发着一股腐臭。还有3、4头丧尸在游动，漫无目的，就像无头苍蝇似的到处晃荡。什么叫人间地狱？这就是了。不只是本小区，整个魔都、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变成了这样，全世界都变成了地狱。断网前，张凡看过一篇帖子，网上有人做过推测，末日降临后，全球超过90%的人变成了丧尸，剩下1成中又有6成死在丧尸手上，侥幸活下来的幸存者不足4成。也就是说，全球70亿人，幸存者只剩下不到2800万人。然而，这不是结束，只是个开始。剩下这2800万人，不仅要面对层出不穷的丧尸，还要面对饥饿、疾病、孤独、恐惧以及各种阴险狠毒的幸存者。活着并不代表胜利，或许死亡更轻松一些。张凡按照规划好的路线，小心翼翼朝小区东门走去。东门离学校最近，张凡这一动立即引起了几头丧尸的注意，他们就像闻到了屎的苍蝇，立即摇摇晃晃扑了过来。张凡丝毫不惧，挥舞着消防斧迎了上去。噗噗噗，眨眼功夫，
5头丧尸头颅搬家，1头栽倒在地，没了动静。5个光团掉落，张凡逐一拾取，立即有暖流涌入体内，继续强化张凡的体质。体质2级 3.5100， 继续前进。接下来的2分钟内，张凡陆续碰到6头丧尸，全部解决，终于来到东门。体质2级 6.5100， 张凡居住的小区和学校就隔了一条街。原本整齐的大街上，到处都是胡乱停放的车辆，有些车子甚至好几辆碰撞在一起，满地的车壳、玻璃渣子。可以想象，末日降临的时候，大街上发生过不少车祸。除了车辆外，最多的就是尸体，一具具尸体横七竖八，遍地都是，整座城市就像个鬼城。尽管早就预料到了这样的情形，但亲眼看到这一幕，张凡还是很沉默。现在才下午3点啊，平时这点，大街上到处都是人，散步的、遛狗的、撒狗粮的。现在呢，安静，死寂。别说大活人，连条流浪狗都看不到，除了尸体就是丧尸。末日，这是真正的末日。平时我总嫌人多，嫌那边跳广场舞的大妈太吵，嫌遛狗的大爷不捡狗粪，现在忽然看不到了，我这心里，或许整个社会再也回不到以前的繁华景象了。怀着沉重的心情，张凡穿过被车辆堵塞的街道，来到科大墙外。科大西门离这里还有100多米，张凡懒得走了，纵身一跃，跳起3米多高，直接从科大的院墙上翻了过去。吼！第6章校花紧压。翻进院墙后，张凡吓了一跳，一眼望去，几十头学生装扮的丧尸在校园里晃荡，犹如几十只无头苍蝇。这不难理解，街道临近教学楼，丧尸爆发的时候恰逢早上，学校正在上课，上课的学生变成丧尸，然后冲出教学楼，在校园里晃悠，这里才会有这么多丧尸。好多丧尸！张凡双眼发亮，直接扑了上去，他要把这些家伙全部变成金色光团。吼！最近的丧尸冲了过来，嘶吼着扑向张凡，想给张凡来上一口。迎接他的是大力沉的消防斧。咔嚓！丧尸的脑袋瞬间爆开，一个金色光团从他身上掉落。张凡顺势捡起金色光团，身上又有暖流炸开，力量再次提升。丧尸汉不畏死。第2头丧尸踩着同伴的尸体继续扑来。咔嚓！第2头丧尸死，然后是第3头、第4头。张凡犹如下山的猛虎，一头头丧尸被他砍死，身上掉落金色光团。拾取了掉落的金色光团，张凡的体质越来越强，越战越勇。短短2分钟就有20几头丧尸命丧他手，他的体质暴涨10几个点。体质2级 22.5100， 成年男子的平均体质是1，张凡现在却达到了2级的 22.5， 意味着他现在的身体素质是普通成年男子的 32.5 倍。体质暴涨的张凡更加锐不可当，消防斧在他手里比竹竿还轻盈，还轻快，然而爆发出的力量简直势不可挡，摧枯拉朽。一斧头抡圆，围上来的4、5头丧尸被斩首，根本不是张凡一合之敌。5分钟后，张凡面前堆积了如小山般的尸体，腥臭的鲜血遍地都是。再看丧尸，已经没有活着的了。远处倒是有丧尸摇摇晃晃跑来，但方圆100米内看不到一头丧尸。近处的丧尸统统被张凡斩杀。经历了剧烈激战，换做别人早累瘫了，张凡却感觉精力充沛，体内仿佛有源源不断的力量喷涌出来，完全不觉得疲倦。再看属性面板，姓名张凡，等级2级异能者，体质2级43100，精神1级3/10，异能无限拾取异能，大规模击杀丧尸，果然是我最快变强的不二捷径。张凡心里暗爽，然后一甩消防斧上的鲜血，大步朝女友宿舍楼走去。期间又遇到10几头丧尸，轻松斩杀，终于抵达玛丽的宿舍楼下。宿舍楼作为学生的居住区，丧尸并不比教学楼附近少。张凡毫不畏惧，挥舞着消防斧迎了上去，一个字，就是干。噗噗噗，一路突进，一路斩杀，一颗颗头颅滚落，一头头丧尸倒下。张凡硬是凭着一把消防斧，从1楼杀到8楼，生生杀出了一条血路，杀到818宿舍前。看着近在咫尺的宿舍，张凡心里没来由的有些紧张。他和玛丽在一起1年多，两人的关系很好，感情也颇深。张凡不希望玛丽出事，然而天不遂人愿。张凡踹开宿舍大门，立即有2头丧尸嘶吼着冲了上来。其中一头丧尸身高1.7米，圆脸，双眼皮，不正是玛丽？玛丽！张凡双眼红了。吼！玛丽早就变成了丧尸，哪里会回应张凡？嘶吼一声扑了过来。对不起。张凡眼中闪过一抹痛苦，手上的消防斧近乎本能的挥出。噗！一团金色光球掉落，
另一头丧尸也扑了上来，张凡随手一斧将其杀死，缓缓走向玛丽。玛丽，往日的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张凡喉头滚动，心里堵得慌。末日降临的那天，玛丽就失联了，但那个时候并没有断电，也没有断网，手机也有电，偏偏玛丽失联了，足以说明玛丽在末日降临的时候就变成了丧尸。尽管心里早就猜到了这些，可看到玛丽变成丧尸，张凡还是难掩悲伤。妈的！张凡一拳砸在墙上，水泥墙壁都被砸得剧烈摇晃起来。谁？隔壁传来一声低喝。这是……张凡心里一动，喊道：“景亚！”砰！819宿舍的大门立即被打开，一个身材高挑的靓丽身影扑了出来，身高大概1.78米，拥有堪比超模的大长腿，腰肢纤细，胸脯鼓胀，身材没得说。关键皮肤白皙，五官还非常精致，如果满分10分的话，至少能打9分。这女人不是别人，正是科大校花景亚，也是玛丽的舍友。景亚和玛丽的关系非常好，两人是很要好的朋友闺蜜，所以张凡和景亚也认识，一起吃过饭，旅过游，出去玩过，关系也不错。今天的景亚显得很狼狈，脸色苍白，脸上沾染了血迹，头发也乱糟糟的，状况显然并不好。看到张凡，景亚非常激动，眼泪哗一下就流了出来。太好了，总算看到一个活人了。张凡，是不是救援来了？救援？张凡一怔，随即反应过来，末日降临后，网上有很多人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国家、军队身上，苦苦挣扎，希望国家能派出军队清理丧尸，恢复城市秩序。但这显然是个奢望。抱歉，没有救援，我一个人过来的。张凡叹了口气说道。景亚美眸中的神采一下子暗淡了下去，脸上满是失望。我早该知道的，末日都降临了，哪还有什么救援？说到这里，他又看向张凡。对了，你是来找玛丽的？张凡点点头。玛丽变成丧尸了。景亚难掩悲伤。我知道。张凡摇摇头。我要离开了，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离开？景亚有些绝望。我也想离开，可校园里到处都是丧尸，怎么离开？这个不打紧。张凡道。你要去哪儿？我可以送你过去，学校不是长久之地。景亚当然知道学校待不住，一是丧尸太多，二是物资稀缺，就算不被丧尸杀死，早晚活活饿死，可死根本待不长久。如果可以离开，景亚早离开了，可惜他根本没有离开的能力。你真的可以带我离开？景亚美眸中燃起一丝希望。我想去茶山庄园，我爸妈在那边。第7章，随身空间异能。茶山庄园。张凡眼中闪过一丝诧异。茶山庄园位于茶山国家森林公园度假区，整个庄园只有72栋别墅，平均每栋别墅占地6亩，最大的甚至占地40亩，分布在近20个小岛上，是真正的岛居别墅。绿化率高达 84.7%， 容积率却只有 0.1%， 平均一套就得大几千万。景亚爸妈居然住那里。景亚是个富二代。以前张凡就听玛丽说过，景亚吃穿用的都是名牌，只是为人低调，也从来没说过家里的情况，谁也不知道他的身份。现在看来，妥妥一白富美啊！不过，想让张凡送他去茶山庄园是不可能的，因为太远了。景亚，茶山庄园距离这里50-60公里，我们到不了的。张凡无奈说道：“你还是现实点，说个近点的地方吧。”抱歉，是我太天真了。景亚眼中闪过一抹失望。他和爸妈失联好几天了，只想早点寻找爸妈，却忽略了现实问题。末日前返回茶山庄园都要1个多小时，堵车的话要2个小时。现在外面到处都是丧尸，路上也被车辆堵塞，怎么过去？那就去华庭雅苑吧，我家在那里有套房子，环境比学校好多了。景亚又道。华庭雅苑。张凡啧舌，真是个富二代啊。华庭雅苑也是个高档别墅小区，里面只有21栋别墅，每一栋别墅都价值过亿，比茶山庄园的别墅还贵。张凡想到自己为了租套40平米的地下室，不仅要省吃俭用，还得出去兼职，人家随随便便就能买得起价值几个亿的别墅，就一阵心塞。同样是生活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吃着五谷杂粮长大，接受9年义务教育，人和人的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怎么样？见张凡不吭声，景亚连问道。华庭雅苑距离这里8公里多险，倒是可以试试。张凡点点头。景亚深深鞠了一躬，拜托了。张凡摆摆手，收拾好东西，跟我走。景亚立即返回宿舍收拾东西，不一会儿就提着一个行李箱走了出来。张凡无语，都说女生的行李箱又大又重，张凡总算见识到了。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扛着这么大的行李箱，真的好吗？张凡正要劝说景亚少带点东西，却见景亚伸出青葱玉手，在行李箱表面轻轻一抹，
唰，行李箱竟然诡异消失了。消失了！张凡以为自己看错了，擦了擦眼睛，行李箱确实消失了。景亚，你怎么做到的？张凡一脸吃惊地问道。这是我的异能。景亚轻声说道。张凡，你能一个人来到这里，应该也觉醒异能了吧？我确实觉醒异能了。张凡连点头。我的异能是力量类的，比较鸡肋。无限拾取异能是他最大的底牌，张凡打算暂时保密。果然和我猜测的一样。听到张凡也觉醒了异能，景亚松了口气。我的异能是随身空间。经过景亚的解释，张凡渐渐明白所谓的随身空间到底是什么异能。随身空间顾名思义是随身开辟出来的一个异空间，有些类似于空间戒指、空间袋、哆啦 A 梦的百宝袋那种次元空间。景亚现在等级太低，开辟出来的随身空间不大，也就1000立方。1000立方等于10乘10乘10立方，相当于一个长10米、宽10米、高10米的箱子的体积。随身空间，张凡目光闪烁，这异能有些 bug 呀。bug 吗？景亚苦笑，我感觉这异能太鸡肋了，除了装东西外毫无用处。比起这鸡肋异能，我倒是更希望觉醒一些战斗类的异能，比如控水控火什么的，这样就能屠杀丧尸，寻找爸妈了。不，张凡摇头，这异能用处很大，我能想到的最大作用便是收集物资。这2天收集物资，张凡只能带着蛇皮袋到处晃荡，可蛇皮袋的容量有限，装不了多少东西就会装满，没办法，只能返回出租房把东西倒出来，然后又得重新上楼，来回折腾，麻烦得很。如果有了随身空间，情况将截然不同。找到物资后，直接收入随身空间，简单、方便、快捷。而且1000立方的空间非常大，能装很多东西，搬空一座超市都不成问题。是吗？景亚眨眨眼。当然。张凡笑笑，半开玩笑地说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组队，咱俩联手，一定可以活得很滋润。好呀。景亚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他了解张凡的为人，知道他靠得住。况且这几天藏在宿舍里，整天担惊受怕，好不容易碰到张凡一个活人，他当然要牢牢抓住。那就愉快的说定了。张凡抄起消防斧，跟紧我们出发。来到818宿舍，张凡抱上玛丽的尸体，准备带下去埋掉。在一起1年多，张凡不忍玛丽曝尸荒野，还是埋了吧。景亚见状，把玛丽的尸体装入了随身空间，这样方便行动。两人下了楼，一路上没碰到一头丧尸，反倒是碰到了不计其数的尸体。这些尸体都被利刃砍断脑袋，而且断口新鲜，显然是刚斩断的。张凡，这些丧尸都是你杀的？景亚吃惊问道。张凡点点头。你这么厉害？景亚有些难以置信。张凡正要解释，一声野兽般的嘶吼响起，就见楼梯拐角处一头丧尸摇摇晃晃扑了过来，上身穿着体恤，下身一条短裤，是个平头青年丧尸，身材比较瘦小。张凡二话不说，随手一斧挥出，就斩断了平头青年丧尸的脑袋，干净利落，又快又狠。景亚看得呆了。我的异能是力量类的，力气大很正常。张凡笑着解释，同时捡起掉落在地上的金色光团，力量又涨了 0.5。 你好厉害！景亚惊叹。这不算什么。两人出了宿舍楼，又碰到了许多尸体，几乎遍地都是。这些都是你杀的？差不多。你一个人居然杀了这么多丧尸？是啊，厉害吧？因为来的时候丧尸几乎被杀的差不多了，两人往出走的时候都没碰到几头丧尸，一路有惊无险。出了科大校门，大街上完全被车辆堵塞，这种情况下要步行8公里路前往华庭雅苑，需要的时间长不说，还很危险。路都被堵了，我们怎么过去？景亚蹙着秀眉，有些犯难了。简单。张凡走到路边，抬起一辆电动车笑道，骑这个过去。第8章，豪华别墅被霸占了。街道上横七竖八停着许多车辆，没把车辆清理掉之前，开车是奢望。当然，要是有重卡之类的大型车辆，完全可以碾压过去。但可惜没有。这种情况下，电动车和摩托车无疑是最便捷、最灵巧的选择。张凡找了辆电动车，载着景亚在车缝里穿行。张凡，这样行吗？景亚有些心惊肉跳，大街上到处都是丧尸，骑个破电动车，闹呢。放心吧，没事的。张凡笑着安慰。吼！大街上三三两两有丧尸在游荡，电动车发出的动静立即吸引了丧尸的注意，他们就像闻到了屎味的苍蝇，嘶吼咆哮着冲了过来。前面4头，身后3头，直接堵住了去路。张凡，有丧尸过来了！景亚吓得脸色发白。看我的！张凡停下电动车，抄起篮子里的消防斧迎了上去。噗噗噗！7头丧尸还没靠近，头颅高高飞起，随即摇晃着栽倒，没了动静。景亚呆了，好厉害！小意思啊！
张凡把消防斧丢在电动车前面的篮子里，骑上电动车继续前进。为了避免被大群丧尸包围，张凡刻意避开特别繁华人多的地方，比如医院、地铁站、小区门口。即便如此，两人经过一家超市的时候，还是碰到了20几头丧尸。吼吼！20几头丧尸原本就像无头苍蝇，在漫无目的的四处晃动。听到电动车的动静后，立即从四面八方赶来，把电动车团团包围。景亚哪里见过这么多丧尸，被吓得瑟瑟发抖，抱着张凡的腰不撒手，美眸中满是恐惧。景亚，别怕，我在呢。张凡拍了拍他的手，笑着安慰一句，然后抄起消防斧扑了出去。一把消防斧在张凡手里宛如死神镰刀，肆意收割丧尸的头颅。不到半分钟，20几头丧尸全部横死，景亚彻底呆了。张凡，你这么厉害？不是我厉害，是这些丧尸太菜。张凡笑笑，你别看丧尸看着吓人，其实比正常人还不如。行动僵硬，没有正常人快，也没有人正常人灵活，脑子一根筋，一点智商都没有，还不知道恐惧。只要我们能克服心理上的恐惧，丧尸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说的也是。景亚若有所思，走吧，继续上路。两人继续上路，一路有惊无险，耗费半个小时，终于抵达华堂雅苑。因为是高档别墅区，比起大街上到处晃动的丧尸和随处可见的尸体，华庭雅苑不仅丧尸少得多，而且干净得多。进入小区是一栋栋间隔非常远，仿佛宫殿城堡模样的独栋别墅。别墅之间是大面积的绿色草坪，茂盛的树林，大面积花园。早听说华庭雅苑是魔都最顶级的别墅区，果然非比寻常。张凡心里感慨一句，随即问道：景亚，你家别墅是哪栋？9号楼。景亚有些激动，费了这么大功夫，总算回来了。饶是他生性恬静，此刻也难掩激动。你指路。在景亚的指点下，两人很快来到9号楼前，看到了一栋仿佛欧洲王宫的别墅，真够奢华的。张凡惊叹。没什么用。景亚叹了口气，末世前或许很值钱，但现在还不如你手里的消防斧给人安全感。话不能这么说。别墅里装有智能家居系统，也不需要开锁，面部识别就能开门。可惜停电了，指望别墅自动开门成了奢望。好在景亚带有钥匙，打开房门。门厅比普通豪宅的客厅还大，2根罗马立柱让这个空间满满都是仪式感。8米挑高让客厅空间气势磅礴，古典壁炉、木饰墙体、水晶吊灯、真丝手绘墙纸，再搭配古典精致的家居，宫廷般的高贵气质充斥整个空间。还有在电影中才能看见的欧洲贵族餐厅，只有公主才配使用的水晶浴室，躺进去就觉得自己贵气逼人的奢侈卧室。张凡承认自己酸了，这别墅的精致华丽程度简直堪比宫殿，自己那破出租房和这里相比，完全没有可比性。景亚，你家到底多大？张凡有些难以置信问道。2000平米吧。景亚长舒了口气，你自己随便坐，我上楼洗把脸。行。张凡点点头。景亚独自上楼了，然而刚走到楼梯口，一阵脚步声响起。张凡疑惑转头，一男一女从楼上走了下来，一脸戒备地看着他们。男人穿着白色睡袍，身高1.8米，长得斯斯文文的。女人穿着一件丝质睡衣，身高刚过1.6米，丝质睡衣明显不合身，穿在身上有些大。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闯进我家？女人满脸怒气喝道。谁让你们进来的？立刻从我家滚出去！男人也怒视着张凡和景亚。什么鬼？这不是景亚家吗？张凡满头雾水。你家？景亚的脸色有些不好看。华庭雅苑9号楼，是你们家？怎么，有问题？女人冷着脸问道。景亚懒得多说废话，右手一招，拿出一个文件袋，从里面掏出一个房本。他打开房门，指着上面的产权证明，一字一顿道：看清楚了，这栋房子的主人叫景亚，而我就是景亚。这下轮到一男一女尴尬了。他们当然不是这栋房子的主人，事实上他们是附近的房产中介。男人叫杨家龙，女人的顾一盼。末日出事那天，他俩正带着客户在小区里看房，末日后逃到这栋别墅，撬开窗户鸠占鹊巢，之后一直住在这里。虽然只住了几天，但他们已经深深喜欢上了这里，完全把这里当成自己家。在他们看来，这栋别墅的主人这么久不回来，不是变成丧尸，就是被丧尸杀死了，别墅肯定变成了无主之物。既如此，他们笑纳了又如何？反正都末世了，谁的房子重要吗？当然是谁霸占了，就算谁的东西啊。只是没想到原房主居然回来了。杨家龙和顾一盼只尴尬了1秒，脸色就恢复如常，重新变得嚣张起来。顾一盼双手叉腰，犹如骂街泼妇：你是原房主又怎么样？拜托出去看看，现在都什么世道了，还跟我逼逼？现在都末世了，外面的人都死光了，
更何况一套烂房子。告诉你，这房子是我们先抢到的，就该归我们。顾一盼推了景亚一把，指着门外喊道：现在我要求你立即滚出我家，这里不欢迎你们。你们！景亚被气得脸色发白。你什么你？识相的赶紧滚！杨家龙随手一招，一把菜刀竟然凭空飞了过来，瞄准了景亚。杨家龙阴恻恻笑道：臭女人，现在都末世了，就算我杀了你们，你们也是白死。不想死的就立即滚出这里，否则我不介意让你们竖着进来，横着出去。啧，好一个狗男女啊！第9章，获得新异能。尽管张凡知道末世降临后，制约所有人行为的法律武器和道德准则彻底消失，压抑在所有人内心深处的欲望和黑暗会彻底释放和爆发，但他还是没想到，原本道貌岸然的人会变得这么快，这么彻底，堂而皇之的霸占别人的房子，而且还这么理直气壮，自以为是，实在是张凡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了，只能说老子真他妈是个好人。我怎么就没想过霸占一套别墅呢？一想到自己还窝在40平米的地下室里，张凡就有些心塞，自己真的不够坏啊。虽然心里感慨良多，张凡却不会眼睁睁看着这对狗男女欺负景亚，毕竟是自己的朋友。张凡踏前几步，把景亚护在身后，不爽看着杨家龙和顾一盼，给你们一个机会，立刻离开这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吆喝，还不客气？你以为我是吓大的？杨家龙微微招了招手，悬浮在半空的菜刀立即顶住张凡的咽喉。杨家龙一脸嚣张：傻逼，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怎么个不客气法。告诉你吧，我老公能操控金属，是异能者，是超人。顾一盼叫嚣道：你给他提鞋都不配，不想死的赶紧滚！呵呵。张凡懒得和这两个智障废话，一把抓住顶在脖子上的菜刀，然后随意一划，噗嗤，锋利的菜刀直接划过杨家龙和顾一盼的咽喉，鲜血犹如泉涌。杨家龙和顾一盼的双眼瞪得溜圆，拼命想捂住喉咙，可哪里捂得住？鲜血顺着他们的手指溢出，很快便染红了他们的衣襟。扑通，两人仰面栽倒，5个光团从他们身上掉落。杨家龙身上掉了3个，一金一银一白；顾一盼身上掉了2个，一金一银。张凡踏前一步，不动声色地拾取了5个光团，然后提起2人的尸体朝外走去。你先休息会儿，我把这2人的尸体处理了。张凡对景亚说道。谢谢。景亚忙道谢，他没有指责张凡为什么杀死杨家龙和顾一盼，他不是圣女，这2人霸占他家房子，他们该死。把2人的尸体提到别墅远处，张凡随手丢在地上，便懒得管了，因为他感觉到一股刺痛传入体内，犹如惊涛骇浪般冲击着神经。怎么回事？张凡痛苦地佝偻着身子，我到底怎么了？好在痛苦来得快，去得更快，仅仅半分钟后，剧痛便消失得干干净净。张凡却是惊呆了。姓名：张凡，等级2级异能者，体质2级53100，精神1级6%，异能无限拾取异能，操控金属异能，体质提升6点，精神提升3点，操控金属异能。我获得了操控金属异能。张凡呆了，他忽然想到了杨家龙的异能，想到了从杨家龙身上掉落的白色光团。难道那白色光团代表的是杨家龙的异能？我这异能居然连异能都能拾取，厉害了我的哥！试试新异能。张凡仔细感受起来，然后就发现身体产生了某种细微的变化，具体怎么变化的，张凡说不上来，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张凡心念一动，远处一节水管忽然脱离地面，悬浮在了半空。去！张凡虚空一指，咻！静静悬浮的水管犹如离弦的利箭，瞬间激射而出，狠狠刺在旁边一棵白兰树上，深深刺入其中，只剩下尾部一截。分解！张凡打了个响指，刺入树干的水管立即土崩瓦解，化为了一滩金属粉末。凝！金属粉末快速凝聚，很快就凝聚成了一根又尖又细的钢锥。接下来，钢锥又变成弯刀，变成圆盘，变成刀叉。金属粉末不断变换着形状，张凡就像发现了新玩具一样，玩得不亦乐乎。直到景亚喊他，他才作罢，重新返回别墅。景亚洗了把脸，又重新换了身松散的睡衣，头发也用发箍束起，多了几分慵懒和活泼，少了一些冷艳和性感。他给自己和张凡各倒了杯牛奶，把其中一杯递到张凡面前。家里没什么吃的，我能找到的唯一招待你的就只有牛奶了。景亚苦笑道：抱歉。无妨。张凡端起牛奶喝了一口，舒了口气。景亚小小抿了口牛奶，这才缓缓问道：张凡，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吗？计划？张凡老老实实回答道：
能有什么计划？猎杀丧尸，收集物资呗。猎杀丧尸能增强实力，张凡不会松懈，他希望变得更强。收集物资更不能松懈，吃喝拉撒用，样样离不开物资。太笼统了。景亚蹙着秀眉，我觉得我们应该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有目的、有规划、科学高效的计划，然后严格按照计划执行，以便更好的生存下去。张凡挑了挑眉，虚心请教道：“你有什么意见？说来听听。”景亚沉吟半晌，才缓缓问道：“你这几天住在那个地下室？”“是。”张凡没有否认。玛丽和景亚无话不谈，所以景亚知道自己在校外租了间地下室。搬过来吧。景亚道：“从今天起，你搬到这里来，我们一起住。”“和你一起住？”张凡愕然。“你别误会。”景亚脸一红，连解释道：“你的地下室太小，根本存不了多少物资。况且那里又暗又潮湿，住着很不舒服，环境比不了我这里。我这里空间很大，单单地下室就有800平，加上2000平的房间，足够存储很多物资。而且丧尸少，环境也好，住着可比你那舒服多了。再者，我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并不安全，就像今天这样，无论是其他幸存者还是丧尸，我都抵挡不住。所以我需要你。行吧？”张凡没有矫情，立即同意了。开玩笑，能住这么大的别墅，傻子才住地下室，他又不傻。其次，景亚继续道：“我们需要有目的的收集物资、食物、饮用水、衣物、鞋子，自然是多多益善，越多越好。煤气罐、灶头、锅碗瓢盆，如果可以，最好弄几台发电机。刚刚那2个家伙不是说了吗？现在都末世了，所有东西都成了无主之物。既然是无主之物，我们自然可以随意取用，而无需顾及任何人。”“你说的很有道理。”张凡连点头。“这样，你制作一个详细的物资表，我们就按照物资表严格执行，尽可能的收集一切需要的物资。”“这个我擅长，今晚就能做出来。”景亚立即点头。虽然在上大学，但他已经接手家族生意，负责管理一些事务，制作一个小小的物资表，不过是手到擒来。麻烦了。第10章果核商场。当天晚上，张凡就睡在了景亚家。这套5室5厅5卫的豪华独栋别墅，住2个人绰绰有余。为了保证安全，张凡就住在景亚隔壁。别误会，这是景亚自己要求的。住在这么大的别墅里，旁边又住着校花，张凡自然有些心猿意马，加上择席，失眠到半夜2点才渐渐睡着。第二天早上8点，张凡睡得迷迷糊糊，景亚就敲响了他的房门。景亚不仅做好了收集物资的计划表，连带着早餐都做好了。早餐很简单，一人1片面包，1根火腿，外加1包牛奶。景亚对此有些尴尬，抱歉，材料有限，将就着吃点吧。这些东西还是杨家龙和顾一盼收集的，没有他俩，这些都没有。可以了。张凡点点头，一边翻看着物资收集表，一边慢悠悠吃着早餐。景亚制作的物资表很详细，但概括来说，其实包括几个方面。第一，收集各种食物，尤其保质期长、便于储存的食物。第二，收集各种饮料、矿泉水、桶装水。第三，收集衣物、卫生纸等。第四，收集冰柜、发电机、柴油。第五，这些归纳起来就是，但凡生活中需要用到的东西，统统都要收集。2人吃过早餐，便锁好别墅大门，然后出发了。2人打算先去最近的果核商场看看。果核商场是附近最大的商场，共分为6层，每一层出售不同的东西。如果果核商场还没被人洗劫，里面的物资足够2人使用很久。骑着电动车出了别墅，前往果核商场的一条大街上，发现了一辆重卡。张凡把电动车停在重卡前，笑道：“景亚，换车。”“好。”景亚面露欣喜，比起让人担惊受怕的电动车，还是重卡给人安全感。重卡司机不知去哪了，张凡轻松打开车门，和景亚坐了进去。“张凡，你会开重卡吗？”景亚有些担忧地问道。“没开过，但问题应该不大。”张凡扭了扭脖子，现在整条街道都是坦途，不担心磕着碰着谁。倒也是。扭动钥匙，启动汽车，张凡一脚油门，重卡轰隆隆向前驶去。走了没多久，前面就碰到一辆哈弗 H5，没说的，直接碾过去。轰隆隆，哈弗 H5 被推行了一段距离后，直接碾成铁饼，重卡扬长而去。张凡感觉无比刺激，以前哪敢这么干？骑着共享单车都得小心翼翼，生怕把别人的车刮着蹭着。现在好了，满大街的汽车，其中不乏几十万乃至几百万的豪车，随便开，随便撞，不用担心车主找你赔钱，也不用担心被交警拦下。毕竟满大街都看不到一个活人。张凡开着重卡横冲直撞，看着一辆辆豪车被重卡碾碎，张凡不禁欢呼起来。不就撞了几辆车吗？你为什么变得这么兴奋？景亚有些奇怪。哈哈，
你不觉得很刺激吗？张凡笑问。刺激吗？刺激啊！哼，男人的快乐就这么简单。张凡驾驶着重卡一路横冲直撞，无论遇到汽车还是丧尸，统统碾过去。20分钟后，来到果核商场。商场前完全是一副人间地狱场景，遍地的死尸、丧尸和断臂残肢，尸体都已经腐烂，爬满了蛆虫苍蝇，散发出惊人的恶臭。20几头丧尸在商场前晃荡，或是静默，或是低吼，完全就是无头苍蝇。看到这些丧尸，张凡反而松了口气。丧尸围在这里，有他们保护，果核商场应该还没有被其他幸存者光顾过，里面的东西应该都在。从这个角度来看，丧尸还是有些用处的，至少能起到保护物资的作用。你在车上待着，等我解决掉这里的丧尸，你再下来。张凡叮嘱了一句，把车停在路边。你注意安全。景亚嘱咐道。放心。张凡微微一笑，打开车门跳下了车，并顺手关上了车门。吼！商场前的20几头丧尸早就听到了这边的动静，摇摇晃晃扑了过来。张凡背着一个挎包，打开挎包后，一道流光从里面飞了出来。什么东西？景亚密切关注着张凡的举动，看到飞出的流光后，微微一愣。那不是什么流光，而是一块约莫盘子大的金属盘。这金属盘中间厚，边缘薄如纸片，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咻！金属盘化作一道流光，射向跑得最快的丧尸，扑哧一声便划过第一头丧尸的脖子，然后继续射向第二头丧尸。第一头丧尸的脖子上出现了一道血线，下一刻，他的头颅滑落，与身体分离。扑通！这头丧尸栽倒在地，没了动静。这是……景亚美眸瞪大，立即看向金属盘。斩断第一头丧尸的头颅后，金属盘又飞向第二头丧尸。噗！第二头丧尸头颅滑落，然后是第三头、第四头。小小的金属盘仿佛死神的镰刀，接连划过丧尸们的脖子，斩断丧尸们的头颅。一晃眼的功夫，商场前的20几头丧尸全部被斩断头颅，栽倒在地。金属盘在空中转了一圈后，重新回到张凡面前，静静漂浮起来。操控金属异能！景亚大为震撼，张凡的异能不是力量类异能吗？怎么变成操控金属了？还是说，张凡觉醒了2种异能？异能出现时间太短，景亚对异能的了解非常匮乏。他不知道每个人是不是只能觉醒1种异能，也无法解释张凡为什么会拥有2种异能。当然，这些都不重要。张凡越厉害，他们这个团队活下去的几率越高，景亚越开心。下车吧。张凡转身说道。景亚打开车门下车，一脸惊喜地看着张凡。你拥有操控金属异能，你不都看见了吗？张凡耸耸肩，也不隐瞒，昨晚刚觉醒的，怎么样，帅吧？帅炸了！景亚笑着点点头，这异能猎杀丧尸的效率太高了，很厉害的异能，我也觉得很厉害。被校花吹捧，张凡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招呼一声，当先朝商场走去。前往商场的过程中，张凡逐一收取丧尸掉落的金色光团，20几个金色光团又为张凡提供了13个体质属性点，张凡的体质再次提升，体质2级66100。商场1楼是超市，一排排货架杂乱排列着，货物商品遍地都是。一眼望去，一头头丧尸在超市里随意晃荡，漫无目的。超市里丧尸很多，货物商品应该没遭到洗劫，我们不用白跑了。张凡压低声音道：等会儿我先清理丧尸，完了你再收取物资。好。景亚连点头，注意安全。放心。第11章，储物间里的幸存者。杨小梅、钱文、杜银河、曹杰4人是果核商场1楼超市的收银员。末日爆发后，几人藏到了超市角落的储物间里，侥幸存活至今。储物间只有30来平方，而且摆满了货物，剩下的地方勉强坐人。4个人待在里面太拥挤了，而且还得腾出拉屎撒尿的地方。几天下来，小小的储物间又挤又臭，但他们不敢出去，外面的丧尸太多了。之前不是没有人尝试着逃跑，可惜最后都成了丧尸的点心。一连8天，曹杰4人就躲在这小小的储物间苟活，饿了吃干脆面、泡面，渴了就喝可乐、啤酒，倒也勉强能生存下去。可惜他们坚持不了多久了，储物间存储的都是些烟酒等物，食物少得可怜，经过几天的消耗，最后只剩下2箱泡面了。外面丧尸环绕，救援迟迟不来，食物眼瞅着没有，情绪崩溃的4人爆发了冲突。最后，杨小梅、钱文和杜银河3人联合在一起，霸占了仅剩的泡面。他们年龄偏大，都40多了，而且是魔都本地人，来这家超市当收银员也有好几年了，彼此熟悉，自然而然抱成了团。反观曹杰，年龄最小，刚过20，而且是外地人，所以遭到了排挤。杨姐，给我点吃的吧。
曹杰有气无力地靠在墙角，我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他的脸上、脖子上有好几道抓痕，手上、胳膊上也有淤青，这是前天争抢泡面时被杨小梅、钱文和杜银河3人抓出来的。女人平时看着柔柔弱弱，但打起架来简直就是母老虎，尤其40、50岁的大妈，凶得一匹，曹杰一个小姑娘是对手。就剩2箱泡面了，给你吃了，我们吃什么？嘴角有颗黑痣的杨小梅一瞪眼，嘴里骂骂咧咧道：“你手边不是有啤酒吗？饿了就喝点啤酒垫吧一下。”就是，你个外地人，吃什么吃？给你有啤酒喝就不错了。钱文也哼道：“钱姐，你们难道忘了是我放你们进来的？”曹杰无比心寒，你们扪心自问，如果不是我，你们还能活着？你救了我们又怎么样？指望我们感恩戴德一辈子，还是把你当菩萨一样供起来？杜银河切了一声：“我们自己都没吃的了，哪有东西给你吃？”就是，你个外地人，烂命一条，死了也不值几个钱。杨小梅咒骂道：“都别吵了。”这时，钱文忽然低声喝道：“外面好像有动静。”杨小梅和杜银河立即安静下来，3人凑到门边，透过缝隙看向外面，然后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一块银色金属圆盘在空中上下盘旋飞舞，接连划过丧尸的脖子。原本凶神恶煞的丧尸，在这块金属圆盘面前，脆弱的就像纸糊的。金属圆盘轻轻划过，就能斩断丧尸的头颅。超市里的丧尸就仿佛被割断的韭菜，接连栽倒在地。远处的丧尸汉不畏死冲来，然后依次被斩断头颅，领了盒饭。短短2分钟时间，超市内晃荡的30几头丧尸全部毙命。这，杨小梅3人看呆了。这时，他们看到一个身姿挺拔的帅气青年出现在不远处，而那块杀丧尸如屠猪狗的金属圆盘回到了帅气青年跟前，静静悬浮着。滴答滴答，金属圆满一点一点滴着鲜血，就像凭空托举在半空一样，没有掉到地上去。这，杨小梅3人面面相觑。这时，钱文忽然心里一动，想起了被困在储物间的第2天，全身莫名剧痛了半分钟之后，他也觉醒了一种能力。他趁其他人睡着的时候偷偷尝试过，然后他就把一根火腿肠变成了金属。火腿肠变成金属，这是真的。只是使用这一能需要消耗大量体力，接连用了几次后，钱文感觉身体被掏空。由于食物短缺，钱文没再敢使用，他害怕困在这里活活饿死。但钱文知道，他觉醒了异能，他给自己这能力起名为点石成金。这里的金自然不是金子、黄金的意思，而是指金属、合金。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觉醒了异能。钱文盯着超市里的英俊青年，他也觉醒了异能，而且是控制金属。大活人！杨小梅忽然叫了起来，来了个大活人，他是不是我们等待的救援？肯定是救援，没看到他杀光了超市里的丧尸吗？杜银河兴奋道：“走，赶紧走，让他带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对，3个大妈已经憋疯了，哪顾得上其他，连推开储藏室冲了出去。小伙子，救救我们！小伙子，你怎么才来啊？我们得救了！看到忽然冲出的3个大妈，张凡被吓了一跳，差点操控金属圆盘攻击了。当看清楚是3个大活人后，张凡连忙停止，但眼中的警惕和戒备不减。你们是什么人？张凡喝道。3个大妈激动坏了，杨小梅抢着答道：“小伙子，我们是这里的收银员，一直困在超市的储物间里，才撑到现在。小伙子，你是救援队吗？”钱文莲问道。还是说，政府已经派出救援人员前来营救我们了？说完，钱文眼巴巴看着张凡，希望能从张凡口中得到肯定的回答。抱歉，我不是救援队，我和你们一样，也是附近的幸存者。张凡如实说道。听到这话，3个大妈失望透顶。杨小梅又道：“小伙子，我看你很厉害，能不能送我们回家？”钱文和杜银河也看着张凡。你们住哪儿？张凡问道。如果离得近，他不介意顺道送这3个大妈回去。我住在银轩路670号。我住在……3人连说出了自己的地址。张凡一听，果断拒绝了。抱歉，你们住得太远了，我没法送达。开玩笑，最近的杜银河家都离这里20几公里，这么远怎么送？重点是回家有意义吗？回家后还不是得面对无穷无尽的丧尸，这里和家里有什么区别？3个大妈急了。杨小梅连道：“我跟你说，小伙子，你不能这个样子，我们困在这里，吃不好，睡不好，你不能见死不救。你这么厉害，杀丧尸就跟砍瓜切菜似的，你不能不管我们。”钱文也道：“小伙子，你就行行好，送大妈回家吧，大不了给你钱嘛。你说你要多少钱？100够不够？给钱。”张凡被逗笑了。不够，那200怎么样？如果还不行，
我可以给你500。钱文道：500不能再多了，我平时上班坐公交车，最多5块钱的。张凡笑了：3位大妈，你们还是留着这些钱给自己养老吧。说完，张凡便不再理会3人，招呼景亚进来收取这里的物资。钱？这世道钱还有什么用？擦屁股，张凡都闲得慌。第12章点石成金。小伙子，你不能这个样子。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你作为年轻人，有义务送我们回家。小伙子，你可不能不管我们啊，要不然我们怎么活啊？小伙子，你信不信我躺在地上，这辈子就赖上你了？3个大妈急了，追上张凡后，把张凡团团包围，抓胳膊的抓胳膊，揪衣领的揪衣领，一副不让张凡走的架势。别看他们弱不禁风的，可力气大得很，换个人根本走不掉。面对丧尸，他们怂的一批，但面对人类，他们毫不畏惧。张凡也有些火大，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冷冷道：“放开！”不放！杨小梅大叫道：“放了你，你就自己离开了，谁来管我们？我给你说啊，小伙子，你不能这个样子的。都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你这么厉害，你有义务护送我们回家的。”钱文揪着张凡的衣领：“末世了，人类都死得差不多了，你可不能不管我们，要不然我们怎么活啊？小伙子，做人不能太自私的，我们都说给钱了，500不够，还可以加钱的嘛，只要你护送我们回家，加钱好商量。”杜银河抓着张凡的胳膊，他很用力，张凡胳膊上都被抓出几条红印。张凡彻底火了，眼中怒火升腾：“我最后再说一句，放开！”“不放，坚决不放！”钱文叫道：“你跑了，我们怎么办？”“小伙子，我跟你说，你如果不想被我们讹上，就乖乖送我们回家，要不然……”噗噗噗，一道流光划过，3颗头颅从肩膀上滑落，直挺挺地砸在地面上。3双眼睛瞪得老大，眼中还带着震惊、困惑、死不瞑目之色。是的，他们死不瞑目。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张凡居然会痛下杀手。他怎么敢？他怎么敢？怎么不敢？张凡冷冷扫了3人一眼，都末世了，还想倚老卖老，道德绑架自己？你们找错人了！景亚全程目睹了这一幕，自始至终什么都没说，只是深深看了张凡一眼，然后走到一边收取散落在地上的物资去了。3个大妈一共掉落了7个光团，3个金色，3个银色，1个白色。白色光团。张凡双眼一亮，先拾取了白色光团。白色光团代表异能，也就是说3个大妈中有1个觉醒了异能。随着绿色光团融入体内，一股冰冰凉凉的气息涌入体内，紧接着一股熟悉的剧痛席卷全身。张凡咬牙坚持，半分钟后，剧痛消失得干干净净。张凡长舒了口气，连看向属性面板。异能：无限拾取异能，操控金属，点石成金。点石成金？张凡一愣，这是什么异能？把石头变成黄金吗？如果真的是把石头变成黄金，这异能就有些鸡肋了。放在末世前倒是个发家致富的好异能，但现在已经末世了。黄金有什么用呢？能换几包辣条吗？张凡觉得够呛。随后张凡又拾取了另外6个光团，体质增加6点，精神增加3点。姓名：张凡，等级2级异能者，体质2级86100，精神1级9%。异能：无限拾取异能，操控金属，点石成金。精神增加的有点慢啊。张凡有些不知足，但没有办法，猎杀丧尸只能掉落体质光团，无法掉落精神光团，只有杀死人类才能掉落精神光团。除非张凡大开杀戒，专门寻找幸存者进行猎杀，否则精神增长就快不起来。试试新异能。张凡仔细感受片刻，然后捡起一包掉落的泡面，发动了新异能。泡面外面的塑料袋子就像染上了一层金色油漆，悄然变成了金色，真变成黄金了。张凡一呆，用手垫了垫，很重。不只是外面的袋子，里面的泡面也变成黄金了。也就是说，整包泡面由内到外，由外到内，全部转变成了黄金。这真的是黄金吗？张凡感觉手感不太对劲，于是操控手里的黄金泡面变成一柄匕首。去！张凡大手一挥，黄金匕首破空射出，狠狠钉在前面墙壁上。噗！黄金匕首深深刺入墙面，只剩下一截尾巴在外面发出阵阵嗡鸣声。看到这一幕，张凡立即明白，这种金色的金属根本不是黄金。黄金很软，尤其纯金非常软，牙齿都能咬出印痕，所以无法做武器。而那些号称用黄金做成的武器，其实外面只是镀了层金。这柄匕首削铁如泥，而且清脆的嗡鸣声更像是钢而非黄金。张凡又仔细研究匕首，发现匕首非常锋利，
比他用菜刀做成的金属圆盘锋利得多，能轻易把金属圆盘斩成2半。这就更加证实，点石成金制作的金属并不是黄金，而是一种未知金属。这种金属做武器非常之锋利，神兵利器啊！张凡又捡了几样东西，随手点成金属，重新制作了几把武器。一个金色圆盘用来远攻猎杀丧尸，一把1米多长的大砍刀用于近战。这2样武器可比刚才的金属圆盘锋利多了。张凡很想找丧尸练练手，但1楼的丧尸已经被他清理光了，只能待会儿上2楼瞧瞧。另一边，景亚一路走过，一样样货物随之消失，他身后干干净净的。短短10几分钟，超市内的一小半物资就被他收取，除了腐烂变质的食物和没用的货物外，景亚几乎没有落下。转眼景亚便来到储物间前，却发现储物间里躺着一个少妇。你没事吧？景亚在门外问道。出于警惕，他并没有进入储物间，况且储物间内散发着一股骚臭，味道重得很，让人退避3尺。能给我一些吃的吗？储物间里传来女人虚弱的声音。景亚有些犹豫，但还是拿出一瓶牛奶，准备送进去。我来吧。张凡恰好走了过来，伸手接过牛奶，把牛奶递到了曹杰手上。曹杰一拿到牛奶，立即插入吸管，狠狠吸了起来。一盒牛奶被他一口气干了个底朝天，曹杰这才长长吐出一口浊气，然后看向张凡和景亚，一脸的感激地说道：谢谢你们。她很漂亮，皮肤白皙，面颊精致，身材丰满，长相没得说，只是这会儿很虚弱，脸色有些苍白，显然是很久没吃东西饿的。漂亮的人总是能得到优待，至少在张凡这里可以得到，因为他是个颜值狗。不客气。张凡露出一抹和善的笑容，疑惑问道：你们4个应该是一起的吧？为什么他们3个生龙活虎，你却这么虚弱？那3位大妈力气很大，张凡是体验过的，他们明显没挨过饿。曹杰苦笑，把自己的遭遇说了一遍。张凡听得摇头，虽然不耻于3个大妈的行为，但并非不能理解。这世道，好人都能逼疯，更别说那些本就心肠恶毒的坏人了。第13章，探测异能，人形雷达。过了一会儿，曹杰恢复了一些体力。通过刚刚的攀谈，他已经知道张凡和景亚是附近的幸存者，来这里是为了收集物资。曹杰当即请求道：能带上我吗？我想跟着你们。外面变成什么样了，他一清二楚。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留在这里，绝对会死得很惨。跟上张凡2人才有一线生机，而这也是曹杰目前唯一的选择。张凡顿时犹豫了，虽然很难拒绝一个美女的请求，但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嘴，多一张嘴就要多吃一份食物，多消耗一份物资。这种情况下，张凡不想养闲人，更不想养个花瓶当累赘。见张凡犹豫，曹杰连哀求道：你放心，我不白吃白喝，我可以干活，我还会做饭，我做饭很好吃的，我以前开过饭店，是掌勺的，会做饭。张凡双眼一亮，这是个加分项。他自己不怎么会做饭，虽然能炒几个简单的菜，但谈不上好吃。景亚是个千金大小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指望她做饭不现实。这种情况下，团队里确实缺一个厨子的。张凡不由看向景亚，带上吧。景亚建议道：我们每天收集物资，也需要人帮忙整理，这大姐是个不错的人选，况且她还会做饭，这很难得。景亚可以预见，随着他们不断收集物资，家里的物资将会越来越多。而物资可不是收回来随意堆着就完事，还得整理，得分门别类。这种情况下，2个人肯定忙不过来，多一个曹杰，多一份助力。行吧。张凡点点头，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我叫张凡，他是景亚。谢谢，太谢谢你们了。我叫曹杰。曹杰连忙道谢。你应该比我们大吧？以后就叫你曹姐了。张凡笑道：曹姐你好，你可以叫我小张，叫他小亚。你们好。3人简单打过招呼，算是认识了。曹姐，你再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力，我和景亚把1楼的物资收取了。10几分钟后，1楼的物资全部被景亚收取，偌大的超市变得空荡荡的，只剩下腐烂的蔬菜水果、臭肉和一些没用的废物。看到这一幕，张凡很是感叹，景亚的随身空间异能真是好用。短短半个小时，这么大的超市就扫荡得干干净净，整个一移动仓库。如果让自己来扫荡这超市，用蛇皮袋慢慢装，得装到猴年马月，浪费时间不说，还非常麻烦，而且也不安全，哪有景亚这么方便？景亚，随身空间装满了吗？张凡笑着问道。空间还很充裕。景亚轻轻摇头，这超市里的货物看着很多，其实不占地方。那就去2楼看看。张凡看向曹杰，询问道：曹姐，2楼是卖什么的？衣服。曹杰回答。刚喝了牛奶，又吃了块面包，一根火腿，
他恢复了不少力气。景亚美眸一亮，有女装吗？男装女装都有。曹杰点点头，去2楼看看。景亚看向张凡，走。张凡一招手，你们跟在我身后。好。张凡在前，景亚居中，曹杰跟在最后，三人小心翼翼上楼了。由于电梯坏了，只能走楼梯，走楼梯不可避免地发出声音，所以刚上楼就有丧尸扑了过来。这是一头女性丧尸，穿着名牌衣服，戴着名牌首饰，穿得光鲜亮丽。可惜变成丧尸后和其他丧尸没什么两样，看见张凡三人就扑了过来。小心！曹杰吓得脸都白了，连出声提醒。噗！金色圆盘划过丧尸的脖子，污血飙飞间，他的脑袋与身体分离，一个金色光团掉落。张凡一抬脚，金色光团便钻入体内，一阵暖流涌过，体质又增加 0.5。 张凡笑看向曹杰，曹姐不用担心，这些丧尸没那么吓人。曹杰呆呆看着回到张凡跟前的金色圆盘，你这是异能？对，异能。张凡点头，末世降临后幸存下来的人很多都觉醒了异能，小亚也觉醒了。曹杰又看向景亚，景亚轻点真手，得到肯定的回答，曹杰却是长舒了口气。那个，我好像也觉醒了。张凡和景亚同时看向曹杰，眼中都有着好奇。曹姐，你什么异能？曹姐也觉醒了异能，这是两人没想到的。他和杨小梅4个人挤在小小的储物间，被另外3人排挤，都快饿死了。如果觉醒了异能，战斗力飙升，会允许他们3个欺负自己。所以张凡和景亚本能地认为曹杰没有觉醒异能。当然，觉醒异能也正常，因为很多幸存者都觉醒了异能。曹杰脸一红，有些尴尬。我的异能比较鸡肋，能探测周围的丧尸。探测丧尸？张凡和景亚对视一眼，都有些惊异。这异能可不鸡肋啊。是吗？曹杰尴尬道，我觉得很鸡肋，一点作用都没有。作用很大的。张凡笑道，曹姐，据说全球90%以上的人类变成了丧尸，这意味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基本上变成了丧尸的国度。我们周围到处都是丧尸，你能探测丧尸，我们可以提前得知哪里有丧尸，从而做出合理的应对和规避，关键时刻可以救命，是吗？曹杰眨眨眼，当然。张凡笑笑，曹姐，你来探测试试，商场2楼有多少丧尸？景亚也看向曹杰，我试试。曹杰点点头，缓缓闭上了眼睛。1只2只，10几秒后，曹杰睁开眼睛，商场2楼17只丧尸，3楼11只。你连3楼都能探测到？张凡有些惊讶，果核商场很大的，单层面积至少超过4000平米，2楼和3楼加起来至少超过8000平米，加上层高超过6米。曹杰能探测到这么大片区域内的丧尸，有些出乎张凡的预料。曹杰仔细感应了一下，我能探测到以我为中心，方圆1公里内的丧尸。方圆1公里，厉害！张凡和景亚都有些惊叹，同时也有些惊喜，捡到宝了。方圆1公里可是非常大的区域，曹杰能探测这么远，意味着以后有丧尸靠近1公里，他们就能提前知晓，然后做出应对之策，大大规避了危险，提高了生存几率。妥妥的人形雷达啊！本以为招了个厨子和打杂的，没想到招了个人形探测器，意外之喜。走吧，先把2楼的丧尸解决了，我们收集一些新衣服，最近没衣服穿了。第14章搬空商场。商场2楼确实是卖衣服的，男装、女装都有，还都是牌子。男装有七匹狼、海澜之家，女装有太平鸟、优衣库等。张凡清理掉17头丧尸后，3人就进了2楼服装店，挨个收集衣服。看着景亚和曹杰一套一套的装着衣服，张凡不禁笑道，我以前进服装店挑挑拣拣半天，好不容易看上一套衣服，最后一看价格，还是灰溜溜离开了，没钱，舍不得买。那时候就想着，要是服装店不收钱就好了，我一定能拿多少就拿多少。谁能想到，未来某一天，我这种自己歪歪的荒唐愿望，竟然真的实现了。是啊，谁能想到呢？曹杰也叹道，别说衣服鞋子，满大街都是豪车、豪宅，只要你愿意，豪车随便开，豪宅随便住，货物随便取。世道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可是我并不喜欢这样的世界，我还是希望回到以前。每天虽然赚着微薄的工资，上班很累，但起码安全，生活也有奔头。至于现在，曹杰叹了口气，眼中有些茫然，朝不保夕，完全看不到希望。张凡和景亚默默点头，要说现在最大的感受只有一个字，乱。混乱，极度的混乱。末世的出现让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秩序彻底崩溃，文明完全消失，维护整个社会秩序的法律也荡然无存。现在的社会完全就是一片混乱。
加上丧尸的威胁，食物的短缺，人心也变得混乱无比。人类本身的阴暗面和压抑在内心深处的各种欲望也随之彻底释放。世道乱，人心乱，未来完全是一片混沌，谁也不知道未来将会遭遇什么，能活多久，是被丧尸杀死，还是活活饿死，一切都乱套了。人生总有风雨，但时间永远向前。张凡叹道：我们无法预知未来，只能脚踏实地，努力活过每一天。这话说得对。曹杰连连点头，相信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我们不仅要克服困难，还要活得比以前更好。景亚目光灼灼，双眼之中闪着金光。人们常说乱世出英雄，现在这世道是危机，是混乱，但未必不是机遇。原有的秩序完全被打破，固有的社会阶层彻底被打乱，剩下的幸存者完全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如果我们能抓住机会，逆流而上，未必不能开辟乾坤，逆天改命。张凡不禁看向景亚，有些被惊讶到了。他没想到景亚居然这么有野心，但必须承认，景亚的话非常有道理。现在这世道的确是乾坤破损，秩序混乱，结构破碎，一切重新洗牌，回到了同一起跑线。如果真能抓住机遇，说不定真能逆天改命，成就一番不可思议的伟业。见张凡一脸震惊地盯着自己，景亚拢了拢耳畔的青丝，怎么被吓到了？这倒没有，只是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张凡笑着叹道：如果按照我以前生命轨迹，大概率是大学毕业后找个普通的工作，挣着普通的工资，当个普通的社畜，首付一套普通的房子，找个普通的妻子，普普通通过一辈子。现在不一样了，世道变了，我们都觉醒了异能，想当个普通人，过普通生活都不行了。想要活下去，甚至想活得更好，就得拼，就得争，就得抢。张凡看着两女，既然注定了要拼，要争，要抢，为什么拼得更狠，争得更狠，抢得更狠，过上更好的生活？说得好。景亚看着张凡，美眸中闪着异彩。既然不甘于平凡，那就拼吧。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我们有这个心，未必不能成功。曹姐也被感染了，不管你们怎么折腾，只要别丢下我就成。哈哈，怎么会？张凡大笑起来。来来来，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搬空这个商场。接下来自是无需多言。外套、体恤、衬衫、风衣、卫衣、运动服、裤子、羽绒服，从里到外，但凡合适的，统统带走。整个2楼被3人扫荡一圈，搜刮了将近100多套衣服。有了这些衣服，足够我们穿好几年的了。曹姐脸色潮红，眉眼都带着笑。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么多衣服。作为一个女人，她也喜欢各种漂亮衣服，但要养家，衣服并不多。这次搜刮了这么多衣服，而且其中一大半都是名牌，她哪能不高兴？景亚倒是比较平静，她是富家千金，虽然比较低调，但家里衣服多的是。不过一次性购买这么多衣服，她还是颇为开心的。末世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所有物资都成了不可再生资源，用一点就少一点，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有新衣服上市。有了这些衣服作为储备，未来几年不愁没衣服穿，值得开心一下。景亚，随身空间还充足吗？张凡问道。蛮充足。景亚回道。那就好。张凡点点头，又看向曹杰。曹姐，3楼主要卖什么的？电器。曹杰立即道。去3楼。张凡双眼一亮，立即带着两女上了3楼。因为有曹杰这个活雷达，哪里有丧尸预先就能得知。在曹杰的指点下，张凡很快便肃清了3楼的11只丧尸。随后3人在3楼闲逛起来。3楼出售的电器很多，各种电器几乎应有尽有，空调、冰箱、洗衣机、油烟机、电饭煲、烤箱、液化灶。电器有必要收集吗？曹杰蹙着秀眉，现在都停电了，这些东西根本没法用啊。这个简单。张凡解释道，回头就弄几台发电机，安装在别墅里。有了发电机，就有了电，这些家用电器就可以使用了。好主意。曹杰美眸一亮，有电才好，要是没电，黑灯瞎火的，太不方便了。景亚微微点头。身为现代人，如果活在没有电的世界，绝对糟糕透顶。发电机是必须要收集的。接下来3人挑选了一些用得着的电器，收进了随身空间。冰箱肯定需要，用来保存食物。烤箱也需要，用来烧烤食物。电饭煲也要，可以用来煮饭。洗衣机、空调、电风扇、饮水机、吸尘器、电磁炉、榨汁机、豆浆机、剃须刀、理发器、电吹风等等。当然还有热水器。第15章，燃烧的大黄。搜刮了3楼，收集了一大批电器，景亚的随身空间还有盈余。3人继续上4楼。4楼只有9只丧尸，张凡轻松解决，然后收集4楼的物资。4楼是卖数码产品的，
有电脑、笔记本、手机、相机、平板、电视。三人走进一家华为手机店，张凡一同翻箱倒柜，从柜台中拿出一部 Huawei Mate X2， 激动道：“这是今年刚出来的最新款的折叠屏手机啊！他之前用的是2000块的华为 Nova 9，用了3年了，卡得要死。今年打算换部新的，奈何囊中羞涩，预算买一部3000左右的国产机。就这3000块钱，张凡都没有，打算在某东打白条分期买。没想到手机还没买就末世了，现在华为最新款折叠屏手机放在了面前，实在是造化弄人啊！”景亚忍不住打击道：“兄弟，都断网了，再好的手机都成了废物。”张凡点点头，失望道：“是啊，都断网了，手机都没法用了。不过用来看小电影、打单机游戏、看时间也是可以的。”说完，张凡拿起 Huawei Mate X2， 直接塞进了随身包包。这还没完，店里的其他 Huawei Mate XS2， 张凡统统没有放过，全部塞进了包里。景亚和曹杰见状，不禁笑着摇摇头，也各自挑选了几款手机。是没法上网了，但张凡说的也没错，看看小电影、刷剧、打单机游戏是可以的，再不济当手电筒也行。三人一路搜刮，最新款的手机、平板、笔记本、台式电脑、数码相机，统统没有放过。甚至张凡连卖电脑的店老板的 U 盘、移动硬盘都没有放过。曹杰不解：“小凡，这里不是很多新 U 盘吗？你拿老板用过的 U 盘干啥？”曹杰：“这你就不懂了吧？”张凡得意一笑：“一般卖电脑的老板的 U 盘里往往会装很多资源，歌曲、电视剧、电影、游戏之类的，这些老板基本都有。有了这些 U 盘、移动硬盘，我们就可以把里面的资源拷进手机啊，不然我们光有手机，里面光洁溜溜的，什么都没有，就只能当手电筒了。”张凡一边说着，一边把 U 盘、移动硬盘往包里装。现在可不比以前，没法上网了，也没法从网上下载资源，就只能利用 U 盘、移动硬盘以及光盘里的现成资源啊。曹杰恍然大悟，不禁笑道：“还是你们大学生懂得多，平时关注的东西不一样而已。”张凡摆摆手：“对了，曹姐，你知道哪里有卖游戏光盘的？5楼是电玩城，应该有卖游戏光盘的吧？”曹杰不确定道：“那肯定有，等下就上去看看。”张凡有些兴奋道。搜刮完4楼，三人又上了5楼。5楼是电玩城和电影院。张凡在电玩城搜刮了不少游戏机，游戏光盘可把他高兴坏了。有了这些游戏光盘、游戏机，以后无聊的时候可以打发时间。现在无法上网了，也不需要工作学习，无聊的时间应该会很多啊。当然，以后用不用得着另说，先搜刮回去再说，万一用得着呢？6楼是床上用品，被褥、被套、床单、床罩、床笠、枕套、枕芯、毯子、凉席和蚊帐，这些都是生活必需品，拿就完事了。6楼搜刮的差不多了，景亚的随身空间终于装的差不多了，三人这才出了果核商场，然后驾驶着重卡离开了。张凡，这条路好像不是回华庭雅苑的路吧？景亚疑惑道。先回我那出租房一趟。张凡解释道，我在出租房里囤积了一些物资，对了，还有条小黄狗呢。好吧。开着重卡一路横冲直撞，遇到的所有车辆统统碾碎。这巨大的动静自然吸引了很多丧尸，前面、左右、后方都有丧尸追来。左右和后方的丧尸张凡没辙，前面的丧尸直接被暴力碾碎，一路锁过，尸横遍野。张凡，你太暴力了。暴力吗？哈哈，暴力。姐，这都末世了，反正没人约束我们，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太任性了。喜欢吗？还行，看来你骨子里也有暴力因子。张凡一边开着车，一边和景亚、曹杰胡侃瞎聊，气氛很欢快。张凡发现他忽然有些喜欢这样的生活了，不需要上课，不需要烦恼学费和房租，不需要伤脑筋找实习单位，无拘无束，肆无忌惮，没有压力，拥有异能，不断变强，还有美人相伴，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好？一路横冲直撞，重卡终于来到科大旁边的华府小区。张凡停都没停，驾驶着重卡冲破华府小区围墙，冲进了小区之中，最后来到出租房所在的14号楼。到了，下车。张凡打开车门跳了下去，景亚和曹杰依次下车。小区里的丧尸被张凡清理的差不多了，三人没再碰到丧尸，一路轻松来到地下室的出租房。刚到出租房外，张凡的脸色就变了。出租房房门大开，一股呛人的浓烟从出租房里涌了出来。出事了！张凡和景亚、曹杰对视一眼，连冲了进去。果然出事了，出租房早已被付之一炬，床、被褥里面收集的物资统统被烧毁，地板上
还躺着2具疑似尸体的黑灰。至于大黄，不见了踪影。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张凡脸色铁青。嗷呜！这时一声低吼传来，张凡转头就见床板底下的一团飞灰中，大黄探着脑袋冒了出来。大黄！张凡叫道。大黄立即从飞灰中冲了出来，摇晃着尾巴冲进了张凡怀里，然后伸出舌头舔着张凡的脸，热情的不得了。神奇的是，他身上除沾了些飞灰外，竟然没有任何焚烧的痕迹。张凡顾不上这些，使劲撸着大黄的脑袋。大黄，你没事，太好了，好可爱的小黄狗。看到大黄，曹杰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张凡，让我抱抱。小心，它会咬人。张凡把大黄递了过去，曹杰连伸出手就要抱过大黄。呜！大黄龇牙咧嘴，发出阵阵低吼。与此同时，他头顶竟然窜起黑色火苗，一下2下，轰！黑色火苗瞬间燃烧起来，很快便蔓延至大黄全身，把大黄笼罩在其中。第16章，大黄也觉醒异能了。张凡只感觉手上一痛，近乎本能的松开大黄，任由它掉到地上。张凡连看向自己的双手，竟然被烧焦了，火辣辣的剧痛。死！张凡吸了口凉气，连看向大黄。大黄落到地面上后，身上的黑色火焰非但没有熄灭，反而越烧越旺。他怒视着曹杰，发出一声声低吼，浑身的毛发根根倒竖。惊人的是，黑色火焰笼罩他全身，他身上的毛发竟然没有被焚烧。这黑色火焰完全不会伤害他。张凡3人都惊呆了。景亚惊呼道：“张凡，你这宠物狗也觉醒异能了？看样子应该觉醒了。”张凡有些呆滞，而且还是古怪的黑色火焰类异能，连狗都觉醒异能了。曹杰惊得张大了嘴。是啊，连狗都觉醒异能了。景亚苦笑着摇头，这是道。张凡倒是不在意这些，人都觉醒异能了，狗为什么不行？大黄，别激动，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不会伤害你的。张凡不知道大黄能不能听懂，只是想当然的这样安慰。但他没料到的是，大黄似乎听懂了，眼中的敌意瞬间消失，也不呜呜低吼了，身上的黑色火焰渐渐熄灭。眨眼功夫，大黄就从燃烧火焰的神犬变回了温顺可爱的小黄狗。张凡一脸惊悚，声音都有些结巴：“大黄，你能听懂我说的话？”景亚和曹杰也死死盯着大黄，一副见了鬼的表情。然而更让人惊悚的事情还在后面。听到张凡的话后，大黄居然人性化的点了点毛茸茸的脑袋，然后眨了眨眼睛。我擦，成精了！大黄有没有成精还有待考证，但他确实能听懂人话了。让他蹲下，他绝不会站着；让他站起来，他不会蹲着；让他释放火焰攻击丧尸，他毫不含糊，张口就是一颗黑色火球，指哪儿打哪儿，听话的不行。张凡在震撼惊叹之余也非常开心。当初收留大黄，单纯的想有个伴，没想到大黄这么给力，不仅觉醒了异能，而且突然变得这么聪明，成了顶好的帮手，赚大了。3人带上大黄，重新开着重卡返回华庭雅苑的别墅。返回的路上，景亚忽然问道：“张凡，大黄忽然变得这么聪明，你说会不会和他觉醒了异能有关？”我觉得有关系。张凡点点头，大黄以前没这么聪明的，现在忽然变得这么聪明，多半是因为异能的关系。景亚轻轻颔首，我想到的是，既然大黄能觉醒异能变聪明，自然界其他幸存的动物会不会也觉醒异能变聪明？张凡一怔，随即缓缓点头，我觉得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情。丧尸呢？景亚忽然问道，丧尸会不会也觉醒异能，同时变聪明？张凡愣住了，这个问题他真没有想过，但仔细一想，未必没有这种可能。毕竟人可以觉醒异能，狗也可以觉醒异能，凭什么丧尸不行？从本质上来说，人和丧尸好像没什么区别，毕竟都是人。不过如果丧尸也觉醒异能，也变聪明，那他们这些幸存者就危险了。毕竟丧尸太多了，全球90%的人变成了丧尸，相当于全世界完全变成了丧尸的国度，而他们这些幸存者反而成了异类。丧尸呆头呆脑还好办，一旦变得聪明变强大，后果简直无法想象。景亚显然也想到了这一层，和张凡对视一眼，都从彼此眼中看到了惊悚。希望是我们杞人忧天。半个小时后，3人重新回到别墅。曹姐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豪华的别墅，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随后景亚带着张凡和曹杰来到地下室。800平米的地下室被改造成了健身房，里面配有各种健身器材，划船器、健美车、健步机、跑步机、美腰机、动感单车等。可惜了这么多健身器材，张凡忍不住叹道：“没办法。”景亚耸耸肩，为了囤积物资，只能牺牲这些东西了。
是啊。张凡点点头，这其实还算好的。景亚笑道，我爸在茶山庄园那栋别墅，地下室被改造成了收藏室，里面存放的可都是古董字画、陶瓷玉器，价值不可估量。不过，如果我们现在住在茶山庄园，为了囤积物资，那些东西也只能让路。你舍得？张凡调侃。有什么舍不得的？景亚莞尔一笑，都末世了，留着那些东西有什么用？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毕竟是价值连城的古董，谁舍得扔啊？张凡笑着道，舍不得的都是没挨过鹅。景亚笑了笑，不再多说什么，来到空旷地带，放出了一些物资。随身空间腾出一些地方后，又逐一把地下室里的健身器材收了进去。地下室顿时变得空荡荡的，除了贴在墙上的镜子外，再没有别的东西。这个时候，景亚开始大规模放出物资，张凡和曹杰负责整理。景亚心很细，老早就把地下室分成了几个区域，如食物区、衣物区等。张凡和曹杰按照他的指示，逐一把各种物资整理到相应的区域，这样方便使用。因为搜刮了整个商场，收集的物资太多，3两下根本整理不完。张凡还好，身体素质惊人，根本感觉不到劳累。曹杰却累得不行，他的身体本就虚弱，哪里扛得住这种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张凡让他去厨房准备晚饭，自己和景亚留在地下室整理物资。我们人手有点少。张凡一边摆放物资，一边抱怨道，整理物资太慢了。我也是这么想的。景亚深以为然，人多了不仅可以整理物资，也更加安全。所以有机会还是多招些人吧，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啊。是这样。张凡点点头，但也不能什么人都要，起码人品得过关。那是自然。景亚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人多力量大，但宁缺毋滥。如果把烂人招进来，非但起不到任何用处，反而会贻害无穷。以后收集物资的时候，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如果有合适的幸存者，可以招入我们的团队，壮大我们的力量。第17章，美味的食物。忙到下午6点，全部物资只整理了一小半，张凡便停了下来，因为曹杰喊他们吃饭。来到1楼，老远就闻到一股香味。等来到餐桌前，就看到那张贵族餐桌上摆满了美味的食物。曹姐，晚饭这么丰盛啊？张凡有些惊喜地叫道。晚餐确实很丰富，一共6个菜，外加一个汤，6个菜3荤3素。3个荤菜是青椒炒肉、麻辣小龙虾、凉拌猪头肉；3个素菜是蒜泥黄瓜、爆炒油麦菜、酸辣土豆丝。汤是萝卜丸子汤，6菜1汤，色香味俱全。还有香喷喷的白米饭，只是闻着味道，张凡就食指大动。景亚平时很注重个人形象，温柔恬静，像个大家闺秀，但此刻一双美眸直勾勾地盯着餐桌，喉咙止不住地滚动。很显然，他馋了。也难怪，今天是末世爆发的第9天，这么长时间，他不仅没好好吃过一顿饭，而且还天天饿肚子。现在看到这么一桌子饭菜，他能把吃出不冲上去，已经很有涵养了。你们不是说已经好几天没正经吃顿饭了吗？我索性就多做了2个菜。曹杰腰间系着围裙，拿着3双筷子从厨房出来，脸上有些不好意思，希望你们别怪我浪费食物。怎么会？张凡连连摆手，食物没了可以再找，反正我们现在富裕着呢。那就好。曹杰的手艺果然没说的，炒的菜不仅看着漂亮，味道也是一绝。至少张凡吃着，感觉味道丝毫不比大饭店里的大厨做的差。景亚没发表评论，但完全不顾形象，一个劲的夹菜，吃得满嘴流油。曹姐，你手艺真好。张凡竖起大拇指，谁娶你当媳妇，真是10辈子修来的福分。曹杰圆脸微红，白了张凡一眼，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哈哈。吃过饭，曹杰洗碗去了，张凡在沙发上躺了会儿，就捣鼓笔记本去了。今天一共搜刮了上百台笔记本，其中9成是没有开封的新机，剩下10几台笔记本是店老板放在柜台上的样机，是充了电的。这其中有4台笔记本还有电，可以开机使用，虽然用不了多久。张凡逐一打开这些笔记本，里面很干净，基本什么都没有。张凡也不在意，他的目的不是看笔记本，而是借助这些笔记本看 U 盘和移动硬盘。张凡想知道今天搜刮来的这些 U 盘和移动硬盘里都有什么资源，毕竟以后没法上网了，更没法在网上下载任何资源，留在 U 盘和移动硬盘里的网络资源就成了最后的绝笔。张凡逐一打开这些 U 盘，果然在里面发现了很多好东西，各种装机必备软件如 Word、鲁大师等无需多说，没啥大用。张凡看中的是电视剧、电影、歌曲、网络小说、纪录片等等。当然，如果有好看的爱情动作电影，那就最棒了。没让张凡失望，查看了10几个 U 盘和移动硬盘，总共发现了几百部电视剧、上千部电影、
几千首歌，还有好几个 T 的爱情动作电影。张凡高兴坏了，有了这些东西，以后没事的时候可以刷刷剧，看看电影，不会无聊了。随后，张凡拿出一个新的移动硬盘，做了几个文件夹，然后把所有资源分门别类，全部拷进了这个移动硬盘。等待拷贝文件的时候，张凡又拿出了搜刮来的游戏光盘和游戏机。游戏机一共有32台，还涵盖了9个品牌，可惜只能玩单机游戏。游戏光碟也是一样，张凡只搜刮了单机游戏的游戏光碟，联网游戏光碟统统没拿，没啥用。可惜没电，开不了机，没法玩。张凡有些遗憾，明天一定要搜刮几台发电机，给别墅通上电。没有电，什么都用不了。手机、笔记本、游戏机、电视等电子产品统统成了摆设。偏偏张凡这次搜刮的电子产品全是最新款，配置最好的。比如电视机，张凡搜刮了一台 TCL 85×12 8K 88寸，长198厘米，宽113厘米，观影效果绝佳。可惜没电，用不了。这种只能看不能用的感觉实在太糟糕了，通电，必须通电。手机、笔记本，张凡一件件研究着，不知不觉太阳落山，黑暗笼罩大地，整座城市很快沉浸在了夜幕之中。今天的天空有些阴沉，天空被乌云笼罩，看不到一颗星星。整个小区被黑暗包裹，一栋栋别墅也都一片黑暗，黑暗完全吞噬了大地，只有9号别墅的客厅里还残留着一点光亮。张凡、景亚和曹杰3人都没有睡意，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聊着天。桌子上放着一个手电筒，装电池的那种，不需要充电就能照明，不过只能勉强照明。景亚和曹杰嗑着瓜子，灯光映照在他们脸上，他们的眼睛在发光。天虽然黑了，但这会儿时间还早，3人不习惯早睡，完全没有睡意，加上没有手机，什么也干不了，只能坐在一起聊聊天。黑灯瞎火的，真不适应啊，感觉跟原始人似的。张凡嚼着辣条，明天一定要搞几台发电机，给别墅通上电。是要通电了，我衣服都堆好几天了。景亚嗑着瓜子，白桦路就有家农机公司商店，我们明天可以去那儿看看。再不行，就只能去华阳路的交电公司商店，那里肯定有发电机。白桦路离这里最短都有13公里，不过还好有重卡，问题不大。张凡吸了口气，火辣辣的嘴稍稍好受了些。除了发电机外，还得搞些柴油和汽油，不然还是发不了电。曹杰边嗑瓜子边说，搞油去加油站不就行了？景亚嗯了声，小区附近就有个加油站，明天回来后可以去那儿瞧瞧。最好搞一辆油罐车，直接囤一罐油，这样能多用一段时间。张凡又拿了根辣条塞嘴里。油罐车不好找吧？曹杰蹙眉道，是不好找，但我们可以慢慢找。景亚笑道，明天先弄几桶油用着，以后有时间了再找油罐车。曹杰连点头。张凡，其实我一直有个想法。景亚忽然说道。什么想法？张凡疑惑问道。你不是拥有操控金属异能吗？景亚笑盈盈道，什么时候弄一层防护网或者金属围墙，把咱别墅围起来，这样也安全不是？虽然身边有张凡这个高手坐镇，但晚上睡觉的时候，景亚还是觉得不安全。他时常想着弄一个防护网或者金属围墙，把整栋别墅给围起来，这样才有安全感。张凡眉毛一掀，把整栋别墅围起来，这我还真没想过。不过你这想法完全可行，就是耗费时间也耗费金属，是个大工程啊。以后有时间再慢慢做呗，又不是非要现在就完成。第18章会异能的丧尸。聊着聊着，不知不觉到了晚上10点多，3人才回房休息。他们聊了很多，聊了以前的事情，聊了现在的处境，聊了对未来的期待。一番接近于谈心的聊天，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关系也拉近了很多。3个相互陌生的人，因为末世结识，也必定要因为末世而紧密团结在一起。在这个无比糟糕的世界，他们必须紧密团结，才能更好的生存下去。这一夜睡得很安详。景亚和曹杰因为张凡就在隔壁，所以格外安心，睡眠自然好。张凡则因为大黄就在床底下，而睡得格外安宁。大黄是狗，听觉可达12万赫兹，相当于人类的16倍。他就算睡觉，听觉也是非常敏锐的，只要听见异常的声音就会惊醒。有大黄在身边，张凡自然安心。第二天早上8点，张凡被闹钟叫醒，起床后发现景亚和曹杰都起了。曹杰在厨房里忙碌，景亚早早去地下室摆放物资了。张凡有些惭愧，2个女人这么勤快，自己一个大老爷们还在睡大觉，说不过去啊。张凡赶忙洗脸刷牙，然后带着大黄也来到地下室。你起了？景亚戴着运动帽，穿着一套黑色运动服，堪比超模的大长腿，修长笔直，浑身洋溢着青春靓丽、灵动性感的魅力。起了。张凡点点头，
上前抱起地上的物资，摆放到该放到的位置。忙碌了半个小时，曹杰叫两人吃早餐，早餐也很丰盛，有炒饭、清炒西兰花、白煮鸡蛋、自制酸奶、哈密瓜，精致、清淡、营养。三人吃饱喝足，锁好门窗，带上大黄，便开着重卡出发了。今天第一站，白桦路的农机公司商店。华庭雅苑附近人少，丧尸也被张凡清理光了，老远都没碰到一头丧尸。然而出了这片区域，立即碰到了丧尸。张凡一踩油门，直接冲了过去，正前方的丧尸瞬间被碾成肉酱，一路横冲直撞，耗时半个小时，三人终于抵达白桦路的农机公司商店。路上遇到很多丧尸，粗略估计至少几百头，把张凡眼馋坏了。如果全部干掉这些丧尸，他一定能突破3级，实力暴涨。可惜今天有任务，没时间给他慢悠悠猎杀丧尸。好在农机公司商店前面的街道上也有不少丧尸游荡。景亚，你来开车，我下去解决这些丧尸。张凡交代一声，打开车门跳了下去，然后操控着金属圆盘逐一收割丧尸。噗噗噗，眨眼功夫，10几头丧尸全部惨死。张凡收取了他们掉落的光团，体质又增加了8点，达到了79点，还差21点就能突破3级。平均一头丧尸贡献 0.5点，21点体质需要42头丧尸，不难。拾取完所有光团后，张凡也没上车，径直走进了农机公司商店大门。景亚立即驾驶着重卡，慢悠悠跟随。这家农机公司商店很大，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厅，大厅内陈列着一辆辆农用机械，有拖拉机、播种机、旋耕机、汽车零配件、粉碎机等等。大厅内有4头丧尸游荡，瞧见张凡后摇摇晃晃扑了过来。噗噗噗噗，金色圆盘划过，4颗头颅抛飞，4个金色光团掉落。体质2级，81-100。这个时候，景亚和曹杰也跟了进来。张凡转头问道：“曹姐，这商店里还有多少丧尸？”曹杰事先感应过了，闻言立即回答道：“1楼共有9只丧尸，你刚刚杀了4只，还剩下5只。这5只丧尸分别在这个、那个以及那边的办公室里。”好嘞，有了曹杰的清晰指导，就不需要像无头苍蝇那样到处寻找了。张凡挨个进入办公室，清理待在办公室内的分身。转眼4头丧尸殒命，只剩下东边办公室里的最后1头丧尸。张凡艺高人胆大，根本不害怕最后这头丧尸，一脚踹开办公室门，操控着金色圆盘就冲了进去。吼！野兽般的低吼响起，一个大腹便便、留着地中海发型的大肚丧尸扑了过来。咻！金属圆盘顺势飞出，直取大肚丧尸的脖颈。正常情况下，大肚丧尸会和之前所有被张凡杀死的丧尸一样，被割断喉咙而死。但令张凡没想到的是，大肚丧尸竟然一歪脑袋，侧头避开了金属圆盘。什么？这种情况张凡此前可从未遇到过，不由惊在了当场。吼！大肚丧尸一声低吼，再度朝张凡扑来。和那些4肢僵硬、走路摇摇晃晃、双眼如死鱼眼、灰白呆滞的丧尸不同，大肚丧尸的4肢非常灵活，速度基本与正常人无异，快得很。办公室就这么大，大肚丧尸3两步便冲到张凡面前，如饿狼般咬向张凡的脖颈。一股熏人的恶臭从他口中散发出来，张凡被熏得幡然回神。去你妈的！张凡一把抓住大肚丧尸脖子，双臂猛一用力，惊人的力量爆发。砰！大腹便便的大肚丧尸直接被甩飞了出去，狠狠撞在墙上。死！张凡抽出腰间大砍刀，一个箭步飞身上前，一刀劈向大肚丧尸的脑袋。噗！一刀劈下，大肚丧尸的脑袋被劈成2半，然后一头栽倒，没能爬起来。奇怪的是，大肚丧尸死后竟然没有掉落金色光团，什么情况？张凡微微皱眉。这时他忽然感到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张凡连转头，结果发现身后不知什么时候又出现了一个大肚丧尸。又一个大肚丧尸？他不是死了吗？张凡有些傻眼，但形势危急，张凡顾不上疑惑，手腕一抖，手上砍刀径直划过大肚丧尸的喉咙。大肚丧尸虽然诡异，然而张凡终究比他强太多，力量、速度、反应等等各方面明显远强于他。噗！鲜血飙飞间，大肚丧尸的头颅滚落。唰！他身上接连掉落2个光团，一个金色，一个白色。这2种颜色的光团，张凡都很熟悉。金色代表体质，白色代表异能。丧尸掉落体质光团很正常，神奇的是，丧尸也会掉落异能光团。联想到刚刚冒出来的第2个大肚丧尸，张凡心里一动，难道大肚丧尸也有异能？一念及此，张凡立即收了2个光团，身体里涌出2道气流，一道暖流传遍全身，
暖洋洋的很舒服。体质+4，达到85，一道不冷不热的气流传遍全身，体内顿时传来钻心的剧痛。张凡闷哼一声，强忍着锥心刺骨般的剧痛，看向属性面板。第19章复制体异能。姓名张凡，等级2级异能者，体质2级85-100，精神1级9%，异能无限拾取异能，操控金属点石成金，制造复制体。制造复制体，看到这个异能，张凡什么都明白了。为什么杀死第一头大肚丧尸后并没有体质光团掉落？为什么杀死第一头大肚丧尸后又冒出了一头大肚丧尸？原来2头大肚丧尸中，其中1头是复制体。制造复制体，只看名字就知道这异能是什么能力，有什么作用。张凡仔细感受，半晌后，他身上光芒一闪，旁边就多了一人，另一个张凡。像，太像了，简直一模一样。张凡看着对方，对方也看着张凡，张凡感觉就像照镜子，但这不是照镜子，对方完全是实体，有血有肉，而不是幻影、光影或者镜像之类。对方拥有独立思想，张凡完全清楚对方心里的想法，也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二者心意相通，太神奇了。张凡啧啧赞叹，随即和复制体扳手腕，比拼了一下力量，结果力量完全一样。再试试异能，一番尝试，张凡发现复制体拥有自己所有的异能，无限拾取、操控金属、点石成金这些异能，他统统都有，甚至连制造复制体异能也有。岂不是说我制造出来的复制体也能制造复制体？张凡立即让复制体尝试，果然复制体也制造了一个复制体。3个张凡站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像3胞胎。所以我制造出来的复制体和我本人有什么区别？张凡看着2个复制体，仔细感受，他渐渐发现，复制体虽然看着和他本尊一模一样，拥有一样的身体素质，一样的长相，一样的异能，一样的思想，几乎什么都一样，但有个本质区别，张凡本尊对复制体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换句话说，复制体绝对服从张凡的命令，无论张凡下达什么命令，复制体都不会拒绝，都会无条件执行。不执行，这不可能。首先，复制体不会有这样的念头，他不会违背张凡任何命令。其次，就算复制体违背张凡的命令，张凡只需一个念头就能把复制体重新收回体内，然后制造出听话的复制体。不听话没关系，收回体内就行。不知道我现在能制造多少个复制体？张凡嘀咕一声，开始制造复制体。3个、4个、5个，每制造出一个复制体，张凡就感觉身体每空虚1分。一口气制造出20个复制体后，张凡感觉身体好像被掏空，不仅精疲力竭，而且脑子里混混沌沌，无精打采，精神非常疲惫，就好像在网吧连续包了3天夜，3天3夜没好好吃东西一样。张凡立即意识到，制造复制体极其消耗体力，20个复制体是自己目前的极限，再多张凡感觉自己会精劲儿亡。张凡很讨厌这种极度虚弱的感觉，这让他感觉非常不安全。收，刷刷刷，20个复制体一溜烟撞上张凡的身体，重新回到张凡体内。虚弱疲倦的感觉立即消失，精神重新变得饱满。张凡忍不住长舒了口气。张凡，快过来！这时，景亚在外面喊。张凡连出了办公室，景亚和曹杰正站在一个厂房前。找到发电机了吗？张凡边走边问。找到了。曹杰兴奋道，这个库房里全是发电机，你赶紧过来看看。张凡双眼一亮，连走进库房，果然看到了一台台崭新的发电机。北斗柴油发电机。张凡逐个扫过一台台发电机，发现各种功率的都有，500千瓦以上的大型电机，100到500千瓦之间的中型电机，100千瓦以下的小型电机，甚至 0.75 千瓦以下的微特电机，统统都有。我们家别墅比较大，小型电机以下的发电机统统不要。张凡指着一台台中型机和大型机说道，景亚，把这几台带走。好。景亚按照张凡的指示，依次收取了几台中型机和大型机。有了这几台发电机，足够我们使用10-20年了。看着景亚收取了几台发电机，张凡笑道，接下来该收集柴油了。景亚和曹杰连点头，眼中都有着兴奋。发电机已经到手，接下来只需找到柴油就能发电机了。从今天开始，他们就有电了，晚上再也不用黑灯瞎火的了。不一会儿，重卡离开了农机公司商店，朝最近的加油站驶去。张凡边开车边说道，告诉你们一个糟糕的消息，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糟糕的消息？景亚和曹杰一脸疑惑看向张凡。我刚刚碰到了一头有异能的丧尸。张凡缓缓说道。景亚和曹杰娇躯微震，
脸色刷的变了，真的假的？异能会丧失？这绝对不是个好消息，甚至如张凡所说，简直糟糕透了。这意味着他们之前的怀疑是对的，丧尸也在进化，丧尸也在不断变强，这绝不是个好兆头。景亚蹙着秀眉，表情有些凝重。那丧尸具体什么情况？行动能力不像普通丧尸那样僵硬，基本相当于正常人类，很灵活。张凡缓缓说道，智商比普通丧尸稍强一些，但强的不限。嗜血疯狂程度比普通丧尸更甚，攻击力也强于普通丧尸。综合来看，这头丧尸各方面都强于普通丧尸，很像普通丧尸的进化版。果然，看来丧尸也在进化。景亚忧心忡忡，因为收集到发电机的兴奋荡然无存。张凡，我们得加快别墅防御建设，同时加快提升自身实力的步伐了。张凡不再言语，专心开自己的车。10几分钟后，三人赶到最近的加油站。三人失望了，加油站之前似乎发生了爆炸，方圆几百米内被炸成了废墟。大火现在还在燃烧，没有熄灭，满天浓烟，一股子熏人的味道。看到这一幕，三人虽然失望，但也没多大意外。自从末世降临，最近这些天不是停水停电，就是爆炸起火，经常有天然气管道爆炸、大楼着火或者加油站起火爆炸，这些都已经司空见惯了。张凡忍不住担忧道，随着时间推移，柴油、食物、水等各种资源会越来越少，我们得抓紧囤积足够多的物资。景亚和曹杰重重点头。以食物为例，城市里本身没有存储粮食，一切都要靠外面补给，一旦城市出现意外，很容易造成粮食短缺的现象。随着末日的持续深入，食物逐渐变质减少，而没有新的食物补充进来，可以食用的食物将会越来越少。没了食物，像他们这样幸存下来的人吃什么喝什么？其他资源也是一样，柴油、衣服等等只会越来越少，他们必须尽可能的多囤积。走吧，去新大街那个加油站。第20章新世界 KTV。 半个小时后，三人抵达新大街加油站。幸运的是，这个加油站完好无损。只是三人刚把车开进加油站，两个人从加油站里走了出来。什么人？张凡立马看向两人。这两人身材高大，都穿着名牌西装，戴着墨镜，跟电影里黑老大的保镖似的。你们是什么人？张凡警惕看着两人，他这才想起为什么加油站附近没有丧尸，原来丧尸都被人清理光了。景亚和曹杰站在张凡身后，同样一脸戒备地盯着来人。他们比张凡更警惕。在任何时代，女人都是一种资源，而对这种资源的霸占是每个男人的本性。这话听起来很大男子主义，也有些不尊重女性，但这是事实。很多时候，女人对自己这一特性的认识，往往比男性更清楚。现在末世了，所有人都失去了法律和道德的保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这种混乱的末世，女人往往比男人更危险，尤其漂亮的女人。对于这一点，景亚和曹杰都有着清晰的认识。我们是幸存者。其中一人面露善意，你们也是幸存者吧？我们老大想见你们。老大。张凡微微眯了眯双眼，看向身后的景亚和曹杰，面露征询之色。你做主。景亚毫不犹豫道。我也没意见。曹杰连点头，他一向没什么主见，一切行动坚决服从张凡和景亚的意见。那就去看看吧。张凡点点头，不过记得注意安全，不要离开我的视线。两女连点头。请跟我们来。在两人的带领下，三人来到了加油站不远处的一家 KTV。 这家 KTV 是地下 KTV， 叫新世界，外面被厚厚的铁门封锁着。两人来到门口，拿出了对讲机，开门。铁皮门上露出一条缝，一对眼睛透过缝隙看了过来。看到众人后，铁皮门缓缓打开。请。一行人走了进去，大铁门被重新关上，映入眼帘的是略显昏暗的 KTV 大厅。大厅里站着10几个女人，她们整整齐齐站成一排。此刻正有一个30岁左右、面相刻薄的美妇训话：你们要搞清楚现在的处境，也要搞清楚外面的世道。别以为自己还是以前的大小姐、女神、父母眼里的宝宝。现在的你们只是一群无家可归，随时都可能被丧尸干掉的可怜虫。所以想活下去，想吃饱饭，就老老实实听话，听老板的话，否则惹恼了老板是什么下场，你们心里应该清楚。10几个女人低着头不说话，有人甚至低声啜泣，瑟瑟发抖。张凡和景亚、曹杰对视一眼，都从彼此眼中看到了惊疑。这 KTV 貌似不对劲啊。三位，请随我来。2个西装男说道。带路。三人被带到了一个包厢。这包厢内的装修非常奢华，地毯、电视、沙发、吊灯，样样都是名牌。包厢内的沙发上坐着一个穿着睡袍、
脚踩拖鞋的寸头青年。寸头青年怀里搂着两个面容姣好、身材性感的女人，一个捏腿，一个喂食水果。寸头青年享受着两个女人的服务，舒服的就像古代的皇帝。这家伙太特么会享受了。张凡忍不住心里吐槽。这个时候，寸头青年注意到了张凡五人，尤其看到景亚和曹杰后，双眼大亮，色眯眯的在景亚和曹杰身上扫来扫去。他推开身边两个女人，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笑着说道：“小张，这是今天带来的幸存者。”“是的，老大。”两个西装男点点头。寸头青年王辉挥了挥手，示意两人退到一边，然后笑看着张凡三人，道：“三位，欢迎来到我这新世界 KTV。” 你好。张凡打了声招呼，开门见山：“你找我们来所谓何事？”“兄弟，快人快语，我也不藏着掖着。”王辉微微一笑：“现在什么情况？无需我说，你们心知肚明。末世降临，世道乱了，像我们这样的幸存者不多了，所以我们这些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在这地狱一样的末日中活下去。所以呢？”张凡道：“我想邀请三位加入我的团队，一起行动，一起搜寻资源，一起渡过难关，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知意下如何？”王辉颇为诚恳地说道：“加入你们？”张凡似笑非笑道：“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是给你当手下吧？”“话不能这么说。”王辉晃了晃手里的高脚酒杯，所谓蛇无头不行，鸟无翅不飞，我也是众兄弟抬爱，才勉强担当团队首领吧。三位如果有兴趣，我愿意退位让贤。我的愿望其实很简单，那便是广罗幸存者，大家团结起来，共度难关。至于谁是领导，谁是下属，分工不同罢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这话当然是扯淡。王辉原本只是这家 KTV 的一个小保安，末世降临后侥幸存活了下来。王辉很幸运，不仅觉醒了异能，而且他的异能非常强大。凭借着异能，他屡屡斩杀丧尸，数次解救 KTV 众人，在 KTV 里很快建立威信。KTV 里幸存的公主、员工等人迅速向王辉靠拢，他成了 KTV 里的无冕之王。这引起了 KTV 原来老板的不满，在双方的冲突中，王辉失手杀死了老板。那时的王辉很害怕，毕竟这是他第一次杀人。然而杀死老板后，警察没有来，也没有人站出来指责他。王辉忽然意识到，末世了，社会崩溃了，人死的差不多了，再没有人可以审判他，也没有法律可以制裁他。王辉顿悟了，他意识到，在这个世界，有着强大力量的他，完全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反正无论他做什么，都不会得到惩罚。王辉心里的阴暗面彻底爆发，他强迫长相好看的女性陪他睡觉，把以前欺负过他的老板、同事扔进了丧尸群中，亲眼看着他们被丧尸活活吃掉。短短几天，王辉就把小小的 KTV 打造成了他的王国，他成了皇帝，所有人必须无条件服从他的命令，任他予取予求。敢不从命，轻则不给食物，饿肚子，重则丢到外面喂丧尸。但王辉并不满足于此，他渴望更多的女人，获取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地位。于是派了2个小弟，专门在外面的加油站招募路过的幸存者，尤其女性。客厅里的10几个女人，就是这2个小弟最近招募来的幸存者。只是当这些幸存者满怀希望，本以为找到组织得救了的时候，才发现刚出狼窝又入虎坑。然而再想离开，已经不可能了。你说的很有道理。张凡拒绝了，但我们不喜欢与别人合作，所以抱歉了。说完，招呼景亚和曹杰2人准备离开。景亚和曹杰立即跟上。这里虽然人多，看着貌似更安全，但景亚和曹杰并不喜欢这里的氛围，本能的就想逃离，更别说加入这里了。敬酒不吃吃罚酒啊！王辉懒得装了，索性原形毕露，脸上露出一丝冷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把我这里当什么地方了？呵呵。张凡淡淡一笑，转身看着王辉，你想怎么样？简单。王辉轻轻打了个响指，嘴角露出一抹狞笑，你立刻去死，而你身边这2个漂亮的小姐姐就留下来伺候我吧。说着，他的身体悄然发生了变化。第21章合金化异能。王辉的话肆无忌惮，丝毫不加掩饰。就是不加掩饰，有什么好掩饰的呢？世道都烂成这样了，法律再也无法审判他，他有什么好顾忌的？说完这句话，王辉的身体悄然发生了变化，他整个人就像染了一层银色油漆，脸庞、脖子、手全部变成了银色。不，那不是银色，那是金属。王辉整个人变成了金属，金属化。张凡瞳孔一缩，景亚和曹杰也震惊盯着王辉。此时的王辉像极了 X 战警里的刚力士，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完完全全变成了银色金属人，就像合金浇铸而成的雕塑，在灯光的照耀下闪烁着金属光泽。不过震惊归震惊，景亚眼中却有着惊喜，他知道今天稳了。
看见了吧，这就是我的异能。王辉扭了扭脖子，发出金属摩擦的咯咯声。我叫它合金化异能。一旦用出这异能，我全身上下全部变成了最坚硬的合金，不仅拥有超强的防御，不怕菜刀，不怕开水，不怕火焰，而且还拥有超人般的力量。我能轻易打穿楼板，抬起轿车。此外，我还拥有超乎寻常的耐力。这个形态下，我不需要呼吸、进食、休息，就算不断战斗，也不会疲倦。王辉迈着自认为优雅的步伐，无视了张凡，走到景亚和曹杰面前说道：“两位小姐姐，在这混乱的世道，我才拥有足以保护你们的力量。而他是个一无所处的废物，跟着他，你们连自己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所以，你们还是跟我混吧，保证吃香的，喝辣的，成为人上人。当然，你们拒绝也没用，因为我不允许。哈哈，我是不是很坏？”听到王辉这番话，景亚有些无语。兄弟，你好像很自恋啊。自恋？错。王辉凑到景亚面前，这可不是自恋，我只是在阐述一个事实。说罢，他色眯眯的目光上下打量景亚，目光极具侵略性。景亚翻了个白眼：“张凡，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吧，我一刻都不想待了。”我也是。曹杰连点头。行吧。张凡微微颔首，看着通体合金化的王辉，眼中闪过一抹贪婪。你这异能很帅，也很霸气，我就不客气了。王辉眉毛一挑，有些不明所以。下一刻，他就感觉到一股古怪的力量作用在自己身上，霎时间，双脚缓缓脱离地面，身体不受控制地悬浮了起来。什么情况？王辉奋力挣扎，双手挥舞，双腿乱蹬，却无处借力，身体完全悬空了。王辉又惊又怒，到底怎么回事？忘了告诉你，我的异能是控制金属。张凡抬起右手，笑眯眯看着王辉，所以刚好克制你。该死！王辉郁闷的差点吐血。他拥有这异能，自然清楚这异能的短板。合金化，全身都化为合金，固然给了他超强的防御和力量，但弊端也很大。一旦碰到能操控金属的异能，会被克制的死死地。就像万磁王克制金刚狼，在万磁王面前，金刚里的利爪再锋利，都毫无用武之地。这是纯粹的异能克制，找谁说理去？混蛋！王辉疯狂挣扎，可惜一点作用都没有。王辉灵机一动，立即解除异能。他的身体重新转化成了血肉之躯，立即掉落到了地上。重新落回地面，王辉不由长松了口气，脚踏实地的感觉真好。咻！可就在这时，一道流光激射而来，瞬间划过了王辉的咽喉。噗嗤！王辉的脖子上出现了一道血线。王辉连伸手想捂住咽喉，结果他的脑袋掉了下来，然后滚落到地面上，一双眼睛瞪得滚圆，死不瞑目。啊！伺候王辉的两个女人吓得发出刺耳的尖叫，声音差点震碎天花板。两个穿着西装、戴着墨镜的男人吓得后退几步，惊恐地看着王辉。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KTV 里的其他人听到动静，纷纷赶到豪华包厢，然后全被吓到了。张凡没理会这些人，径直走到王辉跟前，拾取了从王辉身上掉落的光团。王辉被他干掉后，一共掉落了3个光团，一金、一银、一白。吸收金色光团，张凡的体质增加8点，达到了93，距离100只剩7点。吸收了银色光团，张凡的精神增加4点，终于如愿达到2级。张凡感觉思维无比敏捷，精神前所未有的好，念头无比通达。最后，张凡怀着期待，拾取了代表异能的白色光团。王辉的合金化异能，张凡可是非常眼馋的。这异能不仅大幅提升防御，还大幅提升力量，更是近战和保命的绝佳异能。有了这异能，再也不用怕丧尸撕咬，更不用怕刀枪水火，好处太多了。随着光团入体，剧痛如潮水般涌来，好在半分钟后，疼痛随之消失。张凡立即看向属性面板，姓名张凡，等级2级异能者，体质2级93100，精神2级3100，异能无限拾取异能，操控金属，点石成金，制造复制体，合金化。如愿得到了合金化异能，张凡嘴角微翘，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我们走吧。张凡看向景亚和曹杰。好。两女连点头。3人出了包厢，对上了 KTV 里的其他人。男人几乎没有，全是女人。之前在客厅里的10几个女人和给他们训话的刻薄美妇也都在。此刻，这些人都用敬畏的目光看着张凡，显然都被张凡的强大震撼到了。这几天，王辉在他们心里建立了无敌的形象，没想到张凡居然轻易杀了王辉，他得多强？张凡看了他们一眼，转身就准备离开。这时，一道弱弱的声音响起：“小哥哥，能带我一起走吗？”张凡转身看去，就见一个长着娃娃脸、
身材娇小，皮肤白皙，五官精致，但胸脯异常凶猛的萌妹子弱弱看着自己，童颜巨乳。看到这妹子，张凡脑海中不由自主浮现出这4个字：小哥哥，带我走吧。萌妹子王媛红着眼眶，泪眼婆娑道：求你了。这个张凡一脸为难，作为一个颜值狗，漂亮妹子的请求总是很难拒绝啊。但张凡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他不想养花瓶，更不想养累赘。但这话不好说啊。景亚开口了，他面无表情看着王媛，想跟着我们，可以。第22章，是自己主动送人头的，想跟着我们，可以。景亚淡淡道，但你也知道，世道艰难，我们自己都过得很难，所以我们不养闲人，希望你能理解。王媛急了，什么样的人算闲人？你们具体招什么样的人？有异能吗？景亚问道。有。王媛连点头。什么异能？景亚双眼微亮。治疗。王媛立即答道，我可以治疗伤势，比如刀伤、烧伤之类的伤。奶妈啊，这是。景亚和张凡对视一眼，有些欣喜。你能给别人治吗？王媛连点头，无论是给我自己还是给别人都可以。果然是奶妈。景亚露出灿烂的笑容，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团队，我叫景亚。谢谢，我叫王媛。王媛难掩激动，连和景亚握手。他是真的开心。之前他一直躲在家里，前2天实在饿得撑不住了，才出来找物资，然后就被带到了新世界 KTV。 在这里看到这么多幸存者，王媛很开心，以为找到了组织，找到了依靠，找到了安全。谁曾想新世界 KTV 完全是王辉的营窝，这里的所有女性都得为他服务。王媛自然不乐意，然后他就遭到了惩罚，被关小黑屋，饿肚子。王媛意识到自己刚出狼窝，又入火坑了，一直担惊受怕，为未来担忧。没曾想张凡一行人来了，直接把王辉干掉了。王媛大喜过望外，随即想到的便是加入张凡3人的团队。从表面上看，张凡可比王辉帅多了，而且看着也靠谱多了，再加上景亚和曹杰这2个漂亮的大姐姐给王媛安全感，所以他就希望能跟着张凡3人，跟着他们至少比留在新世界 KTV 靠谱的多。没想到真成了，王媛当然激动。我叫张凡，欢迎加入我们。张凡也笑着伸出手，为一个游戏宅，他当然知道奶妈的重要性。奶妈这种角色，关键时刻能救命，混末世，谁能保证自己不受伤？谢谢。王媛连和张凡握手。我叫曹杰。眼见王媛加入了张凡3人的团队，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了，剩下的人都急了。3位，我也觉醒了异能，能不能带上我？还有我也觉醒了异能，带上我吧，我的异能很厉害，求求你们带上我，别把我留在这个鬼地方，求你们了。一众女人纷纷哀求起来。张凡和景亚对视一眼，都从彼此眼中看到了欣喜。他俩早就想壮大团队的力量了，可惜一直没有机会。现在机会来了，这里将近有20个人，觉醒了异能的好像还不少，这可都是好苗子。静一静，都安静一下。张凡轻咳一声，示意众人安静下来。吵吵嚷嚷的女人们逐渐安静下来，然后眼巴巴看着张凡。外面都是丧尸，我们几个也过得很难，所以我们不养闲人。张凡一脸歉意道，而且我们也养不起，没有那么多食物，希望你们能理解。听到这话，不少女人神色一暗，她们都没有觉醒异能。理解，我们都理解。之前在大厅里给10几个女人训话的美妇却是连忙附和道，你放心，我们也有异能，不会吃闲饭的，理解就好。张凡点点头，排成队，一个个来吧，就当面试一样。一群女人立即排成一队，就连之前带张凡3人来 KTV 的2个西装男也排在了队伍后面。排在最前面的就是那个训话的美妇，她穿得很性感，脸上化着很重的妆，身上还喷了香水，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味道。张凡对这美妇的感官不太好，这女人之前在大厅里训话时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看着好像是王辉的走狗。张凡猜的没错，这美妇名叫刘兰，原是新世界 KTV 的经理，也是袁老板的情人。新世界 KTV 里做的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也是他一手操持的，比如逼公主陪客人睡觉，给新来的服务员进行洗脑教育等。后来末世降临，王辉杀死 KTV 老板后，刘兰立即投诚，当晚就爬上了王辉的床，抱上了王辉这条大腿。后来他又给王辉出谋划策，帮王辉整治 KTV 里的其他女性，坏事没少干。现在王辉倒了，他显然又想抱上张凡等人的大腿。张凡没有表现出来，笑着问道，大姐，你什么异能？自愈。美妇刘兰连道，我的异能是自愈，就像 X 战警里的金刚狼一样，不管受什么外伤，我都能瞬间痊愈，而且不留疤。自愈。张凡一愣，
这异能很好，很强大呀！在这丧尸遍地的末世，有了这异能，相当于有了护身符啊！可惜这么吊的异能不是我的呀，我的自愈异能很强的，感觉比金刚狼的自愈能力还强。美妇刘兰信心十足道：“我应该有资格加入你们的团队吧？”抱歉，张凡拒绝了。你这异能是很厉害，但对我们团队来说没任何用处。刘兰脸色一僵，以为自己听错了，干笑道：“帅哥，你开玩笑吧？你没听错，我们不需要你。”张凡重复了一遍，然后道：“下一个。”不，你不能这个样子！刘兰急了，情绪非常激动，扯着嗓子尖叫道：“我明明觉醒了异能，为什么不能加入你们？我不服！我不服！”张凡抬手示意刘兰稍安勿躁，随即耐着性子解释道：“你的异能是很强，但对我们整个团队而言没任何用处，所以抱歉了。下一个。”张凡认为自己解释的够清楚了，然而刘兰还是不依不饶：“不，你不能这样！我可以干活，可以当你的秘书，只要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干。”愿意干这三个字咬得特别重，显然是赤果果的勾引张凡。张凡面露不悦之色：“大姐，我的话说得很清楚了，我不想再重复。”刘兰急了，竟然开始撒泼：“你们不收我，我今天就赖在这里不走了。你杀了王辉，让我失去了依靠，你得负责，不然你别想离开。”撒泼哭闹是刘兰的惯用手段，这些年就是靠着这些手段，她把原来的 KTV 老板拿捏得死死的。刘兰自认早把张凡看透了，小年轻，面皮薄，不懂拒绝女人。她相信只要加入张凡的团队，她就能凭借自身魅力把张凡拿捏死。有了张凡这个靠山，未来生活无虞，所以必须加入张凡的团队，这是一切的前提和基础。耍无赖！张凡脸色一沉：“给你3秒时间，立刻滚到一边去，否则后果自负。”“我就不，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刘兰冷哼道。张凡嘴角微翘，忽然笑了：“这可怪不得我呀，是你自己主动送人头的。你什么意思？”刘兰右眼皮一跳，唰！下一刻，他整个人从头到脚悄然变成了金色，就像染上了一层金漆。眨眼间，刘兰成了金色雕塑，呆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了。第23章冰系异能和土系异能。KTV 大厅里一片死寂，所有人看着忽然一动不动，完全变成黄金雕塑的刘兰，目光都有些呆滞。他怎么了？王源捂着嘴，一脸惊恐地看着刘兰。没什么，只是让他闭嘴而已。张凡笑了笑，就像扔垃圾一样，很是随意地挥了挥手。刘兰凭空飞起，凌空飞了几米，最后落到大厅角落待着去了。他这次是彻底安静了。众人看着刘兰，完全不明白他到底了。前一刻还叫嚣的大活人，突然就变成了雕塑，这一幕太诡异了。景亚也有些惊悚，声音都结巴：“张凡，他好端端的怎么会？”张凡微微一笑，解释道：“前2天我新觉醒了一个异能，名叫点石成金，可以把任何物质转化为金属。”张凡说的轻描淡写，听在众人耳中却如炸雷一般。点石成金，把任何物质转化为金属，也就是说，张凡把刘兰转化成金属了。一时间，所有人看向张凡的目光中充满了惊恐。张凡看着阳光帅气，英俊开朗，没想到居然如此狠辣。你什么时候觉醒这异能的？景亚见识过张凡的手段，知道张凡看着温和，真狠起来狠辣的很。之前在果核超市干掉那3个大妈就是最好的明证，所以张凡干掉刘兰，景亚不奇怪。他疑惑的是，张凡居然又觉醒了新的异能，他怎么觉醒的？要知道，张凡之前就觉醒了力量类异能，之后又觉醒了操控金属异能，现在居然又觉醒了点石成金异能，加起来张凡一共3个异能了，而他才1个。所以景亚就想知道张凡为什么能接2连3觉醒异能。碰到曹姐那天吧。张凡答道。你怎么做到的？景亚追问道，目光有些灼热。我也不清楚，一觉醒来就觉醒了。张凡随口胡说道。景亚目光有些幽怨，巴巴看着张凡，并不满意这个答案。不满意也没辙，张凡可不会暴露自己的拾取异能，无奈耸了耸肩。景亚见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不由暗哼一声，转过头去，懒得搭理张凡。张凡摇头笑笑，看向排队的女人们，淡淡说道：“下一个。”女人们显然被张凡的狠辣吓到了，这会儿都有些犹豫要不要加入。他们这几天被王辉整怕了，对男人产生了极大的抵触和不信任，害怕张凡和王辉一样，把他们带回去后各种折腾他们。如果是那样，他们完全就是从一个火坑跳入另一个火坑。所以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另外一个原因是王辉已经死了，再没有人能折腾他们了， KTV 变得安全了。他们没必要冒着危险去赌张凡的人品，对他们来说还是 KTV 更有安全感。
张凡眉头一挑，再次问道：“没人吗？没人就算了，我来。”一道冷漠的声音响起，就见一个扎着高马尾，身高1.7米，穿着皮衣皮裤，身材苗条，有着笔直大长腿，但一脸冷漠的女人走了过来。这女人约莫25、26岁年纪，五官精致，瓜子脸，但表情很冷，有种生人勿近、冷若寒霜的气质，就像谁杀了她全家似的。这女人貌似不好相处啊。张凡嘀咕一声，随即问道：“你也觉醒了异能，具体是什么异能？”杨玲儿没有回答，但下一刻，她整个人瞬间变成了冰雕。是的，冰雕。除了外面的衣服外，她的头部、脖子、四肢乃至全身完全变成了冰雕。一股逼人的寒气从她身上散发出来，大厅里的温度迅速下降。好冷！周围的女人浑身起打哆嗦，立即远离了杨玲儿，生怕被冻着一样。变成冰雕的杨玲儿抬起右手，轻轻一点，指尖射出一道寒流，咔咔咔，寒流喷射在墙角的鱼缸上，咔咔咔的脆响声中，鱼缸迅速结冰，寒气迅速弥漫开来，鱼缸周围的墙上爬上了一层冰霜。做完这些，杨玲儿重新变回血肉之躯，然后冷漠看着张凡：“欢迎加入。”张凡立即伸出手。杨玲儿这异能很强，明显属于冰冻类异能，和 X 战警里的冰人很像。他这异能可以发动攻击，而且杀伤力极强，是绝佳的冰系法师。这种人才当然要收。谢了。杨玲儿冷冰冰说了这2个字，然后朝人群众招了招手。一个5、6岁左右、粉雕玉琢的小女孩怯生生走了过来。她是？张凡疑惑看着小女孩。我妹妹。杨玲儿冷冷回答。行吧。张凡没有计较，人家是姐妹，强行拆开不现实，还是带着吧。况且只是个小女孩，又能吃多少？还有人吗？张凡又看向其他人。一众女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犹豫不决。倒是有个西装男犹豫片刻后举起了手。你们招男人吗？这是什么话？张凡撇撇嘴，大哥，只要异能合适，我们什么人都招。西装男小跑上前，眼巴巴道：“我叫张文喜，我的异能是控土类异能。”控土？张凡双眼一亮，和景亚对视一眼，连笑道：“大哥，露一手。”张文喜是个20多岁左右的青年，看着老实巴交的，有些憨厚。闻言蹲下身，双手摁在地面上，哗啦啦，地面忽然剧烈摇晃起来，就像地震了一样。下一刻，大厅中间的瓷砖忽然破开，一个完全由土壤构成的大手破土而出，猛地抓住大厅一角的茶几，咔嚓，茶几瞬间被捏成粉碎。哇！全场发出阵阵惊呼。做完这些，土壤大手重新缩回地面，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张文喜憨憨一笑，看着张凡道：“兄弟，你看我行吗？”“行，很行。”张凡竖起大拇指：“大哥，我有个疑惑，你这异能这么厉害，为什么要乖乖听王辉的话，给他当小弟呢？”张文喜苦笑：“我打不过他啊。”“打过？”张凡问道。“打过。”张文喜叹了口气：“一共打了2次，我都不是他的对手。”“行吧。”张凡点点头，随即伸出手：“大哥，欢迎你加入。”“太感谢了。”张文喜紧紧握着张凡的手，脸上难掩激动。他清楚留在这里没任何前途。KTV 里全是女的，而且胆子一个比一个小，关键毛病还不少，都不想出去寻找物资。这几天吃的喝的全靠他和王辉3个男人找。在这么凶险的末世，和这么一群人混在一起，能有什么前途？早晚被活活拖死。相反，张凡几人能跑出来寻找物资，明显比 KTV 这些人强多了。而且他们只招异能者，还是有战斗力的异能者。选拔人才的门槛高，明显是个优质团队，比 KTV 这帮人有前途多了。所以张文喜果断选择加入。他没兴趣在王辉死后成为王辉第2，继续折腾 KTV 这帮女人。他只想找个有希望的团队，尽快收集物资，好好生活下去。其他都是虚的。第24章，收集柴油。还有人吗？张凡又看向其他人，没人答应。张凡也不强求，既然不愿加入，那就不加入，我还不稀罕要呢。张凡对王源、杨玲儿和张文喜说道：“你们收拾东西，我们出去收集柴油，收拾完了来加油站找我们。”“好。”3人连点头，回自己的房间收拾东西去了。张凡带着景亚和曹杰出了 KTV， 来到旁边的加油站。景亚一挥手，把事先准备好的几个大油桶和发电机拿了出来。停电了，加油枪成了摆设，没法抽油。不过不要紧，利用发电机发电，照样可以把油抽上来。出来的时候，3人就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事先准备了发电机。至于柴油更简单，满大街都是汽车，随随便便就能搞些柴油。张凡来到大街上找了辆车，使用异能把油箱拆了下来。
车主在末世前应该刚加过油不久，油箱里还剩大半箱油，这可便宜了张凡。他操控着油箱来到发电机前，把油加进发电机，然后把加油机连接在发电机上，最后把发电机的输出电压调整到加油机需要的380伏。一切准备就绪，一键启动发电机。嗡！柴油发电机成功启动。因为是静音发电机，声音并不大，和汽车启动的声音差不多，完全可以接受。随着发电机输出稳定电压，加油机重新启动，可以抽油了。成了！张凡拿起加油枪，插进了大油桶，一时间源源不断的柴油流入油桶。看到这一幕，张凡和景亚、曹杰都欣喜地笑了起来。太好了，有了柴油，我们就有电了。曹杰激动道：“是啊，要有电了。”景亚也激动得很，今晚回去把88寸大电视打开，一起看个电影。这个好！曹杰拍着小手，说起来我已经好久没看过电影了。看吧，现在有电了，咱看得起。三人一边闲聊一边抽油，几个大油桶都有200升，装满可不容易。为了加快抽油速度，张凡又启动了另外2台加油机，3台一起抽油。抽油的过程中，王源、杨林儿和张文喜收拾完东西出来了，众人一起等，约莫等了1个小时，6桶200升的大油桶全部装满。拔了加油枪，拧紧加油桶的盖子，景亚伸手一抹，加油桶逐一消失。这一幕看呆了3个新成员。王源惊呼道：“景亚姐姐，你怎么做到的？”这是他的异能。张凡笑着解释道：“他拥有随身空间异能，相当于一个移动仓库。”还有这异能？王源有些不可思议。张文喜想到的更多，激动道：“这异能简直是收集物资的神迹啊！”那是自然。张凡得意道：“我们景亚姐只需半个小时就能搬空一个大型超市，以后跟着我们混，不需要费力搬物资扛重物，方便得很。厉害了，我的姐！”张文喜竖起大拇指：“我今天这一步果然走对了，你们很有前途。”那是。收了油桶和发电机，3人来到重卡前商量下一步行动。这会儿才早上10点，我们先不着急返回，继续收集物资。张凡做着部署，趁着时间还早，去药店收集一些药物吧。药物是必须要收集的物资，人吃五谷杂粮，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无病无灾？生病了，药物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当然，收集药物也最简单，大街上到处都是药店，扫荡几个药店就行。众人自然没有异议。不过重卡空间有限，坐不下6个人，这个也简单。张凡在大街上找了辆越野，让张文喜、王源、杨林儿4人驾驶越野。随后众人出发了。张凡驾驶着重卡在前面开道，张文喜驾驶着越野紧紧跟随。离开加油站区域，不出所料又碰到了丧尸，不过不要紧，直接碾过去就行。遇到的所有丧尸都是普通丧尸，根本阻挡不了重卡的冲击力。一路横推，血肉模糊。半个小时后，途经中医院时，张凡停了下来。中医院门口都是药店，有的是药品。不过中医院这边是繁华地段，门口有很多丧尸游荡，尤其中医院内盘踞着大量丧尸。就张凡停车的功夫，已经有不少丧尸摇摇晃晃扑了过来。你们在车上等我，遇到紧急情况不需要等我，景亚开车离开。张凡交代一声，打开车门跳了下去。越野车也停下，杨林儿和张文喜也走了下来，显然也打算帮忙清理丧尸。张凡制止了他们，这边丧尸太多，容易被丧尸包围，你们回车上吧。这些丧尸可是他提升实力的资粮，让杨林儿和张文喜杀了，他提升个球啊！杨林儿秀眉微蹙，没有说话。张文喜好心提醒道：“张凡，你一个人行吗？这边丧尸有点多。”放心。张凡做了个 OK 的手势，随即大手一挥，2块金属圆盘飞出。精神突破2级后，张凡发现自己可以一心二用了。所谓一心二用，并不是简单的操控2个金属圆盘发动攻击，而是能同时做2件不同的事情，比如左手画方，右手画圆。这和同时操控多件武器意义不同。咻！2个金属圆盘在张凡的操控下，一个向前，一个向后，飞向2头丧尸。偏偏彼此互不干扰，且都快若闪电，就像2个人操控一样。噗嗤！2个金属圆盘同时划过2头丧尸的脖子，污血飙飞间，2颗头颅飞起。2个金属圆盘马不停蹄，就像2条鱿鱼，继续杀向另外2头丧尸。噗噗噗！一头头丧尸栽倒，一个个光团掉落。张凡缓步前进，就像个优雅的魔法师。2个金属圆盘在他的操控下，仿佛2柄死神镰刀，不断收割着丧尸的头颅。短短一会儿功夫，就有20几头丧尸命丧张凡之手，太厉害了！张文喜面露惊叹之色，简直就是收割丧尸的机器啊！杨林儿一脸冷峻，虽没有说话，但眼底还是难掩震撼。张凡对金属圆盘的操控非常娴熟，
每次都能精准命中丧尸的脖子，不偏一分，不差一毫，不多用一分力，精细入微。这很难做到，至少张文喜和杨玲儿承认自己做不到。他们猎杀丧尸都是以异能的强大破坏力暴力摧毁丧尸的。如果说张凡猎杀丧尸是庖丁解牛，他们是开着挖掘机暴力撞死牛，难度完全不同。关键，张凡同时操控2个金属圆盘，还能操控得这么轻松写意，难度更大。这边的动静吸引了中医院里丧尸，他们发出野兽般的嘶吼，纷纷扑了过来，数量至少超过50。而在这群丧尸中，有一头丧尸非常醒目，他的身高接近2.5米，背部、手肘、膝盖上长着狰狞的骨刺，2只手变成了尖锐的骨爪，大约30厘米长，白森森的，让人头皮发麻。是变异丧尸，小心！第25章终于3集了。看见丧尸群中的那头巨型丧尸，张文喜脸色巨变，连大声提醒张凡：“那是变异丧尸，小心！”变异丧尸，重卡里的景亚和曹杰立即看向那头丧尸，脸色也变了。只看外形，这头丧尸就和别的丧尸大不相同，不仅个头更大，身材更魁梧，背部、手肘、膝盖上还长着狰狞的骨刺，再配合30厘米长的骨爪大手，给人极强的视觉冲击力。细心的景亚还发现，这头丧尸的腐烂程度比普通丧尸弱得多，皮肤虽然依旧呈灰白色，但身上几乎没有腐烂的痕迹，而且它的肢体相当灵活，几乎和正常人无异，奔跑速度非常快。这就是变异丧尸，丧尸果然也在进化。景亚心一沉，轰隆隆，巨型丧尸轰隆隆狂奔而来，一路横冲直撞，就像全力狂奔的橄榄球运动员，挡在他前面的普通丧尸全部被暴力撞飞。吼！短短几个呼吸间，巨型丧尸就狂奔到了张凡前面，饿虎扑食般扑向张凡。张凡，小心！景亚急得大喊。曹杰双拳紧紧攥在一起，紧张的脸色发白，一颗心悬了起来。越野车上的张文喜、王源同样面露担忧，唯独杨玲儿面无表情。众目睽睽下，巨型丧尸挥舞30厘米长的骨爪，狠狠刺向张凡。张凡并没有闪避，任由尖锐的骨刺刺向自己的胸口。张凡，快闪开！众人大惊，曹杰和王源吓得尖叫一声，捂住眼睛，不敢再看接下来的画面。杨玲儿捂住了妹妹的眼睛，不想让她看到太过血腥的场面。然而，大家想象中的血腥场面并没有发生。巨型丧尸的骨爪刺在张凡胸口上后，就像刺在了钢板上，非但没把张凡胸口刺穿，反而把自己的骨爪给崩断了。什么情况？众人以为自己看错了，擦了擦眼睛再次看去，然后就惊呆了。张凡稳稳站在原地，而他整个人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金属人，头发、脸颊、脖子、四肢全部变成了金属，像极了合金化后的王辉。这，张文喜目光呆滞，这不是王辉的异能吗？张凡也觉醒了这异能。景亚和曹杰对视一眼，都从彼此眼中看到了惊愕。张凡什么时候觉醒了这个异能？你知道吗？不知道啊，从来没见他用过。吼！就在众人震撼、困惑的时候，巨型丧尸怒吼一声，挥舞着另一只骨爪，再度刺向张凡。八大！张凡伸出右手，猛地一抓，就抓住了巨型丧尸的手腕。吼！巨型丧尸奋力挣扎，结果手腕就像被钳子夹住了一般，根本无法挣脱。块头很大，可惜力量太小。张凡微微摇头，右手用力一甩，巨型丧尸凭空飞了起来。张凡抓住巨型丧尸，对着地面狠狠砸去。轰！巨型丧尸立即和地面来了个亲密接触，骨头断裂的声音响起，巨型丧尸手肘和膝盖上的骨刺断了。张凡并没有就此罢手，抓起巨型丧尸，把它当成鞭子，继续抽打地面。那画面像极了绿巨人抓住洛基，疯狂抽打地面似的。砰！砰！砰！这还是人吗？太残暴了！这家伙比王辉更残暴。众人看得狂吞口水，嘴角抽搐。这一幕太秀了，秀得他们头皮发麻。接连撞击几次后，巨型丧尸被砸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不一会儿，巨型丧尸便没了动静，身上掉下一个金色光团。只有一个光团。张凡随手丢掉巨型丧尸，看着从他身上掉落的金色光团，面露诧异。这巨型丧尸比普通丧尸明显强得多，身上长了那么多骨刺。张凡本以为他觉醒了某种异能，会掉落白色光团，结果没有。很显然，巨型丧尸并没有觉醒异能。张凡就很疑惑，他身上的骨刺、骨爪是怎么回事？吼吼吼！不过张凡没时间探究这个，因为从中医院跑出来的丧尸全部冲了过来，黑压压一片，形成大片丧尸洪流，眼瞅着就要淹没张凡。来得好！张凡扭了扭脖子，抽出腰间的大砍刀，一头冲进了丧尸群。
犹如猛虎下山，又似虎入羊群。张凡和这些丧尸的差距肉眼可见。张凡的速度更快，力量更大，反应更灵敏，身手更灵活。他在丧尸群中左突右冲，纵横捭阖，手中的大砍刀犹如死神镰刀，疯狂收割着丧尸的头颅。没有一头丧尸能挡住张凡的攻击，也没有一头丧尸能躲过大砍刀的劈砍。一刀一个丧尸，一刀一个头颅，就跟砍瓜切菜似的。1分钟后，原地没有一只站着的丧尸，取而代之的是遍地的尸体。腥臭的污血汇聚成小河，溅射的到处都是，腥臭味弥漫的到处都是。张凡手持大砍刀站在尸群中，鲜血一点一点从大砍刀上滑落。金色大砍刀光洁如新，丝毫没有卷刃，也没有变钝的迹象。这种用点石成金异能制造的未知金属不仅坚硬无比，而且削铁如泥，丧尸的骨头根本抵挡不住他的劈砍。这个时候，张凡的其他队友们已经彻底被惊呆了，呆呆看着屹立在尸体群中的张凡，惊得说不出话来。太厉害了！张文喜喃喃道：“这家伙看着眉清目秀的，像个小白脸，没想到这么厉害，杀丧尸如砍瓜切菜，王辉都没这么厉害。”王源紧握双手压在胸前，一双美眸中满是惊喜和崇拜。押对宝了，这次押对宝了！张凡这么厉害，跟着他混就对了。就算是最熟悉张凡的景亚和曹杰，也被惊得说不出话来。我知道小凡的操控金属异能很厉害，没想到近战也这么厉害。曹杰激动的呼吸都有些急促。小亚，张凡刚刚真的太帅了。景亚没有说话，但一双美眸中异彩连闪，精致的面颊微微潮红。张凡并不知道他杀了一群丧尸，给队员们造成了巨大的震撼。他收起大砍刀，开始收取战利品。50几头丧尸掉落了50几个金色光团，这些都是体质点。张凡不断收取金色光团，不断有暖流涌入四肢百骸。张凡只感觉身体越来越强，力量越来越大，肌肉越来越有力。等到收取所有光团，张凡感觉自己的身体素质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调出属性面板，姓名张凡，等级3级异能者，体质3级20-1000，精神2级3100，异能无限拾取异能，操控金属，点石成金，制造复制体，合金化，自愈。终于3级了。第26章血洗门诊大楼。达到3级后，张凡能明显感觉到身体素质比2级的时候强了一大截，战斗力大幅提升。张凡的心情非常好，转身对一帮队友说：“景亚，你们可以出来了。”景亚等人下了车，然后把张凡围了起来。他们有太多问题想问了。老大，你太牛了！张文喜竖起大拇指，已经改口叫老大了。50几头丧尸跟砍瓜切菜似的，同样的异能，你比张辉厉害太多了。张凡哥哥，你真厉害！对了，你怎么拥有和王辉一样的异能？王源又是崇拜又是困惑。对啊，老大，你这异能简直和王辉一模一样。当然，你比王辉强得多。张文喜也很困惑，再加上你之前展现过的操控金属，点石成金，这就是3个异能了。你一个人觉醒了仨异能。听到这话，张凡不禁看向景亚和曹杰，果然这两妞也是一脸疑惑。不过疑惑归疑惑，肯定不能告诉他们真实答案。张凡打了个哈哈，我也是莫名其妙觉醒的，原因我也不清楚。是吗？张文喜愣了愣，莫名其妙觉醒的，好像也对，他的异能就是莫名其妙觉醒的。景亚翻了个白眼，每次都是这种理由，他当然是不信的。但张凡不愿意说，他也不好多问。好了，该收集药品了，等收集完药品还要回家吃午饭呢。张凡转移了话题，曹姐，看看这几家药店里有没有藏着丧尸。曹姐仔细探测了一番，只在其中一家药店里发现了2只丧尸。张凡让他们几个去其他药店收集药品，自己去那家有丧尸的药店，把里面的2只丧尸给解决掉了。随后，张凡来到了中医院。医院作为人流密集之地，也是丧尸最多的地方。刚刚杀死的那50几头丧尸，只是在门诊大楼前的大院里游荡的丧尸。医院里面，如门诊大楼、住院大楼等地方，还藏着很多丧尸。张凡打算趁着景亚他们收集药品的功夫，猎杀一波丧尸。走到门诊大楼前，张凡随便弄出点动静，就有丧尸摇摇晃晃扑了出来。然后是第2头、第3头，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丧尸源源不断涌出了门诊大楼。来得好！张凡非但不惧，反而大喜过望。他不怕丧尸多，就怕太少，不够塞牙缝。张凡立即堵住门诊大楼，2个金属圆盘化作2道流光，在丧尸群纵横捭阖，肆意穿梭，接二连三收割着丧尸的脑袋。一头头丧尸倒地，一个个光团掉落。看到这一幕，后面的丧尸就跟没看见似的，悍不畏死冲来。张凡乐见其成，
挨个斩断他们的脑袋，送他们去地狱报道。经过10多分钟的猎杀，终于不再有丧尸涌出门诊大楼。张凡这才收起金属圆盘，进入门诊大楼拾取掉落的金色光团。门诊大楼内堆积着如山的尸体，鲜血汇聚成河，简直就像人间炼狱。张凡已经见怪不怪，自顾自拾取着金色光团，强化着自身体质。源源不断的热流在体内炸开，身体素质又开始了疯狂的强化。等到拾完所有光团，张凡的体质一栏又增加了47个点，体质3级671千，则一头普通丧尸提供 0.5 个点，1000个点就需要2000头普通丧尸。张凡默默道，也就是说我还得猎杀1866头丧尸才能突破4级。猎杀1866头丧尸，这是一项艰巨任务。张凡倒也不急，3、5天肯定完不成，得以后慢慢积累了。张凡转身出了门诊大楼，准备离开中医院和队友们会合。忽然他听到楼上有人喊救命，抬头一看，门诊大楼6楼有人从窗户里探出脑袋，正对着他激动喊着救命！救命！救救我！是个女人！嚯，居然有幸存者！张凡感到有些不可思议，门诊大楼里这么多丧尸，居然还有人能幸存下来，这生存能力堪比蟑螂啊！不过不能见死不救，好歹把他从医院里救出来，至于出来后去哪儿，就不关张凡什么事了。张凡转身进了门诊楼，2个金属圆盘一前一后悬浮于张凡跟前，随时准备应对任何有可能突然冲出的丧尸。为了保险起见，张凡用出了合金化异能，全身变成坚硬的金属。事实证明，张凡的谨慎是对的，1楼是没丧尸了，但2楼丧尸依旧很多。张凡刚上楼，他们就发出野兽般的嘶吼，摇摇晃晃冲了过来。既然看见了，自然没有放过的道理。张凡也不急着上楼了，决定先把2楼的丧尸解决掉再说。5分钟后，战斗结束，2楼的丧尸全部被干掉，为张凡提供了26点体质点。继续上3楼，又是一轮清洗，然后是4楼、5楼、6楼。等张凡解决掉6楼的丧尸，他的体质达到了3级1311131，这是个惊人的数字。要知道，张凡刚来门诊大楼时，体质仅仅只有3级21千，20131增长111点，意味着张凡在门诊大楼猎杀了222头丧尸。门诊楼简直一丧尸窝，我的身体素质比刚来门诊大楼时又强了好几倍。张凡微闭双眼，感受着体内汹涌澎湃的力量，满足地吐出一口浊气。这种不断变强的感觉真让人上头啊！以后有空闲还是要多出来猎杀丧尸，继续强化体质，提升实力。张凡嘀咕一声，随即对着遍地尸体的楼道喊了一声：丧尸已经被我解决了，你可以出来了。没有动静，好怂啊！张凡心里吐槽，又喊了一声：再不出来我撤了，你一个人躲猫猫吧。别！一道带着哭腔中带着恳求的声音响起，随后一个诊室门缓缓打开，一个脑袋探头探脑探了出来。的确是个妹子，还挺年轻，梳着马尾辫，皮肤很白，五官很精致，很漂亮。可能因为没吃饱饭，神情有些憔悴，双眼微微有红肿，应该刚哭过。她探头探脑看着楼道外面，当看到遍地的丧尸尸体后，哇的一声就吐了。然而吐了半天，只吐出了一些黄水。她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全靠葡萄糖撑着，吐也吐不出多少东西。吐了好一会儿，她才稍稍好受了一些，然后看到了楼道内的张凡，眼中的恐惧立即被惊喜和激动取代。谢天谢地，总算看到个大活人了。周玲扶着墙，强忍着心中的恐惧和不适，小心翼翼朝张凡走来。第27章强化异能。周玲确实是个大美女，虽然是中等身高，但身材很丰满，前凸后翘，丰腴成熟，就像熟透了的水蜜桃，散发着成熟的魅力。她踉踉跄跄走到张凡面前，激动问道：你是救援人员吗？不是，我只是住在附近的幸存者，过来收集物资而已。张凡耸耸肩，实话实说。周玲大失所望，这几天他苦苦挣扎，就是希望能等到政府组织的救援人员，结果救援人员没等到，却先一步等到了张凡，这让他很失望。碰到张凡也聊胜于无，毕竟是大活人，好过满楼道的丧尸。谢谢你救了我。周玲真诚道谢，随即希冀道：你能带我离开医院吗？这里丧尸太多了。你家在哪儿？张凡问道。如果离得近或者顺路，他不介意送对方回家，举手之劳。如果离得远，那就另当别论了。周玲连道：就在附近的福源雅苑，很近的，400多米。行吧。张凡同意了。400米确实不远，一个红绿灯的事，正好顺路猎杀一些丧尸。周玲一脸感激地说道：太感谢了，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张凡笑笑：你有什么东西要收拾吗？
如果没有，现在就走吧。没有。周玲摇头。行吧。张凡转身离开了，周玲连跟上。下楼后，他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满楼道都是丧尸尸体，污血汇聚成小河，顺着楼梯往下流，形成了污血瀑布。刺鼻的腥臭味扑面而来，整个门诊大楼完全变成了人间地狱。周玲脸色苍白，干呕了几次，吐了些酸水外，什么都没吐出来。他下楼的时候，就像躲避地雷似的，专挑干净的地方下脚。折腾了几分钟，好不容易走出门诊楼，周玲情不自禁长舒了口气。谢天谢地，总算出来了，呼吸到新鲜空气的感觉真好。张凡带着周玲出了中医院，发现队友们已经在外面等着了。看着张凡满身是血，几个队友都吓了一跳。张凡，你没事吧？门楼大楼内毕竟空间有限，就算张凡再怎么小心闪避，身上还是不可避免的溅到了很多污血，让他看起来满身浴血。我没事，我身上是丧尸的血。张凡道，刚才在中医院发现了一个幸存者，就把他带了出来。大家立即看向周玲，眼中带着好奇。周玲也看着一众队友，他就是那个幸存者。张凡介绍道，他们是我的队友。你们好。你好。双方打过招呼，张凡又道，他要回家，先把他送回去。回家？王源诧异道，现在回家还有什么意义？什么意思啊？周玲没反应过来，他困在医院的这几天，朝思暮想的就是回家了。王源解释道，现在到处都是丧尸，你待在哪里都一样。况且，就算回了家，你也得出去寻找吃的喝的，还是要碰到丧尸，所以回家没任何意义。最安全的做法是一群人待在一起，大家一起行动，就像我们这样。这是王源的经验之谈，因为他就是饿得遭不住了，才从家里跑出来加入新世界 KTV 的。虽然在新世界 KTV 的2天过得不太愉快，但必须承认，那2天是自从末世降临后他过得最安心的2天，至少不用担惊受怕了。周玲立即沉默了。困在医院的这些天，他心心念念的事情就是回家。虽然所谓的家只是个出租房，但他对家里熟悉，家里给他安全感。现在听王源这么一说，周玲立即意识到王源说的是对的。小小的出租房里什么都没有，他平时虽然喜欢做饭，但食物储备并不多。这么多天过去，停水停电，食物肯定都变质了。一旦回到出租房，他不仅要面对丧尸的困扰，还得解决吃喝拉撒。问题是，他能解决吗？想到要独自一个人出来寻找食物，独自一个人面对丧尸，周玲就一阵恐惧。就算饿死，从楼上跳下去，他也不想面对丧尸，太吓人了。问题是，不回家，他又能去哪儿？想到这里，周玲不禁看向张凡等人，试探着问道，我能加入你们吗？这个你得问张凡。王源指着张凡道，他是我们团队的老大，队伍里他说了算。虽然张凡、景亚和曹杰这3个老人从未表示过谁是队伍老大，但王源本能地认为张凡是队伍首领，这就是实力强大带来的好处。张凡实力最强，最能给队员带来安全感，队员们也都服他。周玲看向张凡，可以吗？你有异能吗？张凡微笑着问道。有。周玲点点头。什么异能？张凡饶有兴致道。截至目前，虽然遇到的幸存者不多，但很多幸存者都觉醒了异能，而且异能都不相同，五花八门，稀奇古怪。张凡对不同的异能很感兴趣。周玲的脸噌的一下就红了，因为饥饿而显得苍白的脸蛋也变得红彤彤的。啥情况？张凡和队员们面面相觑，满头雾水。不就是问你什么异能，你脸红什么？周玲有些难以启齿，必须觉醒异能才能加入你们。对，张凡不容置疑，世道艰难，未来前途渺茫，只有集合最优秀的人，我们才能更好，更有把握活下来。明白了。周玲微微点头，扭扭捏捏道，我的异能是什么？众人盯着周玲，周玲的一张脸红得跟猴屁股似的，一咬牙，像是下定了很大决心似的。我的异能是强化异能。强化异能？张凡几人相视一眼，眼中都有惊愕、惊喜，当然也有困惑。怎么个强化法？张凡追问道，说详细点。我可以强化异能者的实力，包括但不限于肉身、精神等。周玲低着头缓缓说道。靠！强化实力，这异能太 bug 了，竟然还有这种异能，恕我孤陋寡闻了。众人一脸惊叹，震惊过后，大家看向周玲的眼中都带着贪婪。在这遍地都是的末世混，谁不希望自己变得更强？但要变强，哪是那么容易的？截至目前，他们至今没有发现变强的方法，当然，这不包括张凡。张凡好像一直在变强。不提张凡，其他人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变强，觉醒异能后实力基本停滞。现在看到周玲，大家都看到了变强的希望，
周玲不是能强化实力吗？让他给大家强化一些不就得了？张凡哥哥，让他加入吧。王源迫不及待道。是啊，老大，像他这样的人才，打着灯笼也不好找啊。张文喜也劝道。张凡自然清楚周玲的重要性，闻言微微点头，笑道：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一员了。欢迎加入，我叫王源。我叫张文喜，很高兴认识你。几个队友纷纷表示欢迎。周玲却是苦笑，我不想欺骗你们，还是把话说清楚吧。众人不明所以，都疑惑看着周玲。周玲有些难以启齿，犹豫一番后，把王源拉到一边，小声说了起来。什么情况？有什么不能当着大家的面说的？张凡几人满头雾水。这时王源回来了，周玲没回来。他站在远处，背对着大家，但从他通红的耳朵可以看出，他此刻尴尬的抠脚。王源，他跟你说什么了？张凡疑惑问道。其他人也看着王源。王源一脸尴尬，精致的娃娃脸红彤彤的，显得很可爱，让人有种狠狠啃几口的冲动。王源怎么也变成这样了？众人急坏了，心里就跟猫挠似的。王源，他到底说什么了？王源低着头吭哧道，他说他的异能确实是强化异能，但这个异能需要在那个的时候进行。第28章，确立团队老大。那个张文喜是个憨憨，没听明白王源的意思，在满头雾水。那个是哪个？嗨嗨！张凡干咳2声，拍了拍张文喜的肩膀，尴尬道：老张，别问了。张文喜见状，转而看向张凡，老大，你听明白了？张文喜虽然憨，却是个自来熟，刚加入团队就改口叫张凡老大。虽然听着不大习惯，但张凡心里很受用，这家伙还是很上道的。张凡凑到他耳边，低声说了句话。张文喜听得目瞪口呆，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周玲，嘴里都能塞进一个鸡蛋。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周玲提到自己的异能会脸红，这么扭扭捏捏。靠！任谁拥有这么尴尬的异能，都会难以启齿，这异能也太奇葩了，真是。张文喜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张凡咳嗽2声，转而看向景亚几人，所以他怎么办？周玲的强化异能当然是个好异能，但有了那个先决条件，这异能一下变得很鸡肋，收不收周玲，张凡不好做决定。曹杰和王源都不是拿主意的人，不约而同看向景亚。景亚意味深长看了张凡一眼，带上吧，总不能把他一个人丢在这儿吧？那就带上吧。张凡倒是无所谓，我去告诉他。王源走到周玲那儿，把张凡的决定说了出来。周玲很是感激，虽然很尴尬，但他还是跟众人表达了真挚的谢意。末世降临后，他就一直待在医院，张凡等人不收他，他真不知道去哪儿，没准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丧尸吃掉。回家。众人重新坐上车，张凡、景亚和曹杰乘坐重卡，前面开路。张文喜、王源、杨玲儿、周玲以及杨玲儿的妹妹杨淼在后面驾驶越野。半个小时后，众人回到华庭雅苑，看着眼前豪华如宫殿的独栋别墅，张文喜几人惊呆了。这别墅太奢华了。张文喜有些激动，老大，你们也太会挑地方了。啧，我们以后要住在这里了吗？我还从来没住过别墅呢。王源也激动得很，我也没住过别墅呢，还是这么豪华的别墅。他忽然无比庆幸加入张凡这个团队，队友不仅人不错，而且还很强大，关键还有这么豪华的别墅居住，想想多兴奋。纠正一下，这不是我们抢的，这栋别墅本身就是景亚的家。张凡笑道，所以我们不是贼，更没有霸占人家的别墅。哇，景亚姐还是个富二代耶！王源惊呼道。魔都寸土寸金，能住得起这么大的别墅的，少说得几10亿家产吧。张文喜也很吃惊，富二代又怎么样？这都末世了，财富再多也没有了意义。景亚摆摆手，对张凡道，大领导，赶紧分配工作吧。原本只有他、曹杰和张凡3人时，做什么都是3人商量着来，谁是老大并不明确。但现在增加了5位新成员，队伍壮大，而且新来的队员都默认张凡为老大，景亚也就顺其自然承认张凡的地位。他拥有管理公司的经验，清楚在一个团队中确立老大的重要性。说简单点，老大和团队的关系就是1和0的关系，老大是1，团队是0。没有老大，再多的团队也是0，老大越强大，团队的整体实力就越强大。虽然他最初也有那么一点当老大的心思，但他的实力根本不能服众，也就熄了当老大的念头，专心辅佐张凡也不错。他了解张凡，知道张凡这人靠谱，况且2人关系最好，张凡当团队老大，他认同也支持。张凡愣了一下，不由看向景亚，见他朝自己点了点头，心里便明白了景亚的想法，于是顺势说道，马上快11点了，再忙活一阵，差不多该吃饭了。这样，张凡看向曹杰和王源，
曹姐，你做午饭，王源给你打下手。成。曹姐点点头，我也没问题。王源嗯了声。景亚，你和周玲、杨玲儿去地下室摆放物资，先把药品放好吧。张凡看向三女，没问题。三女没有意见。张凡又看向张文喜，老张，咱俩捯饬发电机，连接电线，尽快让别墅通上电，这样晚上就不用摸黑干活了。这个我拿手。张文喜笑道，我以前是电工，以后有维修电路、电器安装的活统统交给我，保证干得漂漂亮亮的。行啊，老张。张凡有些刮目相看，我正愁缺少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呢，你是电工可太好了。哈哈。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没有。那就行动起来吧。队员立即按照张凡的指派分开行动了。张凡控制着发电机来到地下室配电箱，交给张文喜处理。张文喜果然是个电工，业务能力相当出众，不一会儿就安装好了发电机。调试，加油，启动。不多时，整栋别墅成功通上了电，电路系统恢复了正常工作。开灯，灯亮；开空调，空调运转；打开冰箱，冰箱开始制冷。所有的电子仪器终于可以使用。老张，好样的！张凡竖起大拇指，都是些简单工作，不值一提。张文喜摆摆手，不过老大，靠发电机发电太费柴油了呀。没办法，只能多收集柴油。张凡无奈道，抽空找一辆油罐车，尽可能多地收集柴油。张文喜点点头，柴油是要收集，但收集再多的柴油，早晚也有用完的一天。其实最好的办法是利用太阳能发电。太阳能发电？张凡眨眨眼。对。张文喜点点头。末世后，车辆停止行驶，工厂也停止运转，环境越来越好，太阳能将会越来越充盈。而且，张文喜指着别墅外面的草坪说道，这个小区是高档小区，别墅之间的间隔非常大，很适合铺设光伏板。我们完全可以收集一批太阳能发电系统，利用太阳能发电。太阳能是清洁能源，而且太阳能永远不会枯竭，更没有柴油发电机的噪音、柴油的难闻气味。还有一点，光伏板的使用寿命很长，只要不遭到外力破坏，至少能用10年以上。我们多收集一批光伏电池板，用它个180年不成问题。张凡听得大为心动，以后专门收集一批太阳能发电系统。老大英明。第29章，团队第一次聚餐。两人装完发电机，时间还早，于是来到地下室帮忙整理物资。当看到地下室堆积如山的物资后，张文喜狠狠震惊了一把。老大，你们到底搬空了多少超市，才弄来这么多物资？张文喜一脸不可思议。不多，也就一个果核商场。张凡抱起一箱矿泉水搬到水源饮料区，而且我们接下来还要收集更多的物资，这东西多多益善，永远不嫌多。老大英明。张文喜浑身充满了干劲，他感觉自己加入张凡团队实在太明智了。想想新世界 KTV， 一群女人只吃不干。王辉虽然也收集物资，但收集一天休息一天，用完了再去收集。3天打鱼2天晒网，完全没想过囤积物资，得过且过，目光短浅。张凡团队截然不同，不仅收集各种物资，还大肆囤积，显然有着长远打算。这才是正确做法。都末世了，各种工厂、制造商全部停产，再也无法生产一样东西，用一样少一样，加上变质、腐败、发霉，所有物资只会减少，不会增多。而他们要活几十年啊！不囤积物资，早晚饿死。饮用水整理的差不多了，景亚把最后一箱矿泉水放到水源区，道：饮用水还是不够。她原本是千金大小姐，手不能提，肩不能扛，让她搬东西是为难人。可自从觉醒了异能，她的身体素质也提高了，虽然远不如张凡，但比末世前的自己强多了，干体力活也能扛得住。整个地下室按照景亚的要求分割成了好几个区域，中间用铁墙割开。这铁墙是张凡制造的，他能操控金属，制造几道铁墙没什么难度。有水源区、零食区、家电区、衣物区、食物区、床上用品区、药品区等，每一个区域都单独分割开来，这样以后使用起来就非常方便。水源区有几十箱矿泉水，各种饮料，当然也有牛奶饮品。乍一看，饮用水蛮多，其实并不够。团队现在有8个人，往后可能会越来越多，每天所消耗的物资极其惊人，这点饮用水根本不够，支撑不了多久的。民以食为天，食物和水始终是重中之重，收集不能懈怠。张凡点点头，这样吧，以后每天早上我们专门收集食物和水，下午再收集其他物资，你们意下如何？我没意见。同意。就该这么干。在场几人都没有异议，食物和水自然是越多越好，多多益善。毕竟谁也不想挨饿和挨渴，所以每天早上都用来收集食物和水，是无比明智的选择。还有一件事，
景亚扫了一眼快被装满的地下室，这里空间有限，装不了多少物资，尤其冰箱、发电机等大型物资，所以隔壁别墅可以利用起来，就算不住人，装物资也行。这个可以哦。张凡沉吟片刻，这样吧，从今天起，这栋小区内的所有别墅都是我们的了，任何人都不能霸占，你们同意吗？哈哈，同意。张文喜举双手赞成。老大，能给我单独分一套别墅吗？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住过别墅呢。在场除了景亚，其他人都是普通人，确实没住过别墅。只要你晚上敢一个人睡，这个小区里的别墅你随便霸占，反正原房主都死光了，你就算占了也没人赶你走。张凡调侃道。晚上一个人睡，还是算了吧。张凡的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似的，现在满世界都是丧尸，一个人睡太不安全了，况且也睡不着啊。这时放在一边的对讲机忽然响了起来，小凡，吃饭了。断网后微信不能用，打电话也不成，为了方便联系，张凡特意收集了一批对讲机，他和景亚、曹杰各一个。每次饭做好，曹杰就是用对讲机联系张凡和景亚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三人也把对讲机放在各自床头，方便联系。对讲机是目前唯一能使用的电子通讯设备，其他都用不成。走吧，该吃饭了。走走走，吃饭吃饭，一早上没吃了，肚子早叫了。众人来到一楼餐厅，饭菜已经上桌，奢华的贵族餐桌上满满一桌子菜。哇，好丰盛啊！张文喜眼睛都直了，周玲更是死死盯着餐桌，一个劲的狂吞口水，双眼都是绿的。其他人这几天或多或少都吃过东西，唯独他没有。这几天困在医院，他只能靠喝葡萄糖补充身体热量，维持生命，所以他将近10天低米未进了。现在看到这么一桌子菜，没有直接扑上去狼吞虎咽，已经很矜持了。先洗手吧。曹拿着碗边盛米饭边说道。水我准备好了，就在洗手间。好嘞。自来水早停了，现在无论是喝的还是用的水，都是收集来的桶装水和纯净水，使用起来并不方便，需要先倒出来才能使用。其他用水还凑合，麻烦的是冲厕所。人吃五谷杂粮就得吃喝拉撒，大便小便后就得用水冲走，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可惜自来水早停了，冲厕所很麻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张凡专门在1楼洗手间弄了个大水缸和塑料盆，所有用过的废水，比如洗脸、洗菜、淘米等用过的水，全部倒进水缸。上完厕所，只需用塑料盆舀出水缸里的水冲进马桶就行。这样做不仅能节约用水，而且还解决了上完厕所没水冲的尴尬。虽然这样也很不方便，远不如末世前马桶自动冲洗，但没办法，末世降临的前3天就陆续停水、停电、停网，这引发了一系列现实问题，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可能怎么办？只能克服，慢慢习惯。众人洗过手，回到餐桌前坐下。张凡打开几瓶啤酒，一瓶橙汁，笑着对大家说，要喝什么自己倒，我们先走一个。张文喜、景亚、杨玲儿倒了啤酒，曹杰、王源、周玲给自己倒了橙汁，杨玲儿也给他妹妹杨淼倒了杯橙汁。张凡端起一次性纸杯，环视着大家，笑道，末世前我只是个穷学生，不会说花里胡哨的场面话，简单说2句。众人全都看着张凡，景亚带着浅笑，曹杰带着柔情，王源一脸崇拜，张文喜嘿嘿笑着，杨玲儿面无表情，周玲盯着饭菜，杨淼一脸懵懂。大黄趴在地上正卖力干饭，他的午饭是肉汤泡饭，还加了几片火腿。别问他为什么不吃狗粮，问就是不吃，这货尝过饭菜的味道后死活不吃狗粮了，最爱吃的就是肉汤泡饭。我们这个团队已经有8个人了。张凡含笑看着大家，虽然今天之前我们不认识，也不知道彼此，但没关系，今后我们要一起合作，一起行动，一起生活，一切挣扎。简单来说就一句话，从今往后，我们这群人要在这个操蛋的末世相依为命了。这是真的相依为命，可不是开玩笑。我们要一起应对丧尸，应对其他幸存者，应对各种未知的危险。我们要彼此照顾，互为依靠，甚至把生命交托于彼此。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精诚合作，团结一心，彼此信任，以便能更好的活下去。为了明天，举起手中的酒杯。为了明天，为了明天。第30章，这可就怪不得我了。一顿饭下来，大家的关系立即拉近了不少，相互之间也熟络了许多。饭后，王源和周玲帮曹杰洗碗去了，杨玲儿在一旁照顾妹妹。张凡和张文喜凑在一块捣鼓手机和电脑。张凡把之前收集的最新款的折叠手机和笔记本拿了出来，准备分给大家。每人一部 Mate XS2 华为折叠手机，每人一台 M15R27 外星人笔记本。
在分给大家之前，得用电脑给这些手机和笔记本里拷贝资源。没办法，断网了，没法上网，只能拷贝现有的资源，不然配置再好的手机和电脑都是废物，根本没法用。好在张凡拷贝了一些资源，有电影、电视剧、动漫、纪录片、小说、综艺节目、歌曲、单机游戏，现在正好派上用场。可惜了这么好的手机啊！张文喜很是心痛，不能打农药，没法刷快手，还不能视频，浪费啊！没办法，张凡点击鼠标拷贝着资源，以后只能刷刷剧，打打单机游戏了。算了，能打打单机游戏也行，至少还能玩玩高端机。两人正闲聊着，忽然曹杰从厨房里跑了出来，神色有些慌张。小凡，有人来了！听到这话，张凡立即抬头，皱眉问：曹姐，有人靠近别墅了？已经进小区了。曹杰忙不迭的点头，而且人数不少，至少超过10个人。丧尸还是幸存者？不像丧尸，那就是幸存者了。张凡起身喝道：景亚、曹姐、王云、周玲，你们待在家里别出去。老张、杨姐、大黄，随我出去看看。好！汪汪！气氛陡然紧张起来。景亚4女抱着杨淼，看着张凡3人一狗出了别墅，几人的眼中都带着担忧之色。有幸存者闯进小区，对方是敌是友，抱着何种态度，实力强弱几何，他们一无所知。但这世道没有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人可以干出任何事情，因为做任何事情都无需承担任何代价，违法犯罪的成本太低。张凡3人出了别墅，老远就看到3辆车开进了华庭雅苑小区，前面开路的是一辆重卡，紧随其后的是一辆奔驰，开在最后的一辆奥迪。阵仗挺大。张凡撇撇嘴，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张文喜眉头紧锁，眼中也带着担忧之色。还能干什么？看上这小区了呗。张凡淡淡说，华庭雅苑是魔都排名前几的高档别墅区，每一栋别墅都是堪比豪华宫殿的精品，遭人惦记太正常了。也是。张文喜深以为然。都末世了，人都死光光了，满大街都是无主之物，谁抢到算谁的。这种情况下，稍微懂得享受的人就不可能放过华庭雅苑这种高档别墅小区。反正是无主之物，为什么不要？果然，3辆车进了小区后，挨个在每栋别墅前驻足片刻，再做着选择。不一会儿，3辆车就到了9号楼前。咦，这里居然有幸存者！老大，这里有幸存者！这群人立即发现了张凡3人，伴随着几声吆喝，一群人从车上走了下来。总共11个人，10男1女，男人都穿着名牌运动服、运动鞋，看起来精神抖擞。唯一的女人穿着性感热裤，黑色吊带，依靠在一个戴着墨镜、脖子上吊着大金链子、大腹便便的油腻男身上。此刻，这群人全都用好奇、诧异的目光看着张凡3人，尤其杨玲儿，有大半目光被他吸引了过去。他穿着皮衣皮裤，勾勒出笔直修长的大长腿、挺翘的蜜桃臀和丰满的胸部，再配合高马尾，显得英姿飒爽，气质逼人，男人看了都挪不开眼。戴着墨镜的大肚腩舔了舔嘴唇，摘下墨镜，狠狠刮了杨玲儿眼，然后才看向张凡和张文喜，目光最终落在张凡身上。小老弟，你们是这样的幸存者吧？大肚腩笑眯眯问道。张凡微微点头。你们眼光不错，竟然比我们先一步赶到这里。大肚腩笑夸了张凡一句，随即又问：对了，你们还有几个人？就我们3个。张凡道：才3个啊，可以想象你们的日子过得肯定很糟心吧？大肚腩一脸同情，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跟着我混，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穿名牌开豪车。你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们的日子还过得去，就不麻烦了。张凡婉言拒绝了，他可从来没想过寄人篱下，给别人当小弟，那一定糟透了，真是可惜了呀。大肚腩一脸遗憾，随即又看向杨玲儿，小妹妹，你呢？没兴趣。杨玲儿冷冷道。大肚腩愣了愣，似乎没想到杨玲儿这么不给面子，直接拒绝了。臭女人，别不识抬举！一个穿着紧身 T 恤，胸肌高高隆起，健身教练模样的青年骂道：我们老大邀请你，是看得起你，别他妈给脸不要脸！傻逼！杨玲儿冷冷吐出2个字。臭女人，你找死！胸肌青年大怒，恶狠狠瞪着杨玲儿，就要冲过来教训他一番。大肚腩斜了他一眼，胸肌青年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乖乖退了回去，只是狠狠瞪了杨玲儿一眼。小妹妹很烈吗？不过没关系。大肚腩笑眯眯道：我家里那些小妹妹最开始都很烈的，就像烈马一样，不过饿了几顿后，一个比一个乖巧温顺。说到这里，他又看向张凡，笑着道：小老弟，我看上这个小区了，你和身边这位兄弟前往别处吧。你看上这里了？张凡掏了掏耳朵，
你看上这里了，我们就要离开。对，我这个人说一不二，只要我看上的，别人就得乖乖交出来。大肚腩微微一笑，看着宽敞舒适的小区道，这里的环境不错，绿化也很好，住在这里一定很舒心，我很喜欢。不过我这个人喜欢吃独食，不喜欢和别人分享自己的东西，所以劳烦你们离开这里，到别处寻找新的居住地吧。你还真是霸道啊！张凡啧啧道，这小区是我的地盘，要离开也是，你们离开。呵呵，这么不给我面子啊！大肚腩微微眯了眯眼，随即轻轻摇头，小老弟，机会我给你了，但你没抓住，这可就怪不得老哥了。说完，他挥了挥手，对胸肌青年说道，小马，既然这位小老弟这么不配合，那就送他们一程吧。记住，别像今天早上那么暴烈，要是弄脏了我的新家，我拿你是问。老大，你就放心吧。胸肌青年嘿嘿一笑，捏着手指，发出咔吧咔吧的脆响，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小子，你的晶体我收下了。话音落下，他的身体悄然发生了变化。第31章，神秘晶体。在张凡、张文喜和杨玲儿的注视下，胸肌青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噗噗噗，他原本就健壮的身体就像充了气的气球，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起来，眨眼就膨胀到了3米。他上身的紧身体恤直接被撑爆，就像绿巨人变身。与此同时，他体表迅速爬出了一层又黑又密，仿佛鬃毛般的毛发。嘴巴和鼻子向前伸展，变得尖锐，耳朵向上蹿升，又尖又长，食指延伸变成了锋锐的利爪，双腿变得弯曲，犹如兽人加鲁鲁。众目睽睽下，胸肌青年就从一个帅气小伙变成了长着狼头、狼嘴、狼爪、狼腿，浑身遍布狼毛的魁梧狼人。看到他的变化，无论是张凡3人，还是别墅里透过窗户往外看的景亚吉女，全都倒抽一口冷气，惊得目瞪口呆。好好的一个人，竟然变成了狼人，这是什么意呢？狼人化？大白天的，天上也没有满月呢，你咋就变成狼人了？众人心里一肚子疑惑。嗷呜！变成狼人后的胸肌青年握紧双拳，挺起胸膛，仰天发出一声高亢的狼嚎。高亢的音波如惊雷般炸响，震得别墅玻璃都嗡嗡作响。一股凶悍暴虐的气息扑面而来，张文喜和杨玲儿脸色巨变。好厉害！景亚几女脸色煞白，紧张看着外面，一颗心情不自禁悬了起来。老马这家伙又让他装到了。可不是，仗着自己这异能，每次都在我们面前装逼，可恶啊！这家伙太爱装了。不过话说回来，他确实厉害，除了老大外，我们几个都不是他的对手，阻止不了他装逼啊。是啊，狼人化后，老马不仅拥有远超常人的力量，还拥有恐怖的速度。相比之下，我们释放异能的速度太慢了。这小子要倒霉了，他会被老马撕成碎片的。大肚腩的几个小弟窃窃私语，看向张凡的目光中满是同情和怜悯，仿佛已经看到张凡被胸肌青年撕成碎片的画面。而这时，胸肌青年低头看向张凡，扭了扭脖子，发出咔吧咔吧的脆响，一双绿油油的眼眸中凶光四溢，嘴角满是狰狞。小子，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你爷爷的厉害，给我死来！森冷凶残的狞笑声还在半空回荡，变身狼人的胸肌青年猛地一蹬地面，整个人化作一道黑色残影，咻地射向张凡。好快！张文喜和杨玲儿齐齐变了脸色。而这时，胸肌青年已经扑到张凡面前，抡起锋锐的利爪，狠狠抓向张凡。大肚腩露出一抹笑容，很满意胸肌青年的表现。作为他的得力战将，这几天小马为他解决了不少麻烦，非常的勇猛。而今天，张凡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也要被小马干掉了。跟我斗，真是不知死活！大肚腩心里爽得不行，他喜欢现在的世道，身怀强大的力量，可以为所欲为，毫无顾忌，再也没有人能够约束他。岂料就在这时，气势汹汹扑向张凡的小马却以更快的速度倒飞了回来，笔直地朝大肚腩撞了过来。大肚腩微微一愣，反应却一点不慢，身上爆发出银色电弧，唰！大肚腩凭空横移，出现在左侧3米开外，躲开了胸肌青年的撞击。大肚腩速度快躲开了，他身后的一众小弟却被撞了个正着，一时间人仰马翻。怎么回事？大肚腩立即看向张凡，此时的张凡全身银光闪闪，完全变成了金属人。大肚腩瞳孔一缩，金属化异能。大肚腩颇为震撼，他万万没有想到张凡的异能居然是金属化。虽然没有和金属化异能者交过手，但用脑子想想就知道不好对付。全身变成金属，可想防御的多强。混蛋！一声愤怒的咆哮传来，胸肌青年翻身而起，凶狠盯着张凡。小子，你彻底激怒我了，我要把你撕成碎片！话音刚落，胸肌青年再度扑向张凡。来得好！张凡一蹬地面，也冲向胸肌青年。
他的速度非常快，双脚踩踏着地面，发出咚咚咚的金属撞击声，就像马蹄踩踏在马路上一样，声音中充满力量。轰！双方狠狠撞击在一起，就像两辆疾驰而来的私家车碰撞，没有花哨的技巧，也没有闪躲腾挪，就是单纯的硬碰硬。很显然，双方都对自己的身体和力量有着绝对的信心。然而结果，张凡稳稳站在原地，一点都没后退。化身狼人的胸肌青年惨叫一声，就像被疾驰的火车头撞了一样，狠狠倒飞了出去，一直飞出8、9米远，才砸落在地。噗！胸肌青年感觉浑身的骨头都散架了一般，挣扎着想要站起来，结果喷出一口鲜血，然后两眼一翻，直接昏死了过去。老马，老马，你没事吧？大肚腩和一帮小弟顿时变了脸色。漂亮！张文喜兴奋地跳了起来，用拳头狠狠击打着空气。老大就是牛！杨玲儿面无表情，但也暗自松了口气。大肚腩看了昏死过去的小弟，又看向一步步走来的张凡，眼皮微微抽搐了几下，脸上立即堆满了笑容。没想到兄弟这么厉害，是我们看走眼了，我在这里给你道个歉。我们这就离开。张凡一招击败小马，大肚腩就意识到，即便自己出手也打不过张凡，因为他虽然能击败小马，也不可能像张凡这样轻松秒杀小马。况且他的异能是操控雷电，被张凡的金属化克制的死死的，对上张凡根本没有任何胜算。既如此，还是赶紧溜吧。大肚腩虽然心狠手辣，但能屈能伸，明知打不过他绝不会硬上。硬刚，那是中二病。呵呵。张凡看着大肚腩，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把我这儿当成什么了？张凡并不是嗜杀之人，但也绝不是什么以德报怨的烂好人。这大肚腩不仅要霸占他的房子，还要杀死自己，张凡当然不会放过他。况且这大肚腩一看就是个阴狠毒辣、心胸狭窄的笑面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还是彻底打死，以绝后患吧。这样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能睡得安心不是？大肚腩脸色一僵，脸挤出笑容：小老弟，你看我这脑子。说完，他对身后的小弟喊道：赶紧把今天收集的物资卸下来，留给小老弟，就当是我们的赔偿。一群小弟有些不太情愿。大肚腩见状，愤怒咆哮道：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搬！他的话还没说完，便戛然而止。噗！一个金色圆盘划过他的脖颈，他脖颈处鲜血狂喷，犹如泉涌。下一刻，他的脑袋从脖子上滑落，掉落在地上，眼睛瞪得老大，死不瞑目。老大！一群小弟脸色狂变，一个个都用惊恐的目光看向张凡，而大肚腩带来的女人吓得一屁股瘫软在地，直接吓尿了。唰！金属圆盘在空中飞了一圈，重新回到张凡面前，乖巧地悬浮于张凡身侧。张凡迈着优雅的步伐，一步步走到跟前，居高临下俯视着死不瞑目的大肚腩，淡淡道：出来混，总是要还的。随后拾取了从大肚腩身上掉落的一金一银一白3个光团，体质加15，精神加15，获得操控雷电异能。15的体质和精神，这家伙比之前遇到的异能者强了一大截。张凡暗暗感慨，其实不止大肚腩，刚刚那狼人青年也很厉害。如果不是碰到自己，他们不会败得这么惨。问题来了，他们为什么这么强？怀着这样的疑惑，张凡不由看向大肚腩的一众小弟。一群小弟吓坏了，一个个如临大敌，面露惊恐地看着凌天。他们当然害怕，大肚腩有多厉害，他们这些小弟一清二楚，结果被张凡一招秒杀。张凡得多强？他们能不害怕吗？然而张凡并不打算干掉他们，冤有头债有主，这些小弟没惹到他。想活命的，回答我一个问题。张凡面无表情问道。问？你问？大哥你尽管问，我们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几个小弟忙不迭的点头，生怕回答的慢了，遭了张凡的毒手。现在不比以前，人命不值钱，杀了就杀了，死了也白死，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家伙刚刚提到晶体。张凡指着已经重新变回人形的胸肌青年，问：晶体是什么？大哥，你不知道晶体吗？一个胖乎乎小弟有些疑惑。晶体是丧尸和异能者脑袋里的东西，只要杀死丧尸或异能者，就能从他们的脑袋里挖出晶体。这种晶体蕴含着一种神秘能量，只要吸收这种能量，我们就可以变强。说到这里，胖乎乎小弟连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花生米大小的白色晶体，就是这种东西。大哥您请看。张凡接过白色晶体，拿在手里打量，他能清楚地感受到这花生米大的白色晶体中确实蕴含着一种奇特能量。他心里本能地升起一种渴望，就像鱼肚子饿了想吃东西的那种渴望。这东西怎么吸收？张凡又问。只要握在手心，身体就会主动吸收。胖乎乎小弟连回道。其他小弟也都点点头。
张凡照做，果不其然，一丝丝温和的能量顺着手心缓缓流入了胳膊，再顺着胳膊流入肩膀、胸膛、大脑、腹部，最后流入四肢百骸，全身顿时暖洋洋的，很舒服。张凡又是吃惊又是惊喜，他忽然意识到，这种晶体就是异能者的修炼方式。一直以来，眼瞅着张凡越来越强，自己还在原地踏步，景亚颇为苦恼。他经常询问张凡，张凡到底怎么修炼的，为什么越来越强？张凡能怎么说？就算说了，景亚也做不到啊，因为他没有拾取异能，根本看不到光团，更别说拾取了。所以张凡这种变强方式只能他自己使用，别人无法复制。张凡为此挺苦恼，队友一直原地踏步，没法变强，而丧尸却在不断变强，这不是个好现象。现在终于找到了正确的修炼方式。所有丧尸脑袋里都有这种晶体吗？张凡又问。末日前5天只有少量丧尸有，至于现在，基本上所有丧尸脑袋里都有这东西。胖乎乎小弟回答道。原来如此。第32章雷电异能的威力。问清楚了白色晶体相关信息，张凡就让这群人离开了。当然胸肌青年留下了，这家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张凡利用点石成金异能把他变成了金黄雕像，让他永远留在了华庭雅苑。回到别墅，张凡就把白色晶体的消息告诉了所有队员，大家非常兴奋。我们的实力一直停滞不前，这下好了，终于可以提升实力了。景亚最是激动。不过话说回来，那些家伙为什么就知道丧尸脑袋里会出现这种白色晶体呢？一般人看到丧尸唯恐避之不及，就算杀死丧尸也会嫌脏不会动，所以正常情况下，就算丧尸脑袋里真有东西，大家也发现不了。张凡就是这样，他杀丧尸杀得飞起，却从来不碰丧尸，一刀斩首后就不予理会了。这个就不知道了。张凡微微摇头，这也不重要，现在的关键是收集白色晶体。说到这里，张凡从兜里掏出了20几颗白色晶体，这些都是从刚才那群人身上搜刮来的。张凡提出这个要求后，他们不敢拒绝，二话不说就上交了所有白色晶体。很上道，这里有20几枚，每人3枚，先分了试试效果。张凡把晶体放茶几上，谢谢老大，谢谢张凡哥哥。大家都很开心，喜滋滋分了白色晶体，然后迫不及待尝试起来。张凡拿了3枚晶体放到了大黄面前，大黄用爪子压住。张凡摸了摸大黄的狗头，然后把3枚晶体放到了地上。然而大黄并没有按照张凡说的做，而是伸出舌头把3枚晶体吃了。这个不能吃！张凡吓了一跳，立即捏住大黄的嘴，吐出来，快吐出来！大黄呜呜叫了2声，喉咙滚动，直接把3枚晶体吞下了肚。张凡气得不轻，打算好好教训教训这条狗，让它尝尝记性。然而大黄眨巴着一双狗眼，巴巴看着张凡，再配合毛茸茸的脑袋，显得又无辜又可爱。张凡心软了，舍不得打了。你呀！张凡摸了摸他的脑袋，仔细观察半晌，发现大黄没有任何不适，渐渐放下心来。随后又从兜里掏出3枚晶体，坐到沙发上自己吸收起来。大黄乖乖趴在张凡脚边，守护张凡。源源不断的温热能量顺着手掌涌入身体，浑身暖洋洋的，舒服极了。不过这种酣畅欢愉的感觉没有持续多久，就宣告结束了。30分钟，仅仅30分钟，3枚晶体就消失在张凡手心，被张凡吸收殆尽。这么快？张凡有些愕然。3枚晶体用了30分钟，平均1枚晶体只能坚持10分钟，太短暂了。看看效果。张凡调出属性面板，体质增长 1.5， 精神也增长 1.5。张凡愣住了，也就是说，吸收白色晶体不仅可以提升体质，也可以提升精神，而且1枚晶体分别提升 0.5。张凡很疑惑，他杀死丧尸只会掉落体质光团，却不会掉落精神光团，凭什么吸收丧尸脑袋里的晶体，既能提升体质，又能提升精神？这不合理。当然，这不是重点，重要的是吸收白色晶体能提升精神，这是张凡最关心的。张凡猎杀丧尸只能拾取体质光团，所以他的体质提升飞快，精神一直停滞不前，体质和精神差距很大，张凡为此头疼不已。现在好了，吸收白色晶体也可以提升精神，多吸收白色晶体就是了。以后猎杀丧尸得收集晶体了。张凡起身看向其他人，发现大家还吸收白色晶体，还没苏醒。看来我的速度最快。张凡嘀咕一声，又看向大黄。大黄好好的，没任何不对劲，看来吃掉白色晶体应该没事。张凡松了口气，悄悄来到别墅外面，试验起了刚刚新得到的异能。他今天杀了胸肌青年和大肚腩，掉落了2个异能光团。不过
张凡瞧不上胸肌青年的狼人化异能，所以懒得拾取，因此他只得到了操控雷电异能，这也是他的第7个异能。大黄也跟随张凡来到外面，张凡默默感受雷电异能，体验着这异能的使用方法。忽然，张凡身上升腾起一道道电弧，噼里啪啦的脆鸣声中，一条条银色电流在张凡体表游走，很快笼罩了张凡全身。张凡的头发根根竖起，浑身沐浴在银色电蛇中，仿佛降临俗世的雷神。看到张凡的变化，大黄并没有受到惊吓，只是远离了张凡几步，以免受到波及。他现在的智商很高，有些妖。张凡看着手上的电流，又看向远处一棵树，忽然伸手一指，咔嚓，一道拇指粗的电流从张凡手指上射出，狠狠劈在树上。一阵黑烟升腾而起，张凡定睛一看，粗壮的树干被劈出一个窟窿，窟窿中焦黑一片，就像烧过似的。不愧是雷电异能，够霸道。张凡很满意新异能的威力，继续试验。经过一番尝试，张凡发现了操控雷电异能的2个用途：一是攻击力，雷电的威力很大，一道电流下去，核爆粗的大树都能劈出个窟窿；二是速度，身上沐浴雷电，张凡的移动速度暴增，简直迅若奔雷。尤其当张凡合金化后，再沐浴雷电，速度和爆发力又提升一个台阶，爽！试验了大半个小时，基本熟悉了操控雷电异能后，张凡带着大黄返回别墅，其他人还在吸收，真够慢的。张凡摇摇头，走到笔记本前，继续给7部新手机拷贝资源。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景亚率先苏醒，杨玲儿紧随其后，大家陆续醒来。张凡看了眼时间，大家从开始吸收到结束，差不多用了2个小时，速度慢的不是一点半点。张凡得出结论，实力越强，吸收晶体的速度越快，反之越慢。这不难理解，身体强壮的人能吃能喝，吃得多还特能消化，体弱多病的人相较慢一些。都感觉怎么样？见大家都停止吸收，张凡笑问道：实力有所提升吗？有。景亚很兴奋，我感觉再有16、17克，应该可以晋级。我也差不多。张文喜也很激动，这晶体太神奇了，我现在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精神思维也比之前活跃得多。张凡哥哥，这晶体真的有用。王源摊开自己的手掌，掌心浮现出一团绿色光芒，你看我的异能光团明显比之前大了一圈，我能探测到的范围增长了100多米的左右。曹姐也开心得很。杨玲儿没有说话，但看她的表情，显然进步也很明显。当然明显，张凡的体质精神基数高，增加 1.5 并不明显，但大家实力弱，底子薄，吸收了3枚白色晶体，变化非常明显。有就对了。张凡笑着说，看来吸收白色晶体内的能量是正确的修炼方式，所以接下来除了收集物资外，还要大规模收集白色晶体了。众人完全赞同，没人不想变得更强，而要变强就必须收集白色晶体。虽然敲开丧尸的脑袋，在脑浆污血里寻找晶体很恶心，但也得找，这是唯一提升实力的办法。简单开个会吧。张凡环视着众人，团队现在大了，人手也相对充裕，所以我提议将队伍一分为2，一部分人守家，同时整理物资，收拾家务，处理家里的琐事。别小看这些家务琐事，非常耗费时间，而且不干还不行。一部分人外出收集物资，同时猎杀丧尸，收集白色晶体。同意吗？我没意见。王源第一个举手同意，他不喜欢抛头露面，比起外出猎杀丧尸，他更喜欢待家里做家务。我也同意。景亚点头，我们在家里囤积了很多物资，这些东西得有人看护，不然万一有人偷家，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将化为泡影。我没意见。同意。其他人也都表示同意。既然都没意见，那就这么决定了。张凡点点头，又道：谁想守家，谁愿意外出猎杀丧尸？答案很明显，甚至都不用问。曹杰、王源、周玲都想待家里，他们性格平和，并不喜欢打打杀杀。张凡、张文喜、杨玲儿都想外出猎杀丧尸，提升实力。景亚没得选，他是移动仓库，张凡还指望他携带物资呢，必须出去。这样分配不行。景亚皱眉道：王源、曹姐和周玲都是辅助，守家不安全，要不这样，让老张和杨姐轮着来，一人1天，轮换守家。你们觉得呢？这样也行。张文喜点点头，我没意见。杨玲儿淡淡道。张文喜和杨玲儿都同意了，他们也清楚这是最好的安排。整个团队就3个战斗型异能者，家里肯定得留下一个。张凡首先排除在外，他猎杀丧尸的效率非常恐怖，不去收集白色晶体太浪费了。剩下只有张文喜和杨玲儿，他俩又都想出去，为了公平起见，轮流守家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不用这么麻烦。张凡摆摆手，我有办法守家，保证任何人都不能偷家。
什么办法？大家疑惑看着张凡。山人自有妙计，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张凡神秘一笑，继续安排。今天下午就不收集物资了，我和景亚出去收集白色晶体，其他人留在家里整理物资，争取把我们这几天收集到的物资全部整理完毕。明天早上，即6月11号开始，我、景亚、老张、杨姐一起出去。早上收集食物和水，下午收集其他物资，期间顺便收集晶体。有问题吗？没有，很合理的安排。举双手赞成。第33章复制异能。简单开完会议，张凡和景亚辞别众人，离开了别墅。当然还有大黄。重卡在遍布断壁残肢的街道上匀速行驶，除了横七竖八的车辆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垃圾。华庭雅苑周围的丧尸已经被张凡清理殆尽，大街上安静的有些吓人。去哪儿？景亚问道。丰顺路地铁站。张凡早就想好了目的地，不收集物资，单纯的猎杀丧尸，肯定要去人流最密集的地方。地铁站无疑是个绝佳选择，而丰顺路地铁站距离华庭雅苑很近，不到3公里。行吧，景亚没什么意见，只是强调道，地铁站肯定有很多丧尸，悠着点。放心，就算豁出性命，也会护你周全。张凡笑着宽慰道。景亚抿了抿嘴唇，痴痴笑了起来。你笑什么？张凡有些疑惑。没什么，只是觉得和你在一起，怎么说呢？很安心。景亚意味深长说道。是吗？那感情好。张凡哈哈大笑，一踩油门，重卡朝丰顺路地铁站驶去。这条路张凡之前走过，挡在路上的车辆早已被暴力推开，现在一马平川，不到5分钟，重卡就到了丰顺路地铁站。这里是个十字路口，路上横七竖八停放着几十辆车。张凡眼尖，一眼就在车流中看到了一辆油罐车，不禁有些欣喜。我这2天还想着找一辆油罐车呢，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一辆。张凡指着油罐车笑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虽然决定收集太阳能发电系统，以后利用太阳能光伏板发电，但张凡还是决定收集大量柴油囤着，万一太阳能发电系统遭到破坏，还可以继续用柴油发电机发电。再者，车辆也要加油啊，所以囤积一批柴油有备无患，而油罐车无疑是运输和囤积柴油的最佳工具。景亚也看着油罐车，脸上满是喜色，一会儿回家的时候开回去。张凡点点头，又扫了一圈，因为是十字路口，这边的丧尸很多。听到重卡的动静，这会儿纷纷围了过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丧尸的速度普遍快了许多，肢体也不再那么僵硬。虽然还是不如正常人灵活，但对比3天前的丧尸，确实灵活了一大截。看见了吧，这些丧尸确实在进化，而且短短3天变化惊人。张凡指着包围而来的丧尸，神色颇为凝重地说道。很难想象，随着时间推移，他们最终会进化成什么样。景亚叹了口气，忧心忡忡。最麻烦的是，丧尸的数量太多了。是啊，太多了。张凡深以为然。单论进化速度，这些笨头笨脑的丧尸目前还比不上聪明的人类。他们以后会不会变聪明，还不清楚，暂时也不好下定论。但丧尸的数量远超人类，现在的世界更像是丧尸的国度，人类反而成了少数。这种情况下，一旦丧尸变得更强，人类能抵挡住如潮水般的丧尸大军吗？所以我们得变得更强。张凡深吸口气，把重卡停在路边，随后打开车门跳了下去。这边丧尸很多，把景亚一个人留身上并不安全，带上也不安全。张凡制造了一个复制体，让他出去猎杀丧尸，自己待在车上保护景亚的安全。啪！张凡回到驾驶座，关上了车门。景亚有些懵，他看看外面猎杀丧尸的张凡，又看看坐在旁边的张凡，还以为自己看错了，使劲揉了揉眼睛。没看错，确实是2个张凡。张凡，这是怎么回事？景亚看着张凡，一双美眸中满是困惑，怎么有2个你？那是复制体。张凡笑着解释，我拥有复制体异能，可以制造复制体。复制体异能？景亚秒懂，但更加惊讶。你什么时候觉醒的复制体异能？之前在白桦路农机公司收集发电机的那天吧。张凡笑道。就碰到那头拥有复制体异能的丧尸的时候。景亚张大了嘴。差不多。张凡点点头。你为什么会接二连三觉醒异能？景亚有些难以置信问道。忽然，景亚脑海中不由回想起张凡觉醒这些异能的过程。碰到拥有操控金属异能的杨家龙，张凡觉醒了操控金属异能；碰到拥有复制体异能的丧尸，张凡觉醒了制造复制体异能；碰到拥有合金化异能的王辉，张凡就觉醒了合金化异能。这也太巧合了吧！噼里啪啦，就在这时，外面的复制体身上忽然爆起耀眼的电流。
一道道拇指粗的雷电从复制体身上劈出，狠狠劈向周围的丧尸。咔嚓，咔嚓，周围的丧尸被劈得脑袋炸开，浑身焦黑，抽搐着倒地。操控雷电，景亚惊得张大了嘴，这不是今天上午那个大肚腩的异能吗？靠，这不是巧合！景亚盯着张凡，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般，眸中闪烁着小星星。张凡，你不是觉醒了类似于复制异能的异能？张凡一愣，为什么这么说？景亚立即把自己的推断过程说了出来。张凡听了不禁摇头，所以你拥有的这几个异能是不是从那些人身上复制的？景亚紧紧盯着张凡，果然瞒不住啊。张凡暗叹，其实也没法瞒住，太好猜了，除非自己不暴露这些异能，否则根本瞒不住，是不是吗？见张凡不吭声，景亚有些急了，摇了摇他的胳膊，竟然嘟着嘴撒起了娇。张凡干咳两声，点点头，差不多，但不是复制异能，而是掠夺异能，一旦遭到掠夺，别人就会彻底失去异能，所以我不敢轻易掠夺，只能掠夺那些必死之人的异能。我就说，为什么你能接二连三觉醒新异能了？景亚又是妒忌又是羡慕，你简直走了狗屎运啊！竟然觉醒了掠夺异能，替我保密，别告诉其他人。张凡叮嘱道。景亚小鸡啄米般点头，兴奋道：“这是咱俩的秘密，你知我知。”秘密。张凡松了口气，总算忽悠过去了。不过话说回来，你这异能真是厉害。景亚一脸惊叹，随着不断掠夺，你岂不是会变得越来越厉害？张凡笑了，这是我的目标，好好努力，以后就跟着你混了。你这条粗大腿，我抱定了。景亚嘿嘿笑道：“允许你抱。”张凡哈哈笑了两声。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复制体已经干掉了十字路口的丧尸。下去吧。两人下了车，遍地都是丧尸的尸体，以及散发出恶臭的污血。张凡心念一动，制造了20个复制体。升到3级后，他一口气能制造30个复制体，但这会榨干他的体力。20个复制体刚好。景亚又惊了，张凡，你居然能制造这么多复制体，太厉害了。呵呵，还好。张凡笑笑，然后给复制体下达指令，收集白色晶体。好嘞，20个复制体立即分散开来，走到各个丧尸尸体前收集白色晶体。猎杀丧尸容易，收集白色晶体麻烦。白色晶体只有花生米大小，而且还藏在丧尸的脑袋里。要收集晶体，就先得砸开丧尸脑袋，然后在脑浆鲜血里仔细翻找，比从大象粪便里挑咖啡豆还要恶心。这个过程很血腥，很脏，也很麻烦，所以只能让复制体代劳了。好在找了几枚白色晶体后，复制体们很快摸索出了白色晶体的准确位置。它们位于大脑中上丘的上面，髓纹的后下方及在其侧面的丘脑之间。简单来说，就在眉心的正后方，差不多和松果体相同的位置。好恶心啊！看着20个复制体砸开丧尸的脑袋，翻找白色晶体，景亚忍不住捂着鼻子。要学会适应。张凡一边拾取金色光团，一边说道：“以后你也要收集白色晶体。”别说了，景亚干呕起来。不一会儿，张凡就拾取了所有光团，体质一项又增加了27，留下复制体继续收集白色晶体。张凡带着景亚和大黄下了地铁站。刚走下楼梯，张凡就看到了数量惊人的丧尸在地铁站大厅游荡，密密麻麻，摩肩接踵。这些丧尸就像无头苍蝇，或是静默，或是散漫游荡。粗略一扫，至少过百。大黄，保护好景亚！汪汪！大黄叫了2声。很好。张凡微微点头，摇身一变，化身银色合金状态，抽出了腰间宝刀。这宝刀很像唐刀，和唐刀一样宽，但刀刃要短得多，只有30厘米。之前砍杀丧尸，张凡使用大砍刀，是因为大砍刀更适合劈砍，杀伤力更大。现在张凡突破3级，力量暴涨，小小一把匕首就能轻易砍断丧尸的脑袋，不需要笨重的大砍刀了。张凡给自己制造了一把短刃唐刀，短小、轻巧、关键、帅。杀！张凡身上升腾起耀眼的电流，整个人就像沐浴雷电的雷神。唰！一道电流闪过，张凡已然冲入丧尸群中。手中短刀如死神飞刀，精准划过一头头丧尸的脖颈。噗噗噗，污血飙飞间，一颗颗头颅从丧尸肩头滑落，相继掉在地上。第34章，瞬间移动。这家伙越来越厉害了。景亚站在楼梯口，看着在丧尸群中纵横捭阖，左冲右突，杀疯了的张凡，陷入了巨大的震撼之中。他见过很多次张凡猎杀丧尸的场景，但都没有这一次震撼。合金化的张凡身上沐浴银色电流，速度快到极致。他在丧尸群中来回穿梭了几圈，就有几十头丧尸被斩首。
什么叫砍瓜切菜？这就是砍瓜切菜，简直帅炸了，有没有？恐怖的力量，惊人的速度，夸张的防御。景亚眼中满是惊叹，张凡绝对是最完美的异能者，前途不可限量。就在景亚暗自震撼、崇拜的当口，大厅内的丧尸基本被张凡干掉，还有大猫、小猫2、3只，张凡正在清理。不一会儿，丧尸全军覆没。张凡一甩短刀，短刀上的污血全部滑落，短刀又变得光洁如新。他用点石成金异能变出来的金色合金，不仅锋利无比，而且从不粘血，表面就像贴了一层防水涂层，血液滴在上面就会掉落，跟荷叶似的。不过张凡身上倒是见了不少血，尤其衣服上都被鲜血浸湿了。问题不大，回去洗个澡就行了。张凡开始收取金色光团，刚刚杀了近100头丧尸，遍地都是金色光团。张凡眼尖，还看到了2个白色光团，这是异能光团。2个白色光团代表2种异能，张凡没想到这一次爆出了2种异能，意外之喜。不过这2个光团具体是什么异能，张凡并不清楚。他刚刚出手太快，2头拥有异能的丧尸还没来得及施展异能，就被他给干掉了。张凡不急着拾取2个异能光团，他先把近100个体质光团给收了。体质又增长48，体质3级 220.51000， 3级 220.5 的体质有多变态？张凡最初的体质是1级1/10，而1代表成年男子平均体质参数。3级 220.5 相当于最初的 220.5 加100加10等于 330.5 倍，330除以1等于330倍。这是个夸张的数字，意味着张凡现在的身体素质是末世前的330倍，这是正常人吗？妥妥的超人啊！张凡并没有沾沾自喜，因为只要不断猎杀丧尸，他还能变得更强，所以再接再厉。张凡走到第1个白色光团前，拾取了这个代表异能的光团。一阵锥心刺骨的剧痛来得快，去得也快，很快就消失了。张凡立即看向属性面板，姓名张凡，等级3级异能者，体质3级 220.51000， 精神2级 19.5100， 异能无限拾取异能，操控金属，点石成金，制造复制体，合金化，自愈，操控雷电，改变性别。改变性别？张凡嘴角抽搐，怎么还有这种异能？这异能他正经吗？本以为会爆出什么好异能，没想到是这种垃圾异能。张凡大失所望，随即满怀期待，拾取了第2个白色光团，希望能爆出个好异能。怀着美好的期待，张凡一边承受着钻心剧痛的侵袭，一边盯着属性面板。半分钟后，剧痛迅速退去，属性面板的异能一栏也发生了变化。异能无限拾取异能，操控金属，点石成金，制造复制体，合金化，自愈，操控雷电，改变性别，瞬间移动。瞬间移动，张凡又惊又喜。瞬间移动，这可是一个非常 bug 的异能，也是很实用的移动闪避的异能。想象一下，凭空从 A 点出现在 B 点，简直神出鬼没，防不胜防啊！好异能啊！张凡强压下心中的激动，仔细感受着异能的用法。片刻后，张凡，你怎么了？见张凡忽然站在原地发呆，景亚莲走了过来。你没事吧？唰，张凡凭空消失了，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毫无征兆的消失了。他消失的画面非常诡异，尤其地上到处都是断臂残肢，污血头颅。啊！景亚吓得尖叫一声，脸色都白了。张凡，你在哪儿？啪！肩膀被人轻轻拍了一下，景亚娇躯一颤，连忙转身，就见张凡正站在身后，笑盈盈看着自己。景亚立即松了口气，随即柳眉一竖，怒道：你搞什么鬼？知不知道很吓人？哈哈，别生气，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觉醒。不对，又掠夺了一个新异能。张凡哈哈笑道。景亚闻言，心里的不悦立即消散，兴奋问道：什么异能？瞬移。张凡微微一笑，又消失了，再次出现时来到了几米开外。刷刷刷，张凡接连消失，又接连出现，他就像鬼魅一样，凭空消失又凭空出现，每次消失再出现都在几米开外，中间没有丝毫停顿。景亚看得满眼星星，这异能厉害了，大大增加了你的战斗力啊！可不是。张凡在地铁站大厅里神出鬼没，声音响彻整个大厅，再配合合金化异能，我的战斗力呈几何倍数飙升。你变得更完美了，羡慕嫉妒恨啊！景亚确实羡慕了。作为一个正常人，谁不希望飞天遁地，拥有超凡入圣的能力？比起随身空间这种辅助类异能，景亚其实更喜欢战斗类异能，因为他觉得很酷。而随身空间异能一点都不酷，就像一个普通人戴了空间戒指。抛开空间戒指不谈，
他依旧是普通人，这让他很郁闷。张凡，你说我以后还有可能觉醒别的异能吗？景亚的语气有些酸。这谁知道呢？张凡回到景亚面前，耸了耸肩，无奈道：以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准。真希望获得别的异能。两人谈话的时候，20个复制体走下楼梯，来到了地铁大厅内。他们把刚刚收集到的白色晶体交到张凡手上，不多不少，刚好54枚。这些花生米大的晶体并不干净，上面还残留着血迹，带着一股臭臭的味道。味道太冲了，回去要好好清洗一下。张凡皱了皱鼻子，将晶体收入塑料袋，递给了景亚。景亚伸手一抹，将背包收入随身空间。他清楚自己的作用，跟着张凡出来就是来当工具人的。说好听点是给张凡作伴，说不好听点就是个空间借诊。真是个悲伤的故事。10几分钟后，复制体收集完了大厅里的晶体，这次很多，足有96枚，2次加起来已经150枚了。收集晶体的效率高得离谱。不过张凡并没有回去的打算，他收了20个复制体，带着景亚和大黄离开了丰顺路地铁站，打算前往下一个地铁站。张凡又放出一个复制体，你去驾驶那辆油罐车，把它开上。好的。复制体立即去了。我们也上车吧。张凡和景亚、大黄上了重卡，继续前往下一站的黄柏路地铁站。张凡一踩油门，驾驶着重卡冲上了锦绣路，复制体开着油罐车跟在后面。黄柏路地铁站距离丰顺路地铁站并不远，2分钟就能到。然而路过欧亚工商学院的时候，张凡听到学院内传来激烈的打斗声。张凡把重卡停在路边。怎么了？景亚疑惑问道。你听。张凡指了指路边的学校，虽然隔了一道院墙，但能清楚地听到学校里面应该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有碰撞声、爆炸声，还有丧尸的嘶吼声。很显然，学校里有异能者和丧尸战斗，而且战况还挺激烈。要不要过去瞧瞧？张凡询问景亚。随便。景亚其实不大想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无论是丧尸还是人类，他现在都不太想碰到，他已经不怎么相信陌生人了。那我过去瞧瞧。张凡很想看看去，倒不是为了凑热闹，而是看能不能获得新的异能。你去吧。景亚道，我留在车里等你，去了也是给你添乱。行。张凡点点头，打开车门跳下了车，然后制造了一个复制体，让他保护景亚，他自己朝学校奔去。唰！张凡轻轻一跳，就跳上了2米高的院墙，稳稳落到了墙头，然后就被眼前一幕给惊到了。眼前应该是一座图书馆大楼，而图书馆前的广场上云集了一大批丧尸，粗略估计至少40-50头。关键，远处的丧尸听到了动静，正在源源不断赶来，朝这边汇聚。这群丧尸穿着学生服装，不出意外，应该是欧亚工商学院的学生变成的。此刻，这群学生丧尸正在疯狂进攻图书馆，而图书馆前有5-6个学生正在拼死抵抗。他们都有异能，一个学生身上燃烧着火焰，双手就像安装了喷火枪，疯狂喷吐火焰，散发着炽热高温的火焰在眼前形成了一条火焰封锁线，阻挡了丧尸。一个学生双手撑地，地上不断冒出一根根犹如石笋一样的土刺，攻击着丧尸。一个学生的眼睛就像激光枪，不断喷射着赤红耀眼的光束，一道道赤红光束喷射出去，不断轰击在丧尸群中。可惜这赤红光束的准头太差了，或者说纯粹是乱射一通。丧尸的弱点是脑袋，只要打碎脑袋或者直接砍掉脑袋，丧尸必死。但这货就是瞄不准，红色激光束不断射在丧尸身上，打出一个个窟窿，就是无法给予致命一击，看得张凡直摇头。最后一个学生就勇猛了，他的身体非常魁梧，个头超过2米，浑身肌肉虬结，一身腱子肉，比世界健美冠军还要魁梧。他冲进丧尸群中，左冲右突，犹如一头发怒的公牛，丧尸被他轻松掀飞。他一拳轰出，能轻易打爆丧尸的脑袋，力量的离谱。这4个学生3男1女都非常勇猛，然而丧尸里也有高手。第35章救人。40-50头丧尸几乎都是普通丧尸，但其中有3头丧尸拥有异能。一头秃顶中年人丧尸，40-50岁中年人模样，皮肤依旧呈灰白色，但身上几乎看不到腐烂的痕迹。神奇的是，这秃顶中年人丧尸身上雷光闪耀，胡乱劈向四周。很显然，这秃顶中年人丧尸觉醒了操控雷电异能，和大肚腩异能相同，但他没脑子，不会使用这异能，电流四处乱劈，时而劈向4个学生，时而劈向周围的丧尸，准头差的没谱。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学生丧尸身上同样看不到腐烂的痕迹，她的异能是控土异能，操控着一块块大理石地板，胡乱砸向四周。最后一个拥有异能的丧尸是个身高1.6米几的瘦弱男生丧尸，别看他瘦胳膊瘦腿，瘦不拉几的，异能应该是增强力量之类。
他追着2米高的魁梧学生打，竟然丝毫不落下风，力量大得出奇。看着3头会异能的丧尸，张凡舔了舔嘴唇，眼中射出贪婪的目光。他承认，他眼馋了，他眼馋这3头丧尸的异能，不是2头。他拥有操控雷电异能，不稀罕那头会操控雷电的丧尸的异能。这2个异能，我要定了。张凡并没有立即出手，他想再观察观察。这4个学生都有异能，而且是战斗类异能，表现得相当勇猛。如果人品过关的话，可以把他们收入麾下，壮大团队的力量。团队目前虽有8人，辅助占了大半。战斗类异能者只有张凡、张文喜和杨玲3人，这显然不够用。如果能把这4人招入麾下，无疑能大大增加团队的战斗力。老杨，快撤吧，我坚持不住了。双眼中喷射红色激光束的学生脸色涨红，额头冒着虚汗，喘着粗气吼道。他叫包宇宁，是欧亚工商学院大3级的学生，今年21岁。另外3人也是欧亚工商学院的学生。魁梧大块头叫阳光，控土的帅气青年叫崔岩，浑身沐浴火焰的妹子叫吴燕。我也撑不住了。崔岩浑身冒汗，脸色发白。阳光，赶紧撤吧，丧尸越来越多了。魁梧大个阳光一边抵挡瘦弱男生丧尸，一边大声道：吴燕，撤！他们几个都是欧亚工商学院的幸存者，是这几天临时凑起来的队伍。原本一直躲在学校食堂旁边的小超市里，倒也平安无事。今天之所以冒险来图书馆这里，是为了救吴燕的双胞胎妹妹吴淼，但没想到这边有这么多丧尸，其中还有3个拥有异能的怪物。这么多丧尸，加上3个拥有异能的变异丧尸，他们有些撑不住了。阳光也打退堂鼓了，为了别人的妹妹搭上自己的小命不值得。吴燕紧咬嘴唇，眼中满是不甘。他知道妹妹就在图书馆顶楼，也知道妹妹还活着，距离妹妹咫尺之遥，只要能冲到顶楼就能把妹妹救出来。可是丧尸太多了，他们快撑不住了，再强撑下去只有死路一条。苗苗！吴燕双眼通红，痛苦的低吼一声，从嘴里艰难地吐出一个字：撤。听到这话，阳光3人长长松了口气，他们真担心吴燕一根筋，不救出自己的妹妹誓不罢休，那他们就死定了。你们3个先走，从1楼侧门走，我来断后。阳光喊道。好。包宇宁3人知道阳光皮糙肉厚，而且速度惊人，可以跟上他们。3人脱离战圈，冲入图书馆，准备赶往图书馆侧门。岂料这时图书馆2楼传来一声声野兽般的低吼，就见30几头丧尸沿着通往2楼的楼梯冲了下来，从后面包抄而来。最让人绝望的是，楼上还有源源不断的丧尸冲下来，朝他们扑来。该死！2楼也有丧尸，我们被包围了，完了，我们死定了！看到冲来的丧尸，包宇宁3人顿时面露绝望，知道他们在劫难逃了。他们的体力即将耗尽，撑不了多久，现在腹背受敌，必死无疑。都怪我，是我连累了你们。吴燕一脸死灰，对不起。崔岩和包宇宁沉默以对，既没有大度的表示谅解，也没有抱怨。谅解？好不容易活下来，还觉醒了异能，结果要死在这里，他们憋屈啊。抱怨？现在抱怨有什么用？能让他们逃出丧尸的包围圈，死里逃生吗？苟延残喘了这么多天，没想到会死在这里，真不甘心啊。胖乎乎的包宇宁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也懒得攻击了。使用异能太消耗体力，刚刚的鏖战差不多掏空了他的身体，他太累了，无力再战。帅小伙崔岩无力跪坐在地上，呆呆看着冲来的丧尸，满眼绝望。对不起，对不起。吴燕一遍遍说着对不起，心里彻底被愧疚和绝望笼罩。他们3个已经彻底失去了斗志，没有了继续战斗的心思。轰！魁梧大个阳光一声惨叫，倒飞进了图书馆，狠狠砸在地上。他的嘴角溢出一丝血迹，受了伤。你们3个干什么？起来继续战斗啊！和这些畜生拼了！阳光怒吼一声，想要站起来，可惜体力消耗殆尽，连站立都变得无比困难。吼吼吼！外面的丧尸一窝蜂涌了进来，2楼下来的丧尸也杀到了面前。他们犹如闻到血腥味的鲨鱼，嘶吼着扑了过来，就要将4人撕成碎片。完了！4人满脸绝望。唰！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流光般的身影凭空出现在4人面前。噼里啪啦，这人身上闪耀着刺眼的银色电弧，一道道拇指粗的银色电蛇向着4面8方劈了出去，精准地落在扑来的丧尸身上。噗噗噗！这些电蛇的威力大得惊人，被击中的丧尸浑身抽搐，尬舞似的栽倒在地，再没能爬起来。眨眼功夫，扑来的丧尸就死伤大半，周围成了真空地带。阳光4人看到这一幕，先是呆愣了几秒，随即露出狂喜之色。他们又不是傻子，自然意识到有救兵来了，
虽然他们压根不认识这位救兵，来人自然是张凡。眼瞅着四人快要挂掉的时候，张凡果断出手了。他出手的时机恰到好处，既没有超前，也没有延后，等的就是四人陷入绝望之时。这么做的好处是，救了这四人后，他们一定会对自己感恩戴德，感激涕零，随后要收服他们就会变得相对容易。当然，前提是他们是那种知恩图报的人。张凡的表演还在继续，击杀最前面的丧尸，暂时解了四人的危机，后面依旧有源源不断的丧尸扑来。张凡抽出腰间的短刀，开始拼刺刀。雷电的威力固然大，但视觉冲击力不够强，给人的印象不够深刻。张凡要用最犀利的手段杀死眼前这些丧尸，在这四人心里留下无敌的形象，让他们一辈子都无法忘记。噗噗噗！张凡手持短刀，神出鬼没，手中的短刀就像死神的镰刀，频频挥出。阳光四人根本看不清张凡的身形，只能看到丧尸的脑袋一颗接一颗掉落，丧尸一头接一头跌倒。眨眼功夫就有10几头丧尸毙命。这一幕太具视觉冲击力，比几道雷电直接劈死丧尸刺激人的心灵。好厉害，太强了！四人目光呆滞，嘴里能塞进一颗鸡蛋，心里升起惊涛骇浪。他们要杀死一头丧尸都相当困难，一旦遭到丧尸围攻，猎杀更加费事。正因为这样，仅仅40、50头丧尸就把他们团团包围，差点让他们团灭。张凡倒好，猎杀丧尸就跟砍瓜切菜似的，好像那不是丧尸，而是蝼蚁蚊虫，差距太大了。1分钟后，在四人呆滞的目光中，最后一头丧尸倒地。那是刚刚和阳光硬刚的瘦弱丧尸，别看他瘦弱，但力大无穷。阳光和他对轰，一点优势都没有。然而，就是这么一头强大的丧尸，在张凡手上连一招都没有走完，就被张凡割断了脖子，砍掉了脑袋，当场惨死。太强了，简直无敌啊！四人再一次发出这样的感叹，眼中情不自禁露出崇拜和敬畏之色。强者总能让人心生敬畏。张凡随手甩掉短刀上的鲜血，以一个帅炸了的姿势将短刀插入腰间的刀鞘，随即潇洒的一转头看向阳光四人。见他看了过来，阳光四人几乎本能的有些局促，连忙站起了身。经过短暂的休息，他们的体力稍稍有些恢复，可以站起来了。你们没事吧？张凡微笑着问道。他长得英俊帅气，脸上又带着温暖治愈的笑容，就像阳光大男孩。这笑容落在阳光四人眼中，让他们感到又温暖又安心，对张凡产生了很大的好感。我们没事。四人连摇头，脸上都带着感激之色。谢谢你救了我们。张凡摆摆手，说感谢的话就见外了，已经死的没几个人了，好不容易看到你们几个，我当然不能见死不救。听听，说的多好啊！四人感动坏了，都有些热泪盈眶，又说了一些感激的话。你们先休息一下，我把这些丧尸的晶体收集了。张凡微笑着说了一声，随即制造了20个复制体，收集白色晶体。看到这一幕，阳光四人有些傻眼。白色晶体他们知道，之前也收集过白色晶体，也用来修炼过，不然他们没这么强。让他们震惊的是，张凡到底有几个异能？他会操控雷电，又会瞬移，现在又制造了这么多分身，他一个人觉醒了3个异能，开什么玩笑？张凡可不知道他们四人的想法。趁着复制体收集晶体的时候，他拾取光团。8、90头丧尸，一共提供了48体质点和3种异能。这3个异能分别是：操控雷电异能、控制土质异能、超级力量异能。第36章，4个新队友。姓名：张凡，等级3级异能者，体质3级2581千，精神2级19.5100。异能：无限拾取异能，操控金属，点石成金，制造复制体，合金化，自愈，操控雷电，瞬间移动，控制土质，超级力量。控制土质，超级力量。张凡暗自欣喜。控制土质，不用问，肯定是操控土质物，如土壤、石头、水泥等的异能。尽管刚得到这个异能，张凡就已经感觉到他和脚下的瓷砖下的土壤之间多了一层莫名的联系。这种联系跟张凡和金属之间的联系一样，只要一个念头就能像操控金属一样操控脚下的瓷砖、土壤。心里这么想着，张凡轻轻勾了勾手指，一块瓷砖脱离地面飞了起来。这控土异能，阳光四人有些傻眼。第4个异能了，张凡到底觉醒了几种异能？去！张凡屈指一弹，飞起的瓷砖就像出膛的炮弹爆射了出去。砰！瓷砖撞在墙上，4分5裂，但在张凡的控制下，几块碎片并没有掉到地上。赞！张凡很满意这异能，又多了一手段，战斗力又提升了。啪！失去张凡的控制，
几块瓷砖碎片掉落到地上，摔成了粉碎。张凡继续查看第二个异能，超级力量。这异能一看就知道是增强力量的异能，至于怎么个增强法，张凡用出了超级力量异能。霎时间，他只感觉到一股磅礴的力量从体内部喷涌而出，整个人就像脱胎换骨了一样，全身上下每一块骨骼、每一根肌肉、每一寸皮肤都蕴含着远超之前的恐怖能量。这力量感觉比我合金化后还要强得多。张凡难掩兴奋，这是真的。合金化后，张凡能清楚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素质会大幅提升，力量、速度、防御等都会提升。这种前后变化的感觉非常明显。此刻，张凡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现在的力量非常大，比合金化后还大。偏偏身体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顶多是肌肉变得更紧凑了些。不愧是超级力量异能，对力量的提升太明显了。张凡暗叹，可惜没有测力器，无法准确测出增幅指数。没测力器没关系，改天收集一个就成，不急着现在就测。体验完2种异能，复制体也把白色晶体收集完了。张凡接过盛装白色晶体的塑料袋，把20个复制体收回了体内。你们怎么样了？张凡看向阳光4人，4人已经站起来了，不复刚才那样疲惫，恢复的还不错。差不多了。阳光挠挠头，露出个憨憨的笑容。大哥，真是太感谢了。包雨宁、崔岩和吴燕也都一脸感激。刚才如果不是张凡，他们就死定了。既然差不多了，那我撤了。你们也尽快回自己的庇护所吧。张凡微微点头，都小心着点，别再被丧尸围了，很危险的。4人忙不迭的点头，却又露出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怎么？张凡一挑眉。是这样的。阳光鼓起勇气，小心翼翼问道：大哥，我们能跟你一起混吗？崔岩、包雨宁和吴燕眼巴巴看着张凡，眼中满是期待。他们虽然觉醒了异能，但战斗力其实很一般。对付落单的丧尸比较轻松，一旦遇上10头以上的丧尸就歇菜了。所以这些天来，他们小心翼翼，提心吊胆，过得并不舒心。他们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要过多久，都为未来感到担忧，或者说完全看不到未来。但今天看到张凡，他们看到了希望。张凡很厉害，杀丧尸就跟砍瓜切菜似的，跟着他混一定很有前途。就算没前途，至少能获得他的庇护，比自己东躲西藏安全得多。张凡心里暗喜，通过刚才的观察，他发现这4人的人品都可以，至少没丢下队友独自逃跑，也没有危险时刻在队友背后捅刀子。张凡自认不是什么烂好人，他不要求队友个个都是圣人，但起码不能是背后捅刀子的小人。这4人的人品都不错，可以做队友，而且他们都拥有战斗类异能，弥补了团队战斗力缺乏的问题。你们确定？张凡脸上不动声色。确定。4人小鸡啄米般点头。张凡沉吟片刻，勉为其难同意了。行吧，那就跟着我吧。谢谢大哥，不，老大。谢谢老大，我们一定好好干。4人面露狂喜，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们当然激动，不经历末世，就永远不知道安全的可贵；不被丧尸包围，就永远不知道恐惧为何物。他们都经历过了，深知安全有多么难得。他们都认为跟着张凡混，得到了他的庇佑，以后再也不用怕丧尸了。需要收拾东西吗？如果不需要，我们可以离开了。张凡微笑道。阳光、崔岩和包雨宁齐齐看向吴燕，他们3个随时可以离开，可吴燕的妹妹还困在图书馆顶楼。老大，吴燕连把情况说了一遍，随后一脸恳求地看着张凡。这个简单。张凡淡淡一笑，我前面开路，你们后面跟着就行。谢谢老大。吴燕感动得想哭，终于能救出妹妹了。走吧。张凡一马当先，朝楼梯走去，阳光和吴燕4人连跟在身后。上了2楼，丧尸还有不少，发现张凡几人嘶吼着扑了上来。去！张凡的腰间短刀凭空飞出，然后一分为2，化作2柄飞刀飞了出去。噗噗噗！2柄飞刀好似2条鱿鱼，接连划过丧尸的脖子，将他们逐一斩首。看到这一幕，阳光4人又惊了。操控飞刀？这难道是操控金属异能？天啦噜，这是什么神仙老大？他到底觉醒了多少种异能？张凡分出2个复制体，负责收集白色晶体。他带着4人继续前行。3楼、4楼，一路来到6楼，几人在一个小小的休息室找到了吴燕的妹妹吴淼。吴淼已经饿晕过去了，形容枯槁，脸色蜡黄，把吴燕吓得够呛。淼淼，你醒醒，醒醒！吴燕都哭了。不用担心，只是饿晕了。张凡安慰道，带她离开，紧压身上有吃的，给吃点东西就好了。吴燕连点头。张凡四处瞅了瞅，目光落在门上，连接门和门框的铰链瞬间断裂，
门板便和门框分离。把它抬上去。好好。几人把5秒放到门板上，然后抬起门板，离开了图书馆。张凡是老大，自然是不需要抬门板的，这是3个男人的活儿。出了图书馆，来到了大街上，重卡和油罐车就停在路边。景亚和复制体从车上下来。张凡，他们是这所学校的幸存者。对，几人都是异能者。张凡点点头。景亚，那女生饿晕了，给拿2袋牛奶。张凡不确定5秒几天没吃饭了，既然能饿晕过去，肯定好久没吃东西了。这种情况下不适合吃东西，喝点牛奶是最适合的，不会伤胃。景亚一挥手，手上就出现了2盒牛奶，递给了张凡。张凡又递给吴燕。吴燕说了谢谢，给妹妹5秒喂牛奶。张凡指着景亚道：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队友之一，景亚，异能是随身空间，也是我们团队的移动仓库。你们好。景亚微笑着看向阳光几人。你好，你好，很高兴认识你。阳光几人都感到惊艳，景亚太漂亮了，比他们学校的校花都漂亮。我叫张凡。张凡做了个自我介绍，我的异能比较多，你们也都看见了，都介绍一下吧。我叫阳光，异能是超级体质。我叫崔岩，异能是操控土质。我叫包雨宁，异能是激光眼。我叫吴燕，异能是操控火焰。这是我妹妹5秒，异能不详。听着4人的介绍，景亚有些惊叹，4人的异能居然全是战斗类异能，而且都不弱，这太难得了。有了他们的加入，团队的战斗力无疑又上了一个台阶。简单介绍，大家也算认识了。张凡道：阳光，你们几个今天累得不轻，先跟着我的复制体返回别墅休息吧，顺便把油罐车开回去。老大，那你们呢？阳光疑惑问道。现在时间还早，我和景亚继续收集白色晶体，晚点再回吧。我们跟你们一起行动吧。不用，你们先回。那你们注意安全。放心。张凡制造了一个复制体，带着阳光几人上了油罐车，然后离开了。我们也走吧。张凡对景亚道。不着急。景亚指着图书馆问道：你刚才说这栋楼是个图书馆？对。张凡颔首。来都来了，要不要收集一批书回去？景亚询问道。这样闲暇时间偶尔也能看看书，打发打发时间。张凡愣了愣，笑道：收集书？这个我倒是真没想到，不过你说的也对，以后没法上网了，看看书也不错。况且书籍可是人类最珍贵的宝藏，就当为人类做贡献了。1个小时后，2人走出图书馆，里面的书籍已经被2人搬空了。2人开着重卡来到黄柏路地铁站，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猎杀。第37章，2级的景亚来到黄柏路地铁站，张凡没亲自动手猎杀丧尸，他分出20个复制体，让他们猎杀丧尸。他试验起了新得到的异能，控土异能没啥好试的。张凡试验的是超级力量异能，他对这异能很感兴趣。用出这异能后，张凡感觉全身上下的力量疯狂暴涨，达到惊人的地步。张凡想知道自己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他找到一辆50红光，抓住底盘，轻轻一抬就抬起了50红光。稍一用力，50红光飞了出去，足足飞出去5、6米远，才砸落在地。太轻了。张凡摇头，继续物色新的目标。怪物。张凡嫌轻，景亚却被张凡秀的头皮发麻，看向张凡的目光就像看怪物。血肉之躯竟然把50红光掀飞了，这还是人吗？这时他看到张凡走到一辆公交车前，钻进了公交车底盘下面。他该不会要……景亚双眼一瞪，咔咔咔，公交车的4个轮子颤颤巍巍脱离地面，竟然真被抬了起来。怪物。景亚倒抽一口冷气。就在这时，上升的公交车忽然像是失去了力量，重重朝地面砸去。砰！公交车重重砸在地上，张凡直接被压在了下面。张凡！景亚吓得发出尖叫，连跑了过来，大喊道：张凡，你没事吧？嗨嗨，别担心，我没事。车底传来张凡的声音：奶奶的，这公交车太重了，你太乱来了。景亚吓坏了，有没有受伤？伤得严不严重？能出来吗？放心，我合金化了，伤不了。张凡宽慰道。景亚，你离远一点，我再试试，我就不信抬不起来。还要试？景亚立即劝阻道。你赶紧出来，太危险了，别把自己玩死。不会。张凡哈哈一笑，在合金化的基础上又用出了超级力量异能。这一刻，张凡感到力量再度暴涨，瞬间超越了单独使用超级力量异能时的力量。很显然，同时用出合金化、超级力量这2个异能，对力量的增幅可以叠加，就像10+20等于30一样。切！张凡一声暴喝，恐怖的力量轰然爆发，公交车迅速被抬了起来。去！
张凡双臂用力，猛地向后一推，公交车立即飞出几米远，然后狠狠砸在地上。哈哈，过瘾！感受着浑身上下几乎要喷薄而出的力量，张凡有种一拳能打爆一座山的错觉。他双脚猛地用力，柏油路地面瞬间皲裂开来，脚下出现一个大坑。借助这股弹力，他整个人就像坐上了窜天猴，瞬间跃起10几米高，然后就像绿巨人那样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砸在路边一辆宝马上。轰！这辆价值40-50万的宝马瞬间被踩扁。张凡纵身跳下宝马，发出酣畅淋漓的笑容，哈哈，过瘾！你就是个怪物！景亚拍了拍胸脯，被吓得不轻。我也感觉自己像个怪物。张凡看看被他扔出去的公交车，又看看被踩扁的宝马，忍不住叹道：今天只是末世的第11天，我们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如果放在末世前，谁告诉我能举起公交车，打死我都不信。可这才短短11天，这种事情偏偏发生了，感觉就像做梦，太不真实了。是啊，就跟做梦一样。几分钟后，黄柏路地铁站里的丧尸全部被复制体杀光。张凡带着景亚和大黄下了地铁站，逐个收取掉落的光团。黄柏路地铁站里的丧尸并不少，然而并没有觉醒异能的丧尸。张凡也不以为意，截至目前，他已经拥有10种异能了，相当知足。拾取完光团，体质又增加62，达到了3级，3201千，收获颇丰。接下来，张凡和景亚又去了蓝天路地铁站、彩云路地铁站，猎杀丧尸，收集晶体。忙完的时候，已经下午5点了，于是开着重卡返回了别墅。曹杰、王源、周玲、吴燕4人正在准备晚餐，厨房里有香味飘出。小凡、小亚，你们回来了！曹杰从厨房里走了出来，洗澡水我烧好了，你们先洗洗吧。麻烦曹姐了。张凡道了声谢，四处看了看，没看到阳光等人，不由问道：阳光他们呢？文喜和灵儿带着他们在地下室整理物资呢。曹杰笑着答道。张凡点点头，对景亚道：我先去洗澡，你把白色晶体用水泡起来。好的。下午6点，众人坐到了餐桌上。景亚家这个仿照欧洲贵族式的餐桌非常大，10几个人吃饭都绰绰有余。团队所有成员全都到齐了，包括吴燕的妹妹吴淼。中午吃了点东西，吴淼这会儿已经苏醒，恢复了不少精神。她和姐姐吴燕是双胞胎，而且颜值都很高，是一对漂亮的双胞胎姐妹花。现在我们团队已经13个人了。张凡环视众人，有战士，有法师，有辅助，有奶妈，可谓人才济济。接下来就需要大家同心同德，团结一心，守望互助了。来，走一个，干！为了欢迎新队友，今天的饭菜很丰盛，一共做了15道菜，有荤有素，有汤有米，味道十分鲜美，大家都吃得很过瘾。尤其阳光、崔岩、包雨宁、吴燕、吴淼5人差点把自己的舌头吞了。他们这几天虽然活着，但也仅限于活着，每天不是吃泡面，就是吃火腿肠，再就是其他零食，哪吃过一回热饭热菜。今天这顿饭是他们自末世爆发后正儿八经吃的第一顿饭，几人狼吞虎咽，跟饿死鬼投胎似的。曹姐，你的手艺太好了，比我们学校的菜好吃多了。慢点吃，没人跟你们抢，菜虽然是少了点，但饭管够。哈哈哈！吃过晚饭，收拾完碗筷，众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聊天谝传。这时，曹姐端着一个盆子走了过来，然后把盆子放到了茶几上。众人抬头看去，只见塑料盆内装满了白色晶体，一个个晶莹剔透，就跟玉石似的。这么多晶体！张文喜惊呼：老大，你到底杀了多少丧尸，收集了这么多白色晶体？众人也都看向张凡，眼中满是惊叹。张凡微微一笑，轻描淡写道：不多，也就700多头吧。屠了4个地铁站，外加欧亚工商学院，确实杀了700多头丧尸。这么多丧尸，一共给张凡提供了300多体质点，4种异能。当然，改变性别是废物异能，不算。死！众人闻言不由倒吸一口冷气，看向张凡的眼中充满了敬畏。700多头丧尸，他们想都不敢想，更别说杀了。老大，你牛逼！阳光竖起大拇指，我是彻底服气了，你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人。老大的确厉害，不过以他的实力，确实可以做到。胖乎乎的包雨宁赞叹道：猎杀丧尸跟砍瓜切菜似的，不服不行。行了行了，别吹捧我了。张凡心里很爽，这种被人吹捧、受人瞩目的感觉真是爽透了。不过他面上表现得比较淡定，指着盆里的白色晶体道：一人先拿50枚修炼着，明天我们继续收集。大家连点头。随后一人拿了50枚晶体，盆里还剩下100多枚。张凡给大黄拿了10枚，倒不是舍不得，而是怕给太多，这货全吃了。现在时间还早，我们要不看个电影？张凡笑着询问。
只要把白色晶体攥在手里，身体就会自动吸收，不耽误看电影。能看电影？阳光诧异问道。当然能啊。张凡笑笑，用遥控器打开了家里的88英寸电视机。昨天晚上他将很多电视剧、电影拷到 U 盘里，然后把 U 盘插电视上，这样就算没网，照样可以看电视电影。老大，你们太会享受了。崔岩忍不住吐槽道，和你们一比，我们这几天就跟过街老鼠似的。可不是吗？阳光、包雨宁、吴燕纷纷苦笑，人比人气死人。他们这几天东躲西藏，担惊受怕，晚上不敢睡太死，白天不敢到处跑，吃的速食食品零食，喝的冷水冷牛奶，住在学校小卖部里，别说看电视了，想都不敢想。再看张凡等人住的是豪华大别墅，吃的是好菜好饭，还有电视看，一个天一个地，完全没有可比性。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张凡笑着宽慰道，想看什么电影？科幻片、动作片、喜剧片？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张凡还在睡觉，房门就被人敲响。谁啊？我，景亚。大清早的，让不让睡觉啊？别废话，赶紧开门。张凡翻身而起，看了眼时间，才早上6点多，闹钟都没响呢。真是的。张凡嘀咕一声，穿上拖鞋打开房门，发现景亚站在门外。她穿着一身冰丝绸白色薄睡衣，身上散发出慵懒的气质。睡衣刚到膝盖处，露出光洁如玉的小腿和晶莹如玉的脚丫，明媚动人。张凡咳嗽2声，有事？张凡，我升级了。景亚一脸惊喜，激动说道，我突破到2级了，2级，突破了。张凡一脸诧异，这才一个晚上，你就突破了，速度真快啊。不是一个晚上，我昨天下午就偷偷吸收白色晶体了。景亚讪讪笑道，你也知道，你在战斗，而我什么也没干，趁着没事做，我就清洗了一些白色晶体，偷偷吸收，加上昨天晚上，前后一共吸收了20枚晶体，终于突破了。原来如此。张凡恍然，白色晶体就存放在景亚身上，他偷偷吸收，确实可以操作。张凡不会怪他中饱私囊，他关心的是提升到2级后随身空间有什么变化。更大了。景亚立即答道，之前是10乘以10乘以10立方米，现在是100乘以100乘以100立方米，100万立方米。第38章，够吃1000年的大米。100万立方米，这可太吓人了，相当于一个长100米、宽100米、高100米的巨大厂房。只要景亚愿意，完全可以把一栋普通户型的33层高的楼打包带走，而且能装不止一栋。这么大的空间得装多少物资？最关键的是，景亚的随身空间有个特性，凡是放在里面的东西都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收入随身空间是什么样，再拿出来时还是什么样。比如把一碗热腾腾的泡面存入随身空间，2天后拿出来还是热腾腾的。把刚切开的西瓜存入随身空间，几天后拿出来，西瓜依然新鲜。时间在景亚的随身空间中好像完全停滞似的，很不可思议。但这是真的。这一特性表明，景亚的随身空间是完美的冰箱、保鲜库。之前由于景亚的随身空间太小，只能用来转移物资，没法当保鲜库使用。现在貌似可以了。100万立方米的空间可太大了，完全可以一边存储食品，一边收集物资，存储一些容易变质、过期、发霉的食品、蔬菜、水果、桶装水等物资。这样一来，就再也不用担心食物会变质，蔬菜会腐烂，水果不再新鲜。同时也不妨收集物资，毕竟空间足够大，完全够用。景亚，你可太牛了！张凡很激动，激动之下，他一把抱起景亚，在地上转起圈来。景亚母胎单身，还没有和男人这么亲密过，一张脸顿时臊得通红。你干什么？快放我下来！张凡如梦方醒，连放下景亚，尴尬道：抱歉，太激动了。哼，懒得理你。景亚低哼一声，红着脸逃也似的离开了张凡的房间。张凡摸了摸鼻子，回想起刚才一幕，嘴角不由露出一抹笑容。这么一闹，张凡也没了睡意，来到洗手间收拾洗漱。而曹杰、王源、周林3人已经在厨房忙着收拾早餐了。他们3个是辅助，平时也派不上用场，主要任务是负责后勤。别以为这是简单差事，别墅这么大，住了这么多人，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整理物资，每一样都不容易，活很多。好在曹杰和周林都是细心的人，做家务都是一把好手。他俩带着王源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给团队保证了稳定的后方。7点，队友们洗漱完毕，早餐也做好了，有玉米汁、胡萝卜早餐饼、牛奶南瓜羹，很精致，营养也很丰盛。包雨宁一口早餐饼，
一口玉米汁，喜滋滋道：“这才是人过的生活啊！”大家都笑了。没吃过苦，就体会不到这种生活的珍贵。大家都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活。曹姐手艺真好，玉米汁真好喝。玉米汁是我打的。袁姐的手艺也好，这还差不多。哈哈，大家有说有笑，很快吃完早餐。曹杰、王源和周玲三人端走碗筷，杨莲儿的妹妹杨淼在一旁和大黄玩，剩下的人召开早会。大家正襟危坐，目光全都落在张凡身上，等待他的安排。今天是6月11号，按照计划，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正式开始收集物资。张凡环视所有人，我的计划是兵分2路，一路收集晶体，一路收集物资，齐头并进，这样效率最高。第一路，杨光、包雨宁、崔岩、吴燕、张文喜、杨玲儿，你们6个，外加我的4个复制体，组成10人小队，负责收集晶体。张凡看着6人，有问题吗？没问题。6人纷纷点头。张凡的复制体和张凡一样强大，有他们带队，怕个锤子。第2队由我和景亚负责收集物资，顺便收集白色晶体。张凡看向景亚，我也没问题。景亚轻点真手，收集白色晶体不需要占用空间，随便找个塑料袋就装得下。收集物资却需要消耗大量空间，所以他必须跟着张凡一起行动。既然没问题，那就这么说定了。张凡站起身，记住，务必要注意安全，小心丧尸，也要小心幸存者，明白吗？明白。张凡点点头，都收拾一下，8点准时出发，11点半之前必须返回。众人随即散去，各自准备去了。张凡也准备返回房间准备。这时，吴燕的姐姐吴淼找上了他：“老大，给我安排点活吧。”吴淼看着张凡说道：“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今天先好好休养，明天再说吧。”张凡笑着道。吴淼也觉醒了异能，而且异能相当变态，是吸收太阳能并存储在体内，然后通过手指以能量光束的形式发射出去。他这异能吸收并存储太阳能，有点像超人的能力。正是因为可以吸收太阳能，末世降临这10天，他困在图书馆内不吃不喝，一直坚持了10天才没被饿死。而他发射出去的能量光束破坏力相当强大，丝毫不逊于包雨宁的激光眼，就跟段誉的6脉神剑似的。老大，我休养的差不多了。吴淼连道：“大家都在干活，我一个人待家里，这怎么能行？很积极吗？”张凡喜欢积极的队友，但吴淼的身子还很虚弱，确实不宜出去。这样吧，今天你先和曹姐他们去地下室整理物资，明天再出去吧。好吧，吴淼答应了。时间来到早上8点，重卡和油罐车同时开出了别墅。阳光他们开着重卡沿地铁线前进，地铁站的丧尸超多。张凡和景亚开着油罐车先来到一家加油站，运气很好，加油站有油。张凡制造出2个复制体，拿出3台发电机，让他们收集柴油。他和景亚弄了辆公交车，直奔一家粮食储备加工中心。这家粮食储备加工中心是魔海商旅集团旗下的粮食集团，在普药区综合规模最大的粮仓，被市民称为普药粮仓。他们今天的目的就是收集粮食。以前条件有限，只能搜刮商场、超市，现在景亚的随身空间大增，张凡觉得没必要搜刮超市了，要去就去粮仓。唯一的问题是粮食储备加工中心有点远，而且没有导航。张凡只能凭着景亚的记忆摸索着寻找粮食储备加工中心。今天是个阴天，天空昏沉沉的，乌云密布，空气也很闷热，随时要下雨似的。加上路上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车辆，每走几步都要冲上去暴力撞开，一路摇晃，摇得人昏头昏脑的。2人刚开始还有说有笑，摇着摇着都没心情说话了。景亚手上攥着几枚白色晶体，哪怕再赶路也不忘吸收晶体中的能量。一路摇摇晃晃，折腾了1个多小时，终于赶到了粮食加工储备中心。中途遇到了一辆重卡，张凡和景亚果断换车，换上了重卡。走进粮仓园区，里面竖立着一排排立桶库、浅员仓等，还停着很多运输车辆。景亚，我们到了！张凡叫了一声，然后看着一排排仿佛圆柱体的仓库，激动问道：“这些就是粮仓吗？里面存储的都是粮食？这些都是陈粮。”景亚道：“去低温库，那里面存储的应该是今年刚下来的新粮。”低温库在哪儿？前边那个。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来过。在景亚的指示下，张凡开车来到一个大型仓库前，正是大米低温库。低温库大门紧闭着，但这难不倒张凡。打开低温库大门，一股浓浓的米香味迎面扑来。张凡立即看去，只见一袋袋大米被堆得高高的，满满的，就跟山一样。好多大米！张凡看呆了，有生以来他绝对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大米，真的长见识了。这仓库储存的大米来自全国各地优质粮源基地，都是好大米。景亚四处瞅了瞅，
开始把这些大米往随身空间收。这么多大米，够我们吃多久？张凡心里美滋滋的，有了这些大米，近几年内不用担心饿肚子了。你算吗？一个人平均一天吃250克，我们13个人，平均一天吃3250克，平均一年吃1186250克，差不多是1.2吨。景亚一边收取一边道：收集1200吨，够我们几个吃1000年了。这里有1200吨大米吗？张凡问道。景亚有些无语，哥哥，这里是普药区最大的粮食加工储备基地，光大米加工车间每天的生产量就在200吨左右，至于存储量，差不多20万吨。啧，真够多的。张凡有些尴尬，我们不需要拿太多，收集1200吨，够我们吃就行。景亚淡淡道，收集太多不过是占用空间罢了，意义不大。也是。张凡点点头。对了，景亚，1200吨大米大约能占多少空间？你算嘛。景亚道，1000克大米的体积约为 1.333 立方分米，1吨等于1000千克，也就是说1吨大米的体积约为1333立方分米，即 1.333 立方米。1200吨大米的体积大约为1600立方米。我们收集的这些大米都是用袋子装的，体积肯定更大，不过撑死了也就占用2000立方米的空间，不可能再多了。才2000立方米。张凡彻底放下心来，他原以为囤积粮食会很消耗空间，没想到出乎意料的省。景亚的随身空间足足有100万立方米的超大空间，2000立方米才占多大点地？1/5罢了。况且景亚还会升级，级别越高，随身空间越大，能收集的物资也更多。接下来的时间里，景亚疯狂收集，小山一般的大米一袋袋消失，收集了大约5万袋大米，景亚终于停了下来。累死我了。景亚喘了口粗气，心满意足道：这些大米一袋25千克，我刚刚收了5万袋，有1250吨，够我们几个人吃1000年了。够吃就行。吱！一阵刺耳的尖叫声响起，张凡豁然转身，就见一只大老鼠从远处扑来，然后是第2只、第3只。眨眼间，源源不断的老鼠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就像潮水一样。第39章4级异能者。这些老鼠不正常，它们的个头比猫都大，身上的毛发掉光了，全身光洁溜溜的，皮肤呈灰白色，很像丧尸的皮肤。它们的双眼犹如死鱼眼，呆滞而凶残，和丧尸的眼睛一样。很显然，这是丧尸老鼠。最可怕的是，丧尸老鼠数量多得惊人，它们如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嘶吼着，怪叫着，扑向张凡2人。景亚被吓坏了，哪来这么多老鼠？张凡，现在咋办？老鼠太多了，四面八方到处都是老鼠，根本逃不掉。张凡当然可以逃走，景亚肯定不能。别怕。张凡当机立断，分出10个复制体，让他们挡住汹涌来的丧尸老鼠。他自己抓住一袋大米，发动点石成金异能，把这袋大米变成了金属。张凡又发动操控金属异能，把变成金属的大米变成了箱子。景亚，进去！景亚忙不迭的点头，钻进了箱子中。他知道自己是累赘，待在外面也只会拖累张凡，果断钻进箱子中。张凡立即把箱子封得严严实实，只留下一个小孔用来透气。张凡凭空一抓，把金属箱子送上旁边小山般的大米堆。做完这些，张凡不由松了口气，把景亚安顿好，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来吧。张凡扭了扭脖子，瞬间合金化。与此同时，他身上爆起耀眼的电弧，噼里啪啦，一道道电流从张凡身上爆发而出，朝着四面八方的老鼠劈去。咔嚓，咔嚓，咔嚓！别看这些丧尸老鼠气势汹汹，他们的生命力并不顽强，电流轻易劈死他们。眨眼功夫，丧尸老鼠就死了一大片。每一只丧尸老鼠死亡都会掉落一个金色光团，只是比丧尸身上掉落的光团小多了。胜在量大，一眼望去，密密麻麻都是金色光团。张凡一边收取光团，一边继续攻击。才 0.1， 真够少的。每拾取一个金色光团，体质才增加 0.1， 比丧尸少得多，都不够塞牙缝。没办法，将就着用吧。这些丧尸老鼠悍不畏死，前赴后继，这一点和丧尸别无二致。张凡猜测，这些丧尸老鼠应该是吃了丧尸肉才变这么大的。当然，猜测只是猜测，具体什么原因，张凡就不得而知了。10几分钟后，丧尸老鼠的数量渐渐少了，而低温舱内遍地都是老鼠尸体。张凡身体周围，老鼠尸体甚至堆积成了一圈小山，可以想象死了多少老鼠。张凡没有数，但通过属性面板，他知道自己刚刚杀了1600多只丧尸老鼠，因为体质增长了160点。杀了这么多丧尸老鼠，换做一般人早就精疲力尽了，张凡却是越战越勇。这些丧尸老鼠身上应该也有白色晶体。张凡看着遍地老鼠尸体，
他并没有收集的想法，丧尸老鼠就这么大，可想晶体能有多大？抛开他们的脑袋，寻找白色晶体，除非张凡疯了。吱！忽然，一声高亢而又尖锐的嘶鸣声传来，这叫声极具穿透力，就像有人在耳边放炮一样，耳朵都在嗡嗡作响。张凡豁然转头，就见一只超大号老鼠从拐角处爬了过来。这么大的老鼠！张凡倒抽一口冷气。这只老鼠非常大，个头比都赶上成年哈士奇了，身上没有一根毛发，两根长长的尖牙就好像两把锋利的弯刀，上面还沾着污血和碎肉。这大老鼠的眼睛并不像其他丧尸老鼠那样是灰白的死鱼眼，它的双眼呈血红色，里面闪烁着人性化的凶戾和嗜血。四目相对，张凡立即做出判断，眼前这老鼠给他的感觉和其他老鼠完全不同，这是一只有灵智的老鼠。事实也的确如此，大老鼠并没有像其他丧尸老鼠那样一上来就发动进攻，而是用一双猩红邪恶的眼珠子冷冷盯着张凡，双眼之中射出诡异的红光。被他这么盯着，张凡忽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困意袭来，眼皮子不自觉地耷拉了下来，就要昏睡过去。不好！张凡豁然惊醒，使劲甩了甩脑袋，强迫自己清醒过来。这老鼠会催眠！张凡心中震惊，幸亏这是一只老鼠，精神不够强大，否则自己绝对中招了。找死！张凡心中杀意顿生，鬼魅般出现在大老鼠身后，一拳轰了下去。轰！大老鼠很灵活，但只是相对其他老鼠、丧尸而言，和张凡比差远了。张凡一拳砸在大老鼠的脑门上，把大老鼠的脑浆都给打出来了。大老鼠连声惨叫都没有发出，就一命呜呼，去阎王殿报道了。他身上掉落3个光团，一个金色，一个银色，一个白色。张凡依次拾取，体质+2，精神+2，获得超级催眠异能。超级催眠异能！张凡眨眨眼，感到有些诧异，比一般的催眠异能更厉害。想想大老鼠的精神才2，而自己的精神高达20，整整差了10倍。大老鼠却能以2的精神，差点催眠精神20的自己，催眠效果可想而知。如果我和大老鼠的精神强度相当，甚至他比我更强，我估计会被他瞬间催眠，彻底失去抵抗之力吧。张凡有些庆幸，幸亏大老鼠的精神强度不够，要不然就危险了。不过这异能是真霸道，用得好的话，绝对可以成为杀手锏。张凡很开心，他可以想象到超级催眠异能在战斗中的运用。激战正酣的时候，忽然给敌人来一下，就算不能瞬间催眠对手，也绝对能干扰对手的精神状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个很阴险的异能。张凡，怎么样了？头顶传来景亚的声音，差点把他忘了。张凡一拍额头，连把箱子拿了下来，然后把景亚放了出来。你没事吧？景亚关心问道。我没事。张凡笑了笑，拿出手机看了看手机，快10半了，该回去了。1个小时后，两人回到了别墅，时间刚好来到11点半。阳光等人和抽油的2个复制体也回来了，重卡和油罐车就停在别墅前。老大，你们回来了！大家纷纷站起身。回来了。张凡笑着点点头，看向今天早上分出去的6个复制体。6个复制体纷纷朝他走来，然后逐个融入了他的身体之中。轰！张凡只感到一股陌生记忆涌入脑海，如放电影般不断在大脑中闪现。这是6个复制体今天上午的经历。每次重新融合复制体，他们的经历都会融入到张凡的记忆中，所以复制体经历了什么，张凡全都清清楚楚。与此同时，一股庞大的暖流涌入4肢百骸，全身就好像浸泡在温泉中，浑身上下都暖洋洋的，舒服极了。再看属性面板的体质一栏，开始了疯狂飙升，就像坐上了火箭似的。620650， 700750，体质一栏很快冲破1000大关，然后继续飙升，达到4级的225才停了下来。这个时候，张凡感到全身上下充满了力量，整个人就仿佛脱胎换骨了一样，褪去了一层枷锁，身体都变得轻飘飘的。张凡完全沉醉在这种美妙的感觉中，知道其他人把他惊醒。老大，你咋了？大家疑惑看着张凡。好好的，发什么呆？我没事。张凡尴尬一笑，你们先聊，我先把身上洗一下，脏得很。去吧去吧。张凡来到洗手间，连看向属性面板。姓名张凡，等级4级异能者，体质4级225-10000，精神2级22-100，异能无限拾取异能，操控金属，点石成金，制造复制体，合金化，自愈，操控雷电，瞬间移动，控制土质，超级力量，超级催眠。果然4级了。张凡又惊又喜，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升级。
复制体拥有自己的一切异能，其中就包括无限拾取异能。早上分出去的6个复制体，其中4个去猎杀丧尸，拾取了大量金色光团。重新融合他们后，他们拾取的光团全部作用在了张凡身上，所以张凡就突破了。只是这次增长的太猛了，从3级的615直接飙升到4级的225。张凡喃喃低语，算起来一共增长了610，也就是说4个复制体今天早上一共猎杀了1220头丧尸。啧，比我亲自动手还猛。这是一条快速变强的康庄大道，我以前就怎么没想到呢？看来以后要多制造一些复制体，让他们去猎杀丧尸，赚取体质光团。张凡心里喜滋滋的，突破到4级固然让他欣喜，最让他开心的是发现了一条快速变强的捷径。半个小时后，张凡洗漱完毕，走出洗手间时，午饭也做好了。今天收获咋样？张凡边吃饭边道。好着呢。阳光笑道，今天一早上我们总共收集了1439枚白色晶体，已经放到水盆里泡着了，晚上就能用。你们的收获很大。张凡面露赞赏，没遇到危险吧？一共收集1439枚白色晶体，也就是说总共杀死了1439头丧尸，这其中4个复制体杀了1220头，其他队友有些不给力啊。不过也好，他们要是太给力，复制体杀的丧尸就少了。哪能啊？包雨宁吃的满嘴流油，有你的4个复制体带领，我们杀丧尸跟砍瓜切菜似的，一路横推，没遇到任何危险。不错。张凡微微点头道，我和景亚今天的收获也不错，收集了1250吨大米。这么多？大家吓了一跳。这还多？张凡失笑道，那粮仓里的大米才叫多呢，里面存了20几万吨，我们只拿了点零头，不过这点零头也足够我们吃几百年了。剩下的怎么办？曹杰疑惑问道，就这么扔了不要？对啊，还能咋办？太浪费了。是啊。第40章，丧尸集体进化。吃过午饭，大家坐在一起聊了会天，便各自回房休息去了。下午2点后，他们还要出去，中午必须休息好，养精蓄锐。张凡躺在床上，手里攥着几枚白色晶体，快速吸收着晶体内的能量。突破4级后，张凡发现自己吸收白色晶体的速度更快了。3级时，吸收1枚晶体需要10分钟，现在只需8分钟就能搞定。每吸收1枚晶体，体质和精神各增长 0.5 个点，不多，但胜在稳健。体质的增长，张凡并不在意，他看重的是精神的提升。精神一向太拉胯了，才2级，22/100，严重拖了后腿。但没得办法，只能靠吸收晶体，缓慢增长了。当天下午，张凡又和景亚出去收集物资。按照计划，他俩早上收集食物和水，下午就得收集物资了。两人决定去收集煤气，这是曹杰要求的，天然气早就弃了，这几天的饭都是用电锅做的。然而电锅做饭不方便，尤其是13个人的饭做起来很麻烦，而且电锅做的饭也不好吃。那就收集煤气吧，煤气多的是。两人先找到电器城，收集了一大批煤气罐、煤气灶，随后去了煤气站。一下午时间，收集了大大小小54罐煤气，其中5公斤的小号煤气罐29罐，15公斤的中号煤气罐18罐，50公斤的大号煤气罐7罐。这些煤气应该能用一段时间。晚上吃过晚饭，大家出来在小区里散步，然后回去就睡了。汪汪汪！睡到半夜，张凡正做着美梦，忽然被一阵剧烈的狂吠声惊醒。半夜很安静，张凡睡得正香，这急促的狗叫声差点没把张凡吓死。他豁然起身，就见大黄对着窗户的位置狂吠，龇牙咧嘴，凶相毕露。看到这一幕，张凡立即意识到有动静，立即凑到窗子边，然后倒吸一口凉气。别墅周围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大量丧尸，他们像潮水一样涌来。草坪上、柏油路上、篮球场上、游泳池里，四面八方到处都是丧尸。他们嘶吼着，咆哮着，发出野兽般的低吼，源源不断从远处涌来。张凡头皮一炸，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哪来这么多丧尸？华庭雅苑周边的丧尸他们已经清理光了，方圆3公里以内看不到一头丧尸。最近几天都是这样，今天晚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丧尸？这不合理。小凡，有丧尸，赶快醒醒！放在床头柜上的对讲机响了起来，里面传来曹杰惊恐的催促声。收到收到！张凡一把抄起对讲机，曹姐，我知道了，你赶快通知其他人。明白。扔下对讲机，张凡顾不上穿衣服，就穿了条内裤冲出了房间。等他来到别墅外面的时候，发现竟然下雨了，淅淅沥沥的雨水从天而降，淋湿了地面，也很容易淋湿人的身体。张凡已经顾不上这些了，最前面的丧尸已经涌到别墅跟前了。没什么可说的，杀！
张凡一口气制造了20个复制体，然后分散开来，对丧尸展开了猎杀。这一交手，张凡立即发现了端倪。今天晚上的这波丧尸不同寻常，他们身上的腐烂程度大幅减少，身体不再僵硬，走路也不再踉踉跄跄，肢体表现得非常灵活，奔跑起来和正常人无异。张凡惊了，这些丧尸明显比白天碰到的丧尸要强一大截，这不正常。白天之前偶尔能碰到1、2头强大的丧尸，这不足为奇。然而眼前这些丧尸没有一个弱的，为什么？是强大的丧尸凑到一起了，还是普通丧尸集体进化了？张凡更趋向于后者，但他想不明白，白天到晚上这么短的时间，丧尸怎么就进化了？吼！一头大腹便便的丧尸忽然冲破复制体形成的包围圈，朝张凡扑来。他的速度相当快，而且相当灵活。噗！张凡拔出腰间短刀，瞬间之间划过这丧尸的脖子，割下了他的头颅。一个金色光团掉落。惊人的是，这金色光团足有西瓜大。张凡拾取了金色光团，一股庞大的暖流涌入体内，体质+5。这些家伙果然进化了。张凡心里五味杂陈，有惊喜，也有担忧。惊喜的是，丧尸进化了，他杀死丧尸后获得的体质点数相应增加了，这样更容易变强。担忧则是，这些丧尸进化的速度太快了，之前一头丧尸只能提供 0.5 个属性点，现在却能提供5个属性点，足足翻了10倍。而且谁能保证他们以后会不会继续这样进化，会不会变得更强？前途未卜啊！算了，先杀吧。张凡也懒得多想了，先把眼前这些丧尸杀了再说，未来的事情未来再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噗噗噗！张凡手持短刀，犹如一道闪电，在黑暗中纵横穿梭，肆意收割。他所过之处，一颗颗头颅滚落，一具具无头尸体栽倒在地。大黄同样凶悍，他身上燃烧着黑色火焰，就仿佛沐浴在黑火中的神犬。大黄吐出一颗颗黑色火球，接连撞击在丧尸身上。这些黑色火球约莫拳头大小，击中丧尸后熊熊燃烧起来。丧尸身上就像浇了汽油，一个小火球就被他们彻底点燃了。10几头丧尸瞬间变成了火人，偏偏他们仿佛感觉不到痛苦，继续疯狂扑来。惊人的是，淅淅沥沥的雨水淋在着火的丧尸身上，并不能将火焰浇灭。大黄厉害了！张凡赞叹一声，杀得更起劲了。刷刷刷！这时，几道耀眼的光束从别墅内射了出来，照亮了别墅周围。阳光、张文喜、包雨宁、崔岩、杨玲儿、吴燕、吴淼几人冲了出来。阳光一声怒吼，身体变得异常魁梧，个头超过了2米。他就像一头暴熊，手上各拎着一把宣花斧，冲入了丧尸群中。他的宣花斧是张凡做的，用点石成金异能制作的金属做成的，不仅坚硬无比，而且削铁如泥。阳光手持宣花斧，左右开弓，一头头丧尸被他暴力斩首，猛得一塌糊涂。张文喜不顾湿漉漉的雨水，双手撑在地上，一块块牛头大的水泥疙瘩腾空而起，飞到7、8米后，狠狠砸了下来。砰砰砰！有的水泥疙瘩砸偏了，有的砸中丧尸的脑袋，脑浆都砸出来了。崔岩也是控土异能，他一拍地面，一根根的刺破土而出，刺穿了丧尸的脚掌、双腿，甚至胸膛。包雨宁很厉害，双眼就像激光枪，喷射出一道道赤红光束，扫射着丧尸。他还是无法把握准头，激光束无法精准命中丧尸，还有待练习。杨玲儿很凶悍，这个永远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女人，操控下落的雨水，形成一根根冰箭，对着汹涌而来的丧尸疯狂扫射。一头头丧尸被冰箭贯穿脑袋。吴燕浑身沐浴在赤红火焰中，双手就像2把喷火枪，释放出恐怖的火焰。不过他的火焰畏惧雨水，燃烧在丧尸身上后很快就被浇灭。雨水让他的异能杀伤力大打折扣。相比之下，他的妹妹5秒就厉害了。他的食指喷射出一道道金色能量光束，就跟6脉神剑形成的剑气似的，屡屡贯穿丧尸的头颅，戳出一个个窟窿眼。看到队友们一个个大显身手，躲在屋内观战的景亚几人全都很激动，大家都很厉害。曹杰又紧张又兴奋，柔美的脸蛋都有些潮红。我们应该能击溃丧尸吧？一定可以的。王源双眼亮晶晶的，你没看到大家猎杀丧尸就跟砍瓜切菜似的吗？没想到我们的队友这么厉害。周玲一眨不眨盯着外面，美眸中泛着异彩，平时可一点都看不出来。最厉害的还是老大。王源双手撑着下巴，脸上泛着花痴，他太帅了，猎杀丧尸的动作太帅了，就像古代的侠客，见血封喉。周玲见他一副花痴的样子，不由调侃道：既然他这么帅，你给他当女朋友呗？你以为我不想啊？王源想也没想就接口道：可是他能看上我吗？他那么帅，那么厉害。噗嗤！
曹杰和周玲齐齐笑了起来。王源如梦方醒，顿时闹了个大红脸，精致的娃娃脸红得跟大苹果似的。不对劲！景亚忽然低声说道。三女立即停止说笑，连看向景亚：“小亚姐，怎么了？今天晚上的丧尸和白天碰到的丧尸完全就是两种丧尸。”景亚秀眉紧蹙：“你们看，他们速度更快，肢体更灵活，力量也更大，飞奔跳跃间几乎和正常人类没什么不同。”听到这话，三女连看向外面，好像真是这样。曹杰惊呼：“他已经好几天没出去了，也有好几天没看到丧尸了。”经景亚这么一提醒，他立即发现了今晚这批丧尸和以往丧尸确实不同。还有，景亚继续道：“你们仔细看那些受了伤但没有当场毙命的丧尸，他们的伤口是不是在缓慢愈合？愈合？这怎么可能？除非他们觉醒了自愈异能。”三女不咋认同景亚的话，为什么把丧尸称为丧尸？就因为他们是活死人，虽然还能动，但身体就跟真的尸体一样会腐烂，散发恶臭。正因为这样，末世降临后，丧尸的身体都开始了不同程度的腐烂。腐烂的身体能自动愈合？开什么玩笑！可是当他们仔细观察一番后，震惊地发现那些受了伤的丧尸身上的伤势确实在缓慢愈合，因为肉眼可见。怎么会这样？第41章诡异的血雨。战斗还在继续，雨越下越大，渐渐变成了瓢泼大雨。雨水冲刷着丧尸身上流出来的污血，地上汇聚成了血水河流。血水顺着沟渠涌入了下水道，雨水都成了红色。然而丧尸像是无穷无尽一样，源源不断从小区各处奔涌而来。他们嘶吼着，咆哮着，就像没有理智的野兽，前赴后继，悍不畏死。5分钟，10分钟，眨眼过去了半个小时，丧尸却是越杀越多，仿佛捅了马蜂窝一样，杀一批来一批，根本杀不完。怎么回事？哪来这么多丧尸？没完没了还！附近的丧尸都涌到我们这里来了吗？该死！在高强度的战斗下，除张凡以外的队友们体力渐渐不支，这导致的结果是，他们释放异能的速度越来越慢，异能的杀伤力越来越弱，准头也越来越差。老大，我快支撑不住了！张文喜喘着粗气，他身上完全湿透，不只是汗水，还是雨水。老大，我也不行了。老大，现在怎么办？老大，除杨玲儿没有吭声外，其他人都表示快要扛不住了。就连大黄身上的黑色火焰也快要熄灭了，舌头伸的老大，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丧尸太多了，谁也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张凡当机立断，老张，立刻护送景亚他们登上重卡离开这里，不能等体力耗尽了再走，那样必死无疑。鏖战了这么久，张凡依旧体力充沛，他一边猎杀，一边拾取光团，体质嗖嗖嗖的往上涨。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已经杀了40头丧尸，净收入200体质点。累？那是什么东西？但队友们不同，他们快撑不住了。老大，我们要放弃这里吗？张文喜有些不甘。不是放弃，是战略转移。张凡喝道：“这些丧尸的目标是我们，而不是别墅。只要我们离开，他们肯定也会离开的。等丧尸散去，我们再回来就行。丧尸不会拿房子撒气的。”也是，丧尸怎么可能会对别墅感兴趣？老大，你能撑住吗？阳光担忧问道。再战1个小时都不成问题。张凡露出放心的笑容，又制造了2个复制体，瞬移进2辆重卡内，把重卡开到了别墅跟前，紧贴到了别墅大门前。快去！张凡喊道。老大，你先坚持住，我们立即转移。张文喜喊了一声，立即脱离战圈进了别墅，叫景亚等人去了。不一会儿，景亚几女就从别墅走了出来，然后上了2辆重卡。你们也走！张凡冲阳光等人喊道。可是老大，别唧唧歪歪，服从命令。明白。为了掩护他们撤退，张凡又制造了10个复制体，顶替了他们的位置。阳光和张文喜等人趁机登上重卡。老大，快上车！张凡收起20个复制体，身形一闪就到了1辆重卡内，加速冲过去！小崽子们，拿命来！开车的是张文喜，他一踩油门，发动机发出一声轰鸣，轰然向前冲去。前面的丧尸疯狂冲杀而来，一个个悍不畏死，似要把重卡撕成碎片。然而面对重卡的野蛮冲撞，他们只有被碾成肉泥的份儿。重卡一路横冲直撞，很快就冲出了小区范围，冲进了街道。街上的丧尸相对少一些，而且零零散散，完全不成阵势。看到这一幕，大家都松了口气。刚才在小区被几千头丧尸包围，那场面现在回想起来，后背都冒汗。好在总算逃出来了。老大，我们去哪儿？开车的张文喜问道。张凡被问住了，他这会儿也不知道去哪儿，他对魔海不熟。去中心大厦。
景亚立即说道。张文喜疑惑不解，为什么去哪儿？别问，去就对了。景亚懒得解释，然后看向张凡，我始终想不明白，这些丧尸为什么一窝蜂的往我们的别墅赶，而且直奔9号别墅，他们就好像知道我们在别墅里一样，目标很明确。这也是我所疑惑的地方。张凡道，今晚的丧尸很奇怪，处处都透着邪门，太古怪了。张凡，你发现今晚的丧尸不一般了？景亚问道。一交手就发现了。张凡摇头道，下午咱俩收集煤气罐的时候，丧尸还很正常，然而就短短半晚上的功夫，丧尸就大幅变强了，太古怪了。是啊，太古怪了。景亚也百思不得其解，会不会是下雨的缘故？王源忽然说道。下雨？张凡一怔，和下雨有什么关系？老大，末世降临前的那个晚上，也就是5月31号晚上，也下雨了。王源忽然说道，而且那场雨很古怪，据说雨水是红色的。红色雨水？张凡疑惑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下雨的时候已经半夜4点了。王源道，而且下的时间很短，仅仅持续了半个小时就停了，以魔海这温度，一会就蒸发了，所以很少人留意。再加上第二天天不亮，丧尸就出现了，那个时候人人自危，谁还有功夫理会晚上下没下雨啊？王源叹道。张凡和景亚面面相觑，你的意思是说末世爆发和那场雨有关？这不是我的意思。王源连摇头，我那天打游戏打到很晚，也睡得晚，一觉醒来都下午了。但我在网上浏览过一个帖子，有幸存者推测末世爆发，丧尸出现，和那场诡异的血雨有逃脱不开的关系。再加上今晚诡异的一幕，我不得不怀疑丧尸忽然发疯和下雨有关。张凡和景亚对视一眼，都无法判断王源这话的正确性。没办法，太匪夷所思了。一场雨就导致了末世爆发，一场雨就让丧尸集体进化，这可能吗？不过王源说的话也确实有点道理，今天确实是下雨后丧尸才发疯的。其实有一个办法可以判断小袁这话的正确性。景亚说道。雨水？张凡挑眉道。对。景亚重重点头。王源不是说10天前那场雨是红色的吗？看看今天的雨不就行了？说着，他手掌一翻，手上出现了一个透明干净的高脚杯。张凡接过高脚杯，身形一闪，便消失在车内，来到了车顶。雨依旧下得很大，豆大的雨滴当空砸落，撞击在车棚上，发出啪啪的响声。张凡举起高脚杯，接落下的雨水。因为是晚上，街道两边一片漆黑，只有重卡的探照灯照亮了前路。高脚杯被映照成了橘黄色，张凡看不清楚雨水什么颜色。等接的差不多了，张凡又瞬移回到车内。景亚早就准备好了一个手电筒，对准了张凡手上的高脚杯。开车的张文喜，还有车内的曹杰、王源、杨莲姐妹全都看了过来。这一看，众人瞬间变了脸色。红色的！王源捂着嘴，这雨水是红色的？为什么是红色雨水？这不合理。张文喜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一双眼睛死死盯着张凡手里的高脚杯，眼中充斥着震惊、困惑和匪夷所思。雨水怎么可能是红色？这太邪门了。张凡和景亚没有说话，只是沉默看着高脚杯里鲜红如血的雨水。高脚杯干净透明，里面却盛装着小半杯雨水，就像葡萄酒似的，红的晃眼，红的妖异，红的让人毛骨悚然。过了好一会儿，景亚才缓缓道：明白了，现在一切都明白了。末日爆发和丧尸出现，绝对是这诡异的下雨造成的。今晚丧尸大幅进化，也是下雨造成的。我只是想不明白。景亚深深蹙起秀眉，这红色的雨水到底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能让全球60-70亿人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变成丧尸？是啊，为什么呢？张凡也想不明白。下雨只是一种很正常的自然现象，水蒸气飘到空中，遇到冷空气凝结成水滴，然后降落成雨。地球形成几十亿年，下了无数次雨，从没下过红色的雨，实在太诡异了。张文喜道：会不会是外星人搞的鬼？他们想灭绝我们人类，然后霸占我们的星球，所以才喷洒了某种基因药剂。网上还有种说法，人类大肆破坏大自然，地球被迫开启了自我保护机制，就像人的免疫系统那样，开始消灭人类。王源也说道。张凡微微摇头，这都是你们的猜测，具体什么原因谁知道呢？不管什么原因，我们的处境更危险了。景亚深吸口气，经过这次降雨，丧尸大幅进化，肯定变得更加强大，我们的生存处境将变得更加艰难。是啊，张凡深以为然。我最担心的是，如果每次下雨丧尸都进化一次，以后天天下雨，丧尸还不得一直进化下去？大家纷纷点头，对未来忧心忡忡。毕竟谁也阻止不了老天爷下雨。老大，咋停下来了？对讲机里响起阳光的声音。没事。
张凡回了一声，示意张文喜继续开车。雨依旧下着，地上堆积了1寸深的雨水，在车灯的照耀下反射着诡异的红光。街道上横七竖八停着无数车辆，越靠近中心大厦，车辆越多，关键丧尸也越来越多。2辆重卡的出现自然引起了丧尸们的注意，他们纷纷扑了过来。坏了，忘了这里是繁华地段。景亚一拍额头，这里的丧尸肯定比华庭雅苑那边多得多，现在咋整？中心大厦地处商业繁华地段，生活配套设施齐全，学校、医院、大型购物超市、商业街、美食城、菜市场应有尽有。末世前，这里的人流密度本就极高，可以想象这里的丧尸得有多少。华庭雅苑虽然也繁华，但和中心大厦这里相比就差得远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已经有几百头丧尸从四面八方包抄而来。再看远处，陆陆续续有丧尸出现，眼瞅着就要形成包围之势，形势不容乐观。张凡问道：“景亚，非去中心大厦不可吗？”中心大厦下面有一个地下金库，位于地下25米以下，能扛住核弹轰炸，绝对是整个魔海最安全、最隐蔽的地方。景亚苦笑道：“我想着今晚很危险，就带大家来地下金库暂时躲避。但我忘了这里是繁华地段，丧尸比华庭雅苑还多。抱歉，是我考虑不周了。”第42章，诡异的雨。中心大厦下面的金库是国内第一大私人金库，总造价超过150亿元。当初建造的时候，前后共用了7000多辆混凝土搅拌车，浇筑了7749天。金库内一共有20几间库房，所有库房都按照世界顶级安全水平制造。库房的门就厚达1.5米，能够耐住1000度高温，能够抵挡住核弹攻击。在景亚看来，进入这座金库，舒适度暂且不提，绝对够安全。就算让无数丧尸轮番攻击，他们也休想攻破地下金库。当然，要是碰到拥有操控金属异能的丧尸，那就另当别论了。地下金库的确是一个好去处，但我们无福消受，这边丧尸太多了。张凡无奈摇头，撤吧，找一个丧尸相对较少的地方休整。别小看这些丧尸，他们大幅强化后，速度不比正常人慢，而力量比正常人大得多。关键数量太多了，一旦形成阵势，被他们包围了，就算他们开着重卡，也绝对会被毒死。张凡倒是不怕，大不了一走了之。景亚、王源他们绝对会死得很惨。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还是撤吧，趁着丧尸没包围前离开这里，然后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度过今晚，明天再做打算。黑灯瞎火的，在雨夜里乱跑也不是个事，大伙儿都很累了，现在需要休息。老大，我们去哪儿？张文喜问。这可把张凡难住了，他不是魔海本地人，平时也不大出去玩，对魔海不熟。我知道一个地方。景亚建议道，我们可以去长衡岛，我家在那边有个郊野庄园，那边除了节假日外，平时人很少，丧尸应该也不多。关键离这里也不远，只有半个小时车程，很快就能到。确定？张凡问道。确定。景亚重重点头。去长衡岛。张凡当机立断，拿起对讲机喊道，改变目的地，去长衡岛。知道了，老大。景亚，你指路。张文喜当即调转方向，然后顺着景亚的指引朝长衡岛方向去了。阳光驾驶着第2辆重卡紧紧跟随。吼吼吼！丧尸越来越多，把2辆重卡围追堵截，有的扒车头，有的砸玻璃，有的爬上了车斗，一个个身手敏捷、凶悍的一批，完全不复以前的僵硬、呆板、迟钝。我把外面的丧尸清理掉。张凡出现在车厢里，手中短刀挥舞，爬上车厢的几头丧尸直接被斩首。拾取了掉落的光团后，张凡又出现在车头，把扒在车头的丧尸清理掉。张凡又瞬移到后面的重卡上，清理掉车上的丧尸，这才停手。重卡的速度越来越快，然而乌压压的丧尸群还在后面狂追，一个个嘶吼连连，仿佛一头头嗜血凶残的猛兽，恨不得把他们撕成碎片。看着一头头丧尸，张凡眼中泛起贪婪，这可是一个个行走的体质光团啊，错过未免太可惜了。一念及此，张凡制造了10个复制体，他要把这10个复制体投放到市中心，让他们猎杀丧尸，赚取体质光团。去吧，张凡淡淡道。好的。10个复制体和张凡心意相通，完全明白张凡心里的想法。他们二话不说，瞬移进了丧尸群中，展开了疯狂的屠杀。希望下次再见面时，你们能给我一个惊喜。张凡低语一声，瞬移回了车内。长衡岛是崇明3岛中距离魔海最近的一个岛屿，仅需半小时车程。然而路上车辆很多，加上天黑下雨，半小时的车程愣是走了2个小时。众人抵达长衡岛时，已经半夜2点了。好在一进入长衡岛，就像来到了郊区，车辆大幅减少，一路畅通无阻。
丧尸几乎看不见。看到这一幕，众人才松了口气，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刚才被乌压压的丧尸围着，他们感到压力山大，生怕车子被丧尸拦住，他们被那些丧尸撕成碎片。吓死我了！王源拍了拍胸脯，一脸的心有余悸，刚才都快窒息了。别说你了，我都被吓坏了。张文喜喘着粗气，刚才整个人的神经都是绷着的，后背也湿透了。这些丧尸实在太疯狂了，今天晚上不知道得死多少人。谁知道呢？张凡长舒口气，但今晚注定是个不眠夜，很多幸存者肯定睡不好。是啊，这些丧尸就像长了鼻子，能闻到我们的气味似的。今晚太邪门了。景亚家的庄园在长横岛郊区，周边几乎没什么人，所以没碰到多少丧尸。经过10几分钟的赶路，终于来到了景亚家的4人庄园。庄园很大，周围居然是各种果园，有桑葚园、枇杷园、樱桃园、苹果园、油桃园、水蜜桃园、草莓园。最爽的是，居然有一片西瓜地。因为才6月份，各种果实都没成熟，没法吃，草莓则早就过了季节。只有西瓜长得不错，圆滚滚的8424西瓜长势喜人，看着就很有食欲。景亚，你家这庄园太美了。曹姐忍不住赞道，竟然种了这么多果树，能吃得完吗？吃倒是其次，主要是为了放松。景亚笑道，我爸妈平时没事了，就会到这里来修修果树，种一些西瓜，偶尔也会带朋友过来举办 party。这庄园多大？张凡忍不住问道。不大，几百亩吧。景亚轻描淡写道。地是租的？这么大一片地，每个月光租金就得几10万吧？张文喜忍不住问道。不多，小几百万。有钱人的世界，我果然不懂。果园中间有一条印花路，重卡顺着印花路穿过果园，来到了一个院子前。这院子并不是别墅院落，而是充斥着江南风格的古典中式庭院。白墙黑瓦，一颗中式盆栽，一面木框白墙，墙上如蝉翼又如落叶的点缀，一片安静祥和中透露出主人精巧细腻的心思。众人下了车来到小院前，很幸运，小院的门锁完好无损，应该没人来住。张凡，景亚说了一声。张凡打了个响指，门锁应声而落，然后推门进入其中。小院分为上下2层，中间由一条长长的实木楼梯相连。小院四周都是房子，还有凉亭、石桌、石椅。正面是会客厅，客厅摒弃传统沙发加茶几加电视机的模式，墙面拼贴深灰色仿古砖，内嵌入电子壁炉，古典与现代的结合。客厅两边墙面打通，做成木框落地窗，直通前后院，整个空间通透敞亮。曹姐，院内没人吧？景亚询问。黑灯瞎火的，最怕院子里藏着丧尸或幸存者，那太吓人了。曹姐摇头，我感应过了，没有。那就好。景亚松了口气，带着大家进了院子，然后顺手关上了大门。因为已经很晚了，加上折腾了半晚上，大家都很累了。在景亚的安排下，大家各自分配到房间和被褥，然后睡去了。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张凡留下一个复制体守夜，自己也睡了。好在这边属于郊区，而且周围都是果园，没有丧尸，后半夜没发生意外。张凡一觉醒来时，已经快11点了。其他人都已经醒了，而且都洗漱完了，正坐在餐厅里喝粥。张凡洗漱完出来，曹杰端来一碗大米粥。小凡，昨晚出来的匆忙，什么都没带，就带了大米，你将就着喝点吧。谢曹姐。张凡接过碗，顾不上烫，大口喝了起来。昨晚到现在滴水未进，他确实饿了。张凡，今天怎么安排？景亚一边喝粥一边问道。雨停了。张凡看了眼窗外，雨确实停了，太阳都出来了，天空湛蓝，跟洗过似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清新的味道，一眼望出去，绿意盎然，阳光明媚。停了。景亚点头。有一件事很奇怪。什么事？张凡疑惑，其他人也都看向景亚。昨晚睡觉前，我特地拿了个水盆放在了房檐下，用来接雨水。景亚蹙着眉，按说昨晚那么大的雨，水盆肯定接满了，难道不是吗？张凡疑惑道。不，早上起床后，我去院子里看的时候，水盆里空空如也。景亚低声道。更诡异的是，院子外面也没有积水，一点积水都没有，就好像昨晚从未下过雨一样。听到这话，大家后背升起一丝寒意，都有些毛骨悚然。第43章，新的大本营。昨晚那么大的雨，纯纯的暴雨，而且持续下了好几个小时。早上起来的却是干的，连一点积水都没有，开什么玩笑？就算魔海温度高，蒸发得快，也不可能连一点积水都没有留下。这是真的。曹杰接口道，我早上和小丫一起出去的，不管是印花路还是果园里的泥土地，全都是干的，几天没下雨似的。还有你的衣服。景亚道，你昨晚穿的衣服明明被淋湿了，早上起来却干了。我的鞋子也是。阳光瓮声道，
昨晚猎杀丧尸的时候，我的鞋都湿透了。今早我穿的时候，鞋子已经干了。对了，我的鞋是帆布鞋，不容易干。我也是，我不止鞋子，衣服也干了。大家纷纷开口，诉说着这件诡异的事情。太邪门了！张文喜说话有些结巴。昨晚那么大的雨，会不会发生灵异事件了？灵异事件倒不至于，但昨晚下的雨肯定不正常。景亚冷静思考，我大胆猜测，昨晚的雨不仅让大部分人类变成丧尸，而且还能让丧尸大幅进化，变得更强。还有，这雨应该特别容易挥发，所以才能在短短几个小时里挥发得干干净净。一挥发，吴燕微微点头，貌似只有这个可能，就像干冰、浓氨水一样。有道理。大家纷纷点头。挥发不挥发的其实不重要。景亚摇头道，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经过昨晚的进化，所有丧尸大幅增强了，战斗力提升了好几倍。景亚脸色凝重，一头丧尸的战斗力提升好几倍，我们的危险指数就呈几何倍数增加，处境将变得非常危险。张凡微微点头，他最清楚丧尸战斗力变化，从以前的 0.5 变成了5，翻了10倍，这个幅度太惊人了。一头丧尸当然不算什么，但一群丧尸乃至无数丧尸加起来，爆发的力量绝对非常可怕。张凡没急着发表意见，而是看向众人问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当然是杀回去，把别墅周围的丧尸清理掉，我们继续回别墅住啊。阳光立即说道，我们收集的物资、衣服、食物等等全都在华庭雅苑，那里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肯定得回去。回去肯定是要回去，但问题是，我们回到别墅后，丧尸大半夜又跑来围攻我们怎么办？我可不想半夜被围攻了。包雨宁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是啊，我们到现在都没搞清楚丧尸为什么会包围我们。崔岩附和道，我认为在没有搞清楚这个原因之前，暂时不要回去的好。有道理。包雨宁和崔岩的话得到了王源、曹杰、周玲、吴燕的支持。大半夜睡得好好的，大群丧尸突然包围了他们的别墅，这种体验太糟糕了，大家都不想再体验了。大家的意思是暂时不回别墅，然后一直待在这里。张凡看着众人，带长衡岛其实没什么不好。周玲说道，长衡岛只是个小岛，四面临江，只有长江隧道通往魔海。如果我们切断或堵住长江隧道，丧尸就不可能过来。我们只要再清除掉岛上的丧尸，整个长衡岛将变成无丧尸之地。周玲越说越激动，而且长衡岛上的土地可是非常肥沃的，我们完全可以在这里种菜、种粮食、养殖牲畜，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得不说，周玲的话拥有极强的诱惑力，大家听了都心动了。老大，我觉得周玲的话可操作性极高。张文喜立即点头附和。长衡岛四面临江，10几米深的长江就是天然的天堑，完全阻断了陆地丧尸进入长衡岛。而且长衡岛的总人口才12万。景亚接茬道，就算这12万人全部变成丧尸，以我们的猎杀速度，最多1个月就能杀光岛上所有丧尸。到那个时候，整个长衡岛将变成没有丧尸的世外桃源。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在这里生活，在这里种植食物，圈养牲畜，把长衡岛完全变成我们的私有领地。我之前看网络小说的时候，看到过一条末日生存法则。崔岩说道，一旦全球爆发丧尸，最安全的地方往往是人迹罕至的地方，比如深山老林、与世隔绝的岛屿。岛上没有人烟，自然没有丧尸，没了丧尸，当然就安全了。所以我也赞同留在长衡岛。长衡岛孤悬于江面之上，只有一条隧道和大桥通往陆地。吴燕缓缓道，而华庭雅苑位于闹市区，就算我们把小区周围的丧尸猎杀得再干净，周围的丧尸还是会赶来。相比之下，长衡岛无疑更适合作为大后方根据地。我也同意。长衡岛巴掌大点地方，面积只有88平方公里左右，丧尸完全能杀得完，不像陆地，怎么杀都杀不完。对了，长衡岛跟前还有沙星岛、崇州岛，如果我们想扩大根据地，可以攻略沙星岛和崇州岛啊。把长衡岛作为根据地，张凡是赞同的。正如大家说的那样，长衡岛四面临江，是座孤岛，而且面积不大，丧尸数量有限，最多也就10几万，能杀得完。只要肃清长衡岛上的丧尸，这里将变成没有丧尸的地方。没了丧尸，整座长衡岛都将变成他们的领地，可以种植蔬菜、种植粮食、种植水果，圈养牲畜，实现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长衡岛离魔海又很近，半个小时车程而已。他们完全可以进入长衡岛收集物资，猎杀丧尸，收集晶体，一举两得。既然大家都这么认为，那就这么做吧。张凡站起身说道，我宣布，长衡岛正式成为我们的根据地，接下来我们就以长衡岛作为大本营，发展这里。老大英明！众人大喜，纷纷喧嚷起来。张凡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在此之前，我们得把留在别墅内的物资转移过来，不然最近白忙活了。这是肯定的，我们在别墅收集了那么多物资，哪能说丢就丢？必须转移过来。这个简单，我的随身空间足够大，一次性就能打包带走。很好。张凡微微颔首，既然这样，那就这么说定了。其他人留在岛上清理丧尸，我和景亚回别墅一趟，把物资转移过来。好，没问题。吃过午饭，大家分头行动了。为了保证众人的安全，并尽快肃清岛上的丧尸，张凡留下了10个复制体。他现在4级，最多能制造40个复制体。昨晚制造了10个，投放到了中信大厦，今天又制造10个，还能制造20个。张凡开着重卡，带着景亚，驶离长衡岛，朝魔海方向驶去。由于昨晚撞出了一条路，一路畅通，不到40分钟就回到了魔海。这会儿刚好12点半，太阳升得老高，温度一下上来了。张凡戴着墨镜，一手搭在车窗外面，一手握着方向盘，窗外风景不断掠过。旁边是亭亭玉立的景亚，气流吹拂着她的秀发，美得冒泡。景亚，咱俩像不像情侣？张凡开玩笑着说道。不像。景亚摇头。为啥？张凡瞅了他一眼。你见过谁家情侣开重卡的？景亚抿嘴笑道。简单，待会儿就找一辆豪车就行，这世道别的没有，豪车满大街。张凡哈哈笑道。安心开车吧你。景亚横了他一眼。快到闹市区了，这边的丧尸很多，小心着点。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第44章重回别墅。到了闹市区，丧尸确实多了起来。马路上、草坪里、店铺前面、天桥上，到处都是晃悠的丧尸。地上干巴巴的，没有一点积水，就好像昨晚没下过雨似的。但街道上的很多污血消失了，就像被冲刷过了一样。下水道入口也有垃圾淤积，这些都是昨晚下过暴雨的证据。轰隆隆，重卡驶入街道，发出低沉的轰鸣声，立即引起了丧尸们的注意。他们纷纷转头，然后就像闻到屎尿的苍蝇，嘶吼着冲了过来。遇到车辆挡路，有丧尸直接飞跃而过，有丧尸一撑车顶垮了过去。这些丧尸身形矫健，虽比不上奥运健儿，却也和年轻人差不多了。关键这不是个例，大街上的丧尸都这个样子。短短一个晚上，这些丧尸就跟脱胎换骨了一样。张凡惊叹，我现在就很好奇，昨晚下的血雨到底是什么东西？谁知道呢？景亚一手抓住安全带，一手抓住扶手，紧张的要命。没法不紧张，昨晚之前的丧尸他就算打不过也能跑过，今天的丧尸他跑不过了。如果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里，他根本逃不掉。抓稳了。张凡招呼一声，一踩油门，重卡轰的一声冲了出去。砰砰砰，正前方的几头丧尸立即被撞飞了出去，骨断筋折，血肉模糊。重卡扬长而去，地上留下了一堆碎肉尸体和满地的污血。如果张凡下车观察的话，就会发现今天这些丧尸的血液不再是发黑发臭的那种污血，明显鲜艳了许多。一路横冲直撞，不到半个小时，张凡和景亚就回到了华庭雅苑。小区里有很多丧尸游荡，一个个就像放风的犯人一样，漫无目的的游荡着。不过重卡出现后，他们纷纷被吸引，嘶吼咆哮着涌了过来。张凡没有停车，一直开到9号楼前才停了下来，然后制造了10个复制体。去吧。10个复制体发动瞬间移动，拦在别墅前，形成了一条封锁线。瞬间移动有范围限制，张凡1级时最多瞬移3米，2级时最多瞬移10米，3级时最多瞬移20米，到了4级最多可瞬移50米。50米！现在4级的张凡可以在50米内随意移动，可以出现在50米内的任何一个地方。吼吼吼！丧尸立即朝复制体扑了过去。重卡这边空了，来，我带你进去。张凡伸出右手。干嘛？景亚疑惑道。拉着我。张凡说了一声，然后不等景亚拒绝，一把抓住景亚的手。小手滑嫩，很软，但凉凉的，冰冰的，大夏天手这么凉。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张凡疑惑。景亚抽了抽手，没抽掉，也懒得抽了，轻声哼道：我一直这样。那你冬天应该很怕冷吧？张凡摇头，玛丽冬天就特怕冷，晚上老喜欢让我给她暖被窝。奸夫淫妇！景亚呲了呲牙。母胎单身狗！张凡笑骂一句，发动了瞬间移动。唰，两人瞬间消失在车内，再次出现时已经到了别墅地下室。这就到地下室了？景亚惊呼。你还能带人瞬移？之前不行，但我突破4级后可以了。张凡笑着道。你已经4级了？景亚吸了口凉气，他才2级啊，人和人的差距咋这么大呢？对。张凡点点头，催促道：你赶紧收集物资吧，完了早点撤。知道了。张凡知道别墅内很安全，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寸步不离跟着景亚。
景亚一路走过，一批批物资消失，可惜了，我们花了好几天才整理好的物资，现在就要带走。张凡忍不住叹道：“能有什么办法？”景亚继续收着物资。约莫半个小时后，地下室里的物资被收取得干干净净。张凡又带着景亚来到一楼，沙发、电视、餐桌、椅子统统带走，装衣服的柜子连同衣服带走，床、床单、被褥、凉席带走，厨房里的煤气罐、灶头、冰箱、碗筷，用剩下的蔬菜带走。1个小时后，9号楼别墅几乎被景亚搜刮一空，能拿走的全部拿走，可以撤了。两人出了别墅，小区里的丧尸已经被肃清，复制体们正收集晶体呢。10几分钟后，复制体们提着收集的晶体返回。张凡接过装晶体的塑料袋，看向里面的晶体，嚯，居然大了好几倍。之前的晶体花生米大小，现在已经有手指头那么大了，而且个个都这么大，果然进化了。张凡把塑料袋递给景亚，然后收了10个复制体。轰！立即有暖流涌入张凡体内，体质一栏又开始了飙升，最终涨了212，达到了4级，1037、10000。一头丧尸涨5点，涨得真快。张凡暗叹一声，不知道昨晚我投放出去的10个复制体杀了多少丧尸。虽然心里好奇，但张凡不急着把他们找回来。中心大厦那边的丧尸多，就让他们杀吧，等他们长肥了再回收不迟。景亚，我们走。两人没上重卡，上了停在一旁的油罐车。昨晚走得急，没来得及开走油罐车，今天无论如何都得开回去，里面还有100来升柴油呢。张凡倒是希望能带走重卡，可惜重卡太大，景亚收不动，只能扔这儿了。景亚的随身空间很大，但他收不动太大和太重的物体。根据他的试验，他目前一次性最多能收动200公斤以下的东西，再重就没法收走了，只能拆分成零碎，一点一点收。直接回还是去其他地方收集物资？张凡边开车边问。按照原计划，我们今天应该去魔海商旅集团旗下的准低温配送仓。景亚道，这个仓也叫山岳仓，是魔海重要的保供应点。和昨天去的粮仓不同，这粮仓里的物资种类非常齐全，不仅有大米、面粉，还有小米、粟米、面条、食用油等各种物资。如果清洗了这个粮仓，我们接下来的食物储备将会非常充足，再也不需要为食物发愁了。那就去这个粮仓，反正今天还早，时间充裕着呢。张凡一踩油门，你来指路，上绕城高速，尽量避开市中心。好嘞。山岳仓离华庭雅苑很远，加上绕城高速上车很多，一路绕行，磕磕绊绊用了2个多小时，才终于赶到山岳仓。仓库门口停着10几辆大货车，还有20-30台物流配送车。山岳仓的日周转量超400吨，每天都有50-60台物流配送车辆。景亚介绍道，以确保能第一时间将物资配送到市区各个供应点。怪不得这么多车。张凡把油罐车开到仓库外面，一眼望去，超3000平方米的仓库里整整齐齐摆放着已经包装好的大米、面粉、面条、食用油等各种物资，高高的货架堆得满满的，仓库内还摆放着多辆叉车。这里的物资太多了。张凡惊叹，把这里洗劫了，我们接下来的面粉、食用油完全不用愁了。我开始收了。赶紧收。景亚的手在货架上拂过，货架上的面粉、食用油就消失了。看着他沿着货架走过，物资快速消失，张凡心里很开心。还是漠视好，东西都白拿，不需要花钱，也不需要征得别人的同意。一个字，爽。就在这时，张凡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快速赶来。有动静。张凡立即把景亚护在身后。怎么了？景亚顿时紧张起来。有人来了。张凡看向脚步声传来的方向。突破4级后，他的身体素质暴增，听力、目力自然大幅强化，很多微小的声音他都能听到，更别说这么沉重的脚步声了。片刻后，一群人从4面8方涌来，把2人堵在了货架通道内。这些人有的拿着钢管，有的拿着棒球棒，有的拿着电棍，有的拿着菜刀，有的拿着弓箭，把2人团团包围。第45章，时间静止。张凡。景亚抓住张凡的胳膊，精致的脸上写满了紧张，美眸中带着一丝慌乱。别怕，有我。张凡抓住景亚的手，朝他笑了笑，投去一个安慰的眼神。景亚重重点了点头，有些冰凉的小手反过来紧紧抓住了林天厚实的巴掌。张凡很平静，他看着把他俩包围的幸存者们，各位，几个意思？幸存者们都没说话，只是上下打量着他俩，目光中充满了戒备。让一让，都让一让。货架后面传来一声吆喝，围成一圈的幸存者立马让开一条道。3个女人走了进来，一个年龄偏大，是个中年女人，穿着粮仓工作服，皮肤粗糙黝黑；
一个女人约莫20来岁，穿着一身 OL 西装，职场丽人打扮，长相一般。最后走进来的是一个约莫30来岁的性感美妇，身材丰腴，就像熟透了水蜜桃，浑身上下散发着成熟女人的魅力。这女人穿着高跟鞋，皮肤白净，保养得当，身上散发着一股贵气。小姨，看到这成熟女人，景亚美眸一亮，忽然惊喜叫了起来：小亚，真的是你！性感美妇激动坏了，3步并作2步扑到景亚跟前，上下打量着景亚。小姨，是我呀，小姨。景亚松开张凡手，一下投刘牧怀里，激动地哭了起来。太好了，小姨，能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原以为你，刚才从监控里看到你，我以为看错了，没想到真是你。刘牧热泪盈眶，激动地抽泣起来。小姨真高兴，没想到你还活着。张凡有些傻眼，本以为来的是敌人，早已做好了战斗准备，没想到居然是景亚的小姨，出乎意料啊。过了好一会儿，景亚和性感美妇才平复下激动的心情。小姨，你这段时间一直在这儿？景亚问道。我3天前从茶山庄园那边过来的。刘牧红着眼，茶山庄园那边没吃的，我就带着大家冒险来了这边，好在一路有惊无险，总算是挺过来了。我爸妈呢？景亚紧张问道。刘牧神色一暗，轻轻摇头，末世刚爆发，他们就变成丧尸了。景亚娇躯一颤，泪水夺眶而出。尽管早就猜到这个结果，但亲耳听到这个消息，他还是很难过。好孩子，别哭了。刘牧拿起纸巾拭掉景亚眼中的泪水，柔声宽慰道：以后咱娘俩相依为命，我会照顾好你的，保证不让你受到伤害。我知道了，小姨。景亚低声啜泣着，哭得很难过。刘牧在一旁安慰着，等他平复的差不多了，才问道：小亚，你来这是为了收集粮食吧？是的，小姨。景亚点点头，我知道这边粮食多，所以就带着张凡过来了。说到这里，他指着张凡道：小姨，他是我朋友，叫张凡。刘牧顺势看向张凡，上下打量几眼，微笑道：张先生，很高兴认识你，感谢你这几天对小亚的照顾。不客气，应该做的。张凡露出礼貌的笑容。刘牧冲他和善一笑，又对景亚道：小亚，你俩以后就跟着我们吧，大家互相帮助，也能有个照应。景亚犹豫一下，道：小姨，你还是跟着我们吧，我们那儿更安全。跟着你们？刘牧有些疑惑。你们现在住哪儿？离这边近吗？景亚刚要说话，外面忽然传来一道洪亮的声音：刘总，本王又来了。听到这话，刘牧气的脸色都青了，咒骂道：这个人渣又来了。小姨，谁啊？景亚疑惑问道。赵阳辉。刘牧咬牙切齿道。赵阳辉？景亚微微蹙眉，你说的该不会是赵家那个2世祖吧？就是他。刘牧狠狠道。这货居然还活着，真是好人不长命，祸害1000年。景亚有些厌恶，赵阳辉是魔海2代圈里出了名的废物2世祖，家里是做房地产的，生意做得很大，加上他爹老来得子，而且就这一根独苗，因而对赵阳辉过于宠溺，自幼娇惯，这导致赵阳辉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在魔海横行无忌，肆无忌惮。他尤其喜欢玩女人，按说以他的家世，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偏偏赵阳辉就喜欢良家，前几年看上一个少妇，大半夜带人闯进人家里，不仅强了那女人，还把人家男人的腰子割了。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别说是人憎狗嫌，就算是魔海2代圈里的那些个败家子，也都瞧不起赵阳辉这种败类。末世爆发，死了那么多人，这种货色居然没死，老天爷真是瞎了眼。老天爷何止瞎眼啊！刘牧摇头苦笑，赵阳辉不仅活得好好的，而且异能非常强大。小姨，他什么异能？景亚蹙着眉头问道。时间静止。刘牧缓缓道，他可以让周围的时间静止下来，自身却可以自由行动。时间静止。景亚和张凡对视一眼，都从彼此眼中看到了震惊。时间静止？不用问，绝对是一个堪称 bug 的异能。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思议、最不可捉摸，也最不可控制的力量。时间静止能让时间静止下来，而时间静止了，所有的一切都将暂停。这就像播放器的暂停键，不管视频里的人物多厉害，场面多宏大，正在发生多么不可思议的剧情，只要按了暂停键，视频里的一切都得停下来。时间静止就相当于看电影的暂停键，它能让一切停下来。仗着时间静止，他聚拢了一批幸存者，给自己封了个什么赵王。刘牧愤愤道：每天到处抓女人，美其名曰选秀，充实后宫，就是个禽兽。这个混蛋！景亚骂了一声。以他对赵阳辉的了解，这货得到这么 bug 的异能，又处于现在这种世道，赵阳辉这种恶人绝对能做出任何事情来。自封赵王，充实后宫，这货真想当皇帝吗？
小姨，这家伙现在想干什么？景亚又问。昨天下午，他们就来这儿了。刘牧咬牙切齿道：他不仅要霸占这里的食物，还威胁我，让我做他的女人。如果我不答应，今天就强来。他敢？景亚柳眉倒竖，阻止不了的。刘牧笑得有些苦涩，时间静止非常 bug， 任何异能都白搭。刘总，你考虑好了吗？那道轻佻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是乖乖从了本王，还是乖乖从了本王呢？这个败类！刘牧骂了一声，对景亚叮嘱道：小亚，你们找个地方躲起来，待会儿千万别被他发现，不然小姨护不住你。景亚瞥了张凡一眼，小姨不用怕他，有张凡在，他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刘牧看了张凡一眼，摇头道：他不行的，你们还是躲起来吧。景亚还要再说，张凡冲他摇了摇头。两人在一天这么多天，已经培养出了默契。见张凡摇头，景亚立马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也不说了，只是叮嘱道：小姨，那你小心。我知道。刘牧点点头，替景亚整理了一下秀发，叹道：你一定记得藏好，等我们离开了，你们再出来，记住了吗？记住了。景亚连点头。张先生，小亚就拜托了。刘牧叮嘱一声，带着手下出了仓库。等他们彻底离开，张凡朝景亚使了个眼色，悄悄跟了上去。仓库门口停了6、7辆重卡，全是工地上拉土拉石头的那种重卡。而在几辆重卡中间，是一辆酷炫的劳斯莱斯，车头靠着一个留着长发、穿着一身名牌、留着长发、戴着墨镜的青年。青年手里夹着一根香烟，目光轻佻，悠然自得地吐着烟圈。而青年左右两侧站着7、8个精壮青年，他们双手叠放在小腹位置，就像青年的保镖似的，一字排开，守卫青年两侧。这青年不是别人，正是赵阳辉。看到刘牧出来，赵阳辉摘下眼镜，随手扔掉烟头，吐了口吐沫，目光像饿狼一样，狠狠在刘牧丰腴成熟的身体上刮了几眼，这才笑眯眯道：刘总，考虑的怎么样了？赵阳辉，仓库里的粮食我分你一半，你带上你的人离开。刘牧面无表情道：一半粮食就想打发本王？刘总这是开玩笑，还是打发要饭呢？赵阳辉失笑：刘总，明人不说暗话，只有你这样的极品才能配得上本王。本王就问你一句，到底从不从本王？说完，他拿出指甲刀，漫不经心地剪着指甲。刘总，你知道的，本王这个人虽然喜欢瓜熟蒂落，但也不介意强人所难。没得谈。刘牧面若寒霜。你觉得呢？赵阳辉笑道：刘总，我向你保证，只要你乖乖从了本王，你可以做本王后宫团里的王后，地位比其他女人都高。既然赵总咄咄相逼，我是想不答应都不行啊。行吧，我答应你。刘牧忽然展颜一笑，迈着丰腴的大长腿走到赵阳辉面前，然后伸出雪白的藕臂搂住了赵阳辉的脖子，轻轻吹了口气。这才对嘛。赵阳辉顺势搂住刘牧的纤腰，咱俩联手就是强强联合，一定能在混乱的末世建立一番霸业，成为真正的王。那你以后可不能亏待我啊。刘牧嫣然一笑，忽然面露狰狞，低吼一声：去死吧。第46章超级震动。去死吧。刘牧面露狰狞，手上冒出一根又尖又细，仿佛钢锥一样的木矛，狠狠刺向赵阳辉的脖子。这要是刺中了，绝对能刺穿赵阳辉的脖子。然而眼瞅着木矛就要刺穿赵阳辉脖子的时候，木矛忽然停了下来。刘牧也停了下来，他的脸上还带着狰狞的笑容，手中木矛依旧做着刺的动作，但他偏偏停住了，就像被点了穴，又像中了定身术似的，僵在原地。赵阳辉扒开刘牧的胳膊，退后2步，笑看着僵在原地无法动弹的刘牧道：刘总，在我面前玩这套就没意思了。来啊，给我绑了。赵阳辉大手一挥，他手下的2个小弟立即从后备箱拿出一根绳子，冲上去就要绑了刘牧。都他妈住手！谁敢动我们刘总？看到这一幕，刘牧手下的人立即涌了上来，把刘牧保护在中间。尤其刘牧手下2个女人拦在刘牧身前，就像2个保镖。皮肤黝黑，身穿工作服的女人额头青筋暴突，身体膨胀了一圈，一双圆溜溜的眼珠子死死瞪着赵阳辉，犹如一头母豹熊。穿着 OL 西装职场丽人装束的女人身边悬浮着一把飞刀，同样冷盯着赵阳辉。赵阳辉的小弟见状也冲了上去，一时间双方脸贴脸，气势汹汹，气氛一下变得剑拔弩张。赵阳辉见状脸色一沉，眼中凶光一闪，喝道：都给本王退下。是，大王。赵阳辉的小弟们非常听话，都乖乖退到赵阳辉身后去了。赵阳辉很满意小弟们的态度，转而看向刘牧的一群小弟，嘴角微微翘起，露出一丝歪嘴龙王式的邪魅笑容。给你们一个机会，立刻乖乖跪在本王面前，本王可以饶你们一条活路。少他妈装逼，不想死就立刻滚出这里，这里不欢迎你们。
皮肤黝黑、身材魁梧的中年女人一声暴喝，丝毫不给赵阳辉面子。就是，赶紧滚！这是我们的地盘，少在这里撒野！滚出这里！这里不欢迎你们！刘牧其他小弟也跟着骂了起来。好，好得很！赵阳辉怒极反笑，既然你们找死，本王不介意成全你们。说着，他轻轻打了个响指，唰，一股诡异的波动蔓延开来，叫嚣怒骂声戛然而止。再看刘牧的小弟们，一个个就像中了定身术一般，僵在原地不动了。他们脸上还保持着骂骂咧咧的表情，仿佛被点了穴。刀！赵阳辉一伸手，立即有小弟递来一把刀，是一把布满了纹路的龙泉剑。赵阳辉手持龙泉剑，一步步走向刘牧手下的小弟。赵阳辉，你干什么？刘牧忽然活了，冲到赵阳辉面前，有话好说，别动手。刘总，知道本王为什么放开你吗？赵阳辉残忍一笑，本王就是想让你看看，胆敢忤逆本王的下场。说完，他又暂停了刘牧的时间，然后让小弟把刘牧绑了。等绑结实了，他又解除了刘牧身上的时间静止，让他恢复行动。赵阳辉，你到底想干什么？刘牧气急败坏，拼命挣扎，可身体被绳子牢牢束缚，根本挣不开。你不听话，本王就只能拿你这些小弟开刀，杀鸡儆猴。赵阳辉露出一抹狰狞的笑容，然后挥舞手中的龙泉剑，割向皮肤黝黑、穿着工作服的中年妇女的喉咙。以龙泉剑的锋利，这一剑下去，绝必会割破中年妇女的咽喉。然而，就在龙泉剑快要碰触到中年妇女的咽喉时，龙泉剑忽然停住了。赵阳辉转头，发现右手手腕被人抓住。赵阳辉立即看向那人，一身银色金属，就像用银色合金浇铸而成的金属人，在阳光的照耀下，身体表面上闪烁着刺眼的光芒。你是谁？赵阳辉冷冷质问道。你没必要知道。来人自然是张凡。他看了赵阳辉一眼，没有给赵阳辉施展异能的机会，发动了超级催眠。嗡！赵阳辉瞳孔一睁，随即闭上了眼睛，一头栽倒，睡死了过去。张凡见状，暗松了口气。他刚才全程目睹了赵阳辉的所作所为，除了不耻赵阳辉的行为外，对时间静止的强大威力有了清晰的认知。不管你是谁，拥有什么异能，只要暂停你的时间，就能将你定在原地。这就是时间静止，确实很 bug。张凡很清楚，如果给赵阳辉时间，自己也拿他没办法，所以出手救人之前，直接合金化了。这样一来，就算被赵阳辉禁锢，他也休想伤到自己。而他不可能一直维持时间静止，只要他稍有松懈，自己就能施展超级催眠。事实证明，张凡有些高估赵阳辉了。砰！张凡抬起脚，一脚踩爆了赵阳辉的脑袋，送他去阎王爷那儿报道了。唰！他身上掉落3个光团，一金、一银、一白。张凡挨个拾取，体质加18，精神加18，获得时间静止异能。到手了！张凡暗自欣喜，在场众人却惊呆了。什么情况？死了！他杀了老大，这家伙杀了老大！一起上，给老大报仇啊！众人一片哗然，表现却截然不同。刘牧和他手下的小弟都一脸懵逼，还没有搞清楚状况。赵阳辉手下的小弟们却叫嚣着要给赵阳辉报仇。然而只有一个人动手，其他人动都没动，都是嘴炮。他们当然不会动手。赵阳辉比他们强，连赵阳辉都被张凡秒杀，他们上去不是找死吗？况且他们对赵阳辉没那么忠诚，只是屈服于赵阳辉的淫威下而已，怎么可能给赵阳辉卖命？给我去死！动手的小弟是个身材魁梧青年，他面露狰狞，双拳用力一握，朝张凡轰出。嗡嗡嗡，2股恐怖的震动波从他的2个拳头上喷涌而出，轰然撞向张凡。这2股震动波完全形成了实质，肉眼都能看到一圈圈实质性的冲击波。轰！张凡被2股震动波撞了个结结实实，整个人就像被疾驰而来的火车给撞中了一般，直接倒飞了出去。站在张凡身后的刘牧和他手下的2个小弟倒霉了，直接被张凡撞飞，4个人飞出7、8米远才砸落在地。张凡早就合金化了，防御无敌，自然屁事没有。刘牧和2个小弟却被撞得口吐鲜血，肋骨似乎都被撞断了。小姨！景亚从仓库跑了过来，惊慌失措扑向刘牧。小姨，你没事吧？噗！刘牧吐出一口鲜血，感觉浑身的骨头都快散了架。没事，还死不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景亚又看向小姨的2个小弟，都躺在地上哀嚎着，但一时半会儿应该死不了。张凡，得把小姨他们带回去治疗。景亚对张凡说道。知道了。张凡翻身而起，一个瞬移出现在刚刚那小弟面前，不怒反喜。震动异能，
好，张凡不给这小弟发动第二次攻击的机会，催眠套餐走起。嗡，这小弟两眼一翻，沉睡了过去。张凡打了个响指，发动了点石成金。悄无声息间，这小弟变成了金属，金黄色的金属闪闪发亮。唰，他身上掉落3个光团，一金一银银白。张凡逐个收起，体质加13，精神加11，获得超级震动异能。今天收获大了，融合新的异能，虽然身上剧痛钻心，张凡心里却开心得很。时间静止，无需多说 ，bug 控制异能，超级震动异能也强了一批。刚刚这小弟的体质才13，显然刚刚步入2级，属于2级中的菜鸟。结果他发出的震动波能把张凡轰飞出去，威力可想而知。张凡自信，这异能落在自己手上，绝对能爆发出更恐怖的破坏力。又多了一强力异能，赚大了！张凡调整心情，又看向赵阳辉的其他小弟：“你们要给赵阳辉报仇？”小弟们支支吾吾，低着头不吭声。报仇？报你妈的头啊！你他妈这么强，我们报鸡毛啊！滚！张凡冷冷喝道。是。一群小弟立即上了重卡，离开了这里，眨眼便消失无踪。张凡分出一个复制体，对景亚道：“让复制体带他们回去先疗伤，我们俩留下来继续收集物资，完了再回吧。”听你的。第47章封锁隧道。刘牧和手下小弟最初是不愿离开的，有2个原因。第一，仓库这边的粮食足够他们这些人吃上很久，他们离开了，粮食怎么办？第二，外面的丧尸太多了，尤其丧尸经过昨晚的进化，变得非常强大，现在离开仓库无疑太危险了。景亚耐着性子解释了半天，又让张凡展示了一番实力。刘牧才带着手下跟随复制体离开了。张凡和景亚留下来收集粮食。和上次不同，景亚这一次准备搬空整个山岳仓，把里面的粮食统统带走。没办法，刘牧等10几人的加入，粮食的消耗必然大幅增加，只收集他们13个人的粮食是远远不够的。忙碌了2个小时，山岳仓内的粮食全部收进了景亚的随身空间，仓库变得空空如也。该回去了。回吧。2人出了仓库，看到了赵阳辉留在仓库门口的劳斯莱斯。劳斯莱斯幻影啊！张凡双眼都在放光。你不说咱俩没豪车吗？这不就有了？景亚白了张凡一眼，这世道他还不如重卡好用，带回去吧，扔这儿可惜了。张凡制造了一个复制体，说道：“你把油罐车开回去。”好嘞。复制体痛快应了一声，上了油罐车。张凡走向劳斯莱斯，上车。张凡坐驾驶位，景亚坐副驾驶，跟在油罐车后面离开了山岳仓。真是好车啊，开着就是舒服，至少比重卡舒服太多了。等长恒岛上的丧尸清理的差不多了，这车可以在长恒岛开，魔海就算了，丧尸太多，开不起来。山岳仓距离长江隧道有10几公里的距离，这段路遇到了很多丧尸，就算有重卡在前面开路，还是免不了被丧尸围攻和追赶。为了保护豪车，张凡制造了2个复制体，一个立于车头，一个坐在车尾，专门清理扑来的丧尸。一路走走停停，折腾了将近1个半小时，才赶到长江隧道前。这段路没有丧尸了。张凡把车开进隧道，然后停了下来。怎么了？景亚不明白张凡为什么停下。长江隧道是通往长恒岛的唯一路径，只要把2条隧道堵死，丧尸就过不来了，当然其他幸存者也过不来了。张凡笑着解释道：“这样一来，长恒岛将变成我们的私有领地。”好主意。景亚双眼微亮，连连点头。张凡，还是你考虑周到。魔海丧尸太多了，幸存者也有不少，保不齐会有丧尸和幸存者顺着长江隧道跑到长恒岛来。尤其幸存者，他们能想到长恒岛这块宝地，别人肯定也能想到，因此势必会有人跑到长恒岛来。长恒岛将是他们的大本营，景亚当然不希望这些人过来。这么做或许有些自私，但这糟糕的世道，自己都快活不下去了，哪还有闲心管别人？不过把隧道堵了，我们不是也过不去了？景亚皱眉道：“这还不简单吗？”张凡笑道：“在堵塞处的2边各放一辆车，然后顺义过去，不就完事了？”也对，长江隧道是双线源隧道，有着一左一右2条隧道，一条进入长恒岛，一条离开长恒岛。要堵住隧道，就得把2条隧道全部堵上。这个也简单，隧道入口处的2侧都是土坡，泥土多的是，要多少有多少。张凡虚空一抓，土坡剧烈摇晃起来，轰隆隆。紧接着，一条土龙破土而出，朝着隧道这边堆积了过来。不一会儿功夫，进入长恒岛的这条隧道完全被泥土堵死。张凡瞬移到另一边，如法炮制，
堵死了离开长衡岛的那条隧道。做完这些，张凡又做了2个石碑，立在了龙起的土堆前。石碑上写着“私人领地，擅入者死”这8个大字。这石碑自然是告诫幸存者的。张凡不希望再有其他幸存者登岛。你做的太绝了，景亚忍不住道。我也是没办法。张凡叹道：末世降临，人心难测，比起蠢笨的丧尸，人类反而更危险。毕竟我们谁也不知道，那张人皮下面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灵魂。景亚深以为然。回吧。一路飞驰，只用了半个小时，2人就回到了长衡岛郊区庄园。同样小院的硬化路上停满了车子，应该是刘牧他们开来的。车子开不进去了，张凡只得早早下车，和景亚步行前往小院。对了，景亚，你小姨多大了？张凡边走边问，看着很年轻啊。32。景亚回道。这么年轻？张凡吓了一跳。她是你亲姨？我妈兄弟姐妹6个，我妈老大，我小姨老6，所以差的有点大。景亚解释道。你姥姥真能生？张凡摇摇头。对了，你小姨这么年轻，我该怎么称呼她？你想怎么称呼？景亚似笑非笑看着张凡。按照辈分，我应该称呼她阿姨，但她这么年轻，叫阿姨她肯定不爽。张凡沉吟，要不叫姐吧？刘姐。呵呵。景亚的脸色刷一下拉了下来，狠狠瞪了张凡一眼。随你便。说完，不再理会张凡，转身朝小院走去。生哪门子气吗？张凡在后边喊了一声。景亚不理他。张凡望着他的背影，忽然嘿嘿笑了2声，眼中闪过一丝得逞的笑容。刘牧和手下小弟都过来了。张凡这边只有曹杰、王源、周玲、杨玲儿的妹妹杨淼4个人在家。张文喜、杨光、包雨宁、崔岩、吴燕、吴淼和杨玲儿都出去猎杀丧尸了。看到他俩回来，刘牧松了口气。小亚，你们可算回来了。小姨，你伤好了？景亚关心询问。好了，大家都好了。刘牧笑颜如花，看着王源道：是这妹妹治好我的，她的异能很厉害。小袁，谢谢你。景亚诚挚道谢。小亚姐，跟我还客气。王源也开心得很。加入张凡团队这么久，他一直给曹杰打下手做饭，异能完全派不上用场，他自然很郁闷。今天终于派上用场，开心都来不及。小姨，从今以后你们就安心住在这儿。景亚拉住刘牧的手。只要你们愿意收留，我当然1万个愿意。刘牧连点头。他又看向张凡。张先生，今天多谢你救了我们，要不是你，我们今天真的要栽在赵阳辉那人扎手里了。说完，冲张凡深深鞠了一躬。刘姨客气了。张凡连摆手道：赵阳辉这种人渣，谁见了都不会坐视不理。听到张凡的称呼，景亚忍不住翻了个白眼，他知道自己被张凡骗了。谢谢。刘牧又道了声谢，拉着景亚到一旁说话去了。张凡和刘牧手下的小弟们逐个打了招呼，算是简单认识了，然后去了厨房。曹杰、周玲还有4个女人正在厨房里做饭，4个女人是刘牧派来帮忙的，其中2个女人正在洗菜，新鲜蔬菜，有黄瓜、胡萝卜、西红柿、生菜、油麦菜、莴笋，还有2个大西瓜。看到这些蔬菜，张凡有些诧异：曹姐，哪来的新鲜蔬菜啊？曹杰正在切肉，闻言笑道：这是我和周玲在菜园子里摘的。菜园子？张凡感到很疑惑。曹姐，这庄园里还有菜园子？对啊。曹姐连连点头，就在小院后面，虽然不大，但菜品很全。不错不错。张凡连连点头，有了菜园子，以后就有新鲜蔬菜吃了。是啊。曹姐也开心。不过我们团队的人又增加了，这点菜园子肯定不够。改明儿你去魔海的时候，找点蔬菜种子过来，再种点菜。没问题。张凡立即同意了。现在才6月份，魔海这温度，什么菜都能种。小袁，小袁，救人！快来救人！小院外忽然响起几声焦急的呼喊声，张凡听得出来，这是张文喜的声音。出事了！张凡和曹杰对视一眼，立即瞬移回客厅，然后朝外面走去。正在客厅里说话的景亚、刘牧、王源等人相视一眼，也跟了出去。大家走出小院，就看到张文喜背着1个人朝这边急速狂奔。这人浑身是血，染得张文喜身上也是血，一路跑过来，地上掉满了血滴。崔岩、杨玲儿、吴燕和吴淼姐妹在后面紧追，3人身上也带着血。出什么事了？第48章，拥有变态异能的东北虎。阳光受伤了，伤势主要集中在胸前，这个地方有几道深极至骨的抓痕，衣服也被抓烂，身上血肉模糊，透过抓痕能看到猩红的肋骨。最严重的伤势是颈动脉上的一道抓痕，鲜血犹如泉涌。阳光也因为失血过多陷入了休克，如果不加救治，绝对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
好在张文喜背着阳光及时返回，王源立即展开救治。他的双手笼罩着2团绿色光晕，照耀在阳光身上，深及至骨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着，往外冒的鲜血也渐渐止住。约莫过了10多分钟，阳光身上的伤势终于彻底痊愈，连疤痕都没留下。王源一屁股瘫坐在地上，他大口喘着粗气，额头分泌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累瘫了。小袁，你辛苦了，回去休息吧。张凡招来曹杰和周玲，他俩扶起王源，返回了庭院。阳光依然昏迷不醒，但呼吸平稳，脸色变得红润，度过了危险期。把老杨抬进去休息。张凡随手做了个担架，崔岩和包雨宁抬着阳光进了院子。目送着他们进入小院，张凡这才看向张文喜：“老张，你们遇到什么了？看老杨身上的伤势，应该不是丧尸抓的吧？”阳光的伤势明显是某种大型猫科动物抓出来的，不太像是丧尸。张文喜从景亚手上接过一包纸巾，擦拭着身上的鲜血。他一路背着阳光回来，身上完全被鲜血糊了，变成了血人。不是丧尸。张文喜摇头，是一头东北虎。提起这头东北虎，张文喜眼中闪过一丝恐惧，这货应该是从动物园里跑出来的，发现我们后直接发动了攻击。东北虎。张凡一怔。景亚解释道，长衡岛2个动物园，其中之一的郊野动物园就有5头成年东北虎。张凡恍然，又看向张文喜，老杨就是被东北虎伤的。是他。张文喜苦笑，这头东北虎非常厉害，我和老杨、老包、老崔、灵儿、吴燕、吴淼7个人联手，外加一个大黄，都打不过他。你们都是2级异能者，7人1狗联手，居然被一头东北虎吊打。张凡有些难以置信。开始吸收白色晶体修炼后，老杨等人就先后突破了2级，现在都是2级异能者，7个2级异能者联手，却不是一头东北虎的对手，这有些说不过去。老大，这头东北虎不仅觉醒了异能，而且它的非常诡异。吴燕接话道，我们所有的攻击都会被它吸收掉，造不成任何伤害。吸收？张凡微微皱眉。对，吸收。张文喜叹了口气，无论是石头、火焰、激光、冰剑、能量光束，都会被它吸收掉，根本对它造不成任何伤害。没办法，老杨只能和他肉搏，可这货的肉身也非常强横，几个照面就重伤了老杨，幸亏你的复制体及时赶到，我们才得以脱身。张凡和景亚对视一眼，眼中都有着惊愕。觉醒异能的东北虎，他们虽然惊讶，但并不觉得奇怪，毕竟大黄也觉醒了异能。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这头东北虎的异能太诡异了，吸收一切攻击，这是什么异能？它在哪儿？张凡立即问道。侧卧之榻，岂容他人酣睡？这么一头东北虎盘踞在岛上，对大家的生命安全是巨大的威胁，必须铲除。就在郊野动物园。张文喜连说道。张凡微微点头，嘱咐道，你们在家歇息吧，我过去看看。我也要去。景亚连道。刘牧也主动请缨，我也去看看，说不定能帮上一点忙。那行吧。张凡没有拒绝，以他现在的实力，足以保证2人的安全。10几分钟后，张凡开着劳斯莱斯抵达了郊野动物园附近，隔着老远就听到一声声震天的虎啸，就像惊雷一样，极具威慑力。张凡立即循着声音的来源赶了过去，很快便找到了那头东北虎。好家伙！张凡直呼好家伙！看到东北虎的这一刻，张凡终于明白为什么张文喜7人联手会被吊打了。这头东北虎太大了，体长约为3米，肩高超过了1.7米，就跟一头成年黄牛似的，浑身充满了压迫力。这是东北虎，妥妥的东北虎 Plus 啊！此刻，张凡的一个复制体正在和东北虎激战，复制体已经合金化，利用瞬移不断神出鬼没，手中利刃频频斩向东北虎。然而，每次斩在东北虎身上，东北虎的皮肤一阵抖动，利刃身上的力道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复制体的每次攻击都无功而返，复制体也利用拳头撞击，结果如出一辙。携带着恐怖力量的重拳，一撞击到东北虎身上，力道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什么异能？张凡3人面面相觑。有点像 X 战警里黑黄的异能，可以吸收任何形式的能量，为我所用。刘牧蹙着秀眉说道。吸收任何形式的能量。张凡缓缓点头，感觉确实很像。动能也是能量。拳头、匕首这类物理攻击，其实正是动能的攻击。东北虎能轻松吸收匕首和拳头的动能，再联想到张文喜说的，它能吸收掉火焰、激光、能量光束等所有攻击。它的异能很有可能是吸收任何形式的能量一类的异能。张凡制造了2个复制体，负责保护景亚和刘牧，自己则走向战圈。你退下！张凡冲复制体喊道。好！复制体没有废话，
立即瞬移离开。吼！东北虎仰天发出一声呼啸，滚滚音波如惊雷炸响，树叶都微微抖动起来。东北虎瞪着一双冰冷、不带丝毫感情的眸子，闪电般朝张凡扑来。他的速度非常快，几个扑跃间就杀到张凡面前，携带着一股凛冽的劲风，张着血盆大口，一口咬向张凡的脖子。来得好！张凡双拳平推，直直轰出。嗡！超级震动异能发动，一圈圈肉眼可见的高频震动波从张凡的双拳中轰出，正中东北虎。这不是赵阳辉那个手下的异能吗？刘牧一脸惊愕。景亚犹豫了一下，凑到刘牧跟前儿语了几句，刘牧顿时惊得不轻。这家伙变态！另一边，被震动波击中后，东北虎的皮肤一阵剧烈抖动，震动波快速减弱，瞬息之间，震动波就消失无踪。而东北虎继续扑向张凡。好霸道的异能，连这种高频率的震动波都能轻易吸收。张凡又惊又喜，看向东北虎的目光就像看着一件稀世珍宝。胖虎，这异能我要了！张凡发动了时间静止。嗡！一股诡异的波动蔓延开来，身处半空的东北虎立即被定在原地。他就这么直愣愣地悬浮在半空，大张着血盆大口，做出扑击的姿势，偏偏无法动弹。此刻，他的爪子距离张凡的脖子不足10公分。时间静止。刘牧倒吸一口冷气，他连赵阳辉的时间静止都弄到手了。景亚倒是并不奇怪，他只是感慨掠夺异能真是霸道。张凡悄无声息间就接连掠夺了时间静止和超级震动，而且待会儿过后，张凡肯定还会获得东北虎的变态异能，变得越来越强。张凡伸手摸了摸东北虎的脑袋，这货虽然看着毛茸茸的，但他的毛发很粗，就跟猪鬃一样，又硬又扎人，手感并不好。点石成金，刷！张凡伸出食指，轻轻点在东北虎的脑袋，一抹金色蔓延开来。眨眼功夫，东北虎的脑袋就转化成了金属，变成了一颗金灿灿的金属脑袋。张凡撤掉时间静止，东北虎吧嗒一下掉到地上，不能动弹了。刷！他身上掉落3个光团，一金、一银、一白。张凡依次拾取，体质加145，精神加46，获得能量吸收异能，146的体质。张凡啧啧赞叹，好家伙，这头东北虎居然达到了3级，他怎么修炼的？张凡已经得出经验，体质个位数是1级，体质2位数是2级，体质3位数是3级。这头东北虎的体质为146，明显属于3级，这有些不可思议。他一个动物修炼这么快，这货吸收了很多晶体，还是肚子饿了直接吃丧尸了？算了，管他呢。想不明白，张凡也懒得想了，开始查看刚刚新获得的异能。能量吸收第49章工作安排。能量吸收并不是简单异能，而是一种非常霸道的能力。它的作用效果是可以吸收核能、机械能、动能、势能、化学能、热能、电能、辐射能、光能、生物能等几乎任何形式的能量，并利用吸收来的能量补充自身能量不足。看到这样的作用效果，张凡惊呆了。他完全明白这个作用效果所代表的含义。要知道，几乎所有的攻击都会释放出动能，或者以其他形式的能量攻击。拳头、动能、利刃、动能、电流、电能、火焰、热能、震动波、动能。有了这一能，除催眠、时间静止等少量攻击外，我完全可以免疫绝大部分的攻击，而且还会越挨打越强。张凡兴奋的无以复加，这是超强的防御异能啊，赚大了！张凡，高兴什么呢？景亚走过来问道，是不是又掠夺了这头东北虎的异能？呵呵，瞒不过你。张凡点点头，主动转移了话题。这头东北虎咋办？带回去红烧？景亚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扔了吧，猫科动物我可不敢吃。行吧。张凡也没再多说，他以前养过猫，也养过狗，对猫狗有特殊感情，从不碰猫肉狗肉。老虎是大猫，看在喵星人的面子上，就不吃它了。5点了，回吧。回。今早就喝了2碗白粥，张凡这会儿有点饿了，想回去吃东西。开着劳斯莱斯，只用了10几分钟，3人就回到了庄园。阳光已经醒了，身体基本恢复，就是有点虚，需要休养2天。晚饭也做好了。今天的晚饭很丰盛，因为人多，菜的种类倒是不多，只有8个菜，但量很大。客厅里坐不下，大家直接在院子里摆了4张桌子，围坐了下来。一边吃着晚餐，大家一边闲聊。我们以后就在这儿住下了。咋？不愿意？当然愿意啊，就是不知道刘总会怎么安排我们。还有，谁当老大？这个真不好说，我们刘总是厉害，
但那个叫张凡的貌似更厉害。是啊，赵阳辉那么凶，结果被他秒杀，我都没搞清楚他怎么弄死赵阳辉的。让他当老大也不错，跟着他起码安全能得到保障。张凡和景亚、刘牧、曹杰、王源、周玲、杨玲儿和杨淼等人一桌。刘牧夹了一筷子炒油麦菜，笑道：“小凡，听见了吗？我这群小弟认识你不到1天，就准备背叛我，投靠你了。”刘姨说笑了。张凡笑笑：“我可不说笑，以后我们这些人就跟着你混了，希望你多多照顾。”刘牧端起一次性纸杯：“哎，我敬你一杯。”刘姨客气。张凡端起纸杯碰了一下，一饮而尽。你们是不知道，我这些天带着大家东躲西藏，既要带领大家对抗丧尸，又要收集物资，还得安抚大家的情绪。刘牧舒了口气，这才短短几天，我都有白头发了，压力太大了。现在投靠了你们，我身上的压力一下子减轻了很多。小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景亚宽慰道：“以后我们共同奋斗，相信一定能活得很好。”会的，一定会的。吃过晚饭，曹姐几人去洗碗，其他人坐在院子里聊天。张凡和景亚没有闲着，今天增加了10几个人，彼此都很陌生。他俩要把所有人进行登记，以便了解每一个人的实力和异能。人多了，管理难度增大，而管理的第一条从了解大家的实力开始。院子里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台外星人笔记本电脑。景亚打开 Excel 做了一张表，表头是名字和实力，实力又分为级别和异能。张凡站在旁边环视着院里所有人道：“大家轮流到这边登记。”好，没问题。大家都很配合，直接在桌子前排起了队，等着进行登记。第一个是张文喜。老大。张文喜憨憨一笑。张凡瞅了他一眼，笑着对景亚道：“张文喜，2级，操控土质。”景亚快速输入表格。包宇宁，2级，激光眼。崔岩，2级，操控土质。阳光，2级，超级体质。吴燕，2级，操控火焰。吴淼，2级，吸收太阳能。挨个登记，不到半个小时，所有人全部登记完毕。算上8岁的杨淼，整个团队目前总共29人。也就是说，刘牧一共带来了16人。他们这16人中有9个拥有异能，剩下7个人没有异能，是普通人。9个拥有异能的人中，只有刘牧、魁梧中年妇女李红、OL 西装、王丽3人是2级，其他人全是1级。刘牧的异能是操控植物，李红的异能是超级力量，王丽的异能是操控金属。剩下6个异能者，5个战斗类异能，1个辅助，辅助异能是千里眼。了解清楚这些后，张凡心里基本有数，随后把大家召集在一起，简单开个小会。张凡环视着众人，大家的信息我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我没啥可说的，简单说3点。第一点，大家以后都是自己人，要一起生活，所以要遵守规矩。无规不成方圆，如果没有规矩，我们这个团队迟早完蛋。而规矩也很简单，末世前的法律咋样，现在就咋样。众人纷纷点头，表示会服从。他们在末世前都是奉公守法的人，也习惯了遵守法律，不会有抵制心理。甚至他们希望大家都能遵纪守法，维护秩序，创造一个和谐的氛围。没办法，末世降临后的这些天，他们都被整怕了，遭了老罪了。不经历失去，永远不知道珍贵。末世降临，秩序崩溃，法律不存，短短10天的混乱和疯狂，让人绝望。大家太清楚秩序和法律的重要性了，也都渴望能回到遵纪守法的末世前，过安稳的日子。第2点，接下来的发展规划。张凡继续说道：“从今天起，长恒岛就是我们的大本营。不出意外的话，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生活。要生活，就得清理丧尸。所以，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我们的主要任务便是清理岛上的丧尸，直至把岛上所有丧尸斩尽杀绝，全部肃清。为了更好的猎杀丧尸，除我之外的15个战斗类异能者分成3队，每队5个人，然后在复制体的带领下出去猎杀丧尸。有意见吗？”没意见。大家纷纷摇头。有人听到要出去猎杀丧尸，本来有些怕的，但听到是张凡的复制体带队，一下有了胆气。张凡的复制体可是很厉害的。剩下的人组成后勤部。张凡看向曹杰：“曹姐，后勤部就交给你负责，具体怎么安排工作，如整理家务、种植蔬菜水果啥的，你全权负责。”小凡，我知道了。曹杰重重点头，把后勤部交给曹杰。张凡很放心，曹姐这人踏实肯干，吃苦耐劳，而且心灵手巧，心细如发。有他操持后勤部，肯定能把团队的后勤打理得井井有条。不过他脸皮薄，心软。张凡担心他管不了人，于是对7个辅助和7个普通人说道：“我希望大家能好好配合曹姐，做好团队的后勤工作。丑话说在前头，如果有人试图偷奸耍滑、浑水摸鱼，
那抱歉，立马走人。还是那句话，我的团队里不能存在歧视，也不能互相伤害，但也绝不养闲人。世道维艰，大家都活得艰难，你混日子就是对别人不公。最后是我和景亚的工作安排，我们照例前往魔海收集物资。张凡看向景亚，现在人多了，对物资的消耗也大，衣服、鞋子、卫生纸、饮用水等等所有物资都需要收集。收集物资的任务暂时交给我俩。我的话讲完了。张凡道，下面让景亚来安排大家今晚乃至以后的住宿问题。距离庄园不远有一个度假村。景亚说道，这度假村占地面积约200亩，其中居住面积40亩，耕地面积160亩，市级酒店、别墅、生态农庄、餐厅、娱乐等于一体的综合度假休闲度假区。我们以后就住那里。第50章变异的大鹅。因为天色不早了，大家收拾一番，来到了长衡岛度假村，仿佛来到了农村。一片片果园，有猕猴桃、草莓、大枣、蜜梨、黄金瓜、西瓜；一块块菜地，有生菜、莴笋、菠菜、油麦菜、黄瓜、西红柿。而在这成片的农家原生态景区内，镶嵌着一个个白墙黑砖围起来的庭院。这里种了好多菜啊，而且长势太好了，我们以后不缺菜了。这生菜太嫩了，我都想把几颗卷豆皮烤肉生吃了。一行人跟着景亚走在菜地中间，用石子堆砌而成的小路上，穿过一片片果园菜地，一个个喜不自禁，难以自已。水果除了西瓜外，基本都没成熟，虽然长势很好，但没法吃。蔬菜不一样，这里的蔬菜长势极好，绿油油的生菜，娇嫩的黄瓜，红彤彤的西红柿，只是看着就让人心情很好。张凡走到一片西红柿地前，顺手摘了2个红彤彤的西红柿，把长得好看那个递给了景亚，自己拿着另一颗直接吃了起来。一口下去，汁水四溅，属于西红柿的那种又酸又甜的味道填满了味蕾。这西红柿好吃！张凡啧啧赞叹，跟小时候吃的西红柿一个味道。好吃。超市卖的西红柿不是大棚里种的，就是拿药催熟，根本没味儿。张文喜也摘了一个西红柿，边吃边说，这西红柿接受充足的光照，明显是自然熟的，味道自然浓得很。景亚没吃，一脸嫌弃道，你俩不洗就吃，不怕脏啊？小时候就这么吃的，谁洗啊？张凡不以为然，再说了，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吗？对对的，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张文喜立即附和。切！大家一路说笑，很快来到一个庭院前。庭院外面是一圈白墙，2米高，就像农村的那种院墙。度假村里一共22个这样的院子。景亚指着小院说道，每个院子里都是农村那种2层小别墅，里面的装修也不错，等把岛上的丧尸清理完，我们就可以放心入住了。住在这种地方绝对是种享受。张凡赞叹道，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乡村的宁静，呼吸新鲜空气，吃着自己种的有机蔬菜，能多活个10年8年啊！哈哈哈！众人轰然大笑，气氛轻松愉悦。末世降临后，大家一直精神紧绷，现在来到这里，看着遍地的蔬菜和惬意优美的景物，心情自然而然放松下来。对了，亚姐，我们今晚住哪儿？王源忽然问道。这些农家庭院虽然看着不错，但一栋里面住不了几个人，势必得分开住。分开住又不安全，丧尸没清理干净呢。往里走，有个假日酒店。景亚指着前面，酒店里房间多得很，而且还有餐厅、会议中心、儿童乐园、KTV、棋牌室等配套娱乐设施。我们今晚乃至接下来几天就住假日酒店，等丧尸清理完了，想单独住农家小院的，可以搬到这些小院去。听着他的介绍，大家的双眼一下亮了，听起来不错呀。继续往前走，又碰到了一个院子，隔着老远就听到院子里传来嘎嘎嘎的鹅叫声，高亢而又洪亮。这院子里有鹅？张文喜有些惊喜，老大，这院子里有鹅，铁锅炖大鹅走起啊！众人轰然大笑。炖你妹啊！这可是活过末世的鹅，是鹅中的战斗鹅，哪能轻易吃掉？张凡笑骂道，接下来我们不仅要种菜种粮，还要圈养家禽牲畜，所以大家以后猎杀丧尸的时候，碰到活着的家禽牲畜一定不要杀，而是要带回来，这都是火种，靠它们繁衍呢。我也就随口一说。张文喜讪讪一笑，不过话说回来，这里哪来的大鹅呀？景亚解释道，这个度假村专门设置了采摘蔬菜水果、认领菜地、认领鸡鹅饲养等方式，让游客体验农家田园生活。原来如此。众人来到小院前，张凡随手打开小院，得锁，大家进入小院。一进到里面，所有人都惊呆了。小院内站着一只大鹅，一只通体雪白、威风凛凛的大鹅。只是这大鹅有点忒大了，背高接近1米，算上1米长的脖子，这大鹅都有2米高了。身体结实而强壮，
一双大脚就跟蒲扇似的，双眼炯炯有神。察觉到众人闯入，大鹅斜着脑袋，以一种极其霸道的姿势看着众人。这是鹅吗？包雨宁的嘴巴张得老大，这他妈是转基因大鹅吧？比鸵鸟还大。这大鹅看来也变异了，跟今天下午那头东北虎一样。阳光盯着大鹅，我只是奇怪，这些家伙到底怎么变异的？谁知道呢？小院里的杂草非常干净，到处都是被啄食的痕迹，应该是这只大鹅干的。想想也是，末世降临这么多天，关在这么一个小院里，没吃的没喝的，只能吃院里的草。老大，他怎么办？张文喜问道。给他弄点食物，继续放小院里养着吧，我们现在带走也没地方养。张凡沉吟道，等清理完丧尸，回头给他专门弄个地方养着。众人纷纷点头。张文喜有些遗憾，可惜这么一只大鹅，要是铁锅炖大鹅，够我们所有人吃了。张文喜一边说着，一边吸了下口水。岂料这时，原本盯着众人的大鹅忽然张开翅膀，朝张文喜扑了过来。他那长长的脖子就跟蟒蛇的脑袋似的，狠狠刀向张文喜的鼻子。靠！这丫的咬人了！张文喜吓了一跳，扭屁股就走。张凡说要养，他就不敢对着大鹅动手了，生怕不小心把大鹅弄死。别看这鹅大腹便便的，速度可不慢，3、2下就追上了张文喜，对着他的脑袋又啄又刀。张文喜被刀得哭爹喊娘。大鹅突然发狂，大家都吓了一跳，做好了战斗准备。结果发现他只追着张文喜一个人刀，却无法伤到张文喜。众人顿时放下心来。老张，看你以后还敢惦记铁锅炖大鹅吗？这都是报应啊！阳光一脸幸灾乐祸。看到这大鹅，我不禁想起了小时候被村口那只大鹅支配的恐惧。崔岩感叹道：家鹅脾气暴躁，容易被激怒，而且生性好斗，无所畏惧。阳光嘿嘿笑道：我以前就是被大鹅啄怕了，见着鹅就躲着走。你妹的都别幸灾乐祸了，赶紧把这臭鹅弄走啊！张文喜大叫道：哈哈哈！这一幕很搞笑，大家乐得不轻。张凡摇摇头，用出时间静止，把大鹅定在原地。张文喜赶忙逃离小院。我们也走吧。大家出了小院，张凡又上好锁，然后对景亚道：给我1袋小麦。景亚从随身空间里拿出1袋小麦。张凡提起小麦往空中一抛，袋子飞上半空。张凡虚空一指，刀光一闪，袋子被划破，袋的小麦轰然洒落，落在小院中。这袋小麦够大鹅吃好几天的了。第51章诡异的胖子。穿过农家小院，众人来到了假日酒店。7、8层的酒店被果树竹林环绕，环境清幽雅致，空气清新宜人。曹姐，酒店里有丧尸吗？众人纷纷看向曹杰。曹杰拥有探测异能，而且升到2级后，他的探测范围大增。1级时探测范围是方圆1公里，现在2级探测范围方圆2公里。我看看。曹杰闭上眼睛感应起来，10几秒后他睁开了眼睛。怪事！曹杰眉头紧皱。酒店内一共有8头丧尸，还有个幸存者。奇怪的是，这个幸存者和8头丧尸全部待在一个房间内。众人面面相觑，面露诧异。酒店内有丧尸有幸存者，这不奇怪。可丧尸和幸存者待在一个房间里，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会不会是那个幸存者被这8头丧尸堵在洗手间或者套间里了？刘牧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有这个可能。张凡点点头，不过这不重要，上去看看就知道了。曹姐，他们在几楼？4楼。曹姐立即答道：上去瞅瞅。张凡带领大家上了4楼。酒店内出乎意料的干净，别说尸体和干枯的血迹，就连灰尘都没有。这显然不正常，有人经常打扫这里。刘牧手下的魁梧中年妇女李红忽然说道。众人立即看向她。李红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大妈。末世前她是茶山小区的保洁阿姨，平时挺开朗的一个人，但因为目睹了儿媳和孙子被丧尸残忍吃掉，她才变得沉默。红姐，你确定有人打扫这里？刘牧立即问道。是的。李红很笃定道，不仅打扫过，而且今天还有人打扫。这就怪了。刘牧看向张凡和景亚，不是说这里唯一的幸存者被堵在酒店了吗？那是谁打扫这酒店的？众人也是莫名其妙。这时曹杰忽然道：小凡，有一头丧尸出了酒店，上去看看。张凡立即带着大家上了4楼，然后就看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4楼的楼道内确实出现了一头丧尸，那是一头扎着双马尾，身材高挑，双腿纤细修长，身高接近1.7米的女性丧尸。诡异的是，这头丧尸穿着一身女仆装，手里拿着一个拖把，正在拖地。丧尸在拖地。众人表情精彩。等等，他是丧尸吗？张文喜道。皮肤灰白，就跟炮仗浮肿的尸体似的，肯定是丧尸没问题。
崔岩笃定道：“这些天整天和丧尸打交道，是人还是丧尸，一眼就能看出来。丧尸会拖地，你们信吗？”张文喜一脸诡异，其他人也都说不准了。丧尸这种生物，见到活人，一个个都是没有理智的野兽，安静的时候往往处于静默状态，要么傻乎乎的站着，要么呆头呆脑走路。会拖地的丧尸，简直闻所未闻。这不免让人怀疑对方是不是人类。他是丧尸，曹杰却坚信自己的判断，从气息上判断他肯定是丧尸无疑。张文喜提出了质疑，那他为什么会拖地？这个怎么解释？曹杰摇头，我不知道。这时众人的谈话惊动了女仆丧尸，她抬头看了过来，看到她的眼睛，所有人知道对方就是丧尸，绝不会错。就算持质疑态度的张文喜也不再怀疑，因为这女仆丧尸的眼睛和其他丧尸一样，瞳孔灰白，和死鱼眼差不多，而且冷漠，毫无神采。这就是丧尸的眼睛。吼！女仆丧尸张开大嘴，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嘶吼，朝众人飞扑而来。咻！它的速度超乎想象的快，众人只感觉到一股凛冽的劲风扑面而来，女仆丧尸就到了面前。吼！它纵身跃起，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咬向最前面的张凡。他的速度太快了，快的其他人根本没有反应过来，更别说做出回应了。张凡反应过来了，千钧一发之际，他直接发动了时间静止，一股诡异波动蔓延开来，瞬间笼罩了高速奔来的女仆丧尸。唰！女仆丧尸由急动瞬间转为急静，静止在张凡面前10几公分处。画面在这一刻定格，女仆丧尸凶相毕露，满嘴獠牙，格外狰狞，却偏偏无法动弹，静静僵在半空。这家酒店很安静，而且大家即将入住这里，张凡不想搞得太血腥，所以他选择用点石成金异能终结这头女仆丧尸的生命。唰！一抹金光蔓延开来，从女仆丧尸的头部一路蔓延的脚底，眨眼功夫，女仆丧尸就变成了一具金灿灿的合金雕像。唰！3个光团掉落，一金一银一白。张凡挥了挥手，把女仆丧尸丢出了窗外，然后拾取了3个光团。体质加38，获得速度异能。张凡忍着剧痛调出了属性面板，姓名张凡，等级4级异能者，体质4级122110000，精神2级981千，异能无限拾取异能，操控金属，点石成金，制造复制体，合金化，自愈，操控雷电，瞬间移动，控制土质，超级力量，超级催眠，时间静止，超级震动，能量吸收，速度异能。怪不得这丧尸的速度快成这样，原来他觉醒了速度异能。张凡心里暗喜，天下武功唯快不破，速度异能绝壁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异能，战斗力又增加了。该死，谁杀了我的奴仆？就在这时，一声气急败坏的咆哮声从酒店里传了出来。众人转头望去，就见一个赤裸着上半身，穿着一条短裤，脚踩凉拖的胖子冲出了酒店。这胖子胖得离谱，腰围跟河马似的，一颗肥硕的脑袋就像嵌在一堆肉山上一般，圆鼓鼓的肚子下垂到胯下，连短裤都快挡住了。他的皮肤有些晦暗，脸上长有痤疮，给人一种油腻、肥硕、猥琐的感觉。胖子气急败坏冲了出来，不过当看到楼道内的众人后，微微一愣。这么多人，看到对方人多势众，胖子明显有些怂了，色厉内荏道：“你们是什么人？”张凡正要回答，就看到酒店内冲出7头丧尸，嘶吼着朝众人扑来。“给我退下！”胖子一声冷哼。听到他的话，7头丧尸停住身形，低吼着退到了胖子身后。这一幕惊呆了在场所有人。末世降临后，丧尸就出现了，这种生物一出现，就像一头头野兽，尤其碰到活人，他们一个个都会发疯，恨不得把活人撕成碎片。这是丧尸给所有人留下的印象。但眼前这一幕彻底颠覆了大家对丧尸的认知，丧尸也会听话。这家伙什么情况？大家面面相觑，这些丧尸为什么非但不攻击他，反而非常听他的话？不知道。众人纷纷摇头。见张凡等人被自己镇在原地，胖子有些得意，继续问道：“你们到底什么人？刚刚是你们杀死了玛莎？”玛莎？张凡挑眉道：“你指的是刚刚在楼道内拖地的奴仆丧尸吗？如果是他的话，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他是我杀死的。”混蛋！胖子愤怒了，肚子上肥肉抖动。你为什么要杀他？他那么听话，那么乖巧，你怎么忍心下得去手？你他妈神经病吧！阳光忍不住骂道：“他是丧尸，丧尸你懂不懂？我们杀丧尸还有错了？我不管！”胖子一脸愤怒：“你们杀了玛莎，简直无法饶恕，
都给我去死！杀！胖子一声令下，他身后的7头丧尸就像脱笼的猛虎，立即朝众人扑来。第52章，一心三用，奴役异能。胖子一声令下，他身后的7头丧尸犹如脱笼的猛虎，气势汹汹扑向张凡等人。张凡一声冷哼，时间静止发动。嗡！一股诡异波动蔓延开来，瞬间笼罩了7头丧尸。唰！7头丧尸瞬间静止在楼道内，就像中了定身术，一动不动了。怎么回事？胖子脸色一变。唰！张凡一步跨出，到了7头丧尸前，他身上放射出耀眼的金光，金光蔓延开来，笼罩了7头丧尸。7头丧尸身上染了一层金色，就像被涂抹了一层金漆，金色由外到内蔓延到了丧尸全身。悄无声息间，他们转变成了金色雕像。张凡撤掉时间静止，7个造型奇特的雕像轰然倒地，再没能站起来。这，看到这一幕，胖子就跟见了鬼一样，吓得后退了几步，看向张凡的目光中带着一丝惊惧。这7头丧尸手下是他精挑细选的丧尸奴仆，战斗力非常强横。凭借着这7头丧尸奴仆，末世降临后，他活得有滋有味，比末世前还好。末世前的他只是个肥宅，平时也不工作，靠游戏代练谋生，每天不是泡面就是外卖，苦逼得很。末世降临不久，他就发现自己觉醒了异能，而且是罕见的奴役异能。之后，他冒险奴役了1头丧尸，然后一发不可收拾。有了这些丧尸，胖子的生活一下变得有滋有味，出行都有丧尸保护，做饭、洗衣、拖地、按摩、捏腿，全都由丧尸代劳，日子美滋滋。胖子本以为凭借着8头强大的丧尸奴仆可以纵横末世，万没想到8头丧尸奴仆竟然这么不堪一击，一个照面就被张凡秒杀。偏偏他都不知道张凡怎么做到的，就很离谱。这时胖子发现张凡朝他走来，肥脸又是一变。你想干什么？不干什么，问你几个问题。张凡看着胖子，你为什么可以命令丧尸？异能的原因。除了异能，张凡想不到其他可能。胖子一脸警惕，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胖子是个老书虫，看过很多网络小说，其中包括末世小说。在胖子看来，现在末世了，丧尸大爆发，偏偏他的异能可以号令丧尸，他就是天选之子，未来注定是末世王者。只要给他时间，他就可以组建一支丧尸大军，横推一切，独霸末世。而看过很多小说的胖子明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他认为在没有崛起之前，他要学习那些小说主角，藏拙，不泄露底牌，以免他这个未来的末世王者中途陨落，扳倒崩族。现在听到张凡要打听自己的异能，胖子本能的心生警惕。不说。张凡笑了，知道我刚才用的是什么异能吗？它叫点石成金。这个异能可以把世界上的任何物质转化为金属。胖子恍然，怪不得7个丧尸奴仆莫名其妙就变成了雕像，原来是这么回事。既然你不想说，那就没必要说了。变成雕像后，你可以永远不说话。张凡微微一笑，发动了点石成金异能。等等！胖子脸色狂变，想要阻止，可惜晚了。一抹金光闪过，从他的头部开始，一路蔓延到脚下。胖子也变成了金属雕像，那张肥脸上还带着惊恐的表情。唰！3个光团掉落，一金、一银、一白。张凡照例先拾取代表体质的金色光团和代表精神的银色光团。体质加39，精神加17。体质变化不大，精神变化极为惊人。一股冰冰凉凉的气流涌入脑海，张凡感觉自己的精神大幅增强，思维更加敏捷，意识更加活跃，念头更加通达，反应更加灵敏。再看属性面板，精神3级14-1000，精神突破3级了，不容易啊！张凡心中喜悦，精神的增加非常缓慢，就算开始吸收晶体也慢得发指，远远赶不上体质。好在今天终于达到3级，和体质的差距没之前那么大了。意外之喜，张三发现精神达到3级后，他可以做到一心三用了。所谓一心三用，指的是同时做3件不同的事情，却互不干扰。这可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一心三用。通常一心三用，一般是在3个事件上已经非常熟练，维持惯性进行。比如一边拉屎，一边玩手机，一边抽烟。张凡的一心三用是同时做3件完全陌生的事情，而不会干扰。比如同时施展3种异能，互不影响。又比如同时操控3柄飞刀，攻击不同方向的敌人，就像3个人操控一样。一心三用，无疑让我的战斗力大增，尤其应对群攻的能力。张凡心中暗爽，有机会要好好试试一心三用的威力。张凡拾取了代表异能的白色光团，剧痛过后，
他如愿获得了新的异能，奴役异能。张凡仔细查看，半晌后，他终于明白为什么丧尸不会攻击胖子，反而听胖子的命令了，都是因为奴役异能。这异能很强大，一旦被奴役，思维意识都会发生改变，从内心深处任异能施展者为主，并绝对服从主人的命令，而且不可逆，还没有时间限制。换句话说，一旦被奴役，就再也不可能挣脱，生生世世都得为奴仆。好霸道的异能！张凡忍不住瞥了胖子一眼，这货看着不咋地，异能却这么变态。要是给他足够的时间，还不得弄出一支丧尸大军来？莫是别的没有，丧尸多的是，而且丧尸还会越来越强。对别人而言的末世，对胖子来说却是天堂，遍地的丧尸是源源不断的冰原。这么一想，胖子确实拥有做网络小说主角的潜力，可惜挂得有点早，憋屈啊！见张凡站着发呆，景亚问道：“张凡，这家伙的异能是奴役异能？”张凡也不隐瞒，这种异能可以奴役丧尸，也可以奴役其他动物。景亚低呼，聪明如他，一瞬间就想到了奴役异能的强大之处。现在张凡获得了这个异能，岂不是说张凡也可以奴役丧尸？你运气太好了！景亚意味深长看着张凡，语气有些酸溜溜的，人比人气死人啊！他就一个随身空间异能，张凡倒好，各种 bug 异能一个接着一个，现在更是获得了这种变态异能，人和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怪不得这家伙能命令丧尸，原来他拥有奴役异能。奴役丧尸，驱使丧尸，这异能真够 bug 的，要是假以时日。第53章，奴役母老虎。胖子和手下的8个丧尸奴仆挂了后，酒店内再没有危险因素。众人在酒店各处转了一圈，最后决定住在2楼和3楼。酒店1楼是餐厅、会议中心、KTV、棋牌室、小型影院等配套娱乐设施。1楼肯定不能住人，2楼只有15个房间，只能住15个人，剩下的人只能住3楼。酒店房间的装修不错，环境也很好，透过窗户能看到成片成片的果园和菜地，白墙黑砖的农家庭院，环境确实没得说。张文喜叫了几个男人装好发电机装，不一会儿酒店就通上了电。夜幕刚好降临，黑夜笼罩大地，今晚的夜空格外明亮，璀璨的银河悬挂在夜空，仿佛一条彩带。末世爆发后，全球断电，没了光污染、粉尘污染，天空重新变得明亮。大家关好酒店大门，在1楼的各个娱乐室里玩闹着。天刚黑，时间还早，玩会儿再睡觉。聊天的聊天，唱歌的唱歌，下棋的下棋，打麻将的打麻将，看电影的看电影，气氛融洽，其乐融融。为了防止丧尸突袭，张凡又制造了10个复制体，分散在酒店周围负责警戒。他现在4级，最多能制造40个复制体，截至目前已经制造了30个，10个投放到了魔海中心大厦那块，10个投放到了长恒岛各处清理丧尸，10个驻扎在酒店周围负责警戒工作。也就是说，如果现在遇到突发状况，张凡只能再制造10个复制体，一直玩到9点，大家才散去休息了。张凡的房间就在2楼楼梯口，是他自己要求住这里的。大黄和他一个房间，一旦有什么东西顺着楼梯上楼，大黄第一时间就能听到并做出回应。熄了灯，张凡躺在床上，左手抓着几颗白色晶体，右手拿着手机。床边的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碗和一部对讲机，碗里装有小半碗白色晶体。张凡现在吸收白色晶体的速度很快，平均只需7分钟就能吸收1枚晶体，碗里的晶体就是留着备用的。对讲机是联系队友的，晚上那会儿他给每个人发了一个对讲机，一旦发生突发状况，通过对讲机就可以联系到每个人。大黄蜷缩在地上的狗窝里，狗窝旁边也有个小碗，里面放着小半碗晶体。之前张凡担心给他多少晶体大黄都会吞掉，最后发现担心是多余的，大黄每次只吞3个，而不会多吞，等吸收了才会再吞3个。张凡彻底放心了，就给他准备了小半碗晶体，任由他吸收。玩了会手机，张凡就睡了。制造了30个复制体，对他的体力消耗很大，需要早点休息。刚睡得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大黄忽然狂吠起来，汪汪汪！大黄个头不大，但声音却洪亮得很。张凡一下被惊醒，他掀开被子，条件反射般弹起，左手支撑床板，跳下了床。大黄，出什么事了？张凡看向大黄，大黄对着门口狂吠，龇牙咧嘴，獠牙毕露，叫得非常凶残。门口，张凡立即合精化，随即出现在门前，打开灯，然后打开了房门。吼！一声咆哮传来，惊雷般在耳边炸响，玻璃窗户都被震得嗡嗡作响。张凡只感觉头皮一炸，双耳嗡嗡的。一阵凌厉的劲风扑面而来，张凡就感到一股大力袭来，重重抓在胸口上，胸前迸射出耀眼的火花。
张凡看到体表的合金皮肤一阵剧烈抖动，一股温热的能量顺着体表涌入了身体之中。我遭到攻击了，这是张凡的第一反应。第二反应是，遭到攻击后，能量吸收异能被动启动，将攻击转化成了能量，填补自身。张凡看向攻击自己的家伙，居然又是一头老虎，一头和自己同样高的老虎。这老虎的个头非常高，丝毫不比今天下午碰到的那头东北虎小。哪来这么多老虎？张凡心里惊奇。景亚说过，长恒岛郊野动物园是有5头东北虎，但也才5头而已。90%的人都变成了丧尸，按照道理，90%的老虎应该也变成了丧尸。按这个比例，5头老虎能剩下1头就谢天谢地了，哪来的第2头？当然，这是概率问题，有时候几率再小，也有可能发生。就像双胞胎是2个父亲的概率只有1000万分之一，但现实中就是有发生的。找谁说理去？吼！老虎又是一声咆哮，忽然张开血盆大口，猛地一吸。霎时间，张凡只感觉到一股恐怖的吸扯力从老虎口中发出，作用在自己身上，他整个人不受控制的朝老虎口中飞去。这特么又是什么异能？张凡大呼不可思议，手上却没闲着。时间静止，一股诡异波动蔓延开来，整个房间内的时间悄然静止下来。老虎僵在原地，他口中的吸扯力也停了下来。张凡伸出手指，准备发动点石成金，结果了这头老虎。忽然发现老虎的腹部没毛，几个硕大的葡萄胀鼓鼓的。张凡心里明了，这是一头母老虎，还是一头正在哺乳期的母老虎。换句话说，他还有虎宝宝要哺育。张凡动了恻隐之心，决定放这头母老虎一马，改杀为奴役。况且今天刚好得到奴役异能，就拿这头母老虎试试新异能。想到这里，张凡发动了奴役异能，他的眉心处立即喷射出一道黑色光束，仿佛利剑一般刺入了母老虎头部，然后消失不见。张凡撤去时间静止，必须撤去时间静止，不然母老虎的时间一直处于静止状态，奴役异能无法发挥作用。原本静止的母老虎剧烈颤抖起来，浑身抽搐，脑袋疯狂甩动，就好像遭受着巨大的痛苦似的。好在整个过程只持续了半分钟，就宣告结束。母老虎随之安静下来，他抬头看向张凡，眼中的冷漠、杀意、冰冷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清静、顺从、如木等。母老虎走了过来，然后匍匐在张凡跟前，抬起硕大的脑袋，蹭了蹭张凡的腿，又伸出舌头舔舐起了张凡的脚。看到这一幕，张凡被奴役异能的霸道给震撼到了。谁能想到，前一刻还杀气腾腾、气势汹汹的母老虎，眨眼就变成了一只舔狗，不对，是舔虎，就特么很离谱。老大，出什么事了？其他人也被惊动，纷纷赶了过来。当看到匍匐在张凡房间内的老虎 Plus 后，一个个脸色大变，如临大敌。不好，又有老虎！吼！母老服从张凡，却不会亲近其他人。看到大家后，母老虎立即爬了起来，冲众人一声咆哮，就要发动攻击。住手！张凡喝道。母老虎绝对服从他的命令，冲众人低吼一声，乖乖退到了张凡身后。大家惊呆了。事情是这样的，张凡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简单说了一遍，众人听得目瞪口呆。老大，你奴役了这头老虎？张文喜的声音有些结巴，这母老虎凶的一批，真能奴役吗？当然可以。张凡微微一笑，伸手摸了摸母老虎的脑袋，母老虎非但没咬张凡，反而顺从地眯起了眼睛，一副很享受的模样。众人，他正在哺乳期，应该哺育了几头虎宝宝，我跟他过去看看。张凡道，如果可以的话，我打算把虎宝宝带回来，这样安全一些。张凡，这都晚上了，明天再去吧。景亚连劝道。是啊，老大，大晚上的出去多危险，还是明早再去。其他人纷纷劝了起来。张凡摆摆手，放心吧，没人能伤害我。大黄，你今晚去景亚房间。说完，张凡带着母老虎出了房间，然后出了酒店，开了一辆50神车，载着大老虎出了度假村。50神车是刘牧一行人开过来的，今晚正好开开。第54章，3只小脑斧。在胖虎的带领下，张凡很快就找到了他的巢穴和巢里的小老虎。胖虎是张凡给母老虎起的名字。母老虎虽然在奶小老虎，但浑身圆鼓鼓的，胖虎这个名字很适合它。胖虎的巢穴就在郊野动物园里，而且就在动物园的虎园内。虎园的一个房间里，3只刚睁眼的小老虎在地上乱爬，它们喵喵叫着，叫声无助又可怜。很显然，这3只小老虎饿了，只能通过呼唤来呼唤他们的虎妈妈。吼！一声低吼响起，就见一头穿着动物园工作装的丧尸进入了虎园。3个小家伙的呼唤非但没能唤回虎妈妈，反而引来了丧尸。工作装丧尸在叫声的吸引下，
来到了小老虎们居住的房间。听到动静的3只小老虎以为虎妈妈来了，争先恐后爬来。它们太小了，小身板，小短腿儿，毛茸茸的，真就虎头虎脑，看着又软又带萌，让人恨不得抱在怀里，小心翼翼呵护一番。然而工作装丧尸可没有这种爱心，他扑倒在地，张着沾满了血迹的牙齿，一口咬向一只小老虎。眼瞅着这只小老虎就要命丧黄泉之际，一股诡异波动蔓延开来。嗡！工作装丧尸瞬间静止在半空，画面也在这一刻定格了。工作装丧尸依旧保持着前扑、血盆大口大张的姿势，正是时间静止异能。这时，胖虎从门外冲了进来，看到工作装丧尸后，仰天咆哮一声，随即大口一张，嗡！一股恐怖的吸扯力从他口中席卷而出，作用在工作装丧尸身上。工作装丧尸立即朝胖虎口中飞去。神奇的是，工作装丧尸越飞越小，等飞到胖虎嘴边时，只有10公分了。胖虎一口吞下，直接把工作装丧尸吞入口中，工作装丧尸随之消失。张凡看得呆了，这什么异能？之前胖虎攻击他时，张凡就感受过这个异能，那股吸扯力确实惊人，但刚吞到一半就被张凡用时间静止打断。因为没看到全过程，张凡对这异能不甚在意，没想到这异能这么变态，一个身高1.7米的丧尸一口就吞了，而且丧尸还越变越小，这什么操作？还有，胖虎吞了丧尸会不会被感染，自己也变成丧尸？张凡顿时担忧起来。不过联想到胖虎熟练的操作，张凡严重怀疑他以前应该也吞噬过丧尸，以前吞噬丧尸没事，现在应该也没事吧？张凡这样自我安慰。吼！胖虎低吼一声，缓步走到3个小老虎跟前，然后爬了下来。3只小老虎颤颤巍巍爬到他身下，喵喵叫着吸吮起了奶水。胖虎温柔地舔舐着3个小家伙，哪还有半点凶残狂暴的样子？这幅画面很和谐，也让人感动。哪怕世界变得天翻地覆，最凶残的老虎依旧保持着母性本能。张凡蹲下身，轻轻抚摸着3个小家伙，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他从小就爱养猫养狗，小时候做不了主，苦恼很久，爸爸才从村里给他要了只小狸花猫。张凡高兴坏了，天天跑到河里给小狸花猫抓鱼吃。养了将近10年，小狸花猫变成了老狸花猫，脾气也变大了，不愿意让张凡碰，把他惹毛了就挠人。张凡气得捶了他一顿，然后他再也没有回来。再次看到他时，是在村后的一个窑洞里，他死了，变成了一具尸体。张凡为此伤心了很久，后来陆续又养了几只猫，还养过狗，但感觉始终没有那只狸花猫亲近。长大后，天天刷某手，看那些迪拜的土豪整天遛老虎狮子，张凡也想养头老虎，可惜只能想想。国内不允许养狮子老虎，就算允许，张凡也养不起。没想到末世了，倒是实现了养头老虎的梦想，而且还是头老虎 Plus。 不错不错。吃了会儿奶，3只小老虎就吃饱了，开始玩耍起来。一只爬上了虎妈妈的背，一只用爪子拨着一块石子玩，一只爬到张凡跟前啃着张凡的鞋。张凡把这只小老虎抱了起来，小老虎咧开嘴喵喵叫了起来，呆萌可爱，萌翻了，可爱的小家伙。张凡抚摸着小老虎的脑袋，以前看见视频里的小老虎那萌萌的样子就让他眼馋，他想撸却撸不着，今天终于撸到了，可得好好撸几把。胖虎静静看着，任由张凡撸自己的宝宝，都没有攻击的想法。玩到了会儿，张凡提议带小老虎离开，这里太危险了，继续留在这里，等胖虎外出捕食，保不准哪天又遇到今天这种情况，所以还是撤吧，带他们一家4口回度假村，在那里安家。胖虎无条件服从。就这样，张凡抱着3只小老虎出了湖园，胖虎乖乖跟在身后。来到外面，坐上武林神车，张凡带着胖虎一家4口回了度假村。回到假日酒店，张凡发现大家都没睡，酒店里的灯还亮着。张凡心生愧疚，连停好车，带着胖虎一家进了酒店。老大，你终于回来了！哇，好可爱的小脑斧，抱抱！看到张凡怀里的3个小家伙，大家双眼冒着桃心，尤其女人立即冲了过来，恨不得把小老虎抱在怀里，狠狠亲上2口。吼！一声低吼传来，胖虎从张凡身后冒了出来，目光不善盯着众人。他允许张凡拨弄他的孩子，但绝不允许其他人靠近他的宝宝半步。看到胖虎，众人身体一僵，生生停住脚步，不敢再靠近了。张凡摸了摸胖虎的脑袋，这些都是我的朋友，以后也将是你的朋友，他们不会伤害你，也不会伤害你的孩子，所以你不能凶他们，更不能攻击他们，明白吗？胖虎的战斗力很强，和下午遇到的那头东北虎差不多。张凡估计胖虎也是3级，在场除了他，
没人是胖虎的对手。胖虎如果抱起伤人，没人拦得住，所以得提前叮嘱他。张凡相信胖虎一定听得懂，因为大黄觉醒异能后变得特聪明，胖虎一定也很聪明。吼！胖虎低吼一声，点了点硕大的脑袋，果然听懂了张凡的意思。乖。张凡摸了摸胖虎的脑袋，对大家道：“你们再试试。”大家面面相觑，又看看胖虎，不敢。还是景亚勇敢，他小心翼翼上前，伸手摸了摸小老虎。胖虎果然没再攻击。景亚大喜，直接抱过这只小老虎，开心地叫了起来：“好可爱啊！”其他人也忍不住了，立即围了上来，争相逗弄起了小老虎。胖虎目光不善，却没再攻击。哄闹了一番，时间也很晚了，大家这才散去，回房间睡觉。张凡把胖虎一家安排到了自己隔壁房间里的床，被他弄走，空间立即变大，足够胖虎一家生活了。接下来再没有意外状况发生，张凡一夜睡到大天亮，直到7点被闹钟叫醒，洗漱、吃早餐，完了分组。15个战斗类异能者被分成3组，每组共5个人，由一个复制体带领。一组潘镇方向，2组长恒庄园方向，3组华镇重工生活区方向。张凡安排完任务，叮嘱道：“记住，安全第一，任务第二，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保命为先，听明白了吗？”明白。8点出发，11点30分准时返回。出发吧。15个战斗异能者在3个复制体的带领下，坐车离开了度假村。酒店内就剩张凡、景亚和后勤部众人。曹姐，家里就交给你们了。张凡叮嘱道：“家里我留了一个复制体，遇到麻烦尽管找他，我的对讲机在他身上。”知道了，小凡。曹姐重重点头。我们出发了。张凡笑笑：“景亚、大黄，我们走。”第55章，收集饮用水。今天是6月12，星期一，晴，也是末世降临的第12天。天空湛蓝，仿佛一面镜子，几片薄薄的云像被太阳晒坏了似的，随风缓缓浮游着。一辆酷炫的劳斯莱斯在长江立交大桥上疾驰，大桥两侧是青绿的江水。末世降临后，原本浑浊的江水也逐渐变得清澈起来。江风袭来，带着一股新鲜的气息。虽然只是早上8点，温度也飙到了28度。张凡打开车窗，江风透过车窗吹拂着他的脸庞，仿佛少女的小手轻轻抚弄着，舒服得很。景亚坐在副驾驶，今天的她穿着一身白色运动服，扎着马尾辫，穿着小白鞋，浑身上下充满了青春靓丽的活泼气息。江风吹拂着她的长发，随风舞动，越发显得靓丽动人。大黄趴在后车窗上，望着窗外不断掠过的江面，欣赏着美丽的风景。景亚，跟我在一起，有没有谈恋爱的感觉？张凡左手搭在车窗上，右手握着方向盘，轻松而愉悦地说道。景亚一脸妩媚地白了他一眼，抿嘴笑道：“没有。”我不信。张凡，孤男寡女，迎风驰骋，还有这么豪华的劳斯莱斯，怎么可能没感觉？爱信不信。景亚白了张凡一眼，他其实是有感觉的。末世之前追求他的人很多，但他眼光很高，一般人瞧不上。末世后躲在宿舍里担惊受怕，忍饥挨饿，他又绝望又恐惧。是张凡救了他。景亚心里当时就非常感激。这种英雄救美的戏码虽然很老套，但必须承认最容易产生好感。而且张凡不但从死神手里把他拉了回来，还给了他安全的生活环境。虽然身处末世，每天都遇到危险，但待在张凡身边，景亚就感觉特安心。景亚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自己对张凡产生了依赖性，已经离不开张凡了。而且离了张凡，景亚不敢想象自己会遭遇什么，该怎么活下去。母胎单身多年，难得遇到这样一个人，景亚当然愿意和张凡待在一起。而且团队里莺莺燕燕很多，而张凡身为老大，盯着他的女人很多。景亚能察觉到其他女性看向张凡的目光都不一样，这让景亚产生了危机感。他认为自己不能继续装清高了，得适当的主动一些，提前霸占张凡，不然万一被别人捷足先登，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我不信。张凡哈哈一笑，忽然伸手握住了景亚的小手，大拇指在他手心挠了2下。景亚心里一荡，浑身酥酥麻麻的，却没有挣脱张凡的手。还说没感觉，你们女人就会说反话吗？半个小时后，两人来到了长江隧道的出口处，前面被土堆堵死，该换车了。看着自己的杰作，张凡表示很满意，把劳斯莱斯停在路边。两人一狗下了车，张凡拉着景亚的手，另一手抱着大黄，发动了瞬间移动。下一刻，3人来到了土堆另一边。张凡放开景亚和大黄，随便在路边找了辆奔驰，开着继续上路。按照规定，早上收集食物和水，下午收集其他物资。食物已经足够用了，饮用水依旧稀缺，
所以今天早上的任务是收集饮用水，而且能收集多少就收集多少。水这种重要物资永远不嫌多。两人定下了3个目的地，一个纯净水厂，2个矿泉水厂。这3个地方都位于普药区，也是距离长衡岛最近的水厂。一路上碰到不少丧尸，张凡放出复制体轻松解决，收集了不少体质光团。麻烦的是路上有很多车辆，严重阻塞了交通，开着奔驰难以通行。没办法，只能换了辆重卡继续前进。重卡横冲直撞，硬生生撞出了一条路，也吸引来了很多丧尸。在血雨的滋润下，丧尸确实进化了，但依然追不上疾驰的重卡。一路推进，终于抵达涟漪纯净水厂。水厂外面有很多丧尸游荡，一眼扫过，至少超过10头。这些丧尸原本都处于静默状态，重卡一靠近，他们就跟打了鸡血似的，一窝蜂涌了上来。张凡瞬移出车子，望着扑来的丧尸，轻轻一指点出，嗡！一圈圈肉眼可见的实质化震动波从指尖射出，射向第一头丧尸。拥有超级震动异能，张凡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发射出震动波，拳头、掌、手指、脚，甚至舌头等都能放出冲击波。不仅如此，张凡还能控制震动波的大小、范围、威力、频率以及方向。手指发射震动波属于常规操作。砰！这头丧尸脆弱的犹如豆腐，胸口被震动波击中，瞬间撕裂出一个大洞。震动波顺着大洞从丧尸的后背透体而出，撞入了丧尸身后的空气中。然而丧尸并没死，他的胸口虽然被撞出一个大洞，脑袋却完好无损。他嘶吼一声，再次扑向张凡，不知死活。张凡又一指点出，射向丧尸脑袋。砰！丧尸的脑袋瞬间炸开，就像爆开的西瓜，污血四溅，脑浆飞射。张凡动作不停，一指指点出，一头头丧尸被打爆脑袋，横死当场。不到1分钟，纯净水厂前的丧尸全部殒命，找阎王爷报道去了。走！张凡招了招手，换到驾驶座的景亚点点头，一踩油门，开着重卡进了纯净水厂。这家纯净水厂应该没人光顾过，不仅厂子外面有丧尸，里面也有丧尸。张凡一路横推，很快就清理掉了纯净水内的丧尸，也找到了很多桶装水。这些桶装水都是封装好的，还没有拆封，保质期是3个月。因为保质期短，所以最近几天张凡等人用的都是桶装水。至于瓶装水，大家都舍不得用。瓶装水保质期更久，长达24个月，先存着，等桶装水喝完再用。搜刮完涟漪纯净水厂，总共搜刮了1200多桶桶装水，而且90%都是5加仑的大桶，5加仑等于18.9升。如果只是喝的话，这1200桶桶装水足够大家喝7、8个月了。不过还不够，得继续收集。两人出了涟漪纯净水厂，直奔第2个目的地思源矿泉水厂。一路上又遇到很多丧尸，张凡出来当然不想单纯的收集水，他也想收集一些光团，所以他故意放慢车速，以一个丧尸追不上但又不至于掉队的速度慢行。这么做果然吸引了一大批丧尸，他们嗷嗷叫着跟在重卡后面。重卡不断前进，越来越多的丧尸加入了进来，丧尸队伍越发庞大。景亚看得心惊肉跳，张凡，你这样溜丧尸不怕翻车呀？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张凡自信一笑，继续不紧不慢地溜着，就跟遛狗似的溜着。沿途的大楼里，有幸存者看到大街上的情形，惊得目瞪口呆。好多丧尸，这尼玛想死啊！都末世了，居然还敢开着重卡大摇大摆的在街上瞎逛，真是不知死活啊！我打赌这2币绝对会被丧尸撕成碎片。类似的咒骂声不绝于耳，张凡毫不在意。终于，距离思源矿泉水厂只剩一个红绿灯的时候，他停下了重卡。猎杀时刻开始。第56章，大妈的救命稻草。王彩芬是保利小区的居民，今年52岁，也是小区广场舞的领队。因为常年跳广场舞，王彩芬的身子骨很好，能吃能喝，能蹦能跳。要是超市有鸡蛋促销活动，还能100米冲刺呢。虽然跑不进10秒以内，11秒还是可以的。他还带领跳广场舞的姐妹们霸占过篮球场，亲自下场和抢占篮球场的小伙子们开过武林大会，一手9阴白骨爪耍得虎虎生风，打伤抓伤好几个年轻小伙。要问身子骨，那是没话说，很多年轻人都不如他。末世降临后，王彩芬亲眼目睹丧尸疯狂追逐人类，然后把人活活咬死的残忍景象。王彩芬被吓坏了，她虽然在广场和篮球场上威风凛凛，但丧尸可不会跟她讲武德。她发誓这辈子都不会走出房间，打死都不去。她靠着家里的存粮，艰难地挺过了12天。然而今天停不下去了，因为家里3天前就断粮了。王彩芬很饿，也很绝望，肚子的滋味太难受，她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
王彩芬想过自杀，给自己一个痛快。她堂堂保利小区武王，不应该憋屈的饿死。好吧，其实是饿的实在受不了了，死了就不用饿肚子了。他家在15楼，只要从窗户跳下去，就能解决一切烦恼，一了百了。可每次看到那么高的高空，他都吓得腿软，又从窗户上爬了下来。接连失败了10多次后，王彩芬调整心态，准备再次跳楼。结果看到楼下的大街上突然涌来数不尽的丧尸，在追逐一辆重卡。王彩芬吓得浑身一抖，也不敢爬窗了。自己跳下去摔死后，岂不是要被这么多丧尸撕成碎片？到死都不能留个囫囵尸体。他堂堂保利小区武王，连个囫囵尸体都留不下，这成何体统？想到这里，王彩芬不禁破口大骂：天杀的王八蛋，引来这么多丧尸干什么？断子绝孙的狗东西，开个重卡了不起啊！草尼玛的，我就看着你他妈的被丧尸吃掉。这时他就看到重卡忽然停了下来，一个年轻人凭空出现在车顶。这短命鬼想干啥？王彩芬心里咒骂道。王彩芬嘴里的短命鬼不是别人，正是张凡。他出现在车顶后，扭了扭脖子，活动了一下筋骨，露出一个残忍的笑容。下一瞬，他凭空出现在丧尸最密集的地方上空，双拳猛地轰出，嗡嗡嗡，2圈圈实质化的震动波从拳头之中轰然喷涌而出，撞向下面的密集丧尸。轰隆，2圈圈震动波传播下来，笼罩了方圆5、6米内的丧尸。咔嚓一声，这片区域内的所有丧尸脆弱的就像豆腐一样，瞬间变成了肉泥。见过大锤砸西瓜吗？眼前这一幕和大锤砸西瓜差不多。一瞬间，10几头丧尸成了肉酱。这一幕彻底惊呆了楼上的王彩芬。这是人吗？王彩芬舌头都在打颤。张凡的表演还在继续。放出2发震动波后，张凡非但没有掉落到地面上，反而被震动波推上了半空。牛3定律，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张凡在空中划过一个抛物线，再次下落。眼瞅着快要掉到丧尸群中，他又放出2发震动波，咔嚓，又有10几头丧尸被震成了肉酱。如此这般，张凡接连升起，又不断落下，每次落下就放出2圈圈震动波，杀死一大片丧尸。接连几次，就有上百头丧尸惨死于张凡之手，被轰成了肉酱。站在王彩芬的角度，看到大街上血流成河，肉酱遍地；站在张凡的角度，看到了上百个金光闪闪的光团，熠熠生辉。最密集的丧尸全部毙命，剩下的丧尸离得相对疏散，使用超级震动不再划算。张凡抽出腰间短刀，然后一分为3，分成3个方向杀向3头丧尸。噗噗噗，3头丧尸的脑袋瞬间分家，然后调转方向，继续杀向另外3头丧尸。神奇的是，这3把飞刀就像3个人操控的一样，猎杀丧尸，转弯寻找新的丧尸，完全互不干扰，互不影响。这就是一心3用，同时做3件不同的事情，互不影响，互不干扰，就像3个人在做一样。噗噗噗，在3把飞刀的收割下，丧尸的脑袋如饺子一般，一颗接一颗滚落。几分钟后，大街上的丧尸被屠戮一空，只留下遍地的残躯肉酱。张凡逐一收取着光团，体质以极快的速度增长着，眨眼功夫，体质就涨了980点，达到了4级，201-10000。而这个时候，楼上的王彩芬已经惊呆了，她呆呆望着傲立于尸山血海中的年轻身影，整个人都有些窒息。这是人？这他妈是超人啊！猎杀丧尸就跟砍瓜切菜似的，不是超人又是什么？这时，王彩芬又看到大街上的年轻人合并了3柄飞刀，重新组成一柄短剑，然后朝重卡走去，显然打算离开了。王彩芬急了，连扯着嗓子喊了起来：“短命鬼！不对，小伙子，别走，救救我呀！”亲眼目睹了张凡的强大实力，王彩芬完全把张凡当成了救命稻草。张凡这么厉害，一定能救自己。就算他不愿意带自己离开，给自己送点吃的总可以吧？他那么厉害，对他来说送点吃的还不跟喝水一样简单？年轻人应该尊老爱幼，送点吃的怎么了？然而任凭王彩芬怎么呼喊，张凡都像没听到一样，然后在王彩芬崩溃愤怒的目光中上了重卡，缓缓离开了。操你妈的，你耳朵聋聋了，还是被驴毛塞住了？这么一个大活人站在这儿，你他妈视而不见吗？砰砰砰！就在王彩芬崩溃大骂的时候，忽然有东西砸起了外面的防盗门。王彩芬浑身一颤，这才想起门外面一直有2头丧尸在游荡，那是邻居变成的丧尸。他刚刚这么大声，一定把这2头丧尸给吸引过来了。砰砰砰，砸门声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剧烈，就像死亡的闹钟一样，重重敲击在王彩芬的心脏上。砰！防盗门终于被砸开，2头丧尸咆哮着冲了进来。刚刚好像有人喊救命，
景亚回过头，疑惑说道：“没有，你听错了。”张凡笑笑，继续慢悠悠开着车。好吧。片刻后，重卡来到思源矿泉水厂前。水厂前的街道上看不到一头活的丧尸，只有10几具尸体。这些尸体显然是刚死的，还在滴答滴答流着污血，血腥味刺鼻得很。张凡和景亚对视一眼，有人先来了，怎么办？撤吧。张凡并没有冲进去和对方 PK 一场，然后抢走矿泉水的想法。末世刚刚降临，物资还很充沛，远没到你死我活、血拼厮杀的地步。就算这里被人捷足先登，也还有别的矿泉水厂，没必要吊死在这里。况且人类幸存者本就不多，能不起冲突就不起冲突。张凡并不认为自己实力强大，就可以为所欲为，横行无忌。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自有强中手，要常怀敬畏之心。行。景亚连点头，很同意张凡的做法。张凡调转车头，准备离开这里。岂料这时，一声凄厉的惨叫声响起，紧接着惨叫声此起彼伏，犹如厉鬼的哭嚎，让人毛骨悚然。什么情况？景亚连看向思源矿泉水厂方向，里面的人遭遇丧尸了。不清楚。张凡目光闪烁，下去看看就知道了。运气好得很，说不定能碰到厉害的丧尸。第57章，丧尸在天上飞。张凡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五好青年，眼见别人有难，他当然愿意施以援手。好吧。张凡承认，比起助人为乐，他对强大的丧尸更感兴趣。丧尸越强大，代表丧尸的异能越变态，这是他乐意施以援手的主要原因。张凡带着景亚和大黄冲进思源矿泉水厂，看到了惊慌失措的一群人，他们一个个发足狂奔，面色惊恐，只恨爹妈少生了2条腿。而在他们身后，一头身穿工作服、身体精瘦的中年丧尸悬浮在半空，朝他们飞速冲来。丧尸在飞，这是真的。中年丧尸真的在飞，他双脚离地，凭空悬浮在1米高的位置，快速掠来。他的飞行速度很快，几个眨眼就追上了跑得最慢的幸存者，双臂凭空下压。扑通！这名留着长发、约莫25、6岁、容貌娇丽的幸存者直接被压趴在地。救我！救我呀！王亚妮伸手抓向同伴，发出撕心裂肺的求救声，希望同伴能救他一命。然而所有同伴里都没理，继续发足狂奔，朝矿泉水厂外跑去。没有一个人施以援手。救命！救个鸡毛啊！这头丧尸这么可怕，他们留下来绝对会死得很惨，他们可不想死。王老师，你平时不是教导我们要舍己为人、助人为乐吗？有一个男同伴甚至边跑边喊，现在到了你兑现诺言的时候了，你先在这撑着，给我们争取时间，我们先撤了。王亚妮看到逃之夭夭的学生们，感到无尽的绝望和心寒。她是魔海3中初38班的班主任，今年刚毕业，第一次带班。丧尸爆发后，她带着班里幸存的学生东躲西藏，扛到了现在。晚上是她守夜，有了食物，学生先吃。学生遇到危险，她挺身而出；学生情绪失控，她温言鼓励；学生爆发矛盾，她从中调和。毫不夸张地说，他们这群人能一路走到现在，她居功至伟。没有她的细心呵护，这些学生早就死了。不，末世爆发的第一天就有可能死在极度混乱的学校里。是他带领学生走到现在，可没想到他一遇到危险，这些平日里对他言听计从的学生们跑得一个比一个快，连一个伸手拉他一把的人都没有，甚至还有学生说着风凉话。今天的气温很高，这会儿已经飙到了30度，可王亚妮却感到心冷。她感觉自己很失败，末世前对学生呵护备至，末世后更是小心保护。现在她意识到，这些学生缺的从来都不是知识和保护，而是良心。吼！中年丧尸一声低吼，如猛虎扑食般扑来，似要把王亚妮撕成碎片。完了！王亚妮心若死灰，干脆闭上了眼睛。结果等了半天也不见丧尸扑来，耳边反而响起一道调侃声：“美女，你打算躺在地上过年吗？”王亚妮唰的一下睁开眼睛，就见那头丧尸悬浮在半空，一动不动，而他身边不远处站着一个帅哥和美女，旁边还有条半大的小黄狗。什么情况？王亚妮有些懵。他们救了我。来人不是别人，自然是张凡和景亚。张凡没理会处于愣神状态的王亚妮，飞起一脚把中年丧尸踹飞。他没急着杀死对方。张凡想看看这中年丧尸到底什么异能，居然还会飞。这年头丧尸也能飞了。吼！中年丧尸翻身而起，一双如死鱼眼的灰白眼睛冷冷盯着张凡，抬起双手猛地一压。轰！霎时间，张凡只感觉到一股恐怖的压力重重作用在身上，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每一寸皮肤都在被疯狂挤压。
咚咚咚，张凡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剧烈跳动起来，快要跳出胸腔一般，血管内的血液快速流动，就像长江大河一般，发出汩汩声音。重力，这是重力！张凡又惊又喜，这头丧尸的异能居然是控制重力，这趟没白来。吼！眼见张凡呆立不动，中年丧尸以为他被自己镇压在原地，无法动弹，于是嘶吼一声，飞身扑向张凡。唰！张凡凭空消失，中年丧尸扑了个空，刚要转头寻找张凡，一圈圈震动波击中了他的脑袋。咔嚓！中年丧尸的脑袋轰然炸开，就像爆开的西瓜，瞬间四分五裂。3个光团从他身上掉落了下来，一金一银一白。张凡愣住了，银色光团，丧尸身上居然也掉落了银色光团。张凡感到不可思议，人类和动物身上掉落银色光团，他丝毫不感到意外。丧尸身上掉落银色光团就离大谱了。银色光团代表精神，而丧尸是一种会动的活死人，根本没有任何精神意识可言。他们哪有精神？此前杀死过的所有丧尸都没能掉落精神光团，就是最好的证据。这头丧尸怎么回事啊？他身上怎么掉落了精神光团？他是变异丧尸，还是说丧尸正在逐渐进化出智慧？张凡认为更接近后者，因为这个精神光团很小，远比张凡之前遇到的任何一个精神光团都小，所以这头中年丧尸有很大可能进化出了最简单的智慧。有些不妙啊！张凡拾取了体质光团和精神光团，体质加102，精神加0.2，102的体质证明这头丧尸是3级丧尸，0.2的体质证明这头丧尸的精神很弱小，只具备最简单的智慧。这不是个好的征兆。丧尸的数量本就夸张，要是逐渐进化出智慧，哪有人类的活路？想象一下，丧尸和人类一样会躲藏，会团结，会联合，会使用阴谋诡计，不寒而栗，得变得更强才行。张凡暗道，趁着他们还不太聪明，尽可能多的猎杀丧尸，每多杀死一头丧尸就能少一个威胁，张凡自己也能多变强一分，所以猎杀丧尸刻不容缓。张凡又拾取了象征异能的白色光团，一阵剧痛过后，张凡如愿获得了新的异能——重力操控异能。张凡仔细感受这异能，然后就感受到了无处不在的重力，这是地球施加给地球上的一个人、每一种生物、每一种有质量的物体的力。神奇的是，张凡能感觉到他和重力之间多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这种联系和他与金属、土地之间的联系一样，都是那种可以操控的感觉，说不清道不明，但真实存在。张凡小心尝试，渐渐的，他发现自己不仅能改变重力的大小，还能改变重力的方向。重力的方向原本是竖直向下的，永远不可能改变。张凡发现他可以改变重力方向。张凡试着调整重力方向，把它从竖直向下变成了竖直向上。惊人的一幕发生了，张凡的双脚逐渐脱离地面，整个人缓缓飘了起来。是的，飘起来了，就像拍电影吊威亚那样，飘了起来，飞起来了。张凡激动得热血沸腾，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居然可以飞起来，简直不可思议。景亚和王亚妮也惊呆了，当然两人的震惊不一样。景亚知道张凡肯定是获得了中年丧尸的异能，所以才会飞，他惊的不是异能，而是飞行本身。张凡居然飞起来了，人也可以飞，太神奇了。王亚妮震惊的是，张凡为什么也会飞？人真的可以飞吗？张凡可顾不上两人的震撼，他继续控制重力的方向，把竖直向上的重力渐渐改变成水平向前的重力。张凡立即往前飞去，重力方向变成向后，他开始后退；重力方向变成向左，他向左边飞；重力方向变成向右，他向右边飞。张凡就像个得到新玩具的孩子，兴冲冲地试验着新异能，在天上飞来飞去。这可把景亚羡慕坏了，酸溜溜地喊道：“张凡，这是什么异能？”重力操控。张凡低头笑着道：“景亚，你想不想试试飞一般的感觉？我可以吗？”景亚有些期待：“当然可以。”张凡微微一笑，试着调整景亚身上的重力，改变重力的作用方向。唰！这一瞬间，景亚清晰地感觉到施加在身上的重力消失了，身体变得轻飘飘的，就好像褪去了一层枷锁，感到非常轻松。紧接着，一股向上的力量作用在身上，身体缓缓飘了起来。飞起来了！我也飞起来了！景亚有些语无伦次。过来！张凡勾了勾手指，景亚立即朝他飘了过来。张凡一脸坏笑着张开了怀抱，坐等美人入怀。干什么？你干什么？景亚又羞又气，一双修长高挑的大长腿在空中乱蹬，双手捂着脸，
放我下去！你想占我便宜，快放我下去！哈哈，晚了。张凡嘿嘿笑着。就在景亚快要飞到他碗里时，张凡忽然听到一阵轰隆声朝这边传来，转头一看，就见一辆重卡以80迈的速度朝这边冲来，直指地上的王亚妮。第58章，荒唐的理由。重卡轰隆隆碾压而来，速度飙到了80迈，笔直撞向地上的王亚妮。这要是撞结实了，以王亚妮的小身板，非得撞成肉酱不可。唰！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流光划过，王亚妮悄然消失在原地。下一瞬，王亚妮已经到了7、8米开外，而张凡和景亚就在王亚妮跟前。危急时刻，是张凡出手救了他。王亚妮吓得脸色苍白，浑身抖如筛糠，显然恐惧到了极点。张凡和景亚却齐齐看向重卡，脸色都有些不太好看。谁在开重卡？对方到底想干什么？景亚沉声问道。重卡刚才是冲着王亚妮去的，明显想杀死王亚妮。景亚想不明白，谁这么狠心，要对付王亚妮一个女人？张凡道：应该是刚才逃走的那些人，这里再没别人了。这里确实没别人了，除了院里的他们3个外，只有刚才逃走的7、8个人。他们和他不是一伙的吗？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景亚瞥了王亚妮一眼，疑惑得很。谁知道呢？小心！张凡正说着，忽然瞥见重卡调转了方向，又朝他们开了过来。对方显然下了死手，油门都踩到底了。发动机发出急促的轰鸣声，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疯狂冲撞而来。张凡和景亚就在王亚妮旁边，也在重卡的撞击范围内。张凡心头火起，多大仇多大恨，连他们2个路人都不放过。找死！张凡瞬间合金化，化身一尊银白合金人，同时发动了超级力量异能。这时重卡刚好迎面冲来，去你妈的！张凡一拳轰出。张凡这次含怒出手，丝毫没有留手，超级力量异能全功率输出。轰隆隆，沛然无匹的力量轰然爆发，重卡的车头瞬间被砸扁变形，急速撞来的重卡也被硬生生砸停，从急动转为急静。驾驶座上传来一声闷哼，开车的家伙显然被撞得不轻。然而张凡还不解恨，他猛地腾空而起，来到重卡上方，双拳虚空一抓，咔咔咔，仿佛有2只无形的大手像揉面团那样疯狂揉捏着重卡。咔咔咔的金属脆响声中，重卡一点点被揉捏挤压到一起，期间还伴随着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犹如来自地狱的厉鬼哭嚎。眨眼功夫，原本方方正正的重卡被硬生生揉捏成了一个面团。不对，应该是金属疙瘩。吧嗒吧嗒，一股股柴油混杂着鲜血从金属疙瘩中流出，滴答滴答落在地上。看到这一幕，王亚妮惊呆了，那么大一辆重卡居然被硬生生捏扁搓圆，揉成了金属疙瘩，这还是人吗？这家伙！景亚也惊得不轻，他知道张凡很厉害，但没想到张凡发起火来这么可怕。哼！张凡心里的怒火稍稍消散，随手一抛，把捏成金属疙瘩的重卡丢在一边。你们俩没事吧？张凡看向景亚和王亚妮。当然没事。景亚无奈道：你把重卡弄成这样，咱俩等下又得找车了。张凡摆摆手，浑不在意一笑：没事，刚才过来的时候，我在街上看到了一辆装甲 MPV， 待会儿就开它了。装甲 MPV？ 景亚双眼一亮，连连点头。重卡虽然安全，但舒适度不敢恭维。相比之下 ，MPV 就强多了。而且装甲 MPV 可是拥有 MPV BR 7级别的装甲防护，也安全得多。唯一的缺点是这玩意儿太费油了，100公里50升的油耗，简直在喝油。好在这末世别的没有，柴油多的是，只要安全得到保证，费油不算什么。谢谢你救了我，真的非常感谢。王亚妮惊魂未定，朝张凡深深鞠了一躬，满脸的感激之情。短短几分钟，张凡救了他3次，他也在鬼门关来回溜达了3次，心里对张凡的感激无以复加。不客气。张凡笑了笑，你的同伴好像都逃了，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也不知道。王亚妮苦笑一声，仿佛被抛弃的孤儿，一脸的苦涩。末世降临后，他就和那群学生相依为命。他虽然处处照顾自己的学生，但那些学生何尝不是他心里的依靠？可现在依靠他了，王亚妮迷茫了，不知道何去何从。如果无处可去的话，就跟着我们吧，我们那儿有不少幸存者。张凡笑着说道。队伍大了，张凡也适当放宽了选人标准，普通人也可以加入进来。长衡岛那么大，种菜、养殖、维护果园、种植粮食，哪个不需要人？王亚妮犹豫片刻，便同意了。谢谢你们，我愿意加入。反正无处可去，还不如跟着张凡。至少跟着张凡这么强大的人，安全方面能够得到保证。
而不像之前自己得带着一群学生抛头露面寻找物资。王老师，王老师，你没事吧？王老师，你没事真是太好了，刚才吓死我了。这时，刚刚逃走的7、8个人去而复返，一窝蜂的跑了过来。这个时候，张凡才看清楚他们的样子，一共8个人，全都是15、16岁的初中生，面容青涩，6个男生2个女生。此刻，少年们全都一脸兴奋，2个女生甚至激动的哭了，似乎都为王亚妮没死而感到由衷的开心，全然忘了他们刚才无情抛弃王亚妮，甚至说风凉话的一幕。张凡没理会这群少年们，而是看向王亚妮：“你是个老师？”王亚妮点点头：“初中老师。”“老师好，我们团队正需要各种人才，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张凡笑道：“以后可以给孩子们传授知识，教孩子们读书写字。人不可能只活几天，要活一辈子的。既然活着，就得结婚，得生孩子，把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孩子长大了，肯定要学习文化知识，不求他们的知识有多渊博，起码不能成为什么都不懂的文盲。有了老师，就可以教孩子们学习识字，用途大了去了。只要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吩咐，我会尽心尽力的。”王亚妮连点头：“王老师，你要跟他们走吗？”一个高个男生看了眼张凡，又看着王亚妮，期待问道：“能带上我们吗？”“是啊，王老师，带上我们吧，我们一直跟着你，你不能丢下我们啊。”“王老师，在这末世，我只认你，无论你走到哪儿，我都跟到哪儿。”“王老师，我平时最听你的话了，丢下别人也不能丢下我啊。”少年少女们纷纷开口，都希望王亚妮能带着他们跟随张凡。他们刚才其实没逃走，逃到矿泉水厂外面就躲了起来，然后亲眼目睹了张凡吊打丧尸，把重卡捏扁搓圆的一幕，然后惊为天人。他们一合计，就做出决定，无论如何都得跟着张凡。在这人命如草芥的末世，只有跟随张凡这样的强者才能活下去，所以才有了请求王亚妮的一幕。他们很清楚王老师的为人，王老师人好，心也软，只要求他，他肯定会答应。然而这次王亚妮并没有同意，而是冷着脸问道：“齐英强不在，刚刚开重卡撞我的就是他吧？”少年少女面面相觑，齐齐点头。为什么？王亚妮的情绪有些激动，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到底哪里得罪了他？这个……学生们吭哧着不说话。不说是吧？王亚妮冷笑道：“以后你们爱去哪儿去哪儿，别再跟着我。我不再是你们的老师，你们也不再是我的学生，大家一别两宽，再不相见。”“别呀，王老师！”学生们都急了。一个男生急忙说道：“齐英强说你管得太宽了，现在都末世了，还不让我们做这做那，也不让我们碰女同学。他还说已经末世了，学都不用上了，姚老师有个卵用。而且只要你在，我们就不可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所以……”王亚妮惊呆了，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学生居然会因为这种理由杀死自己，就因为自己管得严了些，就要开车撞死自己，太荒唐了。张凡和景亚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现在的孩子戾气都这么重吗？王老师，我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你现在可以带上了吧？那个男生一脸希冀地问道。王亚妮有些失魂落魄，齐英强要杀我，你们就没有阻止？那个男生顿时不吭声了，其他人也不吭声。阻止？阻止个屌！他们心里其实也是这么认为的。都末世了，学都不用上了，也不用辛苦做模拟题、备战中考了，他们彻底自由了，也彻底解放了。结果还有你这个老师时时刻刻约束着我们，这算哪门子末世？齐英强说得很对，只有你死了，我们才能彻底自由，开始新的生活。当然，这话他们可不敢说，只能在心里想想而已。王亚妮感觉自己很失败，她刚毕业，刚为人师长，怀有一腔热血，可现在满腔热血烟消云散，只感到心灰意冷。王老师，我们可以跟着你吗？又有男生问道。别问我，我不知道。王亚妮失魂落魄，我也是别人收留的，你要问就问他。8个少年少女们立即看向张凡。我拒绝。张凡毫不犹豫拒绝了。为什么？一个男生大声质问道，情绪有些激动。张凡淡淡一笑，一字一顿道：“没有为什么，就是不想收你们。你不能这样，你知不知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道理？你这么强，有能力，也有义务保护我们，这是公民的基本道德。大哥，人类本来就没剩下多少，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要团结互助，互相配合，才能把人类的火种传递下去啊！大哥，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大哥，我是你小弟，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少年少女们有些激动。呵呵。第59章，山一般的矿泉水。呵呵。望着情绪激动的少年少女们，张凡冷冷一笑：“
我不是你们的爹，更不是你们的妈，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收留你们。操你妈的，你怎么这样？一个高个男生平时说脏话说习惯了，听到张凡的话后情绪激动，脏话张口就来，你还有没有一点公德心？啪！他的话还没说完，张凡抬手就是一个大嘴巴子，把这高个男生抽飞了出去，一直飞出几米远，高个男生才砸落在地，张嘴喷出一口鲜血，鲜血里还混杂着几颗牙齿，满嘴脏话，谁教你的？张凡冷冷道：你们这些小孩子一个个本事没有，口气一个比一个大，说话一个比一个拽，你以为你们是谁？其他人看到高个男生的惨状，顿时吓得瑟瑟发抖，不吭声了。欠缺管教！张凡冷哼一声，懒得理会这群货，转头对景亚和王亚妮道：我们走。景亚瞥了这些小家伙一眼，什么也没说，坐上了副驾驶位。王亚妮形如木偶，看也没看他的这些学生们，机械般上了车。轰！装甲 MPV 一声轰鸣，扬长而去。望着扬长而去的装甲 MPV， 少男少女们再也忍不住了，破口大骂起来：操你妈的傻逼，有异能了不起啊，不收我，你以为老子稀罕啊？我操你妈，你个傻逼，从小缺钙，长大缺爱，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左脸欠抽，右脸欠踹，驴见驴踢，猪见猪踩。还有王亚妮这个贱人，老子操你全家，真后悔刚才没弄死你。骂了好一会儿，发泄够了，也骂累了，8个人顿时茫然了。他们之前一直由王亚妮带领，收集物资，统筹全局，全都是王亚妮负责。正是由于王亚妮的一路带领，他们才能坚持到现在。现在王亚妮抛弃他们了，他们顿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现在怎么办啊？一个女生满脸担忧，返回之前那栋楼，还是找个新的庇护所？还是返回那栋楼吧，那里是王老师精挑细选的地方，起码很安全。另一个女生道。高个男生捂着脸，满脸怨毒地盯着装甲 MPV 离去的方向。另外5个男生没说话，彼此互相看着，然后不约而同看向2个女生。当看到其中一个相对早熟、胸脯发育得很丰满的女生时，目光有些炽热。嗨嗨！一个男生咳嗽一声，义正言辞：我同意杨丹丹的话，大街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赶紧返回那栋楼吧。对，外面丧尸这么多，我们多停留片刻，就多一份危险。赶紧回，这里太吓人了。5个男生恨不得立刻返回庇护所，他们这会儿心绪都有些激动，只想尽快回去，然后大干一场。2个女生害怕待在外面，也想早点回去，全然没有想过一旦回去，他们俩接下来将会遭遇什么。幸运的是，一行人在返回庇护所的途中遭遇了几头丧尸。不好，有丧尸，快跑！妈呀！几人吓坏了，撒腿就跑。他们几个很悲剧，一个觉醒异能的人也没有，加上年龄不大，身体还在发育中，对上丧尸没有任何优势。看到丧尸只能跑，好在他们都是半大的孩子，跑得足够快，比猴子还快。2个女孩子也不慢，眼瞅着把几头丧尸远远抛在身后。嗡！这时前面的虚空忽然微微荡漾起来，就像湖面一样，产生了一圈圈涟漪。下一刻，涟漪按照顺时针方向旋转起来，形成了一个高速旋转的漩涡。漩涡越转越大，直径逐渐达到几米。漩涡中心诡异地出现了一个黑洞。看到这一幕奇景，几人愣在原地，都有些难以置信看着眼前的景象，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认知。他们恐惧，但也好奇。难道他们有什么奇遇？还是说这是得到异能的征兆？吧嗒吧嗒，脚步声响起，只见漩涡中心的黑洞中缓步走出一头丧尸，一头身高接近2米的丧尸。丧尸！天哪！跑！看到从漩涡中走出的丧尸，一群人吓坏了，撒腿就跑。吼！丧尸一声咆哮，一圈圈肉眼可见的实质化音波从他口中扩散开来，方圆10米内的空气都产生了一圈圈涟漪，高频震颤起来，就像共振似的。啊！头好疼！被这音波击中，少年少女们顿时抱着脑袋惨叫起来，鲜血顺着他们的耳朵、鼻孔、嘴巴、眼睛等部位喷了出来。砰砰砰！少年少女们一个接一个栽倒，浑身抽搐着，再没能爬起来。真是好车啊！张凡驾驶着装甲 MPV 横冲直撞，这车无论起步速度还是舒适程度，都甩重卡几条街。最让张凡满意的，这车的一身装甲，就算站着让丧尸攻击，他们也无法撼动，直接横推就完事了。景亚也很满意这辆车，坐在里面不仅安全，舒适度也很好。王亚妮有些沉默，总是怔怔望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半个小时后，3人来到第2家矿泉水厂，准备继续收集瓶装矿泉水。刚刚在思源矿泉水厂一共收集了1852提矿泉水，每提24瓶，每瓶550毫升，按每人每天喝3000毫升。团队现在30人计算，
每天就要喝9万毫升，1852提矿泉水，最多喝271天。不够，远远不够，还得继续收集。农夫矿泉水厂。张凡把车子停在路边，看着这家矿泉水公司，希望这次能多收几点。肯定可以的。景亚笑道，这里是农夫矿泉水公司魔海分部，里面有一个大仓库，供应魔海各个区的矿泉水都是从这儿发出去的。那感情好。张凡面露欣喜，比起搬空超市、商场，他更喜欢搬空仓库。仓库意味着大存量，就像前2次搬空2座粮仓，直接囤积了够他们吃100年的粮食。所以还是仓库好啊。张凡和景亚下了车，却发现王亚妮坐在里面不动。王姐，你不下去吗？你们去吧，我休息会儿。王亚妮叹了口气，行吧。张凡想了想，同意了。装甲车的装甲很坚硬的，就算遇到丧尸也很难破开这层装甲，除非遇到操控金属的异能者，否则就算人类也拿这层装甲没辙。而碰到这类异能者的几率应该不高，除非王亚妮特倒霉。王姐，那你一个人休息会儿，我们很快就回来，记住别开车。张凡嘱咐一声，和景亚进了农夫矿泉水公司，找到了里面的仓库，没让两人失望。巨大的仓库内整整齐齐堆放着如山一般的农夫矿泉水，有380毫升24瓶箱装的，有550毫升24瓶膜装的，还有 12L 桶装的，一提提一箱箱一桶桶码得整整齐齐，占据了整个仓库。这么多矿泉水够我们喝多久？张凡直勾勾盯着仓库内如山一样的矿泉水，每滴鼻涕泡都冒出来了。反正比思源矿泉水厂多多了。景亚也开心，人可以几天不吃饭，但不能几天不喝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水是比粮食更重要的物资。这么多矿泉水足够他们使用很久了，这是可喜可贺的大喜事。景亚，赶紧的！张凡生怕这些矿泉水从眼前消失似的，催促起了景亚，赶紧收。景亚妩媚的白了他一眼，嗔怪道：“这里只有我们2个，你怕他们长了翅膀飞走不成？落袋为安吗？”张凡笑着说：“说的也是。”景亚不再耽搁，逐一收了起来。他随手一抹，一箱箱矿泉水凭空消失，就跟变魔术似的。不到半个小时，仓库里的矿泉水就消失了一小半，而且还在持续消失中。张凡紧紧跟随在景亚身侧，看着一箱箱矿泉水消失，心里美滋滋的。这么多矿泉水绝对是一笔珍贵物资，存入景亚的随身空间，也不怕它们变质，能存100年就能喝100年。刷刷刷！就在这时，张凡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跑来，汪汪汪！跟在张凡屁股后面的大黄也听到了动静，立即朝仓库门口狂吠起来。怎么了？景亚停了下来。有人来了。张凡回了一句，倒是丝毫不意外。这么大一个矿泉水仓库放在这儿，不被人惦记才有鬼。事实上，刚才进来时看到仓库内的矿泉水还完好无损地囤在这儿，张凡就挺诧异，这么多矿泉水居然没被抢走，真是好神奇。这可是重要物资啊！现在有人赶来，说明还是有聪明人的，知道这儿有矿泉水。张凡，景亚有些紧张。没事。张凡抓住他的小手，给了一个宽慰的笑容。有我呢。景亚用力点了点小脑袋，松了口气。在他眼里，张凡是最强的异能者，没有人能战胜他。在2人一狗的注视下，一群人冲进了仓库，把2人团团包围。人蛮多，肯定超过20人了，有男有女，且全是年轻人。从他们的穿着打扮来看，应该都是都市白领阶层。男的大方得体，女的端庄大方。这一点和张凡之前碰到的几波幸存者有着很大区别。张凡2人在打量他们，他们也在打量张凡和景亚。看到只有2人一狗时，这伙人的眼中都带着惊讶和困惑。自从6月10号晚上的那场血雨，丧尸大幅进化后，就很少看到敢单独行动的幸存者了。没办法，太危险，一旦落单遭到丧尸围捕，往往只有一个下场，被撕成碎片。所以他们每次行动都是大家一起行动，靠着人多势众，以力压人。没想到张凡和景亚居然敢2个人出来，胆子真不是一般的大。这时一声轻咳响起，人群立刻分开一条道，进来一个国字脸中年。这国字脸中年的穿着很随意，普通的白色衬衫搭配一条黑色西装裤，脚上穿着一双厚底子皮鞋。国字脸中年的穿着打扮很随意，但张凡和景亚都不敢小看他。张凡是从国字脸中年身上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而景亚认出了对方。就算没认出对方，景亚也不会小瞧。真正深藏不露的有钱人，往往很少在穿着打扮上显露自己的富贵。相比较之下，只有那些突然暴富的暴发户和土豪才会整天穿金戴银，恨不得将所有的奢侈品的 logo 都展露出来，
好让全世界都知道老子有钱。小亚，是你？国字脸中年刘建树诧异看着景亚，你怎么在这里？刘叔叔你好，我过来这里收集物资。景亚礼貌地说道，同时不忘给张凡介绍，这位是刘建树刘叔叔，我爸生意上的一个朋友，专门从事房地产的，生意做得很大。张凡点点头，冲刘建树笑了笑，刘叔叔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你好。刘建树笑了两下，又看向景亚，小亚，你爸妈他们呢？都不在了。景亚有些黯然，天妒英才啊。刘建树叹了口气，随即道，小亚，你以后就跟着我吧，就算看在你爸的面子上，我是无论如何都要照拂你一二的。末世降临后，他觉醒了异能，而且是非常强大的异能，当即整合公司内的员工，猎杀丧尸，收集物资，现在混得风生水起。谢谢刘叔叔的好意，不过不用了，我现在过得很好。景亚婉拒了，他知道他爸和刘建树的关系很一般，甚至两家还存在竞争关系，所以人家没理由也没义务照拂自己，景亚更不会厚着脸皮求庇护。况且在这末世，景亚除了张凡和小姨等寥寥几人外，别人他都不信任。那好吧，刘建树没有强求，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谢谢刘叔叔。景亚道了声谢，如果没事的话，我们要继续收集矿泉水了。你们随意。刘建树笑了笑，这里的矿泉水很多，你随便拿，想拿多少拿多少。农夫矿泉水公司的仓库里囤积着什么，刘建树一清二楚。早在2天前，他们就赶到了这里。他已经把仓库里的矿泉水当成了他的私人物品，绝不允许任何人染指。事实上，因为担心别的幸存者惦记，他已经让手下人悄悄转移了。奈何时间紧迫，根本来不及把里面的矿泉水运走，只能派人24小时盯着。所以张凡和景亚一来到这里，刘建树就得到了手下的汇报。没说的，刘建树立即带人赶了过来。他不仅会阻止对方带走矿泉水，还会彻底杀死对方，以免对方引来更多的人。没想到是熟人，准确来说是认识的人。不过那又怎样？刘建树已经决定，等张凡和景亚前脚离开，后脚就派人做了他们。无论如何，这里的矿泉水不能暴露。至于让景亚随便拿，只是场面话。景亚和张凡就2个人，就算肩扛手提，又能拿多少？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差点亮瞎了刘建树那双32K 钛合金狗眼。第60章，你就拿这个招揽我？景亚和张凡走到一边。张凡，怎么办？景亚瞅了刘建树等人一眼，小声询问道，还搬不搬？张凡没有回答，而是反问道，你和刘建树的关系咋样？如果景亚和刘建树非常熟络，是很要好的朋友，看在景亚的面子上，张凡不介意给他们留点。如果关系一般，顶多算认识。景亚小声道，谈不上朋友。明白了。张凡了然，放手搬吧，给他们留1/3，不，1/5吧。刘建树一个搞房地产的，不用问，这农夫矿泉水公司肯定不是他的。既然不是他的，那就是无主之物，张凡搬起来毫无心理压力。留1/5，张凡自认仁至义尽了。刘建树他们肯定不会坐视不管，待会儿可全靠你了。景亚小声叮嘱道，这是虎口夺食。景亚用他那丰腴的屁股想想，都能想到待会儿会发生什么，但他不可能放弃这些矿泉水。仓库里的矿泉水储量非常大，景亚粗略估计至少有几百万瓶，团队每天消耗100升水，这里的矿泉水足够团队使用好几10年。这么一嘴肥肉，谁舍得放弃？刘建树又不是他景亚的爹，他凭什么把这嘴肥肉让给对方？如果要战，那就战吧。末世物资这么稀缺，这个时候不争，还想当圣母，活该被饿死。放心。张凡给了个安慰的眼神。我开始了。2人配合多次，景亚对张凡10000个放心，二话不说继续收取。他的小手轻轻一抹，一箱箱矿泉水消失，又一幅一提提冰露消失。这一幕看得刘建树等人一愣一愣的。什么情况？刘建树微微眯了眯双眼。老公，或许是异能。秘书王红艳低声道，就像哆啦 A 梦的百宝袋，类似于异次元空间的异能。王红艳身材劲爆，身高1.75，长着瓜子脸，还穿着黑丝包臀裙，勾勒出性感婀娜的傲人曲线和修长笔直的大长腿，浑身上下散发着惊人的诱惑力。这不，刘建树手下的男人们时不时望着王红艳，目光赤果果的，只是他们也只敢看看，过过眼瘾，从不敢付诸行动。末世前，王红艳就是老板的秘书，就那种有事秘书干的秘书。末世降临后，老板亲手干掉了家里的黄脸婆，王红艳正式上位。现在她不仅是公司的老板娘，也是公司的2号人物，地位仅次于老板。别人就算对她有想法，也得藏在心里，不然被老板知道，后果很严重。
异次元空间异能。刘建树脸色一沉，却没有发作。他想继续观察是否真是如此。如果是这样，这异能的价值就大了。景亚旁若无人的收取，一箱箱，一提。不一会儿功夫，景亚就收取了上百箱提矿泉水，而且还在持续收取中。到了这个时候，无需多说什么，刘建树也看得明明白白。景亚果然拥有类似于百宝袋之类的异次元空间异能。老公，不能让他继续收下去了。王红艳低声道，不然仓库里的矿泉水都要被他收光了。刘建树却有不同看法。艳艳，你不觉得这个异能价值巨大吗？王红艳一愣，随即也反应了过来。老公，你的意思是，在这末世，物资才是最重要的。刘建树目光睿智，尤其到了后期，物资越来越少，人人都吃不饱喝不好的时候，一丁点物资都可能引发大战。所以我才会一直强调，必须在物资还算充足的时候，尽可能多的收集物资。面粉、大米、饮用水、油盐、调料、衣物，全都要收取，未雨绸缪。刘建树的眼中闪着金光，而景亚这个异能是收集物资的神技。老公，你说的很有道理，所以你打算怎么做？王红艳低声问道。刘建树的话他没咋听进去，他只听出了一点，景亚价值巨大，这让他感受到了威胁。他能在公司拥有现在的地位，是靠美貌换来的，自身没觉醒异能，所以他是可以被取代的。再看景亚，虽然尚未开发，身材略显娇嫩，但比他更漂亮。可以想象，一旦得到浇灌，景亚的美貌将远远超越他。再加上价值巨大的异能，如果让景亚待在刘建树身边，哪还有他的位置？简单，收服他，让他加入我们。刘建树微微一笑，径直朝景亚走去。王红艳见状，眼底闪过一丝阴霾，连招呼一众手下，快步追了上去。小亚，你这是什么异能？刘建树走过来后，一脸的热切，感觉跟小说里的空间戒指似的。景亚停止收取矿泉水，礼貌回道：刘叔叔，这是随身空间异能。随身空间异能，不错的异能。刘建树赞叹一声，追问道：你的随身空间多大？能装多少东西？景亚谦虚道：不大，也就几百立方米。他不敢说出真相，以免招惹麻烦。可即便如此，刘建树也惊为天人。几百立方米，这可太大了。要知道，长宽高为 8.7 米乘 2.4 米乘 2.7 米，现在15吨的大型货车容积也才55立方米。而目前市面上最大的大单桥厢车巨咖 4X 大单桥新车，作为针对快递运输的产品，该车号最大容积也才70立方。而这车的尺寸是12米乘 2.55 米乘4米，车厢尺寸为 9.76 米乘 2.48 米乘 2.81 米。一辆长12米、高4米的大型货车能装多少货物、多少快递？不敢想。然而容量不过区70立方。景亚这随身空间倒好，空间居然多达几百立方，岂不相当于10辆巨咖 4X 大单桥新车的容量？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装多少大米、多少矿泉水、多少物资？关键这一能还不用搬东西，只需随手一抹就能把物资收入随身空间，省去多少人力？刘建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看向景亚的目光就像看着一件稀世珍宝。小亚，你这一能很好，非常好。刘建树强压下心里的激动，尽量让自己显得平静一些。我看你们两个够孤单的，而现在这世道处处危机四伏，要不这样，我收你为干女儿，你以后就跟着我吧。刘建树生怕两人拒绝，拍着胸脯保证道：你放心，从今天起，只要有我刘建树一口吃的，绝不会让你饿肚子。听到这话，王红艳目光一冷，而刘建树手下的人无比羡慕，他们知道老板多强大，能成为老板的干女儿，以后在这末世基本可以横着走了。羡慕啊！然而身为当事人的景亚却感到有些荒唐，甚至有些想笑。尼玛，知道你看上我景亚了，想招揽我，这我能理解，但你特么就拿这个招揽我，哪个人经不起这样的考验？刘叔叔，我现在过得很好，不需要依靠任何人。景亚脸色冷淡，言辞拒绝了。刘建树脸色微沉，一颗火热的心瞬间冷却下来，而他身后的手下直接炸了。靠！他居然拒绝了，傻了吧这女人，连这种天赐良机都拒绝，简直糊涂啊！如果老板能收我当干儿子，哪怕让我做牛做马我都愿意啊！老板注定是这末世里的王者，能做他的干女儿是他8辈子修来的福气，他居然敢拒绝，什么东西啊他？你叫景亚是吧？王红艳心中暗喜，脸色却变得很难。我老公愿意收你做干女儿，是看得起你，你别不识好歹。景亚呵呵笑了2声。刘建树看着他的背影，依旧不死心。小亚，你确定要拒绝？抱歉，刘叔叔。景亚淡淡回道：
我不是三姓家奴吕布，没有随便认爹的癖好。很好，非常好。刘建树怒极反笑，彻底撕破了伪装。既然利诱不行，那就威逼，老子就不信了，还对付不了一个弱女子。小亚，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乖乖加入我们，否则你们走不出这个仓库。景亚转过身，面带讥讽地看着刘建树。刘叔叔，你终于原形毕露了呀，不过这种无谓的威胁就免了吧，咱们也算是混过末世的人，能混到现在的没有谁是吓大的。说完，他都懒得理会刘建树，转而对张凡道，待会儿还要收集种子呢，他交给你了，我要抓紧收取矿泉水。放心。张凡做了个 OK 的手势。呢。景亚点点头，继续收取矿泉水了。张凡转过身看着刘建树，不愧是景天家的丫头，有种。刘建树哈哈大笑起来，周身就像冒烟似的喷涌出大股大股的黑雾。看到这一幕，王红艳和刘建树身后的小弟们如见鬼魅，吓得朝远处跑去。张凡心里立即升起12分警惕，这一刻的刘建树给他极度危险的感觉。轰轰轰。第60章湮灭异能。刘建树身上的黑雾蔓延开来，很快触碰到了两边的矿泉水墙。这墙是一箱箱矿泉水堆起来的，足有5-6米高，码得整整齐齐。黑雾一喷出到矿泉水墙，矿泉水墙就在悄无声息中消失了。堆得整整齐齐的矿泉水墙上瞬间被腐蚀出2个豁口。说是腐蚀，其实更像凭空消失，因为整个过程中既没有冒烟，也没有发出嗤嗤的声响，一切都在无声无息中发生。再看被那个豁口，无论是最外层的纸箱、塑料瓶，还是瓶子里的水，全都像是蒸发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些矿泉水瓶被腐蚀的只剩一半，瓶子里的水汩汩流了出来，顺着矿泉水墙一路流到了地上。这一呢，张凡瞳孔一缩，景亚也惊得停下手里的活儿，死死盯着刘建树身上的诡异黑雾。我这一能，我称之为湮灭异能。刘建树一步步走向张凡，脸色冷漠，仿佛高高在上的神奇。他可以把世界上的任何物质都湮灭成最精纯的能量。我做过试验，无论是鹅钢、钻石、合金玻璃等世界上最坚硬的物质，还是水、乙醇、牛奶、水银、非牛顿流体等柔软液态物，又或者是电流、火焰、飞刀、石头等异能攻击，都能彻底湮灭成最精纯的能量，填补进我自身，助我不断变强。至于丧尸，刘建树面露不屑，在我这黑雾下，无论多少丧尸都不够我打的。你这异能很棒，很厉害。张凡忍不住吸了口气，把世界上任何物质都湮灭成最精纯的能量，并填补自身，这异能太霸道了，比自己从东北虎那儿获得的能量吸收异能还要霸道无数倍。毕竟能量吸收异能顶多算是被动技能，只有遭到攻击才能把各种攻击转化为能量储存进体内，而这个异能是主动异能，黑雾放出，管你什么物质，统统都湮灭成最精纯的能量补充进身体。这就相当于游戏里的吸血加回蓝技能，简直吊炸天。拥有这异能的刘建树，战斗的时候非但不会疲劳，反而越战越勇，确实厉害。刘建树没把张凡放在心上，哪怕张凡称赞他的异能，他也没把张凡当回事。他眼里只有景亚。小亚，作为长辈，我愿意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愿意加入我们公司，我保证你后半生荣华富贵，享用终生。如果你还是执迷不悟，刘建树的眼中闪过一抹凶光，我宁可辣手摧花，亲手将你毁掉。刘建树可以想象，拥有随身空间异能的景亚收集物资的能力有恐怖，任由他活着，魔海的物资还不得被他收集光了，其他人怎么活？这样的人如果不能为他所用，自然要早早毁掉，以免成为敌人。景亚很平静，丝毫没有被刘建树的威胁吓住。刘叔叔，作为晚辈，我也要送你一句话，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刘建树眉毛一挑，你的意思是说，这末世还有比我更强的人？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刘叔叔，我纵横末世也有10多天了，自觉醒异能后，各种各样的丧尸异能者遇到了不知多少，全部被我吊打。不是刘叔叔吹牛，比我强的异能者或许有，但绝不在魔海。好吧，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景亚被逗笑了，对于这种自信心膨胀到天际的家伙，说再多的话都不如狠狠教训他一顿来得更打脸。刘建树依旧不死心，盯着景亚道，小亚，我最后再问你一遍。行了，你都多少次最后了？一个大老爷们怎么跟个舔狗似的？张凡有些不耐烦地打断了刘建树。刘建树眸中厉芒一闪，你算个什么东西？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话音刚落，刘建树虚空一指，一大团湮灭黑雾立即扑向张凡。何必呢？张凡屈指一弹，嗡，一股诡异的波动蔓延开来，笼罩了张凡周身，正是时间静止。让刘建树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湮灭黑雾一靠近张凡3米，就诡异的停了下来，无法再前进分毫。张凡身体周围就像有一层无形的护罩，挡住了黑雾。时间静止不仅可以用于困敌，也可以用于防御。无论何种形式的攻击，从发出到击中对手，都需要时间。就像从 A 点跑到 B 点，无论你使用什么交通工具，都需要时间。一旦时间静止下来，你永远都不可能从 A 点跑到 B 点。所以，只要让自己周围的时间趋于静止，攻击就永远不可能击中自己。怎么回事？刘建树瞳孔猛缩，觉醒异能以来，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他身后的王红艳和一众小弟也有些骚动，一个个都被惊得不轻。一直以来，老板的异能无往不利，无论是丧尸还是幸存者，只要敢挑衅老板，统统都会消失。眼前这情况可是破天荒头一遭。我承认你这湮灭异能确实很霸道，但克制这异能的异能太多了。张凡淡淡道，比如精神攻击、空间攻击、时间攻击、重力攻击等等，这里面随便任何一种异能，都把你这异能克制的死死的。好了，和你说的够多了。张凡摆摆手，你这异能我就收下了，作为谢礼，留你个全尸吧。张凡说完，眼中闪过2道银光。轰！刘建树如遭雷击，整个人直挺挺的栽倒，然后生死不知。精神攻击，超级催眠异能。老公，老板，老板，你没事吧？眼见刘建树栽倒，王红艳和刘建树手下一群小弟瞬间炸了，一个个大声呼喊起来：不想死的都给我闭嘴！张凡一声暴喝，如惊雷炸响。刘建树手下的小弟们吓得浑身一抖，全都一脸惊恐地看着张凡。在他们眼里，老板是最厉害的，结果却被张凡轻松秒杀。张凡到底多强？刘建树是刘建树，你们是你们。张凡一摆手，你们全程只是吃瓜群众，我不为难你们，你们可以走了。刘建树手下的员工们面面相觑，没有二话，转身就走。不走，不走给刘建树陪葬吗？毕竟刘建树只是他们的老板，不是他们的亲爹啊。就算是亲爹，也不会拉着他们陪葬。走，赶紧走！王红艳跑得最快，哪怕踩着高跟鞋，那速度也让其他人汗颜。谁能想到，前一刻还一口一个老公亲热叫着，这一刻却跑得比猴子都快。只能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不过像她这种依靠美貌存活的女人，生活在这种末世，注定是个悲剧。接下来她将面临什么，只有老天爷知道。惊讶，你继续收取物资。好的。张凡走到刘建树跟前，发动点石成金异能，把他变成了一尊合金雕塑。唰，掉落3个光团。张凡逐一拾取，体质加295，精神加94，获得湮灭黑雾异能。张凡查看属性面板，姓名张凡，等级4级异能者，体质4级2598100000，精神3级1081千，异能无限拾取异能，操控金属，点石成金，制造复制体，合金化，自愈，操控雷电，瞬间移动，控制土质，超级力量，超级催眠，时间静止，超级震动，能量吸收，速度异能，奴役异能，重力操控，湮灭黑雾。19种异能了，美滋滋啊！张凡欣赏着自己的属性面板。近战异能有合金化，超级力量，能量吸收，速度异能，瞬间移动。远攻类异能有操控金属，操控雷电，控制土质，超级震动，湮灭黑雾。辅助类异能有点石成金，制造复制体，自愈，时间静止，超级催眠，重力操控。现在的我完美无缺，就算从现在起我不再获得新异能，只要不断升级就能吊打一切。张凡心里美得很。19种强力异能给了他强大的战斗力，也给了他纵横末世的本钱。张凡现在的自信心冲破天降，他相信自己在这糟糕的末世一定能活得比任何人都滋润。试试新异能。张凡很快调整好心态，仔细感受起了刚刚获得的湮灭黑雾异能。这异能很霸道，用好了绝对是猎杀丧尸的神技。片刻后，张凡缓缓抬起右手，一缕漆黑如墨的黑雾从指尖冒了出来。张凡指着地上的刘建树雕像，黑雾蔓延而下，包裹住了雕像，就像把烧红的铁棒放在塑料泡沫上，又像把王水倒在铁皮上。雕像悄无声息消失，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诸如冒烟、腐蚀之类的现象发生，整个湮灭过程完全在悄无声息、毫无现象的情况下发生。紧接着，张凡清楚地感受到一股数量不菲的能量顺着黑雾反哺回了体内。早上因为使用超级力量异能、操控金属异能而消耗的体力瞬间恢复小半，绝佳的回蓝异能啊！张凡暗暗欣喜。
有了这异能，就可以快速恢复体力，像机器一样不知疲倦地战斗下去，持续战斗和生存的能力大幅提升。了不起的异能。第61章传送门异能。忙碌了1个多小时，景亚终于收完了仓库内的所有矿泉水。持续不断的使用异能，消耗了景亚大量体力，都有些站不稳了。但他的精神状态非常好。张凡，我们发了。景亚很是亢奋，这批矿泉水比我预估的还多，足够我们使用上百年了。一共多少瓶？张凡问道。380毫升，24瓶装的，一共17万箱，提大约192万瓶。景亚立即答道。550毫升，24瓶装的，总共19万6千箱，提大约203万瓶。12L 桶装的不多，但也有5000桶。这些矿泉水加起来，共计1550400L 加2587200L 加60000L 等于4197600L。按照我们团队每天喝100L 升计算，这些矿泉水足够我们喝41976天。景亚双眼发亮，一副邀功的表情。41976天，相当于115年啊！太赞了！张凡不由大喜。人生匆匆100来年，谁能活115年？这些矿泉水足够他们活到死了。当然，要是生了孩子或者团队再次壮大，这些水就不够了。但就目前来说，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都无需担心没水喝了。景亚，我们走吧。景亚刚应了一声，忽然感觉眼前一黑，身体踉跄着就要栽倒。张凡眼疾手快，连忙扶住了他。景亚，你没事吧？没事。景亚摇摇头，就是异能使用过度，感觉身体有些虚脱。张凡暗暗松了口气，不由分说，一个横抱把景亚抱在怀里。景亚羞得脸色通红，你干什么？快放我下来，别人看见不好。别动。张凡双眼一瞪。景亚停止挣扎，疑惑看着张凡。张凡欣赏着他完美精致但略显苍白的脸颊，缓缓俯下身，在他光洁如玉的额头轻轻吻了一下。景亚身体瞬间变得僵硬，一双美眸瞪得滚圆，又羞又恼瞪着张凡。以后累了就停下来休息会儿，别硬撑，我会心疼的。张凡柔声说道。景亚看着男人充满怜爱的目光，一颗心瞬间融化了，情不自禁伸出双臂搂住男人的脖子，送上了诱人的红唇。一吻结束，景亚把头埋进男人胸膛里，就像受了惊的鸵鸟，再也不敢抬起。我们这算一吻定情吗？张凡舔了舔嘴唇，感受着嘴角的余韵，嘿嘿笑问道。应。景亚闷哼一声，埋着头不说话，不知道是反驳还是默认。不说话，我当你默认了。张凡心里畅快，发出酣畅的笑容，抱着景亚大步流星地出了仓库。装甲 MPV 还在外面，而王红艳和刘建树带来的手下却不知所踪。张凡也不以为意，打开车门，把景亚放到了副驾驶。张凡，景亚怎么了？王亚妮关心地问道。异能使用过度，有些疲劳而已，休息一下就好了。张凡解释了一句，来到驾驶座，启动车子朝最近的种子店驶去。张凡不认识路，好在有景亚这个魔海通指点，很快就找到了一家种子店。这家种子店店面不大，但种子的种类非常齐全，有各种蔬菜种子、玉米种子、麦种、稻种、花卉种子等。没说的，全部打包带走，这东西同样不嫌多，以后会经常用到。做完这些，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10点半，该返回长恒岛了。张凡当即驾车返回，结果走了没多久，眼前发生了诡异的一幕。距离他们10几米开外的虚空忽然微微荡漾起来，就像湖面上的波纹似的。紧接着，涟漪按照顺时针方向旋转起来，形成了一个高速旋转的漩涡。漩涡越转越大，而漩涡中心出现了一个诡异的黑洞。这一幕有些灵异，更有些惊悚。王亚妮和景亚不约而同直起身子，眼中都闪过对未知的恐惧。张凡，什么情况？景亚紧紧盯着前面的黑洞。人对未知总是充满了恐惧，眼前这一幕有些超出景亚的认知。看看再说。张凡也紧紧盯着，他的脚就踩在油门上，做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如果发现情况不对，立即送一脚油，然后逃之夭夭。吧嗒，在3人的注视下，一头身高超过2米的丧尸从黑洞里走了出来，身上穿着一身交警服，戴着警帽，腰间还别着一部对讲机。这是一头交警丧尸。怪异的是，这头交警丧尸的双肩、肘部、膝盖位置各长着一根骨刺，而他背后的脊椎位置更是长着一排足有20公分长的狰狞骨刺。这些骨刺白森森的，上面还沾着血迹，让骨刺显得格外瘆人。丧尸？张凡和景亚对视一眼，什么都明白了。真是吓死我了，我还以为碰到了外星人或者灵异事件。景亚拍了拍饱满的胸脯，没想到是头丧尸搞出来的。如果我没猜错，这个黑洞应该是一种类似于空间传送门的东西。张凡紧紧盯着从黑洞中走出的丧尸，
眼中有着贪婪之色。而这头异能的能力，很大概率是制造空间传送门。所以，你想？景亚看着张凡。当然。张凡打开车门下了车。吼！一看到张凡，交警丧尸立即变得躁动起来，仰天发出一声怒吼。嗡嗡嗡！一圈圈肉眼可见的实质化音波从交警丧尸口中传播了出来，犹如惊涛骇浪似的朝着张凡奔涌而来。嗡嗡嗡！空气瞬间震颤起来，满大街的车窗、居民楼上的窗户都在这一刻纷纷碎裂，玻璃渣子四处飞溅。装甲 MPV 的玻璃属于特制和金属玻璃，完美抵挡住了恐怖的音波。不过，车内的景亚和王亚妮还是捂住了耳朵，感觉脑瓜子嗡嗡的。该死！张凡瞬间化身合金形态，同时发动瞬间移动，出现在交警丧尸身后。时间静止。嗡！诡异波动蔓延开来，交警丧尸立时被定在原地，无法动弹了。死吧！张凡又发动了湮灭黑雾异能，一缕黑雾从他身上喷涌出，笼罩了交警丧尸的身体。悄无声息间，交警丧尸凭空消失了，就像人间蒸发，消失的无影无踪。唰！4个光团掉落，一金一银两白。看着掉在地上的4个光团，张凡陷入了沉思。2个白色光团意味着2个异能，所以这头丧尸觉醒了2种异能。张凡还是第一次碰到双异能丧尸，之前无论丧尸还是幸存者都只拥有1个异能，这头异能为何如此特殊？银色光团代表精神，所以这头丧尸也产生了智慧。这已经是第2头产生智慧的丧尸了，看来丧尸真的在大规模产生智慧。张凡心里沉甸甸的，丧尸越强越聪明，人类的处境就越不利。丧尸大规模产生智慧，这对人类来说绝不是个好消息。今天晚上回去得开个会，好好商讨一下接下来的应对策略。张凡低语一声，拾取4个光团，体质加203，精神加0.3，获得音波异能，获得传送门异能。果然是这2个异能，张凡心里暗喜。音波异能没什么可说的，刚刚交警丧尸用出来，威力就可见一斑，是个很好的异能。但张凡更中意传送门异能。长恒岛作为大本营固然安全，但距离魔海终究有些远了。如果能自由往来于两地之间，将省去很多麻烦，节省大量时间，大大增加收集物资的效率。传送门异能就能做到这一点。一番研究后，张凡发现传送门异能的用法其实非常简单，只要他能在脑海中想象出一个地方的样子，然后就可以制造一个连通那个地方的传送门，继而传送到那个地方。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只要张凡去过哪些地方，并将这些地方牢牢记在心里，就可以无视空间，无视距离，实现远距离精准传送。当然，这异能的缺点也很明显，如果张凡没去过什么地方，就无法进行传送。简单来说就是这异能只可以前往去过的地方，到不了陌生的地方。这异能是真 bug。 张凡心里暗叹，如果说瞬间移动属于短途瞬移，那传送门异能就属于长途跨越，一个短一个长，各有优劣，各有用途。试试。张凡当即在脑海中想象长恒岛度假村、假日酒店的样子，然后发动了异能。嗡！眼前的虚空微微荡漾起来，很快形成了一个顺时针旋转的漩涡，漩涡中心浮现出一个黑洞，这黑洞就是传送门。张凡制造的传送门比交警丧尸制造的传送门更大，直径达到4米。从开始制造传送门到传送门彻底稳定，总共用了4秒时间。张凡看着传送门，4秒时间不长，但危急时刻制造传送门肯定来不及，所以这异能并不适合危急时刻逃命或者躲避危险和攻击，这一点不如瞬间移动。这异能优点和缺点都非常明显。张凡沉吟一番，立即瞬移回车上，一踩油门冲进了传送门。车子再次出来的时候，已经回到了假日酒店前，眼前就是7层高的假日酒店，四周是茂盛的竹林和绿油油的菜园。此刻曹杰等人全都站在酒店门口，呆呆看着突然出现的装甲 MPV。第62章，胖虎受伤了。度假村周围全是菜地和果树，菜地里种的很多菜都能吃了，甚至有些菜长得太好，再不吃就老了，如苋菜、莴笋、红薯叶等。今天早上，曹杰就带着王源、周玲和杨淼来到菜园子里摘菜，忙了半个小时，摘了满满3大篮子菜，有韭菜、莴笋、苋菜、黄瓜、西红柿、油麦菜、魔海青等10几种菜，摘得很多，但不怕，菜园子太大了，怎么吃都吃不完。完了后，几女就坐在酒店前的小院里，一边捡菜一边洗菜，有说有笑，轻松愉悦。他们很满意现在的生活，不用面对丧尸，拥有充足的物资，而且足够安全。每天只需做饭，
种种菜，打扫打扫卫生，整理整理家务。虽然也不轻松，但比起整天担惊受怕、忍饥挨饿，强了不知多少。曹姐，问你个问题，你末世前结婚了吗？王源忽然问道。曹姐有些疑惑，没有啊。小袁，你为什么会这么问？你身材这么丰满，胸脯这么大，我以为你结婚了呢。王源吐了吐舌头，嘿嘿笑道。曹杰弄了个大红脸，没好气道，我从小就这样，所以上学的时候一直烦得不行，早早就辍学了。这样啊。王源点点头，忽然嘻嘻问道，曹姐，你有没有谈过男朋友啊？没有呢。曹杰摇头。哇塞，你连男朋友都没谈过。王源有些惊讶，你为什么不谈男朋友？不想谈还是没找到合适的？末世前确实想过谈恋爱，可惜碰不到合适的，末世后顾不上了。那几天差点饿死，哪有心思想这个？曹杰笑道。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吗？王源嘻嘻笑道，现在我们也安稳下来了，可以考虑一下个人问题了。说到这里，王源四处看了看，压低声音道，曹姐，我劝你早点找，不然好男人就被别人挑走了。曹姐一边摘着韭菜，一边疑惑问道，为什么这么说？周玲在水龙前洗黄瓜，水声哗哗的，没听见两人的对话。杨淼今年才6岁，在一旁滑滑梯呢。假日酒店前有儿童娱乐设施，有秋千，也有滑梯，还有沙滩，是专给小朋友玩的。杨淼整天玩得不亦乐乎。岛上现在一共30个人，女人就有18个，男人才多少？12个。王源低声道，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按照1:1配对关系，6个女人要打光棍。所以啊，曹姐，看上哪个男的了，赶紧下手，等别人挑完就晚了。曹杰是个比较单纯的人，虽然年龄比大家都大，但真没想过这些。现在听王源这么一说，顿时感觉怪怪的，女人会剩下，这可能吗？曹杰有些好笑，这种事又不是老母牛寻犊子，随便拉个公牛就行的，关键还得看缘分，缘分到了自然就有了。什么缘分不缘分的？你不主动，就算天上掉猛男也轮不到你。王源切了一声，忽然神秘兮兮地问道，曹姐，跟我说说，你有没有中意的？如果有，我给你牵线拉媒。中意的？曹杰愣了愣，脑海中情不自禁回想起了一个人的身影。那人很帅，很阳光，很强大，很有安全感，人品很好，哪哪都好，简直是理想中的伴侣。想到那人，曹杰的脸蛋不由红了，眉宇间荡漾出一抹春情。看到曹杰这副表情，王源双眼大亮，那张娃娃脸上满是八卦之色。曹姐，你居然脸红了，你是不是在想男人？曹杰如梦方醒，连忙矢口否认，没有，你别胡说。谁胡说了啊？王源嘿嘿道，你看你一脸春心荡漾，还说没想男人，谁信啊？说到这里，王源忽然凑到跟前，曹杰，是不是张凡？被人戳中心事，曹杰有些慌乱，又羞又气。小袁，你别乱说，张凡和景亚才是一对，我哪里配得上他？都慌成这样，还说没想张凡。王源哼哼两声，随即也有些苦恼，是啊，张凡和景亚才是一对，我们这些人没机会的，想想都烦，烦死了。曹杰一瞪眼，难以置信看着王源，小袁，你该不会也……王源大大方方承认了，我才不像你，明明喜欢张凡，还遮遮掩掩的。说到这里，王源变得一脸花痴，我就是喜欢他，他帅气、强大，又温柔又体贴，最重要的是他给我安全感。如果让我选择一个男人，我肯定选择张凡，别人我都瞧不上。曹杰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最终悠悠一叹，小袁，放弃吧，没戏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王源握了握小粉拳，川渝妹子的泼辣展露无遗。况且现在都末世了，谁规定一个男人只能娶一个老婆？曹杰有些呆，一个男人不娶一个老婆，难道娶好几个？这不乱套了吗？曹杰，你这么想就错了，现在都末世了，90%人类都挂了。王源嘻嘻笑道，我们作为幸存者，肩负着复兴人类文明的伟大使命，我们肩上责任重大啊，曹姐。王源一脸的慷慨激昂，所以我们要勇于打破常规，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当然包括张凡这种优质男性。为了实现人类文明的复兴，就算让我们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所以呢？曹姐呆呆地问。说了这么多冠冕堂皇的话，小袁其实想表达一个意思。周玲不知何时走了过来，一脸调侃看着王源，现在末世了，可以光明正大当小三了。小袁，我说的对不对？什么小三？这话说的太难听了。王源大声反驳道，我认为这是为了人类的繁衍所做出的必要牺牲，是伟大的、壮烈的，值得尊敬和歌颂的。而像凡哥那么优秀的人，不应该只娶一个女人，这是资源的浪费。其实你没必要扯这么多没用的。周玲失笑摇头，现在都末世了，法律不存，道德败坏，只要当事人你情我愿，
谁也管不着这种事情，耶稣也不行。所以，周玲说出了重点。你要真想追求张凡，大胆表白就是，只要他接受你，景亚也不反感你，谁也管不着张凡娶几个。你说的好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王源眨巴着大眼睛，本来就是。周玲正说着，忽然他瞥见不远处出现了一个黑洞，紧接着一辆车从里面冲了出来。周玲吓了一跳，立即站了起来，就见酷炫的装甲车停在不远处，而车后面的黑洞缓缓消失了。曹杰和王源也惊得站了起来，这车从哪儿冒出来的？好像从一个洞里。洞，三女面面相觑，如见鬼魅。装甲 MPV 的车门打开，张凡、景亚、大黄和王亚妮下了车。看到张凡和景亚，三女顿时松了口气，随即迎了上来。凡哥，你们怎么回来的？王源叫道，突然就出现了。对了，刚刚那黑洞是什么？传送门。张凡笑着解释，我刚获得的新异能，直接从魔海传送回来的。传送门。张凡简单解释一番，三女便明白了，顿时惊得目瞪口呆。还有这种异能，太神奇了。曹杰面露惊叹之色，以后往返于魔海和长恒岛之间，岂不方便得很？这异能很像奇异博士在空中画圈制造传送门的魔法呀。王源双眼冒着星星，非常厉害的异能。周玲也惊叹，以后出行收集物资可就方便太多了。几女的夸赞让张凡很受用，指着王亚妮介绍道，这位是王亚妮王老师，以后也是团队一员，和我们一起生活。曹杰、王源和周玲看向王亚妮，你们好，很高兴认识你们，以后多多关照。王亚妮很有礼貌的问好，你好，欢迎加入。几人简单打过招呼，张凡交代一声，扶着景亚进了酒店。大黄跟着杨淼玩耍去了，小孩子总是喜欢猫猫狗狗，能玩到一起。上了楼，把景亚安顿下，让他好好休息。张凡又来到胖虎的房间，胖虎不在房间，应该出去捕猎了。他现在要哺育3个孩子，对食物的需求很大，每天都得吃东西。张凡很好奇他吃什么，是不是丧尸？房间里只有3个小老虎，毛茸茸的，又萌又可爱。看到张凡，一个劲地往张凡跟前爬。张凡抚摸着他们的脑袋，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动物小的时候总是最可爱的，容易激发人的爱心，让人爱心泛滥。这3只小老虎刚睁眼，颜值还没有达到巅峰，却足够让张凡爱心泛滥。他抱着3只小老虎玩了半天，胖虎终于回来了。不过他受伤了。胖虎的伤主要集中的腹部，腹部像是被利器拉开了一条口子似的，鼓鼓冒着鲜血。张凡立即叫来王源，给胖虎疗伤。王源的治疗异能非常厉害，不一会儿，胖虎肚子上的伤就彻底痊愈。胖虎，谁伤的你？张凡沉声问道。胖虎低吼一声，冲窗外摆了摆头，又低吼一声，看了看肚子。张凡不明所以，大家也都不解其意。他说是一头丧尸伤了他。王亚妮忽然说道。众人齐齐看向王亚妮，张凡惊讶问道，王老师，你能听懂胖虎的话？好像可以。王亚妮也有些惊疑不定，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听见他的吼声后，脑海里自然而然浮现出了他的意思。大家面面相觑。张凡又看向胖虎，立即问道，胖虎，你是这个意思吗？胖虎点了点大脑袋。众人更惊讶了。王源叫道，王老师，你竟然能听到老虎的话，太神奇了。王亚妮也感到惊奇的很，这很奇怪，我也说不上为什么，这可能是你的异能。张凡笑着道，你之前没有遇到过动物，所以不知道自己觉醒了异能，是这样吗？第63章血洗明月小区。王亚妮确实能听懂胖虎的话，她也能听懂大黄的话。经过一番确认，大家基本可以断定王亚妮也拥有异能，而且是听懂兽语异能。虽然这是一个很鸡肋的异能，在末世几乎没什么用，但张凡团队有胖虎和大黄这些萌宠，这异能好歹有用武之地。张凡当即决定，王亚妮以后就是胖虎和大黄的专职翻译，向众人传达胖虎和大黄的意思。胖虎，伤你的丧尸是怎么回事？张凡看着胖虎问道。吼！胖虎一阵低吼。大家看向王亚妮，等着他翻译。他说那是一头很强大的丧尸。王亚妮快速传达胖虎的意思，不仅快如闪电，而且力量非常惊人。最关键的是，那头丧尸还带着一群丧尸小弟包围了他。王亚妮补充道，这不是胖虎的原话，但大意应该是这样，带着一群丧尸小弟。大家都有些惊愕，这可能吗？丧尸多的地方，虽然丧尸也成群结队，但其实都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说简单点，就是一群无组织的乌合之众。带着一群丧尸小弟和一群无组织的丧尸可是2个概念。吼！胖虎又低吼几声。胖虎说，那头丧尸给他的感觉和别的丧尸完全不同，
王亚妮继续翻译，他非常聪明，不仅狡猾，而且阴险。他让小弟在前面围攻，自己躲在后面偷袭。胖虎就是因为遭到那头丧尸偷袭才受伤的。众人面面相觑，丧尸有这么聪明吗？王源有些不信。是啊，丧尸不一直呆头呆脑的吗？怎么会这么聪明？周玲也有些难以置信。他们一直待在后方，负责后勤工作，好些天没接触丧尸了，对丧尸的认知还停留在几天前。不，丧尸在不断进化，几乎每天一个样。张凡摇头，截至目前，我一共碰到2头拥有智慧的丧尸，而且都是3级丧尸。这2头3级丧尸就很聪明，但貌似没有胖虎说的这头丧尸聪明。3级丧尸，吉女脸色陡变。现在不比以前，末世刚爆发那会儿，大家对丧尸一无所知，只知道丧尸是一群活死人。现在他们可是清楚，无论丧尸还是幸存者都有等级之分。最初遇到的丧尸都是普通丧尸，行动迟缓，身体僵硬，呆头呆脑，身体大幅腐烂，这是普通丧尸。渐渐的，丧尸进化为了1级丧尸，关节灵活，身体不再僵硬，速度变快，行动丝毫不逊普通人。到了2级丧尸，行动敏捷，力量大增，身体素质媲美奥运健将。2级丧尸的战斗力非常强，配合异能，完全能吊打1级异能者。再加上丧尸不知疲倦，不知道疼痛的特性，就算对上2级异能者也有巨大优势。在曹杰、王源几女的认知中，2级丧尸就已经非常厉害了。现在倒好，连3级丧尸都冒出来了，关键3级丧尸还非常聪明，这还怎么玩？丧尸的进化速度太快了吧！王源脸上露出一抹恐惧，照这样下去，我们还有活路？曹杰、周玲也都忧心忡忡，都是10号晚上那场血雨的缘故。张凡道，那场血雨过后，短短1夜之间，丧尸全部进化为1级丧尸，而丧尸中的佼佼者更是进化成了2级乃至3级丧尸。张凡的声音有些低沉，当然2、3级丧尸并不可怕，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再下血雨。再下血雨，吉女浑身一颤。10号晚上下血雨的场景历历在目，现在回想起来，他们都感到心颤。再下血雨，那还得了？小凡，还会下血雨吗？曹杰巴巴看着张凡，我也说不准。张凡缓缓摇头。5月31号晚上下了场血雨，丧尸爆发了，期间隔了10天，又下了一场血雨，丧尸大幅进化。现在谁也不能保证未来会不会再下血雨，什么时候下？我们能做的只有2点：第一，尽快变强，只有足够强了，才拥有自保之力。第二，尽快清理长恒岛上的丧尸。长恒岛四面临江，是座封闭的孤岛，只要全部清理掉岛上的丧尸，就算再下血雨，我们也拥有容身之地。曹杰几女连连点头。今天下午大家回来后，一起开个会吧，好好商量一下这件事。中午11点半，外出猎杀丧尸的队员和复制体全部回归。张凡收了3个复制体，体质增加2150。按照一头丧尸贡献5点体质计算，2150点体质由430头丧尸贡献。3个复制体一早上共猎杀430头丧尸，看起来有些少，但其实正常。岛上的人口本来就少，加之这是地毯式的搜索，每个小区、每座商铺都不放过，因而猎杀丧尸的效率低得多，没法和前往地铁站那种丧尸聚集的地方相提并论论。中午吃过午饭，众人稍作休息。2点，猎杀队的队员准时出发了，依旧是张凡的3个复制体带队。张凡在酒店留下1个复制体，负责看守大本营。他带着景亚、大黄和胖虎也出发了。他们没急着去魔海，而是跟随胖虎去了胖虎遭遇那头聪明丧尸的地方。张凡的意思是先解决掉那头聪明丧尸，以绝后患，或者干脆奴役了那头丧尸，让他为自己服务。在胖虎的带领下，装甲 MPV 很快来到了遭遇那头丧尸的地方。明月小区。明月小区是个老旧小区，里面有100多幢楼，而且多是老人和租户，因此小区很乱也很脏，丧尸也多。张凡驾驶着装甲 MPV 赶到小区的时候，小区大门口就有几头丧尸游荡，是3头大爷丧尸和2个保安丧尸。吼！张凡刚停下车，5头丧尸就扑了上来。按说大爷丧尸生前腿脚不便，变成丧尸后速度应该不快才对，然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3头大爷丧尸的速度非常快，丝毫不比2头保安丧尸慢，几个箭步就窜了过来。张凡瞬移出驾驶座，发动湮灭黑雾异能，让他们人间蒸发了。5头丧尸提供了相当庞大的能量，不仅补足了因为使用湮灭异能而消耗的体力，甚至还有盈余。张凡开心得很，这异能就是好用，再也不愁体力不够用了。但张凡不打算继续用这异能，至少在体力充沛的情况下不打算用了。为什么？
因为湮灭黑雾异能不仅把丧尸的身体湮灭了，连带着丧尸脑袋里的白色晶体也给湮灭消失了。这导致张凡使用湮灭黑雾猎杀丧尸，无法得到白色晶体。白色晶体还是很重要的，不仅能增加体质，还能增加精神力。可一旦湮灭了，除了能得到一些体力，得不到白色晶体。经过一番权衡，张凡还是决定尽量少使用湮灭异能，没必要为了保留一些体力而损失白色晶体，这笔买卖并不划算。张凡重新瞬移回车内，开着装甲 MPV 进了明月小区。进入小区后，张凡故意按响喇叭，制造出动静，吸引周围的丧尸。哔哔哔，刺耳的喇叭声扩散开来。吼！周围的丧尸果然躁动起来。院子里的丧尸冲了过来，楼上的丧尸冲出了楼道。关在房间里的丧尸疯狂撞击着窗户，最后打碎玻璃，从楼上跳下。幸好明月的楼层普遍不高，只有6层，不然铁定摔成肉酱。一时间，丧尸从草坪里、楼房内、公路上冲了出来，蜂拥而至。张凡从腰间抽出短刀，扭了扭脖子，迎着扑来的丧尸杀了过去。尽管拥有各种群攻异能，但张凡还是喜欢1对1肉搏，那种刀刀到肉、一刀斩首的感觉是言语无法形容的。总结起来就是2个字：刺激。噗噗噗！体质高达4级47481000的张凡，身体素质相当于最初的5859倍。现在的他就是超人，就算一辆重型坦克都能一拳打爆，更别说丧尸的血肉之躯了。张凡快成了一道残影，装甲 MPV 内的景亚用肉眼无法捕捉张凡的身影，只能看到一颗颗脑袋不断从丧尸的脖子上滑落，掉落到地上。景亚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然而每次看到都深深为之震撼。这哪是猎杀，分明就是屠杀，一边倒的屠杀。丧尸源源不断汇聚而来，又接二连三沦为张凡的刀下魂，偏偏前赴后继，悍不畏死。不到10分钟，装甲 MPV 前尸积如山，污血汇聚成了河流，顺着下水道入口一股股涌入下水道，刺鼻的血腥味扩散开来，方圆几百米完全沦为了人间炼狱。可即便如此，依旧有丧尸源源赶来。张凡放出10个复制体，让他们一边拾取光团，一边收集白色晶体，他自己专心猎杀丧尸。就这样，张凡顺着明月小区的中央干道一路深入明月小区。景亚开车跟随在张凡身后，按着喇叭吸引着小区里的丧尸。1个小时后，张凡从明月小区的东门杀到了西门，杀穿了整个小区。大量丧尸被张凡斩杀，只有稀稀拉拉少数丧尸还侥幸存活。张凡收刀入鞘，浑身涌出阵阵黑雾，见到身上的污血消失得干干净净。用湮灭黑雾异能清洁身体是张凡发现的一个异能小技巧。湮灭黑雾能湮灭一切物质，自然也包括身上的汗渍、血液、污垢，当然也包括衣服。用湮灭黑雾清洁过的身体比搓半个小时的澡还干净，省水、省事、省时，省掉了很多麻烦。唯一蛋疼的是身上的衣服、鞋子、腰带也会受到波及。每次用完这一能，张凡都得重新换套衣服、鞋子、腰带，所以这一能费衣服鞋子的很。好在有景亚这个移动小仓库，衣服鞋子多的是，随便造不心疼。第64章，吃狗粮的男人。张凡重新换了身干净衣服，来到装甲 MPV 前，敲了敲车窗。景亚放下车窗，一脸的嫌弃，以后换衣服的时候能不能找个小树林或者其他掩体，稍微把自己遮挡一下？你这样光天化日之下换衣服真的好吗？也不怕走光？张凡耸耸肩，毫不在意，反正又没有人，有什么关系？我不是人啊！景亚没好气道。你又不是外人。张凡嘿嘿道，再说了，正好让你提前看看我的本钱吗？呸！屌脸！景亚啐了一口，小脸红红的，他刚才偷偷瞄了2眼，非常满意。当然，这话是不能告诉张凡的。胖虎，你确定是在这个小区碰到那头丧尸的？张凡问道。胖虎低吼一声，点了点大脑袋。怪了，这小区里的丧尸我基本都干掉了，没看到特别聪明的丧尸啊。张凡皱着眉头，他刚才杀穿了整个小区，也没看到特别聪明的丧尸。胖虎毛茸茸的虎脸上也满是疑惑，会不会你刚才表现得太狂暴，那头丧尸吓得躲了起来？景亚想到了一种可能，不排除这种可能。张凡颔首，如果那头丧尸真的拥有极高的智慧，确实有可能躲起来。如果他躲起来就麻烦了，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景亚询问。张凡沉吟片刻，道：留一个复制体继续在这儿找，我们回魔海。他和景亚的任务就是收集物资，早上收集食物和水，下午收集其他物资，这是原则，不能更改。今天下午已经浪费1个小时了，不能继续耽搁下去，所以
只能留下一个复制体慢慢找，他俩得赶紧返回魔海寻找物资。听你的。景亚没有意见。这时10个复制体回来了，他们拾完了所有光团，也收集回了所有晶体。刚刚猎杀的丧尸有点多，张凡迫不及待融合了10个复制体。轰！一股前所未有的澎湃暖流涌入身体，冲刷着张凡身体的每个角落。张凡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以恐怖的速度强化着。再看属性面板，体质一项以恐怖的速度飙升，就像秒表式的增长。4750、4780、4800，眨眼功夫，体质一项就突破5000大关，并且继续飙升，一直飙升到8800，体质的增长才慢了下来，最终停止在了8932。体质4级8932-10000，对比之前的4级4748-10000，一共增长了4184点，增幅非常惊人。以一头丧尸提供5个体质点计算，刚刚1个小时，张凡共杀死836头丧尸，效率简直爆炸。精神增加48点，说明刚才杀死了好几头诞生了智慧的丧尸。除此之外，还得到21个异能，可惜很多异能张凡已经拥有，重复了。新异能只有5种，分别是手指快速抖动、自爆、透视、召唤微风、穿越物体。看着属性面板上多出来的5种新异能，张凡有些哭笑不得。这5个新异能有4个是鸡肋。手指快速抖动，自己又不是加藤鹰，这玩意儿有毛用？自爆，这特么什么鸟异能？把人当成鞭炮使吗？透视，张凡对透视很感兴趣，可查看了这异能后，顿时没了兴趣。透视异能确实很强大，能够穿透物体，看清物体内部的东西。然而，这异能的代价是永久致盲，也就是说，只要使用了透视异能，眼睛就瞎了，一辈子变成瞎子。我特么！张凡差点爆了粗口。召唤微风，不看也罢，鸡肋异能。只有最后一个异能穿越物体，稍稍给了张凡一点安慰。这异能和 X 战警里幻影猫的异能类似，能让张凡的身体穿越任何物件，比如穿越墙壁、穿越地面。这是个不错的辅助异能，以后用到的地方应该不少。随后，张凡制造了一个传送门，先回到假日酒店，把胖虎留下，然后又传送回了魔海。今天下午的目标是收集太阳能发电系统的相关设备。柴油总有用完的一天，而且动静太大，太阳能发电才是长久之计。太阳能发电系统包含的设备有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控制器、逆变器等。只有这一整套设备齐全，才能组成完整的太阳能发电系统，才能利用太阳能发电，并且用到源源不断的交流电。这些设备也好找。景亚定了好几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魔海宏达光电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从事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整体机房一体化等系统的设计、安装以及系统中关键设备的研发制造。公司成立已经20多年，是魔海本地最大的几家光电公司之一。这家公司肯定拥有太阳能发电的所有设备，是个不错的目标。而且，我之所以首选这家公司，是因为它距离我们之前居住的华庭雅苑非常近，只隔着5、6个红绿灯。景亚建议道：“我们可以先传送到华庭雅苑，再驱车前往宏大光电。”张凡同意了，脑海中浮现出华庭雅苑的样子，然后发动了传送门异能。嗡！虚空荡起圈圈涟漪，一个直径4米的传送门出现在几米开外。走！张凡一脚油门，装甲 MPV 一头扎进传送门，消失在假日酒店小院。再次出现时，已经到了华庭雅苑9号别墅前。别墅前非常狼藉，到处都是腐烂的尸体和断壁残肢，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苍蝇蚊子满天飞，白色蛆虫在腐肉里涌动，只是看着就让人恶心的反胃。10号晚上那场血雨，张凡等人雨夜逃离，留下了大量尸体。短短2天时间，这些尸体就腐烂了，干净整洁的9号别墅被弄得乌烟瘴气。张凡原本还想故地重游，进入9号别墅瞧瞧，可一看这情形，直接闪人了。7、8分钟后，装甲 MPV 顺利来到宏大光电有限责任公司前。这公司比较偏，周围配套简单，居民也很少，没看到几头丧尸。张凡一脚油门，撞翻了公司门口的电动伸缩门，冲进了院子里。先打喇叭，聚集丧尸。哔哔哔，几声喇叭下去，果然有丧尸从公司各处蜂拥而至，有的从厂房涌出，有的从仓库内涌出，有的从办公大楼涌出。丧尸们一窝蜂地朝装甲 MPV 涌来，嘶吼着、咆哮着，似要将装甲 MPV 淹没。这些丧尸有2/3是1级丧尸，另外1/3是2级丧尸。1级丧尸行动灵活，堪比正常人类；2级丧尸行动迅捷，媲美运动健将。他们蜂拥而至，就像发了情的公牛，画面相当具有冲击力。办公大楼8楼808办公室，刘恒是宏达光电的员工，
主要负责太阳能发电组的安装和维护，有时候也负责一些售后的维修服务。他今年39岁，从事这行有15个年头了，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技术工。末世爆发前的5月31号晚上，他连夜加班到晚上2点，因为时间太晚，加上白天和老婆吵架，那天晚上没有回家，在办公室睡了。结果一觉醒来，末日降临，天翻地覆，所有同事全部变成了丧尸。刘恒亲眼看到自己带的实习生小王被几头丧尸扑倒，活活撕碎。他还看到楼上有幸存的同事，因为忍受不了饥饿和绝望，从楼上窗户里跳下，活活摔成肉酱。他还看到末日后的短短几天，刘恒见到了太多生生死死。现在他有些麻木了。恐惧，刚开始几天确实恐惧，可天天恐惧，渐渐也没那么怕了。只是绝望，因为整栋大楼完全被丧尸包围，完全看不到希望。还有饥饿，这些天他的食物来源于自动售货机里的零食，如八宝粥、薯片、可乐。3天前自动售货机空了，没得吃了。幸运的是，刘恒在同事的衣柜里找到了一袋5斤装的狗粮，这不是给狗吃的，而是同事自己吃的。用同事自己的话说，他非常喜欢狗粮的味道，并且邀请刘恒品尝。刘恒当然严词拒绝了，他又不是汪星人，吃什么狗粮？然而这3天，刘恒一直在吃狗粮。狗粮的味道实在不敢恭维，非要形容的话，8个字：腥而不腻，香而无味。刘恒本人讨厌腥味，刚吃狗粮时心里是非常抵触的，可最终还是抗不过闹腾的五脏庙，含泪吃下了狗粮。这3天就靠着吃狗粮勉强维持着。然而狗粮太干了，加上楼上停水，刘恒已经将近2天没喝水了。他的身体已经极度缺水，这会儿头晕虚脱，看东西已经出现重影。最煎熬的是，刘恒感觉头疼欲裂，头部就像被大锤用力猛砸般疼痛。刘恒知道这是严重脱水的症状，他很想喝水，可惜连尿液都没得喝。我要死了吗？刘恒瘫软在地上，浑身使不上一点劲，只有胸脯微微起伏着。死吧，死了也就解脱了。可惜到死也没有见小雨点一面，不知道他怎么样了。绝望和饥渴已经摧残了刘恒的意志。他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他年仅3岁的女儿小雨点刘雨。刘恒和老婆结婚10几年，一直要不上孩子，后来去医院检查，才发现妻子的输卵管阻塞，根本没法怀孕。没办法，只能做试管婴儿。妻子年龄大了，试管的成功率极低，花了很多钱，遭了很多罪，前前后后做了8次试管婴儿，终于成功怀上小雨点。小雨点出生时，刘恒已经46岁了，所以刘恒对小雨点格外疼爱，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莫是被困在这里，如果不是放心不下小雨点，刘恒早就跳楼了。小雨点也是支撑他活到现在的唯一信念，可现在坚持不下去了。小雨点，刘恒含着对女儿的无尽思念和担忧，缓缓闭上眼了眼睛，一滴泪水从他的眼角滑落。哔哔哔！就在这时，一阵洪亮的喇叭声突然响起，打破了公司的宁静。什么声音？第65章，我穿越了。什么声音？刘恒睁开眼，自从末世降临后，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丧尸的怒吼咆哮声，以及偶尔响起的爆炸声。爆炸声并不常见，只是偶尔会响起，最多的还是丧尸的咆哮声、怒吼声。这种声音仿佛地狱魔鬼的哭嚎，刺激着人的耳朵，摧残着人的心灵，瓦解人的意志，让人彻底绝望。刘恒都已经绝望等死了，没想到居然听到了车子的喇叭声。难道军队来了？还是政府组织的救援赶到了？刘恒瞬间狂喜，强忍着钻心的头痛，挣扎着爬到窗边，然后就看到了惊人的一幕。丧尸！无数丧尸从四面八方涌了出来，犹如潮水一样涌向楼下一辆装甲车。被困在办公室的这些天，刘恒不是没计划过逃跑，一而观察遍了院子里的一草一木，一车一瓦，但刘恒没见过这辆装甲车，不用问，肯定是今天刚开来的。刘恒不解的是，这辆车不断打着喇叭，吸引着院内的丧尸。车里的人到底想干什么？刘恒被车主的操作给整糊涂了，明知道院子里有这么多丧尸，还故意弄出动静刺激他们，到底想干啥？不是找死吗？就在刘恒困惑费解的目光中，一个英俊的青年突兀出现在车头。刘恒目光呆滞，他咋出来的？难道我脱水严重，出现幻觉了？刘恒揉了揉眼睛，眼中的重影逐渐消散，稍稍能看清楚一些，然后就看到青年抽出腰间短刀，纵身跳下车头，主动杀向丧尸。他想干什么？刘恒惊得目瞪口呆。此时此刻，院子里的丧尸蜂拥而至，数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没有500头，也有300头。他们组成密集的丧尸海洋，嘶吼着咆哮着，把装甲 MPV 团团包围。面对这可怕的场景，
楼下的青年不想着逃跑或者躲在车内，居然主动杀向丧尸，这不是找死吗？然而下一秒，刘恒就惊得呆在当场，帅气青年消失了，完完全全消失在刘恒的视野中。他唯一能看到的是一颗颗不断抛飞的丧尸头颅和不断喷溅的血液。只见一头头无头丧尸就像被收割的麦茬般栽倒，然后没了动静。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已经有超过10头的丧尸被斩首跌倒。什么情况？刘恒惊呆了，眼前这一幕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他有些转不过弯。楼下的屠杀还在继续，尽管丧尸们不断被屠戮着，活着的丧尸们依旧悍不畏死，前赴后继。10分钟后，终于不再有丧尸赶来，地上也看不到一头站着的丧尸，所有丧尸全部被斩首，胡乱躺在院子里，血腥气息萦绕不散。全程目睹了整个屠杀过程的刘恒已经震惊的麻木了。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他完全搞清楚了一件事情：院子里躺着的丧尸全是那个看上去很是帅气的青年杀死的。刘恒不知道对方是谁，但他知道对方不是人，是超人。几百头丧尸短短几分钟就屠戮殆尽，这哪是人能做到的？刘恒很好奇对方是谁，但此时显然不是好奇对方身份的时候。此刻最重要的是引起对方的注意，然后得到对方的救助。至于对方会不会是坏人，会不会对他图谋不轨，刘恒已经顾不上了。他现在脱水严重，虚弱到极点，如果得不到救助，必死无疑。情况再糟糕，能比死亡糟糕？啪啪啪！刘恒想呼喊，可嗓子干涩沙哑，根本发不出声音。没办法，刘恒只能拍打玻璃，希望能引起对方的注意。可他的力气太弱了，就算拍打玻璃也没法发出声音。刘恒心中焦急，他知道这是自己唯一的机会，必须要把握住。一旦对方离开，他就真的死定了。想到这里，刘恒趴回桌子，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工作用的扳手，重新趴回窗户，用力全身最后一点力气，狠狠砸向玻璃。咔嚓，玻璃应声而碎。做完这些，刘恒再也坚持不住，直挺挺地瘫倒在地，晕死了过去。楼下的张凡听到动静，转头望向这边，一番寻找后锁定8楼。难道这栋楼里还有丧尸？张凡跟景亚嘱咐一声，让他带车里别出来，自己调整重力，直接飞了起来。很快飞到8楼，来到被砸碎的玻璃前，看到了躺在地上的刘恒。幸存者！张凡双眼一亮，刚才赶来宏大光电的路上，景亚就和他提到过一件事：安装太阳能发电设备需要专业的工作人员，所以到了宏达光电公司后，希望张凡能注意寻找公司内的幸存者，因为宏达光电公司内的幸存者很有可能是相关工作人员。这样的人才对安装、维护和维修太阳能发电设备能起到巨大作用，也是团队需要的人才。张凡记在了心里，刚杀完丧尸后，打算好好寻找一番呢。没想到真找到了，只是这家伙的状态很不好啊。张凡一眼就看出刘恒没死，因为他能听到刘恒的心跳声，这很不可思议，但这是真的。肉身强横到张凡这种地步，听力、目力、嗅觉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任何轻微的响声和蛛丝马迹，他都能察觉到，想瞒都瞒不住。虽然刘恒的心跳并不强劲，但依旧顽强地跳动着，所以他没死，只是晕过去了。张凡大手一挥，一缕黑雾蔓延而出，将办公室的窗户湮灭殆尽。张凡收回黑雾，对着刘恒招了招手，刘恒缓缓飞起，飞出了窗户。张凡带着他降落到地面，对景亚道：“景亚，给我一瓶水。”景亚从随身空间取出一瓶水，递给了张凡。张凡拧开瓶盖，淋在了刘恒脸上。方法有些粗暴，但也是张凡想到的唯一能叫醒刘恒的办法。果然，刘恒渐渐苏醒，口中发出微弱的声音：“水，水。”张凡听清楚了，拿起矿泉水递到刘恒嘴边，刘恒立即喝了起来。因为喝得太猛，直接呛到了。刘恒剧烈咳嗽一阵后，又喝了起来。一口气干完瓶子里的水，刘恒才满足地打了个饱嗝，然后又昏死过去。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半个小时后了。他的脸色红润了许多，干裂的嘴唇也湿滑了一些，状态明显好多了。刘恒挣扎着坐了起来，一脸感激地看着张凡：“谢谢你救了我。”“不客气。”张凡摆摆手：“你是这家光电公司的员工吧？会安装太阳能发电设备吗？”“会。”刘恒不明白张凡为什么问这个，但还是如实说道：“我干这个很多年了，是老本行了，专业技术肯定没问题。”“太好了！”张凡大喜：“我们就需要你这样的专业人才，以后跟着我们吧。”“我愿意跟着你。”刘恒立即点头：“但你得让我知道你是谁，我们要去哪儿。”“当然。”张凡简单做了个自我介绍，又把整个团队的情况大概说了一下。刘恒听完，有些失望，也有些开心。失望是因为张凡既不是军队的，也不是政府派来的救援人员，
这说明军队和政府依旧没反应过来，或者说军队和政府也完了。开心自然是因为张凡等幸存者组建了一个团队，目前状况很稳定，自己加入后就可以获得安稳和安全的生活，不用再担惊受怕，忍饥挨饿了。我今天来这里的主要原因是收集太阳能发电设备。张凡继续道，你告诉我哪里能搞到这些，我现在就过去取回来。这个我知道。刘恒作为公司员工，自然清楚太阳能发电设备存放在哪儿，当下全部告诉了张凡。张凡留下10个复制体，让他们一边拾取光团收集晶体，顺便照看刘恒。他带着景亚和大黄前往这些仓库寻找太阳能发电设备。刘恒坐在后座上，手里拿着一瓶电解质饮料，慢吞吞地喝着。因为脱水严重，他一时半会儿恢复不了，但现在明显好多了。他透过车窗望着10个张凡不断敲开丧尸的脑袋，在脑浆碎肉里挑挑拣拣，心里翻江倒海的同时也升起更多的疑惑。10个张凡是怎么冒出来的？多重影分身、身外化身，还是仙家法术？还有，他们在丧尸脑袋里找什么？心里疑惑之下，刘恒索性问了出来。张凡能当着他的面展露能力，明摆着不想隐瞒，他当然可以询问。张凡老弟，你们这是在找什么？闻言，最近的一个复制体笑着回道，找白色晶体呢。白色晶体？刘恒一脸茫然。复制体给他简单解释了一下现在的情况，以及白色晶体的用途。刘恒听得目瞪口呆。异能？修炼？天啦噜，我这到底是穿越到了别的世界，还是正在做梦？丧尸出来了也就罢了，现在居然连异能者也出来了，这世道到底怎么了？刘恒自己没觉醒异能，加上又一直困在办公室里，对外界一无所知，现在第一次听到这些信息，感觉三观都被颠覆了。第66章，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张凡和景亚在宏达光电的仓库中找到了大量太阳能发电设备。没说的，搬。1个小时后，几个仓库被洗劫一空。张凡驾驶着装甲 MPV 又前往第2个目的地。按照刘恒的说法，刚刚收集到的这批设备足够发20年的电了。张凡觉得不够，既然要收集，那就尽可能多的收集。谁知道20年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人类成功消灭了丧尸，重建了文明，还是人类被丧尸挤压生存空间，苟延残喘，倒退到了原始时期？未来的事情谁也说不准，现在唯一能做到的便是多多收集，未雨绸缪。忙碌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一下午过去了。今天收获满满，可以回家了。张凡和景亚有说有笑地回到车上，准备返回长恒岛。今天一下午，他们收集了大量设备，粗略估计够他们发100年的电了。只要铺设好光伏板，然后完整安装，未来100年都有电可用了。两人的心情自然很好。要回去了吗？刘恒看着两人问道，他这会儿的状态又恢复了不少。要回去了。张凡点点头，笑着道，刘哥，你坐好，马上就能回到家了。刘恒犹豫了一下，恳求道，张凡，能不能先回我家一趟？我想看看我老婆和女儿，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张凡愣了愣，刘哥，你家在哪儿？不远，就在公司不远处的宏达光电小区，过几个红绿灯就到了。刘恒连忙说道。行。张凡没有拒绝，反正离得不远，看看也不耽误事。但他心里不抱希望。末世降临，9成的人挂了，剩下1成的人不仅要面对丧尸，还要面对饥饿、饥渴、绝望和恐惧。有活活饿死的，有活活渴死的，有活活吓死的，还有病死的，也有忍受不了绝望自杀的。刘恒一家3口，1个女人带着1个3岁女儿，活着的希望非常渺茫。不到10分钟，3人就赶到了宏达小区。这小区是宏达光电的家属小区，里面住的全是公司员工家属。刘哥，你家住哪栋楼？9号楼1单元503。顺着刘恒的指引，张凡开车来到9号楼楼下，留下1个复制体负责守卫。张凡孤身一人上了5楼，找到刘恒家，使用穿越物体异能，张凡穿墙而入，悄无声吸进了刘恒家。房子不大，普通的2居室，装修简单大气，家具摆设很温馨。客厅里摆放着很多小玩具，有滑板车、自行车、摇摇车。偏偏房间里打扫得很干净，地面上纤尘不染，玩具也摆得整整齐齐。张凡见状，心里不由一喜。房间这么干净，这2天应该打扫过，刘恒的老婆和女儿很可能没死。只是家里为什么这么安静？还有，家里的血腥味怎么这么浓郁？张凡循着血腥味找到了1个垃圾袋，袋子里装满了带血的纸巾、绷带，足足塞满了1袋子，红得鲜亮。这么多带血的纸巾，有人受伤了。张凡悄悄退出房间，然后敲了敲门。既然刘恒的老婆孩子可能还活着，
张凡自然不能强闯别人家，还是礼貌敲门吧。没有回应，等了半天还是没有回应。张凡很有耐心，继续敲门。邻居家的丧尸都惊动了，房间里还是没动静。刘嫂，我叫张凡，是刘恒大哥的朋友，他委托我带你们离开。张凡在门外喊道，依旧没有回应。刘嫂，张凡继续敲门，不会出事了吧？张凡犹豫一番，使用穿墙异能穿过墙体，再次来到了客厅里。客厅里还是没人，张凡只得来到卧室，然后就发现卧室的大床上躺着2个人，一大一小，是对母女。女人穿着睡衣，静静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她的脸色惨白，没有丝毫血色。张凡能感觉到她已经没了心跳，也没了呼吸，死了。而且她的左臂不见了，肩膀用床单包扎着，血液染红了床单。而她的右臂臂弯里搂着一个洋娃娃般的3岁女童。女童躺在妈妈怀里，呼吸平稳，脸色红润，睡得很安详，也很健康。看到这一幕，张凡深深疑惑了。妈妈死了，3岁的女儿不仅还活着，而且还非常健康，这不合理。按照一般情况，大人的体质肯定比孩子强，怎么这也不可能大人先死吧？难道刘嫂是因为失血过多而死的？这时，张凡瞥见女人的枕头边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满了字。张凡走过去拿起纸，亲爱的老公，如果你还能活着回来的话，应该可以看到这张纸。那时我应该已经死了。末世降临了，我和小雨点被困在家里，外面到处都是丧尸的嘶吼声，人的惨叫声，小雨点吓得整夜睡不着觉。我很怕，不知道该怎么办。家里没多少食物，只坚持了5天，家里就断粮了，没有吃的了。我很饿，小雨点也快坚持不住了，再这样下去，我和孩子都会死的。老公，你快回来吧，我好怕，真的好怕。老公，我没办法了，小雨点已经饿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真的没办法了。我可以死，但小雨点不能有事。老公，对不起，我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只能出此下策。如果可以的话，我不会给小雨点吃这种东西，请你原谅我。小雨点吃了后也不哭闹了，渐渐恢复健康，我心里很开心。只要小雨点能健健康康的，哪怕把我刮零碎了，我也在所不惜。老公，我胳膊上的伤口发炎了，小雨点还小，不能吃不健康的东西。老公，我右腿没了，你回来后看到我成了瘸子，会不会嫌弃我？我知道是我拖累了你，如果不是我，你不会只有小雨点一个孩子。我对不起你，无论如何我都要保住小雨点，保住你唯一的孩子。老公，越来越虚弱了，我好怕，如果我走了，小雨点怎么办？你赶快回来吧，小雨点需要你。老公，小雨点很健康，可我越来越虚弱了，左臂和右腿上的伤口都发炎了，我只能用碘伏擦拭，可效果不大。老公，我不行了，我连写字的力气都没有了，对不起，我爱你。后面的字迹很潦草，就跟鬼画符似的，可张凡看完愣在原地，久久不语。刘嫂虽然没有明说她给孩子吃了什么才让孩子恢复了健康，可看着他缺失的左臂，不用问，孩子吃的必然是刘嫂自己的血肉。硬生生砍下自己的左臂和右腿，这得多疼，又需要多大的勇气？女子本弱，为母则刚。为了救自己的孩子，刘嫂这个柔软的女人做出了无数男人都做不到的事情，让人深受震撼，又肃然起敬。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啊！张凡深吸口气，朝静静躺在床上的刘嫂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做了口金属棺材，把刘嫂放了进去，把小雨点轻轻抱起。小雨点睡得很熟，张凡抱起她的时候，她还咂巴了几下嘴，小嘴肉嘟嘟的，非常可爱。小雨点，你有一位伟大的母亲，你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张凡低语一声，带着小雨点和装着刘嫂的棺材出了卧室。2分钟后，张凡重新回到地面。景亚、刘恒和大黄在车外等着。看到张凡下来，刘恒踉跄着跑了过来，他的眼中有激动，也有忐忑。张凡，怎么样？大人没了，小孩没事。张凡把熟睡的小雨点递给刘恒，刘恒抱在怀里看了一下，确认孩子只是睡着了后，不由松了口气。随后他瞥了张凡身后的棺材一眼，声音有些颤抖：“我老婆在里面。”张凡点点头：“不可能，绝不可能。”刘恒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小雨点都没事，我老婆怎么可能有事？你骗我的对不对？你跟我开玩笑的对不对？你看看这个。”张凡把那张纸递了过去，刘恒接过立即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他整个人就颤抖起来，眼泪犹如决了堤的洪水夺眶而出。扑通，刘恒扑通一声跪在金属棺材前，嚎啕大哭起来，声音悲切，听者伤心，闻者落泪。张凡悠悠叹了口气：“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以前他不懂，现在他懂了。第67章，第二次团队会议，刘恒就像个被人抛弃的孤儿，跪在地上嚎啕大哭许久，结果又晕了过去。张凡把他弄上车，又让景亚收了金属棺材，然后发动传送门异能，回到长恒岛假日酒店前。张凡让曹杰找了个房间，把刘恒安顿下来，又找来周玲给刘恒查看。周玲虽然是儿科医生，但刘恒这种脱水的情况也能医治。他给刘恒挂了生理盐水和葡萄糖。刘恒脱水严重，光靠喝水很难恢复，静脉输液是纠正脱水最快的方法。201号房间，张凡逗弄着3只小老虎，低落的心情渐渐好了起来。3个小家伙一天一个样，奶凶奶凶的，很容易治愈人的心灵。房间里除了张凡外，景亚也在。张凡，到底怎么回事？景亚问道。为什么小孩没事，大人反而去了？这不合理。之前刘恒在，他不好意思问，现在刘恒休息了，他索性问了出来。张凡把那张纸上的内容说了出来。景亚站在当场，半天没说一个字。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半晌，景亚才悠悠一叹，换作是我，未必能做到这一点。这件事尽量不要宣扬了，知道的人多了，对孩子不好。张凡道。我知道的。景亚连点头，忽然说了句，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有了做母亲的冲动。张凡一愣，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难不成被刘嫂感染了？可能是吧。景亚缓缓点头。想做母亲，你先得找个男人，只有男人才能给你种子。张凡一本正经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本人愿意献出祖传的优质种子。景亚扑哧一笑，精致无瑕的脸蛋红红的，嗔道，还祖传优质种子，谁知道你是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呀？这有什么好吹的？张凡轻哼一声，这样，你今晚留个门，我送你1袋种子，你自己验收。想得美。景亚瞪了张凡一眼，逃也似的离开了201号房。张凡望着落荒而逃的景亚，低落的心情渐渐好了起来。外出清剿丧尸的猎杀队还没有回来，曹杰几女坐在酒店前捡着菜。酒店前的小院里堆着好几堆菜，有苋菜、莴笋、韭菜、磨海青、豆角、黄瓜、西红柿、生菜、油麦菜。这些菜都采摘了很多，堆积在一起，堆得跟小山似的。这么多菜一顿肯定吃不完，也不打算吃完，而是要储存起来。这些菜完全可以吃了，再长下去要么会烂掉，要么就老了。现在完成采摘，然后储存起来是唯一的选择。曹杰清楚景亚的随身空间是完美的保鲜库，所以今天下午就带领后勤部的13名成员采摘已经成熟的菜。度假村很大，菜地也非常大，尽管13人忙碌了一下午，也只摘了部分。接下来的几天，他们要继续收菜，争取把所有长好的菜全部收割。景亚下了楼，遵照曹杰的指示，把一堆堆菜收入了随身空间储存起来。晚上吃过晚饭，收拾完锅碗瓢盆，大家聚集在会议室。除刘恒和女儿小雨点外，其他人全部到齐，王亚妮也不例外。刘恒已经苏醒，但精神有些崩溃，大家也没有打扰他，他需要自己慢慢调整。杨莲儿的妹妹杨淼在一旁陪着大黄玩耍，一人一狗玩得不亦乐乎。今天是6月12号，末世降临的第12天，也是我们搬到长恒岛的第2天。张凡环视着所有人，大家先汇报一下各自的等级吧。4级。张凡先说了自己的等级。景亚坐在张凡跟前，操作着笔记本电脑，负责记录会议内容。张文喜2级，杨玲儿2级，王源2级，阳光2级。大家依次报上了自己的等级，除了张凡外，其他人全是2级。张凡听完，缓缓道：“我们再看看丧尸的等级。截至目前，我一共遇到2头3级丧尸，2头3级东北虎，1个3级人类。而2级丧尸，今天所遇到的丧尸中，至少1/3是2级丧尸。再看猎杀队遇到的丧尸情况，截至目前，一组遇到3头3级丧尸，2组遇到2头3级丧尸，3组遇到3头3级丧尸。2级丧尸和我遇到的情况相当，占了总丧尸的1/3。猎杀队由张凡的3个复制体带队，会议之前，张凡就融合了3个复制体，不仅融合了他们拾取的光团异能，也融合了他们的精力和记忆。猎杀队这2天遇到什么丧尸，又是如何猎杀丧尸的，张凡一清二楚。张凡看着所有人，末世才降临短短12天，就有这么多丧尸进化到了3级、2级，进化速度之快，超乎我们的想象。大家心里也都沉甸甸的，尤其15个猎杀队成员，他们这2天一直在外清剿丧尸，丧尸实力怎么样，他们感受得最为清楚。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是张凡的复制体带队，他们都团灭了 N 次了。虽然不愿意承认，但他们这些人的实力确实不如丧尸，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丧尸在疯狂进化。张凡声音低沉，
不仅实力越来越强，而且逐渐进化出了智慧。可以预见的是，丧尸绝对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可怕。再联系到丧尸的数量，我们的处境将会越来越危险。为了自身安全，我们需要更加努力的修炼，变得更强。我们不能因为和丧尸等级一样，或者稍微比丧尸强一些就沾沾自喜，因为丧尸比我们多太多了，我们没法跟他们比数量，我们只能比实力，比等级。张凡继续道，我们不仅要比丧尸强，还要比丧尸强得多。如果我们能始终比丧尸强至少2个等级，这样才能抵消丧尸的数量优势。所以我建议，张凡道，尽量取消不必要的娱乐休闲活动，用这些时间来修炼。比如晚上7点后就开始修炼，直到晚上11点再休息。大家觉得呢？张凡话音落下，张文喜第一个举起右手表示支持。今天猎杀丧尸太被动了，每次都要老大的复制体出手。如果没有老大的复制体，我们可能都死好几回了。我们现在的实力确实严重不足，所以我非常支持老大的建议。我也同意。阳光附和道，我们才2级，而1/3的丧尸也是2级，丧尸的数量比我们多得多，比起丧尸我们太弱了。我没意见，早就该这样了，我们不能事事指着老大，自己也得争气啊。其他人纷纷表示同意。没法不同意，丧尸越来越强，大家对上丧尸已经没有丝毫优势，再不努力修炼，早晚完蛋。既然都同意，那就这么说定了。张凡点点头道，晚上7点后全部回房修炼，11点再休息，每天至少要保证4个小时的稳定修炼时间。不止猎杀队成员，后勤部的辅助和没有异能的普通成员也要修炼。普通人也可以吸收白色晶体，虽然吸收白色晶体的速度很慢，但确实可以吸收。这是团队通过试验得出的结论。普通人吸收了白色晶体不会强化异能，但可以强化身体，身体素质会越来越强。现在团队里的普通成员们身体素质都比末世之前好，力气更大，跑得更快，反应更灵活。以前100米13秒都费劲，现在就连女人都能轻松跑进13秒。这就是身体素质的进步，也是白色晶体对普通人的巨大作用。每天吃过晚饭，曹杰你就把清洗干净的白色晶体放到餐厅，大家自己去拿，拿的时候量力而行，能吸收多少就拿多少，别一个人霸占太多。晶体就那么多，你拿多了，别人就没得拿。希望大家自觉遵守秩序。最后还是要强调一下修炼问题。有句老话很有道理，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只有自己最可靠。实力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在这末世，靠谁都不如靠自己。第68章5级异能者。会议结束时差不多6点40了，队员们相继来到餐厅。餐厅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个塑料盆，里面装着大半盆白色晶体。一枚枚白色晶体就像羊脂白玉，又像煮熟的鸡蛋蛋白，静静放在塑料盆里，闪耀着柔和晶莹的光泽。这些晶体有大有小，小的比花生米稍大，大的和山楂差不多。山楂大的晶体约占1/3，是2级丧尸的脑袋里接触的晶体。很难想象污秽肮脏的丧尸居然会接触这么干净的东西，很不可思议。塑料盆旁放着一个盒子，盒子里整整齐齐叠着30几个小瓷碗。大家走到桌子前，每人拿起一个小瓷碗，舀了小半碗晶体，然后离开了餐厅。接下来到晚上11点睡觉前，他们都要拿着白色晶体修炼了。就算张凡在会议上不强调，团队里也没人会懈怠修炼。末世的残酷，所有人都深有体会，没人愿意拖后腿，更没人敢把自己的生命安危寄托在别人身上。所以能修炼就尽可能的修炼，能提升多少实力就提升多少。反正修炼也不累，只需把晶体握在手心就行，不耽误听书刷剧。不到7点，假日酒店就变得静悄悄的，只有灯光从窗户里透射出来，驱散了黑暗，成了大地上唯一的光源。张凡从刘恒房间里出来，刘恒的状态依旧不好，但在女儿小雨点面前还得强颜欢笑。张凡知道他状态很差，却没办法帮他，只能让时间来抚平他心灵的创伤。张凡来到201房间，胖虎觅食回来了，吃得饱饱的，不知道吃了什么。陪着3只小老虎玩了一会儿，张凡回了隔壁自己房间202。胖虎一家住201，张凡住隔壁202，景亚住张凡对门214。时间还早，张凡本想找景亚聊会天，发现刘牧在景亚房间，便没有进去。回到自己房间，张凡随手抓了几颗白色晶体，然后把自己扔进懒人沙发里，打开属性面板。姓名张凡，等级5级异能者，体质5级275100000，精神3级1981000，异能无限拾取异能，5级异能了。张凡欣赏着自己的属性，每天有了空闲，他都会欣赏自己的属性，这是他强大自信心的来源。今天中午时，
张凡还是4级，晚上3个复制体回归，带回了1000多体质点。张凡顺利突破，成了5级异能者。体质突破5级后，张凡感觉自己的身体素质达到了可怕的地步，肌肉无比紧实坚韧，就像高强度钢丝弹簧，能发挥出可怕的力量。骨骼非常坚硬，足以支撑肌肉和身体，发挥出更恐怖的爆发力。肉身防御也达到了夸张的地步。张凡用普通菜刀劈砍自己的胳膊，结果就像砍在橡胶轮胎上一样，胳膊一点事都没有，反倒是菜刀被强大的弹性震飞了开来。5级的体质简直非人类，无论是力量、速度、防御，还是爆发力、敏捷、神经反应，都达到了一个巅峰。张凡能感觉到，就算现在不使用任何异能，只凭纯粹的肉身力量，都足以打爆一辆重坦，一跃几10米高，还能像绿巨人那样高高跃起，在空中滑翔很长一段距离。4级和5级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张凡感慨得很。实力暴涨的同时，张凡也意识到要突破6级难度会非常大。5级的属性槽满格10万，如果只猎杀1级丧尸，张凡需要猎杀2万头1级丧尸才能突破6级。2万头丧尸啊，就算每天猎杀1000头，也需要20天。而且按照规律，等级越高，难度越大，越往后需要猎杀的丧尸就越多。好消息是，丧尸也在不断升级，能提供的点数也在不断增加，升级应该比想象中的容易。撤去属性面板，张凡拿出华为最新款折叠手机，看起了电影。现在上不了网，手机只能用来看电影、看小说、看动漫。因为现实中真的爆发了末世，张凡现在对末世类电影很感兴趣。有些末世电影对人性的刻画非常到位，张凡认为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大黄的趴在张凡肩膀上，一双狗眼一眨不眨盯着张凡的手机，看得很认真。张凡知道他能看懂电影，因为每到精彩处，大黄也会变得很激动。而当张凡按了暂停，大黄又会很暴躁，发出呜呜声表示抗议。这不，桌上的对讲机响了起来，张凡本能地按下了暂停，伸手去拿对讲机。大黄不高兴了，低声吼了起来。张凡翻了个白眼，懒得理会这条成了精的狗，拿起对讲机。小凡，我突破了。对讲机里传来景亚激动的声音。突破了。张凡直立起身，3级。3级。景亚激动得很。随身空间有什么变化？张凡连问。变化有点大。景亚说，我1级时随身空间10乘以10乘以10，2级时100乘以100乘以100，现在1000乘以1000乘以1000等于10亿方立方米。10亿立方米。张凡倒抽一口冷气。10亿立方米多大？答案是1立方公里，相当于一个长10公里、宽10公里、高10米的仓库的容量。如果用来装水的话，能装10亿吨水，而西湖水容量约为1429万吨。如果用来装水，这么大的随身空间能装下70个西湖。国内某地削山填沟，挖了几10个山头，总土方量才接近10亿立方米。可以想象10亿立方米到底多大？这么大的空间得装多少物资？张凡激动地喃喃自语。我也不知道，但他能容纳的物资足够整个团队吃几千年。景亚黑道，最让我开心的是，升到3级后，我的身体素质大幅提升了。这是正常的。张凡笑道，无论是战斗异能者还是辅助异能者，级别越高，肉身也越强，这一点大家都是一样。一夜无话。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大家各自出发了。3个复制体带着15名猎杀队成员，继续清剿长衡岛上的丧尸。张凡带着景亚和大黄去了魔海。今天是6月13号上午，按照惯例，早上的任务依旧是收集粮食。之前收集的粮食原本足够张凡等13人吃100年，但加入了刘牧等人后，目前收集的粮食显然撑不了那么久。所以张凡和景亚今天又要收集粮食，目的地还是上次去过的普药粮仓。普药粮仓储存着几10万吨粮食，他们上次只拿了1250吨，零头都不是。两人赶到普药粮仓，发现普药粮仓已经被一伙幸存者占领。没说的，就是干！突破5级的张凡展现出了碾压一切的恐怖力量，这帮幸存者毫无招架之力，完全被张凡吊打。不过张凡并没有痛下杀手，只是让景亚收走了2/3的粮食，然后扬长而去。剩下1/3的粮食也有大几万吨，足够这批幸存者吃好几百年了。下午收集其他物资。今天下午的目标还是收集各种电器。上次虽然扫荡了果核商场，但显然不够用，需要收集更多的电器才行。景亚选了几个电器城，第一站就是位于普药区的苏宁电器城。苏宁电器城是普药区最大的电器城之一，电器品种非常齐全，有空调、冰箱、电视、厨卫电器以及各种常用的生活家电。
如果洗劫了苏宁电器城，里面的电器足够团队使用很长时间。唯一的问题是，苏宁电器城位于繁华地带，人流量非常密集，这意味着苏宁电器城附近的丧尸绝对超多，相对危险。这一点，张凡驾驶着装甲 MPV 前往电器城的过程中就感受到了。大街上的丧尸越来越多，横七竖八挡在路上的车辆也越来越多，车子很难继续前进。这不，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后，车子彻底被堵住了，无法继续前进。前面是汇聚的车流，至少超过1公里的路段被车流堵住了，路上没法走了。张凡停下车，从天上走吧。行吧。景亚点点头。大黄，下车了。两人一狗下了车，景亚对着装甲 MPV 随手一抹，车子就消失了。突破3级后，景亚一次能收走的物品重量大大增加，可以收起装甲 MPV 了。吼吼吼！一路尾随而来的丧尸立即蜂拥而至，嘶吼咆哮着扑了过来。张凡瞥了他们一眼，双手猛地一挥，竖直向下的重力立即变成了水平向外的斥力。神罗天征！轰！蜂拥而至的丧尸瞬间被弹飞了出去，连带着周围的车子也被弹飞。张凡一手拉住景亚，一手抱住景亚，调整身上的重力，猛地冲天起。眨眼间，两人一狗就飞上了天空，一直上升到20几米的地方才停了下来。地上的丧尸对着3人嘶吼咆哮，有的甚至纵身跃起。可惜等级太低，跳不了多高，根本够不着天上的张凡、景亚和大黄。大黄，给他们来几发！张凡指着地上的丧尸说道。汪汪！大黄叫了2声，口中就像迫击炮一样，接连喷吐出几颗火球。这火球只有柚子大，撞入丧尸群中，就像火星掉进汽油中。只听轰的一声，地上瞬间化为火海，一片黑色的火海，熊熊燃烧的黑色火焰以恐怖的速度蔓延开来，笼罩了方圆几百米的丧尸。这些丧尸根本感觉不到疼痛，任凭烈火焚烧，他们视若无睹，依旧自顾自地朝天上3人嘶吼。然后在一声声的嘶吼声中，被黑色火海吞噬，化为了灰烬。一股惊人的热量从身下袭来，张凡连带着景亚和大黄继续升起，一直上升到50多米的位置，才感受不到灼热滚烫的气浪。走吧，飞着去苏宁电器城。第69章，像块银一样的男人。10几分钟后抵达苏宁电器城，张凡发动瞬间移动，直接进入大厦内部，来到了最高层。这一层售卖的是生活家电，如电饭煲、吸尘器、电磁炉等。张凡扫了一眼就没什么兴趣了，制造了3个复制体，让他们保护景亚。景亚，你在这慢慢收集电器，我下去猎杀丧尸了。张凡道。景亚知道张凡除了陪自己收集物资外，还要抽空收集白色晶体。这里是繁华地带，丧尸超多，正是收集白色晶体的绝佳地段。于是乖巧的点头，这里丧尸多，你自己注意安全，别走得太远。放心。张凡笑了笑，随即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时，已经到了窗外半空。突破5级，张凡的瞬移距离也增加了。4级时30米，现在是50米，50米内可以随意移动。张凡悬在半空，身体在重力的作用下朝着地面急速坠去。狂风在耳旁呼啸，急速后退的气流冲刷着脸庞，张凡脸上的肌肉都在抖动。感受着身体失重的感觉，张凡非但没有丝毫恐惧，反而非常兴奋。突破到5级后，张凡感觉自己无所不能，这点高度根本摔不死。轰！几十米的距离眨眼即至，张凡整个人重重坠落在水泥地面上，强大的冲击力把水泥地砸出一个大坑，周围的水泥地板纷纷皲裂开来。张凡走出大坑，转头看向四周，电器城外是一条大街，街上停放着很多车辆，路都被堵住了。拥挤的车辆间，一头头丧尸在游动。张凡坠地的动静立即引起了丧尸的注意，他们嘶吼着冲了过来，有的在车辆间穿梭，有的在车顶跳跃，有的从人行道跑来，一个个无比躁动疯狂，就像嗅到了屎的苍蝇，又像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从4面8方汇聚奔涌而来，直扑向张凡。来得好！张凡舔了舔嘴角，露出嗜血的笑容，然后血盆大口，猛地发出一声长啸。吼！一圈圈肉眼可见的实质化音波瞬间席卷而出，朝4面8方扩散开来。嗡嗡嗡！在音波的影响下，空气剧烈震动起来，就像共振一样，急速抖动着。这种情况给人造成的感觉是，整个世界似乎都在急速抖动起来。咔嚓咔嚓，大街两边楼上的玻璃发出咔嚓咔嚓的脆响，硬生生被震碎了。而急速冲来的丧尸在遭到音波攻击的瞬间，脑袋就像被大锤击中的西瓜，一个接一个炸开，污血飞溅，脑浆迸射。一圈圈音波蔓延而过，方圆100米内的丧尸全部变成了无头尸体，仰面栽倒，当场毙命。
刷刷刷，一个个光团掉落，一眼望去，大街上到处都是金灿灿的体质光团，期间还夹杂着一些白色光团。刷刷刷，张凡身上射出10道身影，正是10个复制体。不需要张凡命令，他们就知道自己的使命，分散开来，拾取光团，收集晶体。张凡从腰间的包包里拿出一罐娃哈哈 AD 钙奶，慢悠悠喝了2口，悠然自得。小时候很喜欢喝这个，没钱喝不起，长大后喝得起了，却不好意思喝了。今早收集物资的时候，路过一家超市，两人随手洗劫了超市。张凡顺了一排娃哈哈 AD 钙奶，装在了腰间的包包里。现在4下5人，正好喝2口。酸酸甜甜的，还是小时候的味道，满满的童年回忆。靠，你小子真能装啊！耳边忽然响起一道调侃的声音。张凡循声望去，就见街道左边一家火锅店的2楼窗户里探出一个脑袋。对方是个帅小伙，长得眉清目秀的，就是留着一头黄毛，赤裹着上半身，身上还纹了一条龙，脖子上还挂着一条大金链子，看起来流里流气的。怎么？张凡挑眉看向对方，一边猎杀着丧尸，一边还在喝娃哈哈 AD 钙奶。你小子太能装了！黄毛骂骂咧咧道：“装逼遭雷劈，小心待会儿被丧尸捅屁眼。”张凡哑然失笑：“我没有装逼，只是口渴了，想喝点东西罢了。狗日的，比老子还能装！小心，你身后有头丧尸！”黄毛嘴里正骂着，忽然瞥见张凡身后有丧尸扑来，立即大声提醒道。然而有些迟了，这丧尸的速度非常快，就像一头敏捷的猎豹，几个纵跃就扑到张凡面前，然后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咬向张凡的脖子。完了，是头3级丧尸，这2逼死定了！黄毛唉声叹气道。然而下一秒，他就瞪大双眼，扑向张凡的丧尸，在距离张凡不足几公分时，忽然被弹飞了出去。黄毛一愣，多谢提醒。张凡冲黄毛微微一笑，身上射出耀眼的金光，笼罩了这头丧尸。在金光的浸染下，这头丧尸很快变成了金色，最终转化成了金属雕塑。张凡轻轻打了个响指，金属雕塑土崩瓦解，变成了一堆金属粉末。紧接着，这些金属粉末快速凝聚成了3把金光闪闪的飞刀。这什么能力？黄毛看呆了。他也是异能者，级别还不低，实力也很强，而且也见过不少异能者。黄毛自认见多识广，然而完全没看懂张凡刚才的一系列操作。张凡最初用音波攻击杀死了大批丧尸，展现出了音波异能，又用某种未知异能弹飞了丧尸，这是第2种异能。现在又把定住的丧尸变成了金属雕塑，这是第3种异能。一个人拥有3种异能，这可能吗？就在黄毛目光呆滞的时候，远处听到动静的丧尸又冲了过来。张凡刚才的音波攻击杀死了大批丧尸，也引来了更多丧尸。他们这会儿已经冲了过来，嘶吼着，咆哮着，化作丧尸潮奔涌向张凡。数量之多，何止数百，他们汇聚成可怕的丧尸浪潮，似乎要彻底淹没大街上的张凡。小子，你完蛋了！黄毛调侃道：“这么多丧尸，看他们不踢烂你的屁股！”呵呵，张凡不置可否。算了，路见不平一声吼，本少爷就做个好人，救你一命。黄毛扭了扭脖子，戴上一双手套，随手抄起房间里的2把菜刀，从窗户里爬了出来，然后纵身一跃，从2楼跳下。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他并没有直直掉到地上，而是踩踏空气，居然在空中奔跑起来。他整个人就像一道闪电，直接从2楼斜着跑到了这边的大街上，在空中奔跑。张凡有些被惊到了。怎么样，哥这异能厉害吧？黄毛风骚的一甩长长的黄发，一脸得意的看着呆滞的张凡。很厉害。张凡点点头。你这是什么异能？我称它为神速力。黄毛得意洋洋道，和 DC 电影里的闪电侠、漫威电影里的快银的能力差不多，是一种高速移动的速度异能。速度异能？张凡恍然，人的速度达到一定程度，别说在空中奔跑，飞出外太空都有可能。你的速度有多快？张凡问道。黄毛瞪了张凡一眼，一脸戒备道：“小子，你问的太多了。”说着，他双手各持一把菜刀，望着迎面来的丧尸，瞬间窜了出去。轰！他一启动，整个人瞬间撕裂空气，发出一声凄厉的破空声。张凡只看到一道流光贯穿街道，黄毛就冲入了丧尸群中。他双手张开，手里的2把菜刀就像2柄镰刀，不断划过丧尸的脖子。噗噗噗，一颗颗头颅冲天起。黄毛就像一把利剑，笔直地插入丧尸群中，短短几息时间，他就从街道这头狂奔到了街道那头，纵横500多米，一路锁过，无数丧尸被斩首。紧接着，他又调转方向，朝这边杀了过来。这一次，他不再直来直往，而是在丧尸群中纵横穿梭，左右穿插，
整个人完全成了残影，不断掠过一头头丧尸。噗噗噗，一颗颗头颅飞起，一头头丧尸栽倒。等到黄毛重新回到张凡面前时，街道上看不到一头站着的丧尸了。张凡惊得愣在原地，完全被嗅到了。都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今天他算是真正见识到了。黄毛太秀了，就凭手里2把菜刀，愣是杀穿了一条街，干死这么多丧尸。秀儿啊！张凡也拥有速度异能，但他那速度异能完全没法和黄毛的速度异能比，就像拖拉机跟顶配豪车的区别。眼见张凡愣在当场，黄毛风骚的一甩长发，得意洋洋道：“别崇拜哥，哥只是个传说，你自己悠着点，哥回去睡觉了。”你这异能厉害！张凡竖起大拇指，真心夸赞道：“呵呵，就算你再怎么拍哥的马屁，哥也不会带着你混。”黄毛瞥了张凡一眼，哥是风中的鲲鹏，是海里的蛟龙，任何人都只会影响我奔跑的速度，所以我不会带着你的。张凡有些哭笑不得，这哥们人不错，就是太自恋了，还有些中二。我不是想跟你混，而是想让你跟着我混。张凡纠正道：“你说啥？”第70章，你太阴险了。黄毛以为自己听错了，很没形象的掏了掏耳朵，一脸诧异的看着张凡：“让我跟你混？”张凡微微一笑，重复道：“你很厉害，异能也强，很适合我的团队。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着我混。”我说兄弟。黄毛指着自己的脑袋，有些无语道：“你是不是这里有问题？但凡个正常人都不会说出这种没脑子的话。”说完，他甩了甩菜刀上的鲜血，转身朝2楼火锅店走去。在这世上，能让本少爷当小弟的人还没有出生呢，真是个自恋的家伙啊！张凡也不生气，看着背影笑道：“你认为自己很强，难道不是吗？”黄毛头也不回。这样吧，张凡笑道：“咱俩 solo 一把，你要能赢我，有什么要求你随便提。如果我赢了，你跟我走，怎么样？”不怎么样。黄毛转过身，撇撇嘴道：“首先，我不可能输给你，对于这种没有挑战性的战斗，我是丁点兴趣都没有。其次，我对你没什么兴趣，更没兴趣对你提什么要求，所以这样的 solo 没半点意思。你是不敢吧？”张凡故意讥讽道。呵呵。黄毛一步跨出就到了张凡面前。激将法对我没用。黄毛直视着张凡的脸，不过看在你这么嚣张的份上，我不介意好好教训教训你，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吗？张凡微微一笑，重复道：“先说好，你输了就得跟我走。”输？本少爷的字典里就没有输这个字。黄毛哼哼2声。来吧。张凡淡淡道：“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心甘情愿跟我走。我等着。”黄毛几步跨出就到了10几米开外，两人摆好架势，战斗瞬间开始。我来了！黄毛低喝一声，朝张凡射来。他的速度非常快，我来了3个字还在空气中回荡，他就出现在了张凡面前。速度之快，堪称神速。然而就在黄毛距离张凡不足几公分时，忽然僵在原地，无法动弹了。张凡退后2步，看着定在原地，身体还保持着奔跑姿势的黄毛，摇头笑了：“你的速度确实很快，可惜啊，被我克制的死死的。”张凡随手一抓，路边的2辆车子轰然分解，变成了金属粉末。这些金属粉末快速朝黄毛汇聚而来，最终凝聚成了一个棱长3米的金属牢笼，把黄毛装了进去。做完这些，张凡才撤掉时间静止，让黄毛的时间继续流动。在时间静止期间，黄毛的意识、思维也停留在了那一刻。换句话说，他的思维意识也是静止的。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他并不知道，也不清楚张凡做了什么。等时间恢复流逝，他的意识思维继续转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被关进了笼子里。黄毛有些懵，什么情况？好端端的，哪来的笼子？你说了。张凡的笑声传来。黄毛立即看向张凡，眼中又是困惑又是震惊，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时候恰好又有丧尸扑了过来，数量还不少，多达5头。张凡轻轻打了个响指，这5、6头丧尸就被定在原地无法动弹了。这是什么意呢？黄毛目光呆滞。时间静止。张凡淡淡道。时间静止。黄毛一瞪眼，失声道：“我就是这么被你关进笼子的。你以为？”张凡如法炮制，弄了一个金属笼子，把5头丧尸关了进去。看到这一幕，黄毛什么都明白了，恶狠狠瞪着张凡，咬牙切齿道：“你太阴险了！明明拥有时间静止异能，却故意骗我 solo baby。还有，你到底有几种异能？你甭管我有几种异能。”张凡耸耸肩：“你承不承认自己输了？”黄毛闷哼一声，没好气道：“愿赌服输，我黄少天一口唾沫一颗钉，既然答应了和你 solo， 自然愿赌服输，这才像个爷们。”张凡大手一挥，
撤去囚禁黄毛的金属笼子，把他放了出来。张凡主动伸出手，欢迎加入我的团队，我叫张凡，很高兴认识你。黄少天，黄毛简单握了握手，疑惑道：你不是一个团队吗？其他人呢？团队大本营位于长恒岛，其他人都在长恒岛负责清剿丧尸和后勤。张凡微笑道：我和另一名队员负责收集物资。黄毛皱眉问道：2个人收集物资？团队一共多少人？算上你的话，33个吧。张凡道。黄毛一听瞬间炸毛了，33个人的团队，只有你们2个人收集物资，开什么玩笑？2个人收集的物资够谁吃？张凡正要解释，发现又有丧尸涌来，只得道：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先猎杀丧尸吧，待会儿再慢慢跟你解释。黄毛撇撇嘴，转头杀向扑来的丧尸。他感觉自己被坑了，因为一个人独来独往，加上异能的特殊性，他见过很多团队，同样的也有很多团队邀请过他。这些团队每一个都不相同，有的是大学生团队，有的是农民工团队，有的是公司同事组成的团队，有的是社区邻居组成的团队。不同的团队行事风格截然不同，有的团队大家平等相处，共同寻找物资，共同猎杀丧尸。这种团队凝聚力很强，也有很强的战斗力，未来的潜力也很高。有的团队因为成分复杂，团队结构是畸形的，随时都有可能崩溃。黄毛印象最深的一个团队是距离这里不远的长乐小区团队。长乐小区是个拆迁安置户小区，小区里大多是老人和租户，人员成分复杂。末世降临后，长乐小区的幸存者聚拢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共有50几人，老人超过30人，占了团队的一大半。这些老人不说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但确实没法和丧尸搏斗，也没法收集物资。团队里的年轻人不仅要保护老人的安全，还要为老人提供物资帮助。话有些难听，但这些老人的确是团队的累赘，严重拖累了队伍里的年轻人。偏偏有些老人还倚老卖老，蛮横得很，认为年轻人保护他们理所应当。每次分发物资时，如果对今天的物资不满意，就各种抱怨。黄毛曾经和这个团队里的年轻人一起合作过，知道这团队就是个大坑，也清楚团队里的年轻人已经怨声载道，提议抛弃老人外出发展。后面的事情黄毛不知道，但他清楚，一旦团队里的年轻人真的抛弃老人外出发展，老人们的下场可想而知。黄毛现在严重怀疑张凡的团队也是这种坑货云集的团队，要不然团队里32个人，只让2个人收集物资，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压榨吧。黄毛已经暗暗决定，先跟张凡回去看看情况，如果他们团队和长乐小区团队一样，就果断闪人。他才不会傻傻的让一群吸血鬼骑在头上敲鼓吸髓，肆意盘剥呢。杀！张凡和黄毛猎杀丧尸的效率都高得离谱，2人凑在一起不够杀，所以2人暂时分开了，一人一条街道，这样都能杀过瘾。张凡化身地狱修罗，手中短刀犹如死神镰刀，疯狂收割着丧尸的生命。他一路锁过，地上倒了一大片丧尸，10个复制体紧随其后，一边拾取属性光团，一边收集白色晶体。黎明街拉格朗日大酒店，酒店厨师王大鹏和酒店经理田娜娜悄悄来到酒店的一个房间。王大鹏就像个急色的猴子，关上房门，抱住田娜娜就要啃。看你猴急的德行！田娜娜娇媚的白了王大鹏一眼，躲过王大鹏油腻肥厚的大嘴，娇滴滴道：想让我给你，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我的小宝贝，别说是1件，就是100件1000件，我都答应你。王大鹏急不可耐地应承着，一双咸猪手开始不安分起来。弄死白倩那骚狐狸！田娜娜哼道：我可不想和他那个下贱的骚狐狸分享男人。行行，我弄死他，回去就弄死他，我都有你了，哪会要他啊？小宝贝，我都答应你了，快给我吧！王大鹏催促道。现在就去。田娜娜道。待会儿行吧？待会儿回去我就弄死他，如果我做不到，就让我不得好死，就让我被丧尸吃掉。王大鹏发着毒誓。不行。田娜娜不见兔子不撒鹰。行吧行吧。王大鹏化作一股黑烟冲出了房间，不一会儿又回来了，手里提着一个脑袋，正是白倩的脑袋。我现在确信你是真的爱我。田娜娜大喜，主动扑了上去。放在以前，田娜娜压根瞧不上王大鹏，她是酒店经理，是老板的小蜜，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在酒店里地位显赫。而王大鹏脑袋大脖子粗，不仅长得难看，还很油腻，妥妥的伙夫。田娜娜能看得上他，但末世降临后，一切都变了。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式伙夫的王大鹏，居然觉醒了非常变态的异能。这异能是凭借着强大的异能，王大鹏斩杀丧尸，保护了酒店众人，成了酒店众人的主心骨，隐隐成为整个酒店的老大。这种情况下，田娜娜这个原来的酒店经理就显得非常尴尬了。
因为大家不再服从他的命令，反而对王大鹏言听计从。田娜娜心里暗恨，却没办法，好在她很漂亮，而王大鹏又垂涎她的美貌。王大鹏的异能确实变态，但他所有的点数都好像点在异能上了，智商堪忧。末世了，只要王大鹏稍微灵醒点，完全可以强行收了田娜娜。他偏不，非要跪舔，然后就被田娜娜各种吊着，拿捏得死死的。不过因为一直吊着王大鹏，田娜娜明显能感觉到王大鹏对自己没有前几天上心了。田娜娜知道王大鹏累了。吊舔狗是有技巧的，无休止的口嗨和画大饼，舔狗感觉遥不可及，会感觉累，会死心的。这个时候必须给一些实际的优惠，才能激发舔狗的动力。田娜娜决定给王大鹏一点实惠，于是就有了今天来房间偷情的一幕。不过给实惠归给实惠，却也不能白给，必须要让实惠发挥出最大价值，利益最大化。田娜娜就想借着这个机会干掉酒店内最大的威胁白倩。白倩原是酒店一名服务员，是酒店里除田娜娜外最漂亮的。末世降临后，白倩最先勾搭上了王大鹏，成了王大鹏的女朋友。她对田娜娜是个威胁，她要撺掇王大鹏弄死白倩，抹除这个威胁。只要白倩死了，整个酒店就再也没人能对田娜娜产生威胁。精虫上脑的王大鹏果然照做了。田娜娜心满意足，大战就此爆发。田娜娜伏在房间窗户上，忽然看到大街上出现了大量丧尸。什么情况？田娜娜有些疑惑，索性打开了窗户，然后就看到大街上出现了一个青年，涌来的丧尸全部涌向这青年。这么多丧尸还敢往外跑，真是个傻叉。田娜娜心里冷哼。然而下一刻，她就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撼到了。只见街上那青年就像砍瓜切菜一样，轻松屠戮着丧尸。不一会儿功夫，如潮水般向他涌来的丧尸被他斩杀大半。田娜娜惊得张大了嘴巴，都能塞进一根黄瓜。好厉害！短暂的愣神过后，他立即转身对身后挺着大肚子的王大鹏道：大鹏，有新猎物了，快下去干他，别让他跑了。不去。王大鹏直接拒绝。田楠楠急了，抬手就是一个脑瓜崩，这种事什么时候不能干？但这么厉害的家伙错过了就找不到了，赶紧办正事。好吧。王大鹏不情不愿地提起裤子，凑到窗前一看，双眼顿时一亮。我来个好家伙，真是厉害啊！王大鹏双眼发亮，眼中满是垂涎。这家伙确实非常强，是个不错的猎物。娜娜，你真是我的贤内助。说着，王大鹏抱起田娜娜的脸，狠狠亲了一口。等我回来。话音刚落，他整个人再次化作一股黑烟冲出窗户，冲向大街上的青年。那青年正是张凡。第71章，爆出大 boss 了。收集白色晶体需要先把丧尸的脑袋敲开，然后从脑浆血液的混合物中寻找。加上晶体个头不大，所以收集晶体很麻烦。这不，就算10个复制体同时忙着收集晶体，也赶不上张凡一个人的猎杀速度。张凡已经杀到这边的红绿灯了，他们还在上一个红绿灯忙碌。所以王大鹏化作黑烟冲下来的时候，只看到了张凡一个人。轰！从天而降的王大鹏就像驾着滚滚黑云的黑山老妖，重重降落在公路上。黑烟剧烈翻腾，随即又如潮水般汇聚在一起，凝聚成人形。张凡被这一幕看得一愣一愣的，张口就吐出2个字：妖怪。尼玛，这牛逼哄哄的出场方式，可不就是妖怪吗？王大鹏当然不是妖怪，他扭了扭粗壮的脖子，上下打量着张凡，眼中闪过一抹贪婪。小子，你应该不低于3级吧？你是谁？张凡疑惑看着对方，他不认识王大鹏，但能从王大鹏眼中感受到强烈的侵略性和恶意。那是贪婪的恶意，和自己看到拥有强大异能的丧尸时一模一样。所以自己被眼前这家伙当成猎物了。张凡啧啧称奇。王大鹏懒得回答张凡的问题，在他眼里，张凡不是人，而是他变强的养料，一个死人而已。末世刚爆发不久，绝大多数丧尸和幸存者都处于1、2级，3级可不多见。王大鹏目光炽热，你能拥有3级以上的实力，说明你的异能非常优秀。所以呢？张凡微微眯了眯双眼，暗含警惕。所以你就是我的猎物，注定被我猎杀的猎物。王大鹏哈哈大笑起来，我会夺取你的一切，包括你的身体以及异能。话音落下，王大鹏猛地张开双手，他的10根手指迅速伸长，化作10根触手，就像毒蛇似的射向张凡。王大鹏的话没头没脑，张凡有些没听明白，这不妨碍他做出判断。王大鹏应该觉醒了某种异能，而这种异能可以夺取别人的一切，包括异能。想夺取我的能力？死肥猪，你怕不是还没睡醒吧？张凡心里冷笑，手中短刀一闪，化作一道寒光，斩向射来的10根手指。噗！
点石成金异能制造的金色合金削铁如泥，10根手指瞬间被斩成2截。啊！王大鹏发出一声惨叫，10根手指掉落在地上，就像扭动的蛇头，使劲蹦跶着。混蛋！王大鹏双眼血红，犹如一头炸了毛的公牛，双目喷火。杂种，我要你死！话音落下，王大鹏收回10根手指。在收回的过程中，他手指上的伤口快速愈合，等变回正常大小时，手指上的伤口已经彻底痊愈，就跟没受伤一样。自愈异能，这家伙也有自愈异能。张凡暗暗惊奇。这时，张凡忽然看到一抹亮光闪过，就见王大鹏身上仿佛涂抹了一层金色油漆，整个人悄无声息间变成了金光闪闪的金属人。合金化！张凡一愣，这个脑袋大脖子粗的家伙居然也有合金化异能，而且他这合金化异能金光闪闪，就跟黄金浇铸而成似的，看着更加高贵，更加霸气，更加有逼格啊！相比之下，自己的合金化是银色合金，看着就低调内敛得多。一个黄金，一个银子，档次都不一样啊！张凡承认他眼红了，他也想镀金，也想给自己换一套金光闪闪的黄金皮肤。金色多霸气，多尊贵，多牛逼哄哄啊！杂种，我要你死！王大鹏猛地一踏地面，轰隆一声，柏油路面被他一脚踩得皲裂开来。借着反弹的力道，王大鹏整个人瞬间暴起，化作金色流光爆射向张凡。他的速度非常快，虽然比不上黄毛，但远比张凡遇到的其他人快得多。几米的距离瞬息即至，王大鹏抡起右拳，化作一记炮锤，凶狠砸向张凡。来得好！张凡吐出一口浊气，沉腰立马发动超级力量异能，然后一拳轰出。轰！两拳相撞，就仿佛2辆高速疾驰而来的车子重重撞击在一起。轰隆一声闷响，恐怖的力量爆发开来，搅动周围的空气，形成恐怖的冲击波，瞬间席卷开来。周围的垃圾、丧尸的尸体、遍地的污血直接被掀翻了出去，周围形成了真空。再看碰撞的双方，张凡稳稳站在原地，脸色平静，目光淡然，表情丝毫没有变化。反观王大鹏，就像被高速冲来的车辆正面撞上，直接倒飞了出去。这时他身后正好有10几头丧尸冲来，王大鹏迎面撞击在一头丧尸身上，咔嚓，这头丧尸被撞得脑浆都爆出来了，然后和王大鹏一起撞了过去，一路撞倒7、8头丧尸才停了下来。吼吼吼！周围的丧尸嘶吼着扑向王大鹏。王大鹏并没有受伤，合金化后的他自身防御强大到了极点，些许碰撞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滚开！王大鹏一把抓住一头丧尸的脑袋，手上稍微用力就捏爆了这头丧尸的头颅，脑浆迸射，鲜血飞溅。王大鹏翻身而起，身上喷涌出一股恐怖的斥力，扑来的丧尸瞬间被弹飞了出去。王大鹏瞪着一双黄金化的眸子，面色有些扭曲。杂碎，你彻底激怒我了，我要像切小鸡一样把你撕成碎片。话音刚落，王大鹏的黄金双臂快速蠕动起来，眨眼功夫，他的2条黄金手臂就变成了2柄金光闪闪、无比锋利的大砍刀。还有这种操作？张凡大为惊讶，王大鹏的这一手和毒液的能力很像，可以把身体变成武器，这能力是张凡没有的。张凡的眼睛有些炽热。死！王大鹏怒吼一声，猛地冲向张凡。与此同时，他那变成大砍刀的双手十字交叉，然后斩向张凡。这一招就不应接了。张凡暗叹，发动了控制金属异能。唰！急速扑来的王大鹏瞬间僵在原地，无法动弹了。他现在全身都是合金，面对控制金属异能，被克制的死死的。金属控制，王大鹏不是很笨，一下就意识到了张凡的异能，当下立即撤去合金化异能，恢复成了血肉之躯，脱离了张凡的控制。恢复血肉之躯的他，双手依旧呈大砍刀状，看起来极为诡异。噼里啪啦，王大鹏身上爆起银色电流，形成一道胳膊粗的电流，狠狠劈向张凡。控制雷电异能，张凡有些惊叹，这家伙到底几种异能，都快比得上我了。不过终究是比我差一点点，这就是致命的超级催眠。张凡双眼一瞪，眸中银光一闪，王大鹏如遭雷击，眼皮瞬间闭合，仰面栽倒在地，陷入了沉睡。死吧！张凡指尖射出一缕黑雾，笼罩了王大鹏的身体。吃吃！眨眼功夫，王大鹏就被湮灭成了虚无，一股精纯的能量随之涌入张凡体内，温和的热流充斥四肢百骸。张凡体内刚刚因猎杀丧尸和王大鹏战斗而损耗的体力瞬间得到恢复。唰！好几个光团掉落在地上，明晃晃、金灿灿的，差点刺瞎张凡的钛合金狗眼。1、2、3，啧啧，整整9个光团。
张凡双眼发亮，这是爆出大 boss 了吗？第72章异能大丰收。代表体质的金色光团和代表精神的银色光团照例各一个，代表异能的白色光团整整7个。张凡先拾取金色光团和精神光团，体质加4692，精神加253。这家伙果然是4级异能者。看着增加的体质，张凡不由了然。王大鹏是他目前碰到的最强的存在，无论丧尸还是幸存者都不如他。果不其然，王大鹏真是4级异能者。知道王大鹏的等级后，张凡对王大鹏的异能更加好奇了。张凡自己是因为可以拾取属性，升级速度才这么快。王大鹏呢？他凭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达到了4级？靠吸收白色晶体？不应该啊！景亚他们天天吸收白色晶体，也没见他们有一个突破4级的。张凡推测，王大鹏之所以修炼这么快，一定也是异能的原因。所以，他到底什么异能？张凡逐一拾取7个白色光团，融合异能的光团相当痛苦，好在经历了这么多次，张凡都有些麻木了。获得超级自愈异能，超级自愈异能，张凡顿觉惊异。他知道王大鹏有自愈异能，没想到居然是超级自愈异能。超级自愈，带有超级2字，岂不是说比一般的自愈异能还变态？想到王大鹏连断掉的手指都能重新长回来，超级自愈实至名归。超级自愈能不能断臂重生呢？张凡默默想着，如果真能断肢重生，这一能就牛逼 plus 了。继续拾取，获得操控雷电异能。这一能刚刚见识过了，张凡自己也有，因此丝毫不在意。获得合金化异能，这一能刚刚也见识过了，张凡仔细感受了一番，用出了这一能。唰，身体瞬间合金化，张凡全身上下变成了金灿灿的黄金雕塑。张凡看着金灿灿的身体，又握了握拳头感受了一下，脸上露出一抹笑容。论卖相，黄金合金化要好看得多，更尊贵，更霸气，逼格也更高。论内在，黄金合金化同样更胜一筹。张凡能感觉到黄金合金化后力量增幅更大，防御也更强。二者对比的话，张凡之前的白银合金化算是低配版，而现在的黄金合金化算是高配版，至尊 VIP 版。二者差着档次呢。好异能啊！张凡开心得很。继续拾取，获得黑烟化异能。黑烟化异能，张凡微微一愣，这什么异能？仔细感受，张凡渐渐发现，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异能。黑烟化可以将身体化为黑烟，这是真正的黑烟。一旦化为黑烟，将拥有黑烟的一切特性，比如没有固定的形体，可以在空中飞行，免疫一切物理攻击等等。这一能最实用的地方就是飞行和免疫物理攻击了。张凡暗忖，其中免疫物理攻击算是绝佳的防御异能。烟属于微小的固体颗粒，没有固定的形体，可聚可散，随意变化形状。刀砍、拳打、脚踢统统没用。像阳光这种纯物理攻击的战士、坦克，面对这一能只有抓瞎的份儿。张凡化身一团黑烟，顿时感觉身体轻飘飘的，风轻轻一吹就飘了起来。他立即操控着黑烟飞了起来，就像一团妖风在大街上飞来飞去，时而掠过车顶，时而穿过车窗，时而在丧尸群中穿梭。这一能不错，飞行起来自由自在，比利用重力飞行爽得多。张凡重新落回地面，化为人形，继续拾取光团。刚拾了4个，还剩3个呢。张凡现在很好奇，剩下3个光团都是什么异能？这种感觉很刺激，就像开盲盒，又期待又忐忑，还贼刺激。拾取第5个白色光团，获得变形异能。变形异能是刚刚那家伙随意变化形体的异能吗？张凡立即查看，然后就发现他小看这个异能了。这异能有点东西啊！变形异能比张凡想象的变态。这异能可以随意改变拥有者的组织结构，从而让拥有随意改变身体形状，比如变脸、变化武器、3头6臂，变成猫，变成狗，变成猪。当然，这种变化仅限于形体的变化，并不包括毛发和衣服。换句话说，这一能虽然可以改变身体形状，但无法凭空变出毛发和衣服。这一点和 X 战警里的模型女不同。所以，如果张凡真的变成猫，他也是一只浑身没有毛的大猫。如果他变成景亚，哪怕和景亚长得再像，他也没有景亚那样一头秀发。变形异能指的是改变身体形状、器官结构，而非真正的变身。对于变脸、变动物之类，张凡兴趣不大，他感兴趣的是变化武器。就像刚才的王大鹏，先黄金合金化，然后双手变成武器，这才是真正的人刀合一，因为武器本就是身体的一部分。张凡立即尝试起来，他看着自己的右手，然后开始变化。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他的右手就像有人在捏橡皮泥一样，随意地变换着形状，先变成了一根长矛，又变成了一柄剑，随后变成了一把刀。当然，这些武器只是形状像，并不是真的变成了武器。毕竟血肉之躯再怎么变也依旧是血肉之躯，不会变成真的武器。不过，张凡用出黄金合金化异能，全身上下瞬间变成金黄合金。这下子变成刀的右手也跟着变成了金属刀。张凡挥舞刀状右手，狠狠斩向旁边一根电线杆。噗嗤，电线杆被拦腰斩断，切口处光滑平整，就像被切割机切断的一样。啧啧，好异能啊！张凡很满意变形异能，以后身体可以变成武器，再也无需专门制造武器，也无需携带武器了。爽！拾取第6个光团，获得操控土质异能。白高兴一场，还以为什么异能呢？就这？张凡撇撇嘴，他已经拥有操控土质异能了，这异能重复了。拾取第7个白色光团，一阵剧痛过后，获得粘贴异能。粘贴异能？张凡一呆，这什么异能？第73章，惊讶，我要开后宫。看着属性面板异能一栏凭空多出来的粘贴异能，张凡非常惊讶。粘贴异能？干嘛的？看着好厉害的样子。张凡立即查看起来。半晌后，这异能有点牛啊。张凡啧啧称奇。粘贴异能的这个粘贴和电脑上的粘贴很像，简单来说就是拥有粘贴异能的人可以把自己拥有的异能粘贴给别人。比如张凡，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把自己拥有的所有异能都粘贴给景亚。合金化异能、时间静止等等都可以，前提是他愿意。景亚不是一直想要个战斗类异能吗？有了粘贴异能，他的愿望可以实现了。张凡舔了舔嘴唇，嘴角露出一抹坏笑，不过得趁机收点好处，占点便宜。景亚那么漂亮，辣腰美，张凡怎么能没有想法呢？毕竟他又不是练了辟邪剑谱的月姑娘。张凡早就想抱得美人归，日夜操劳，日理万机了，而不是靠五姑娘侍寝。不过景亚是条母胎单身狗，脸皮薄，没经验，一直扭扭捏捏的，这让张凡很苦恼。现在好了，有了粘贴异能，一定会给景亚一个大大的惊喜。到时美人一激动，主动以身相许，自己岂不抱得美人归，从此和五姑娘分手？嘿嘿嘿嘿嘿，张凡笑得很淫荡，跟歪歪秋香的星爷似的，两排大门牙暴露在外面，嘿嘿傻笑。吼！一声野兽般的嘶吼突然在耳边炸响，张凡一个机灵，就感到一股巨力重重拍在胸口上。能量吸收异能被动发动，张凡的皮肤一阵剧烈抖动，击中胸口的巨力被转化成了能量，涌入张凡体内。张凡瞥了一眼攻击自己的家伙，是一头丧尸，直接发动了大招点石成金。嗡！张凡身上爆出耀眼的金色光芒，凡是被金光照射到的东西瞬间布满金漆。地面、丧尸尸体、车辆，攻击张凡的丧尸，凡是在50米内的东西身上统统染上了一层金色，很快就被转化成了金属。点石成金异能不仅可以用来制造武器，也可以用来攻击敌人。攻击敌人的时候，既可以单体精准打击，也可以大范围无差别打击。如何攻击，全凭张凡自己的意愿。张凡瞥了一眼刚刚攻击自己的丧尸，便不再理会对方，走向最后一个光团。王大鹏一共掉落7个白色光团，刚刚已经收了6个，还剩最后一个。前面6个异能有强有弱，功能各不相同，但都无法帮助王大鹏夺取别人的一切，也无法帮助王大鹏快速提升实力。因此，这一切的秘密都应该在最后一个异能上。到底是什么异能呢？怀着满心的好奇与期待，张凡拾取了最后一个白色光团。轰！一股剧痛袭来，惊涛骇浪般侵袭着4肢百骸。半分钟后，剧痛如潮水般退去，属性面板上悄然多了一个异能——吞噬异能。这又是什么异能？张凡仔细查看体验，很快就搞清楚了这个新异能的具体功能。这异能有点 bug 呀！张凡面露惊叹之色。吞噬异能可以吞噬其他生命体的一切，包括但不限于身体、精神、记忆、知识、能力，而被吞噬的生命体将作为吞噬者的养料，助吞噬者成长。此外，吞噬者可以继承并获得被吞噬者的记忆、知识乃至异能。张凡总算明白为什么王大鹏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提升到4级了。没办法，他觉醒的吞噬异能太霸道了，他可以吞噬其他异能者，把他们变成自己提升进化的资粮。一旦被他吞噬，异能者的身体、精神、记忆、知识、能力都将变成他的。别人是吸收晶体变强，王大鹏倒好，直接吞噬其他异能者变强，能不快吗？除吞噬异能外，王大鹏还有6种异能，意味着已经有6个异能者被他吞噬了，简直丧心病狂。
这家伙的异能真是变态，有点网络小说主角的既视感。感慨一番，张凡继续猎杀丧尸了。刚刚获得了新异能，他要好好试试。先黄金合金化，然后把双手变成战刀，扑入了丧尸群中。这地段属于繁华区域，别的没有，丧尸可太多了。稍微弄点动静出来，丧尸就一群一群的朝着扑来，而且前赴后继，悍不畏死。通体金黄的张凡，宛如黄金浇铸而成的战神，又好似古埃及神话中的天神，周身散发出璀璨耀眼的金光，显露出高贵、霸道、神圣的气息。他就像一个陀螺，在丧尸群中疯狂转动，两条手臂就像两个刀刃，随着他高速旋转，整个人仿佛一个绞肉机。噗噗噗，一头头丧尸就像脆嫩的黄瓜，不是被斩首，就是被削掉头盖骨，再就是被齐肩斩断，头颅抛飞，鲜血四溅。这是猎杀，不是屠杀。张凡从街道的那头杀到街道那头时，街上看不到一头站着的丧尸，除了遍地的尸体，就是汇聚成小河的污血，现场宛如人间炼狱。张凡长长吐出一口浊气，身上黑雾弥漫开来，湮灭了身上所有血迹。差不多4点半了，该去找景亚了。张凡找到自己的包包，换了身干爽的衣服，化作一股黑烟，朝苏宁电器城飞去。化作黑烟飞行，飞行速度果然比操控重力飞行的速度快得多，也更拉风，就像一阵妖风。幸存者看见了，还以为哪里的妖怪跑出来了。10个复制体还在苦逼的拾取光团，采集晶体，任劳任怨。不一会儿，张凡就回到苏宁电器城。景亚已经从顶楼扫荡而下，这会儿来到了大厦1楼，正在做最后的收尾。突破3级后，他的身体素质大大增强，今天扫荡了一座大厦，依旧精神抖擞。景亚怎么样了？张凡笑着走了过来。差不多了。景亚展颜一笑，给我5分钟，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不着急。张凡从兜兜里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打开，里面放着一枚钻戒，钻戒上镶嵌着一颗晶莹剔透、跟鸽子蛋差不多大的巨型红色钻石。这钻石是张凡收集物资的时候收集到的。景亚被张凡这番操作给整糊涂了，愣愣看着张凡：“你这是干嘛？”“景亚，我喜欢你很久了，嫁给我做正宫娘娘吧。”张凡一脸真挚道。噗！景亚差点喷出一口老血，精致光滑的额头上冒出几根黑线。“你神经病啊！”“景亚，我是认真的。”张凡一脸严肃。“末世降临后，我觉醒了牛逼哄哄的异能，获得了吊炸天的实力。我决心建立宏图伟业，成为这个末世中的王者。而建立宏图伟业的第一步，就是网罗天下美人，建立一个大大的后宫。”“你，景亚！”张凡一副龙傲天的表情。“你是我的第一个女人，也是我的后宫之主，统御后宫，母仪天下。”景亚翻了个白眼，伸出青葱玉手，摸了摸张凡的额头，又摸了摸自己的额头。“没发烧啊？咋说胡话呢？”“乖，让我看看是不是猎杀丧尸的时候不小心撞到脑袋了。”张凡拍开他的小手，一本正经道：“同不同意给句痛快话呀？”“同意你妹啊！”景亚哼哼了一声，瞥了眼张凡手里的鸽子蛋钻石，没好气道：“要跟我表白就好好说话，网罗天下美人开后宫，还让我当后宫之主，你想啥呢？”张凡忽然嘿嘿一笑，来了个大变脸：“本来打算跟你表白的，这不是怕你拒绝吗？所以开个玩笑调节一下气氛。”“得幸！”景亚刮了他一眼。“景亚，做我女朋友吧。”张凡诚挚说道。“景亚小脸微红，心里如小鹿乱撞，怯生生的点了点脑袋，然后把青葱白玉般的左手递到张凡面前。张凡大喜，拿起大大的钻戒，小心翼翼戴在景亚左手无名指上，然后霸道的搂住景亚，吻上了美人的红唇，贪婪的吮吸起来。第74章粘贴异能。空旷寂静的大厦内，一对狗男女热烈亲吻着。大街上虎视眈眈的丧尸和浓郁的血腥味都掩盖不了这浓浓的恋爱酸臭味。这场吻戏一共持续了5分钟，才恋恋不舍的结束。景亚俏脸赤红，精致细腻的脸蛋红得都能掐出血来，眉宇间春情荡漾。她的唇瓣薄薄的、粉粉的、滑滑的，弯成柔美的线条，好像2片菊花瓣。张凡有些意犹未尽的舔了舔嘴唇：“景亚，为了庆祝你正式告别母胎单身狗的日子，我要送你个礼物。”“礼物？”景亚眨了眨乌黑的眸子，看了一眼左手无名指上的鸽蛋红钻戒，眉眼间泛着一抹喜意。“钻戒还不算礼物吗？”“我很喜欢。”“这哪算礼物？”张凡摇头：“都末世了，钻戒、黄金变得一钱不值，他当然不会拿这种一钱不值的东西忽悠自己的女人。你不是一直想要战斗类异能吗？我给你。”景亚美眸瞪大，有些愕然：“我是想要战斗类异能，但这不太可能吧？”“以前是不太可能，现在可以了。”张凡得意道：“我刚刚得到了一个新异能，叫粘贴异能。”景亚多聪明的一个人啊！听到粘贴异能这4个字，立即联想到了这异能的作用，
顿时激动起来。难道？对，有了这异能，我可以把我的异能粘贴给你。张凡笑道。太好了！景亚激动坏了，忽然伸出双臂，主动搂住张凡的脖子，送上了诱人的红唇。你别说话，吻我！又是3分钟的吻戏。景亚松开张凡，诱人的红唇湿漉漉的，充满了令人激动的诱惑力。张凡，你打算送我什么异能？景亚眼巴巴问道。你想要什么？张凡笑盈盈问道。你的异能有点多，让我想想。景亚歪着脑袋，你的战斗类异能有操控金属、合金化、操控雷电、控制土质、超级力量、超级震动。我是辅助，战斗倒在其次，也不喜欢打打杀杀，关键还是保命。这样吧。景亚看着张凡，美眸充满期待，就合金化异能吧。当然可以。张凡微微一笑，现在就融合吗？现在可以吗？景亚环着他的腰，仰着头，美眸一眨不眨盯着他。可以。张凡摊开右手，掌心有白色光芒汇聚，很快凝聚成了一个白色光团。你干什么？景亚看不到白光，也看不到白色光团，只看到张凡摊开右手。给你粘贴异能啊！张凡握住白色光团，轻轻按向景亚的身体。哧溜，白色光团一碰触到景亚的身体，就像水滴渗入卫生纸，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什么东西？景亚立马感觉到有异物入侵身体，娇躯微微一颤，随即感到钻心的疼痛。唰，他的身体打起了白子，原本红润水嫩的脸蛋一下变得煞白，脸上露出痛苦之色。张凡，你已经粘贴了。景亚声音颤抖。忍着点，有点疼。张凡安慰一声，把女朋友揽入怀中。景亚之前觉醒随身空间异能时，也经历过类似的疼痛，知道这是异能觉醒时的正常现象，当下心里没那么慌了，只是用双臂紧紧搂住男人的腰，抵抗着浪的疼痛。疼痛来得快，去得也快，半分钟后，犹如潮水般退去。景亚长舒口气，细腻的额头浮现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张凡从包包里抽出一张纸巾，替他擦去额头上的细汗，然后笑道：你自己感受一下，然后试试新异能。景亚小鸡啄米般点头，闭上眼睛仔细感受起来。约莫2分钟后，他的皮肤就像染上了一层金漆，迅速变成了金色。脸颊、脖子、胳膊、头发统统变成了金色，整个人就像用黄金浇铸而成的黄金艺术品，纤腰圆臀大长腿，简直完美。金色！景亚看着自己的双手，一脸的错愕和不可思议。为什么我的合金化是金色的？张凡微微一笑，也用出了黄金合金化异能。呀，你怎么也成金色了？景亚捂着嘴，不对，难道这是你新得到的合金化异能？我女朋友就是聪明，这个合金化异能，我称之为黄金合金化，和之前的白银合金化加以区分。张凡捏了捏景亚的鼻子，硬邦邦的，但鼻梁高挺，非常精致。我就说嘛。景亚了然，随即捏捏这里，摸摸那里，感受着合金化后的身体的变化。力量好大，明明摸起来硬邦邦的，偏偏身体感觉不到丝毫的僵硬。好神奇的说，景亚就像个得到了新玩具的孩子，兴致十足地体验着新异能。张凡就在一旁含笑看着，也不催促他，就像看着小鸡仔的老母鸡。等景亚体验的差不多了，张凡才道：合金化异能虽然不错，但缺点也非常明显，很容易被针对，我再送你几个异能。还要送？景亚吓了一跳，这可以吗？其实能得到合金化异能，我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满足了？你也太容易满足了。张凡捏了捏他的脸蛋，再送你瞬间移动、操控金属、点石成金、超级自愈以及能量吸收异能。这样一来，你就有了闪避异能、远攻异能、自愈异能和防御异能，没有缺点了。景亚一眨不眨盯着张凡，乌黑的眸子中泛着绵绵情意。张凡，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我们明明才刚在一起。瞧你这话说的，你是我女朋友啊，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张凡在他光洁的额头亲了一口，等下会有点疼，你忍着点。粘贴异能并不麻烦，不到半个小时，张凡就把另外5种异能粘贴给了景亚。景亚逐一融合，他也是拥有7个异能的人了，不比王大鹏少。景亚兴冲冲地试验着每种异能，就像半大的孩子，精力无限。张凡也不催促他，直到10个复制体返回。对了，黄毛也跟着过来了。好漂亮的小姐姐！看到景亚，黄毛双眼一亮，立即迎了上来。张凡，这位小姐姐就是和你收集物资的另一个队友。什么小姐姐？她是我女朋友，叫嫂子。张凡瞪了黄毛一眼，没大没小。你女朋友？黄毛有些悲愤，一副鲜花插在牛粪上的表情。为什么好白菜都被猪拱了？狗日的老天爷，眼睛长屁眼上了！张凡翻了个白眼，懒得理会这货，对景亚道：他叫黄少天，是我今天下午在外面收服的小弟，
异能相当出众。听到张凡介绍自己，黄毛干咳2声，做出一副我很牛逼，我很厉害的样子，笑着伸出手：“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你好，我叫景亚。”景亚很礼貌地打招呼，但没伸手。黄毛讨了个尴尬，讪讪一笑，看向张凡：“我们啥时候回老窝？”“现在吧。”张凡大手一挥，把10个复制体收回体内，打算离开了。轰！澎湃的暖流侵袭着4只百骸，属性面板的体质一栏又开始飙升。张凡盯着属性面板，很好奇自己的属性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今天下午，他从2点多一直猎杀到4点多，猎杀的丧尸绝对不少。他想知道能增加多少体质、精神和异能。足足过了好半晌，属性面板终于定格了下来。姓名：张凡，等级5级异能者，体质5级19328100000，精神3级4831000，异能无限拾取异能，操控金属，点石成金，制造复制体，合金化，自愈，操控雷电，瞬间移动，控制土质，超级力量，超级催眠，时间静止，超级震动，能量吸收，速度异能，奴役异能，重力操控，湮灭黑雾，音波异能，传送门，穿越物体，超级自愈，黄金合金化，黑烟化，变形，粘贴异能，吞噬异能，操控植物，操控火焰，删除异能。第75章，我怎么完全听不懂？5级19328100000，比上午整整增加了14000个体质点，所以我一下午大概杀了2000多头丧尸。不愧是繁华地段，丧尸就是多。张凡非常欣慰，有实力还得有丧尸才能更快赚取属性光团。如果在郊区、荒山野岭，丧尸都看不到几个，就算张凡再厉害也没辙。如果每天都能猎杀2000头丧尸，用不了几天我就可以突破6级。精神增长了30级点，增加不多，说明没碰到几头诞生了智慧的丧尸。拾取到的异能倒是不少，总共34个，但绝大多数异能张凡已经有了，所以重复了。新异能只有3种：操控植物、操控火焰、删除异能。操控植物和操控火焰异能属于操控类异能，是意外之喜。最让张凡感兴趣的是删除异能，这个异能的功能非常强大。删除、删掉、除去的意思。删除异能顾名思义就是删掉除去异能的意思。这个异能不仅可以针对张凡自身，也可以针对别人。换句话说，只要张凡愿意，不仅可以删除自己的异能，也可以删除别人的。张凡自己还好，异能多，不怕删除，别人就悲催了。绝大多数异能者往往都只有1个异能，一旦被删除就变成普通人了。所以删除异能是一个非常霸道、变态的异能，可以称得上是异能杀手。对于删除异能，张凡表示非常喜欢。获得粘贴异能后，张凡就考虑给团队众人粘贴几个异能，增强团队的实力。不过人心隔肚皮，谁能保证获得异能后某些成员会不会背叛，或者做出对团队不利的事情？那样一来又该如何处置？有了删除异能，这个问题迎刃而解。我可以赐予你们异能，也随时可以拿回来。所以张凡可以放心大胆地为队友粘贴异能，增强大家的实力。谁敢背叛或者做出危害自己、伤害到团队的事情，立马给你删除掉。当然，粘贴归粘贴，张凡没有脑残到把所有异能全部贡献出来，任队友挑选。他不是脑残，不是圣人，更也不是圣母，当然也有私心。强大的、压箱底的，能对自己产生威胁的异能，打死他不会拿出来的。还是那句话，给别人粘贴异能，是建立在不威胁他的地位和安全的前提下。如果对自己的地位和人身安全有可能产生威胁的异能，张凡是不会拿出来的。张凡尝试了一下删除异能，这异能果然强大，他顺利删除了那个让他感到无比蛋疼的变性异能和使用一次就永久变盲人的透视异能。今天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张凡很满意今天的收获，不仅体质大幅增强，还获得了好几种强大异能，这其中包括超级自愈、黄金合金化、黑烟化、变形、粘贴异能、删除异能等强力异能。此外，还跟心爱的姑娘表白成功，正式脱单，从此要彻底告别五姑娘了。想想还有些不舍，祖传的手艺要失传了呀。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高潮，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张凡哼着曲，拉着景亚的小手出了电器城大厦，黄毛跟在身后。来到大厦外面，看着满地的尸体，黄毛忍不住皱了皱眉头。张凡，我们要怎么回去？坐车吗？没那么麻烦。张凡微微一笑，发动了传送门异能。前方的虚空微微荡漾起来，不多时，一个黑洞模样的传送门凭空出现。黄毛惊得张大了嘴，里面都能塞进一条黄鳝。这是什么异能？黄毛有些难以置信。他自认为纵横末世，
见过很多异能者，也见过不少拥有强力异能的丧尸，但传送门这样的异能却是前所未见。这叫传送门异能，可以在两地之间建立一座传送门，方便往来。张帆随口解释了一句，拉起景亚的小手，嘿嘿笑道：“女人，赶紧回家，回去让你看看我祖传的大铁棒。”景亚俏脸微红，狠狠瞪了男人一眼，小跑着进了传送门。哈哈！张帆追了上去，看着两人消失，黄毛虽然有些心惊胆战，但还是跟着走了进去。下一刻，三人直接回到了假日酒店前，看着眼前完全陌生的环境，再看看身后逐渐消失的黑洞，黄毛惊呆了。张帆，我们这是到哪儿了？黄毛的声音有些哆嗦。长恒岛郊野度假村假日酒店。张帆随口说道。长恒岛。黄毛倒抽一口冷气，作为土生土长的魔海人，他哪能不知道长恒岛在哪儿？长恒岛和苏宁电器城就算是直线距离也得好几10公里，结果穿过一道诡异的传送门，他们就从电器城来到了长恒岛，简直让人惊悚。张帆笑了笑，没有理他，拉着景亚的小手朝曹杰等人走去。这会儿刚5点，曹杰几女正在酒店前洗菜摘菜，看到张帆和景亚回来，原本想像往常那样打招呼。他们每天在酒店前洗菜摘菜，同样有等待张帆等人回归的意愿，就像留在家里的妻子等待外出打仗的丈夫。不过当看到张帆和景亚紧紧拉在一起的手后，曹杰和王源微微变了脸色。曹杰眼中闪过一抹黯然，心道：张帆已经和景亚在一起了吗？作为最早跟随张帆和景亚的人，曹杰很清楚，这对俊男靓女虽然互有好感，但其实只是朋友关系，并没有表白，所以不是恋人。但看现在的情况，张帆多半表白成功，已经正式成为景亚的男朋友了。虽然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可亲眼看到，曹杰还是感觉心里酸酸的。王源倒是没有曹杰这么敏感，一双乌黑的大眼珠子滴溜溜的在张帆和景亚身上乱转，不知道在打什么鬼主意。曹姐、小袁、玲姐，张帆笑着打招呼。曹杰脸上立即露出柔和的笑容，看不出丝毫失落，柔声道：回来了。张帆点点头，笑着说道：赶紧做饭吧，吃完饭给你们一个惊喜。说完，指着身后还陷入震撼的黄毛说道：他叫黄少天，我今天捡来的新人。老黄，这是曹姐、小袁、玲姐。给几人简单介绍一番，张帆便拉着景亚进了酒店，来到自己的房间。张帆当然没有这么急色，大白天就办了景亚，他想和景亚商议一番给队友们粘贴异能的事情。他的异能很多，自然不可能一股脑的粘贴给队友，该怎么粘哪些异能，得好好考虑考虑。景亚以为张帆拉着自己急匆匆回来，是想做某些无法不可描述的事情，精致的脸蛋红红的，神态有些扭捏，既羞又喜，既期待又忐忑，就跟刚出嫁的小媳妇似。张三疑惑看着他：你怎么了？景亚的脸蛋更红了，脑袋埋在伟岸的胸部之中，声音细若蚊蝇：张凡，能不能等晚上？现大大白天的。张凡一脸懵逼：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完全听不懂？我找你来是想和你商量一下，怎么给大家粘贴异能，增强大家的实力。景亚有些傻眼，心凉了半截：你急匆匆拉我进来，就为了那个？张凡在他光洁的额头上轻轻弹了一下：你想啥呢？就算要办你，也得等到晚上呀，大白天有什么意思？社死！没脸待下去了。景亚瞬间羞红了脸，精致完美的脸上都能滴出血来，然后转身就逃。张凡一把拉住他，把他抱在怀里，搂着他的纤腰，笑嘻嘻地说道：别跑嘛，咱俩好好商量一下粘贴异能的事情。景亚很尴尬，恨不得用脚扣出3室2厅来，低声道：商量什么呀？有什么好商量的？你自己的异能，你想怎么粘贴都随你的便。第76章和黄毛交易。下午5点半，外出清剿丧尸的猎杀队成员也回来了，他们的精神状态都不错，一个个乐呵呵的，想来应该猎杀了不少丧尸。曹姐，这是我们1组今天下午收集的白色晶体。曹姐，这是我们2组的。曹姐，3组的。队员们一回来，就把收集到的白色晶体交给曹姐。3个组收集的晶体不少，倒了满满一小盆。曹杰接过晶体，然后倒进了洗衣机进行清洗。用洗衣机清洗晶体，不得不说有些奢侈，但非常方便，而且很干净。随后，猎杀队队员们休息的休息，洗漱的洗漱，准备吃晚饭。晚上6点30分，大家就吃过了晚饭。张凡把所有人叫到会议室，召开了一个简单的会议。除了刘恒和女儿小雨点，胖虎一家4口没参加外，其余人全来了。简单说2句。张凡没有废话，开门见山，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今天得到了一个新异能，叫做粘贴异能。粘贴异能？这什么异能？大家面面相觑，有人一脸茫然，有人若有所思，有人面露惊讶。
粘贴异能的作用非常简单。张凡微笑看着众人，这么说吧，他可以把我身上的异能粘贴给你们所有人。哗！全场瞬间哗然，所有人全都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张凡，把张凡的异能粘贴给我们。天啦噜！张凡具体有多少异能，他们不清楚，但张凡的其中一些异能，他们很清楚，也非常眼馋。如果张凡把这些异能粘贴给他们，他们岂不是也拥有这些异能了？一时间，每个人看向张凡的目光中都充满了炽热和贪婪，尤其王亚妮和7个没有异能的普通人更是目光灼热，恨不得吞了张凡。没办法，他们太渴望异能了，就算在和平时期，他们也想要异能，更别说现在这个丧尸横行、法律崩溃、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末世了。如果有了异能，他们就拥有了抗衡丧尸、抗衡其他幸存者的本钱。毫不夸张地说，异能等于生命。老大，你说真的？张文喜激动看着张凡。当然。张凡微笑道，废话不多说，大家先看看这些异能，老张，你给大家发一下。说着，张凡拿出一沓 A4 纸递给了张文喜。张文喜立即起身给每个人发了一张。大家看着 A4 纸，上面罗列着10几种异能，后面简单备注着异能的作用。1. 操控金属，控制金属物质。2. 白银合金化，全身化为银色合金。3. 自愈，快速修复身体伤势。4. 操控雷电，控制电流、雷电。5. 控制土质，操控土壤、岩石等物。6. 超级力量，力量大增。7. 超级震动，发出震动波。8. 能量吸收，将受到的攻击转化为能量。9. 速度异能，速度大幅提升。10. 重力操控，控制重力。11. 音波异能，利用音波发动攻击。12. 穿越物体，穿透墙壁、大地。13. 操控植物，控制树木野草。14. 操控火焰，控制火焰。看着一项项异能，大家难掩激动。这一个个异能代表的可不是一行行字，而是一种种强大的能力，在末世生存下去的能力。我一共罗列出了14种异能。张凡继续道，现在你们每人可以选择其中一种异能，到我这里来粘贴。A4 纸上罗列出的这14种异能，是他和景亚经过严格商议后才拿出来的。事实上，张凡拿出了18种异能，除了以上14种外，还有瞬间移动、传送门、点石成金、制造复制体这4种异能。张凡的想法也简单，瞬间移动可以让大家方便躲避危险，大大提高战斗的生存率。有了传送门异能，大家外出猎杀丧尸，来回不用赶路了，省去大量时间。点石成金，有了这异能，再不愁没有武器了。制造复制体，团队人本就不多，如果人人都可以制造复制体，人手将大大增加，工作效率和工作产能将大大增加。景亚把这4种异能划了，他认为这4种异能非常强，功能非常强大，还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好。这4种异能如果流传出去，对团队或许好，但对张凡自己有什么好？人心隔肚皮。大家虽然是一个团队，但也仅仅相处不到半个月，互相并不熟悉，谁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现在张凡强，大家都服他，将来有人比他更强了，还会像现在这样服他吗？互相不了解的情况下，还是谨慎一点，干嘛要把这么好的异能白白送给别人？景亚和张凡一条心，已经开始为张凡考虑了。他认为张凡在考虑团队利益之前，首先必须考虑自己的利益。他对张凡说，你首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团队老大，你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利益要高于团队利益，不能真的对团队掏心掏肺。在末世，武力才是第一位的，你比他们强，就永远是团队老大，老大地位不可撼动。一旦有人比你强了，谁是老大，谁是小弟，可就说不准了。所以要永远保证自己比别人强，而这些异能是保证自己比别人强的关键。张凡认为有道理，听从景亚的建议，把这4种异能划拉掉了。才1种，大家有些失望，这么多异能，全都想要怎么办？不过1种就1种吧，能多获得1种异能，本身就是意外之喜了。如果苛求太多，就未免贪心了。这只是第一次粘贴异能。张凡笑道，以后如果大家表现良好，或者为团队做出卓越贡献，我不会吝啬异能奖励。这无异于一个信号，一个还会分享异能的信号。这也让大家看到了希望，如果将来表现良好，就能获得新异能了。老大威武！张文喜带头鼓掌，大家纷纷鼓起掌，一个两个表情都很兴奋，对未来充满期待。张凡压了压手，示意大家安静，接下来给大家10分钟时间选择异能，10分钟后我再回来。说完，张凡转身离开了会议室。众人立即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非常热烈。黄毛瞅了瞅众人，立即跟了上去。张凡准备上楼撸虎，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要和3个小老虎玩玩，
培养感情。这3个小家伙以后都是他的宠物。3头老虎当宠物，想想都带劲，而且比狗霸气多了。大黄，你礼貌吗？张凡，不对，老大。黄毛在身后喊。张凡转身疑惑看着黄毛，有事？老大。黄毛脸上堆满了热切的笑容，舔着脸道：老大，为什么没有那个传送门异能啊？我想要这个异能。张凡有几种异能，黄毛不知道，但他就看上传送门异能了。短短一瞬间，开辟一条从普药区苏宁电器城到长恒岛的传送门，简直霸气。这异能给黄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满脑子都是这个异能。想要传送门异能？张凡笑眯眯看着黄毛，这异能是我的独门绝技，不会外传的。黄毛脸色一僵，连讨好道：别这样啊，老大，有话好商量吗？黄毛拦住张凡，只要你把传送门异能给我，你想要什么，我统统满足你。真的？张凡眉毛一挑，千真万确。黄毛忙不迭的点头，他爱死传送门异能了，感觉比自己的神速力异能都厉害，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都要得到。既然你话都这么说了，那我就跟你不客气了。张凡微微一笑，盯着他一字一顿道：我要你的神速力异能。黄毛脸色微变，神速力异能是他唯一的异能，也是他引以为傲的异能，送给张凡，他哪里舍得？老大，这可是我唯一的异能，你都想打他的主意，你个黑心老大！黄毛不忿道：异能换异能，我认为很公平。张凡哼哼道：一句话，到底换不换？换就痛快点，不换别逼逼。黄毛恶狠狠瞪着张凡，咬牙切齿的模样就跟要吃了张凡似的。不换，那算了。张凡耸耸肩，转身就走。你！黄毛愤愤瞪着张凡，如果目光可以杀人，张凡被他千刀万剐了。黄毛从牙缝里蹦出一个字：换。成交。张凡微笑道：换可以，但我有个条件。黄毛严肃道：你必须答应我，不能把我的神速力异能粘贴给别人。如果答应，我就跟你换；如果不答应，我立马转身走人。我答应你。张凡同意了。神速力异能是一种非常 bug 的异能，速度之快超乎想象。最可怕的是，这不仅仅是速度异能，不管多么快的速度，都需要强横的肉身做支撑。就像火箭，别看火箭的外壳非常薄，但其本身在经过受力分析和结构优化以后，用成百上千个铆钉把蒙皮和横条组合在一起，所以火箭本身非常结实坚固。只有足够坚固，才能承受突破大气层时因为夸张的速度而产生的空气阻力。神速力异能也一样，要跑出恐怖的速度，黄毛的身体素质可一点都不差，甚至非常恐怖，反应、耐力、敏捷、力量、防御、爆发力等都远超常人。换句话说，使用了神速力异能后，身体素质必然要增强一大截。什么时候换？黄毛立即问道。就现在吧。张凡道：我先把粘贴异能给你，你把神速力异能粘贴给我。好，说定了，接下来的操作就简单了。张凡先把粘贴异能粘贴给黄毛，让他获得粘贴异能。黄毛把神速力异能粘贴给张凡，张凡又把传送门异能粘贴给黄毛，最后张凡还不忘删除了粘贴给黄毛的粘贴异能。这样一来，黄毛只剩下神速力异能和传送门异能了。张凡可不想黄毛把传送门异能粘贴给别人，最后弄得人手一个传送门异能。第77章分发异能。获得神速力异能后，张凡很想出去体验一番，但10分钟到了，他重新来到会议室，大家都一脸热切地看着他，脸上都带着讨好期待的目光。这种眼神和家里的狗子等待主人带他们出去遛弯时的目光一样的，期待、激动、眼巴巴，尾巴摇啊摇啊的。张凡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微笑道：考虑好了。是的，老大，考虑好了。老大快开始吧，我的身体已经饥渴难耐了。大家小鸡啄米般点头。那就开始吧。张凡微微颔首，都不要着急，一个一个来。众人连点头。老张，你先来。张凡看向张文喜。张文喜是张凡的铁杆小弟，为张凡马首是瞻，每次开会都坐在张凡跟前。白银合金化。张文喜激动道：老大，我想要白银合金化异能。当初在新世界 KTV 的时候，王辉拥有合金化异能。那时候因为看不惯王辉欺负女人，他和王辉先后几次交手，结果被王辉吊打，自此对合金化异能念念不忘。现在得到这次机会，他几乎没怎么考虑，就选择了合金化异能。行。张凡点点头，把白银合金化异能粘贴给了张文喜。大家目不转睛盯着张文喜，虽然并不认为张凡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但大家还是感觉太玄乎，难以置信。把异能粘贴给别人，怎么看都觉得不真实。白色光团融入身体后，原本嬉皮笑脸的张文喜脸色顿变。
憨厚的脸上露出一抹狰狞，额头渗出冷汗。觉醒了吗？这是和我当初觉醒异能时一样。开始了，开始了！疼痛来得快，去得更快，很快消失得干干净净。张文喜吐出一口浊气，坐在他身旁的阳光递过一张纸巾。谢了。张文喜擦了擦额头的汗水，闭上眼睛感受了片刻。众目睽睽下，他从头部开始迅速变成了银色。眨眼功夫，张文喜整个人就变成了一个银光闪闪，仿佛银色合金浇铸而成的雕像。合金化异能成功了！张文喜居然真的获得了合金化异能了！老天，老大没开玩笑，他说的是真的。张文喜居然真的获得了合金化异能！会议室里炸了，众人一窝蜂地站了起来，凑到张文喜跟前，摸摸胸膛，捏捏胳膊，揪揪耳朵，就像帅气的读者大大进入女儿国，遭到无数美女们揩油似的。真的合金眼，厉害了我的老大，你牛逼炸了！的确是合金化异能，大家都很激动。张文喜更激动，浑身颤抖，都有些语无伦次。没想到啊，我张文喜也拥有合金化异能了，我也拥有合金化异能了。张文喜感激涕零，老大，从今天起，我老张就是你最忠实的马仔。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你让我上刀山，我绝不下火海。咱俩都姓张，800年前还是一家呢，说这些话可就见外了。张凡拍了拍张文喜的肩膀，笑着道：以后还要精诚团结，一起打天下呢。以后坚决跟着老大走，老大的命令就是我的行动方针。张文喜重重点头，试试新异能吧。张凡笑笑，看向张文喜身边的阳光，老杨，告诉我你的选择。阳光看着魁梧，块头很大，今年其实大2，刚20出头，比张凡还小。阳光激动说道：老大，我想要超级震动异能。他拥有超级体质异能，自身的力量、速度、防御等各项属性都很强大，唯独缺少群攻型异能。阳光经过一番合计，最终选择了超级震动异能。他见过超级震动异能的效果，张凡的复制体使用过，威力非常惊人。以他的体质，再配合超级震动异能，自身战斗力绝对能更上一层楼。包宇宁选择了合金化异能，他拥有激光眼，杀伤了极大，再配合合金化异能，攻防一体，战力暴增。崔岩同样选择了合金化。事实上，合金化异能是14个异能中最受欢迎的异能。吴燕、吴淼姐妹、杨玲儿、周玲、王源、刘牧等很多人都选择合金化异能。现在遍地都是丧尸，最可怕的事情便是陷入无数丧尸的包围。有了合金化异能，这个问题将迎刃而解。就算遭遇丧尸围攻，立即合金化，丧尸还能咬破坚硬的合金不成？合金化异能的优点很明显，缺点也非常明显。一旦遭遇控制金属异能，被克制的死死的。可即便如此，选择合金化异能的人是最多的。超级震动异能同样受欢迎，在场30人，有8人选择了超级震动异能。这异能的杀伤力极强，对上同等级丧尸几乎能够秒杀。转眼间，众人全部粘贴完毕，每个人都获得了一项异能，7个普通人也不例外。他们是团队里最激动、最振奋的人。他们之前只是普通人，只能成为后勤部一员，做一些后勤工作。虽然在后勤部也能发光发热，但如果可以选择，谁想待在后勤部？好吧，还真有。曹杰、王源、周玲和王亚妮这种性格温婉的女孩子，看见丧尸就发怵，并不喜欢外出猎杀丧尸。相比之下，她们还是更喜欢待在家里，做做家务，打理打理后勤。总而言之，这次粘贴异能，大家都得到了想要的异能，都很开心。临解散之前，张凡又说了一件事：大家以后要是发现了拥有特殊异能的丧尸，可以来我这儿换取异能。张凡永远都不嫌自己异能多，如果团队成员能发现强力异能，可以来他这儿交换异能。真的吗，老大？当然。太好了！众人心满意足散去。张凡没急着返回房间，他发动传送门异能，来到长江隧道，打算试一试刚得到的神速力异能。度假村周围到处都是果园和菜地，路歪歪扭扭的，并不平坦，不适合奔跑。长江隧道就很平坦了，而且丝毫没有阻碍，是试验神速力异能的绝佳跑道。张凡用出神速力异能，顿时感到奇特的能量在体内涌动，传遍4肢百骸，身体发生了某种未知的变化。这种变化具体是什么，张凡不知道，他只知道身体更强大，也更轻盈了。对，就是轻盈，浑身都是轻飘飘的。这种轻飘飘的感觉和减少自身重力的感觉又不太一样，是种很奇特的感觉。张凡吐出一口浊气，瞬间窜了出去。咻！这一动，张凡整个人就如同出膛的子弹，撕裂了空气，笔直地射向前方。他的身体摩擦着空气，发出凄厉的音爆声，犹如超音速战机呼啸而过。轰！一路锁过，掀起强劲的气流，路上的垃圾都被气流吹飞了起来。
张凡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两边的景物就像34倍播放的监控飞速闪过，他的体表不断有废物排出，他的关节比之前更光滑、润滑更有效，他的肌腱就像弹簧钢，弹速惊人，他的骨头无比坚硬、无比耐用，可以承受脚掌高速接触地面带来的动态冲击。他的泪液比以前更粘稠，阻止了眼球表面因高速移动而造成的液体蒸发和补充，避免阻塞他的视力。快，再快！这不是我的极限，我还能更快！加速，不断加速！冲刺，不断冲刺！轰！伴随着一声恐怖的轰鸣声，张凡的身体周围出现了一圈白色的音爆云。第78章，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张凡不知道自己现在的速度多快，但肯定突破了音速，达到了超音速状态。凄厉的音爆和周身形成的音爆云就是超越音速的标志。音速等于340米每秒，等于1224公里每小时。突破音速意味着速度大于这两个数字。可以想象，张凡此刻的速度达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咔嚓，张凡一路狂奔而过，产生了超级巨大的声波。停放在长江隧道里的车辆纷纷被震碎玻璃，沿途遇到的丧尸要么直接被张凡撞成血雾，要么被声波爆成脑袋。战斗根本不需要战斗，哪怕轻轻一撞都不是丧尸能够抗衡的。一口气绕长横倒好几圈，张凡才停了下来。他有些意犹未尽，刚刚全速奔跑时让他产生了一种放荡不羁、爱自由的感觉，真想一直奔跑下去。最可怕的是，以这么可怕的速度狂奔了这么久，张凡丝毫不觉得累，汗都没出。我还是低估了这一呢。张凡自言自语，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这次和黄毛的交易，我是赚了。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张凡可以想象，一旦自己用出这一能，产生的破坏力该有多么可怕。再配合黄金合金化异能，简直就是超音速移动的人形机器，谁能与自己匹敌？敢作死，丫的撞死你！张凡开辟传送门，回到了酒店。大家各自返回房间了，但都没睡，房间的灯亮着，应该在修炼。张凡想去找景亚，和他探讨人生，结果发现刘牧又待在景亚房间里。张凡心里有句 MMP 很想大声喊出来，没得办法，只能悻悻回了自己的房间。今天和景亚表白成功，张凡自然想行使男朋友的权利，关系更上一层楼。可刘牧处在房间里，实在大煞风景。洗漱，上床，然后一边吸收晶体，一边用手机看小说，一边等刘牧离开。谁料看着看着，张凡迷迷糊糊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放在床头的对讲机忽然响了起来。张凡，睡了吗？是景亚的声音。张凡一个机灵，睡意全无，抄起对讲机就喊道：你小姨走了？走了。景亚强迫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一些，可还是有丝丝颤音。好无聊，睡不着。睡不着。张凡吞了吞口水。那我过来陪你。不要了吧。景亚本能的拒绝，都已经这么晚了。张凡不是网络小说里那些活了几千章，从头到尾却只会无脑装逼，连女主的手都没拉过的沙笔主角。女人的话要反着听，说不要，那肯定是要。张凡唰的消失在床上，再次出现时，已经到了景亚的房间。景亚的房间打扮得很温馨，淡淡的绿色色调搭配，看起来清新自然，透出一丝丝的优雅清纯的气质。一身冰丝睡衣的景亚靠在床头，背靠抱枕，瀑布般的乌黑长发随意披散在右肩，身上散发着一股慵懒的气息。他手里拿着对讲机做倾听状，似乎在等待张凡的回应。唰，张凡出现在房间里。景亚吓了一跳，看到是张凡后，素雅而精致的脸蛋上升起2抹酡红。你怎么来了？嘿，美人相招，不敢不来。张凡嘿嘿一笑，揭开景亚的被子，哧溜一下钻了进去，速度那叫一个快，就像天寒地冻的冬天下床撒尿冻得瑟瑟发抖，然后钻回被窝时的情景。你干什么？景亚本能地捂住胸口，眼睛乱飘，不敢看张凡。张凡睡觉习惯裸睡，这会儿就穿了条内裤，景亚不敢看他。今天晚上给你看看我们张家传承了几十万年的不世绝学。早上6点，闹钟响起，张凡睁开眼，怀中温香软玉，肌肤细腻温润，宛如搂着一尊玉美人。起床了。景亚轻声唤道。我被床封印了。张凡嘿嘿笑道。回想着昨晚的销魂滋味，张凡不想起床，只想和怀里的家人依偎在床上。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啧，那叫一个爽。不。景亚在张凡嘴上亲了一下，红着脸道：封印解开了吗？没有。张凡嘻嘻笑道：需要3下。贪息。两人在床上腻味了一阵，张凡才恋恋不舍回到自己房间，然后洗刷出了房间。
老大，早啊！张文喜刚巧也出了房间，却是顶着个熊猫眼，一副还没睡醒的样子。咋了？没睡好？张凡调侃道。获得新异能，兴奋的没睡着觉。张文喜翻了个白眼，没好气道：昨晚听了半晚上的叫床，哭声，搞得我心烦意乱，4点多才睡着。哭声？张凡一愣。张文喜嘿嘿一笑，挤眉弄眼，到底是哭声还是啥声音？老大你心知肚明。张凡心里一跳，装傻充愣。你在胡说什么？我怎么完全听不懂？早上起床吃早餐的时候，张凡就发现大家看向他和景亚时的目光怪怪的。张凡脸皮厚，完全没当回事。景亚的脸皮就很薄了，尴尬到抠脚，一顿饭的功夫都能抠出3室一厅了。吃过早饭，张凡又召开简单会议。现在整个团队除刘恒、小雨点和杨淼外，其余30人全部有了异能，需要做出调整了。不想猎杀丧尸的请举手。张凡看着众人说道。曹杰、王源、周玲、王亚妮，还有另外3个女人站了出来。没人了吗？张凡问了一遍，大家纷纷摇头。张凡看着曹杰6女，后勤部暂时由曹姐你们6人负责，其余22人全部编入猎杀队，继续清剿丧尸。猎杀队共分5组，前3组每组4人，第4组和第5组5人。有意见吗？张凡看着众人，其他人纷纷摇头，唯有黄毛举手。老大，我独来独往惯了，想单独行动。同意了。张凡深深看了黄毛一眼，点点头道：但你的任务还是清剿岛上丧尸，同时收集白色晶体，有问题吗？黄毛拥有神速力异能，确实适合单独行动，让他硬和队友组队，不仅限制他的发挥，他那跳脱的性格也不适合组队。没问题。黄毛大声应是。1组鸭窝沙方向，2组工程学校方向，3组大兴村方向，4组先锋石队方向，5组潘氏镇方向。诸位，根据我的推测，6天后，也就是6月20号晚上，很可能在下血雨。张凡站起身，虽然这只是个猜测，没有证据证实它是否真的会发生，但我们还是要做最坏的打算。所以接下来的几天，大家务必要以最快的速度清剿岛上丧尸，就算无法彻底剿灭，也要重创大部分丧尸，以免20号晚上生变。是，老大。22名猎杀队成员大声应是，他们当然知道张凡话里的意思。5月31号晚上，天降血雨，丧尸正式爆发。6月10号晚上，天降血雨，丧尸大幅进化。时间间隔10天，所以难免不让人怀疑10天后会不会再次降下血雨，导致丧尸大幅进化。吃饭的时候，张凡提到过这事，虽然属于凭白揣测，但谁也不敢不当回事。万一是真的呢？末世都爆发了，还有什么不可能发生？不管怎么说，先做最坏的打算，就当6月20号晚上会下血雨。在这个前提下，他们需要做的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清剿丧尸。时间紧迫，都抓紧行动吧。散会后，众人分头行动，张凡和景亚也离开了假日酒店，前往魔海。今天他俩的任务是收集各类调味品，如糖、盐、酱油、豆瓣酱、火锅底料、醋、食用油、味精、鸡精等。要做出美味的食物，这些调味品必不可少，尤其盐和油是做菜的必需品。今天早上的任务就是收集这些东西。景亚定下的目标是普药区的一家调味品批发市场——魔海信基调味食品城。信基调味食品城创建于1999年，是魔海最大的调味品市场。市场拥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商户3000多家，经营着众多的调味品、农副土特产品、水产品、冻鲜食品及其深加工品等上万个品种，市场营销网络覆盖全国，产品种类丰富，基本包含了市面上所有的调味品干货。这家市场的调味品非常全，就是离得有点远，开车得1个多小时。确实有点远。张凡微微蹙眉，小亚，你去过信基调味食品城吗？去过几次。景亚回道，怎么了？既然去过，事情就好办了。张凡微微一笑，咱俩换个异能。换异能。第79章复制体死亡。张凡眼馋景亚很久了，不仅眼馋景亚的身子，还眼馋景亚的异能。景亚的美貌自不必多说，纯9分以上美女，脸蛋、身子都老霸道了，异能也霸道，容量惊人的随身空间异能，且永远保鲜，上哪儿找这种完美仓库？张凡老眼馋了，可眼馋归眼馋，只能干眼馋。现在既然获得了粘贴异能，哪有放过的道理？景亚多通透的一个人，立即明白了张凡的目的。你想交换随身空间异能？呢。张凡连点头。行。景亚毫不犹豫同意了。以2人的关系，一个异能而已，没什么不能换的。况且张凡已经给他5种异能了，于情于理，他都没有拒绝的道理。张凡立即把粘贴异能粘贴给了景亚。景亚拥有了粘贴异能，
景亚随即把自己的随身空间异能粘贴给了张凡。半分钟的融合结束，张凡看向自己的随身空间，然后被震撼到了。明明用眼睛看不到，但张凡却能清楚地感应到自己的随身空间。这是个四四方方的空间，仿佛一个巨大的仓库。仓库周围是古怪的银色墙壁，就像科幻电影里的合金墙壁。空间内空荡荡的，没有空气，没有杂物，什么都没有。这就是随身空间。张凡眨巴着眼，它有多大？多大？张凡也不知道，因为他这随身空间有些离谱。站在这头看那头，有种站在长衡岛遥望魔海中心大厦的既视感。太远了，粗略估计至少超过大几十公里。按照景亚的推算，随身空间的边长和等级相关。一级，随身空间的边长为10的1次方米；二级，随身空间的边长为10的2次方米；三级，随身空间10的3次方米。张凡默默思忖，我5级，随身空间的边长应该是10的5次方米，也就是100公里。死！张凡倒抽一口冷气，边长100公里的随身空间简直恐怖如斯。不怪张凡这么震惊，边长100公里的随身空间，就算整个魔海都能轻轻松松装下。魔海才多大？南北长约120千米，东西宽约100千米，面积约为6340平方公里。以魔海最高建筑中心大厦632米作为高度计算，装下魔海需要7584立方公里的容量。张凡的随身空间多大？100公里乘100公里乘100公里等于100万立方公里，能轻轻松松装下130个魔海。恐怖如斯，简直恐怖如斯啊！这么大的随身空间能装多少物资啊？张凡啧啧赞叹。景亚美眸中满是好奇，张凡，你的随身空间多大？100万平方公里，太大了，没法丈量。张凡惊叹，但目测差不多。厉害了，我的哥！景亚羡慕道，你刚得到这异能，随身空间就比我大了。其实太大了，也没多少意义。张凡捏了捏女友的小手，反正再怎么大，也压根用不完。说的也是。景亚点点头，他现在3级，随身空间1立方公里，感觉都用不完。比这更大，确实没有意义，至少对现阶段的他们来说，没多大意义。接下来，张凡又把传送门异能粘贴给了景亚。景亚是个魔海通，传送门异能在他手上的作用比张凡大得多。张凡，这异能怎么用？景亚请教道。脑海中幻想一个地方的样子，然后发动异能就行。张凡道，我试试。景亚闭上眼睛，脑海中幻想魔海信基条为食品城的模样。嗡，前面虚空荡漾，不多时，一个黑洞模样的传送门出现了。景亚制造的传送门明显比张凡小一圈，趋于稳定后直径仅有3米。成功了！景亚激动的小脸红扑扑的，拉着张凡的手叫道：张凡，我成功了！看见了，看见了！张凡笑道：我们走吧。两人手拉着手，正要进入传送门，前往魔海信基条为食品城。忽然，一股陌生记忆涌入张凡脑海。张凡立即停住脚步。怎么了？景亚疑惑看着他。张凡没有理会女友，闭上眼睛，快速浏览这股记忆。一幅幅画面如幻灯片似的在脑海中飞快闪过，被张凡消化接收。许久，张凡睁开眼睛，转头望向魔海方向，眉头皱起。见张凡忽然变了脸色，景亚心头一跳，意识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张凡，发生什么事情了？景亚，我的一个复制体死了。张凡缓缓道。复制体死了？景亚一愣。6月10号那晚，我们连夜逃离别墅，到达中心大厦那边时，我见那边丧尸多，于是留下了10个复制体。张凡解释道，留下他们的目的有2个，一是收集异能，二是收集晶体。其实还有第3个目的，拾取属性光团。但这话没法跟景亚说。景亚点点头，他知道张凡拥有复制体异能，也拥有掠夺异能。而中心大厦那边人流密集，丧尸确实多得很。张凡制造复制体、收集异能和白色晶体，完全在情理之中。然后呢？景亚追问。张凡深吸口气，就在刚刚，一个复制体死了。死了？景亚低呼一声。张凡的复制体和张凡本人一样强，至少和6月10号之前的张凡一样强。现在居然有复制体死了，他怎么死的？遭遇了什么？谁能杀死他？张凡，到底怎么回事？景亚道。复制体被丧尸杀了。张凡解释道，我那复制体最近一直陆家嘴那边活动，就在刚刚，他遭遇了一群丧尸围攻，被杀死了。被丧尸杀死？景亚愕然，你的复制体不是有瞬间移动吗？什么样的丧尸能杀死拥有瞬间移动的复制体？这不科学。就算打不过，逃掉总可以吧？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张凡摇头，
他死得非常诡异，只看到一道金光射来，然后复制体就挂了，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10个复制体是张凡6月10号晚上制造的，他们虽没有时间静止、超级震动等诸多异能，但拥有张凡之前所有的异能，而且他们这最近天天猎杀丧尸，等级提升的很快，都快突破6级了。论等级，比张凡这个本尊还强，结果却在遭到丧尸围攻后莫名其妙就死了，简直离谱。张凡，你打算怎么做？景亚道。兵分2路。张凡沉吟片刻道：我制造10个复制体，随你去信基条为食品城，我自己前往陆家嘴探查复制体死亡的真相。我想知道到底谁杀了他。景亚脸色微变，整个人顿时紧张起来。你亲自过去，会不会有危险？放心。张凡笑着宽慰道：刚追到你这个如花似玉的美娇娘，我可舍不得死。在没有搞清楚复制体死亡之前，我不会轻身犯险的，一切有复制体呢。那好吧。景亚松了口气，你自己注意安全，别逞强，也别头脑发热。会的。第80章，恐怖得金光。张凡和景亚兵分2路，一路是10个复制体，他们跟随景亚前往魔海信基调味食品城收集调味品。10个复制体除了肩负保护景亚的重任外，还要猎杀丧尸，收集白色晶体。一路是张凡自己，他要调查复制体死亡的真相，同时找到凶手。张凡根据死亡复制体传输回来的记忆，开辟了一条通往陆家嘴的传送门，下一瞬就到了陆家嘴明珠塔前的大转盘路口附近。刚刚那个复制体就是在这里被杀死的，这里的丧尸还未散去，聚集在这里形成尸潮。张凡担心遭到袭击，刚一出现就瞬移消失，接连几次瞬移就进了明珠塔。明珠塔是魔海的标志性文化景观之一，集都市观光、时尚餐饮、购物娱乐、浦江游览、会展演出等多功能于一体，由3根直径为9米的立柱、塔座、下球体、上球体、太空舱等组成。张凡一口气来到上球体的主观光层，站在这里可360度领略魔海美景，地面上聚集的大量丧尸也一览无余。其实他们都是被刚刚的复制体给吸引过来的。复制体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猎杀丧尸，收集晶体，拾取属性光团，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复制体总会制造出很大的动静，以此来吸引丧尸。到了陆家嘴这里后，刚刚那复制体也是这么做的，他特意选择了大转盘这里。这里四通八达，连通着整个陆家嘴，丧尸最多，是猎杀丧尸的绝佳之地。复制体找了辆车，狂按喇叭，巨大的动静果然把周围的丧尸全部吸引了过来。复制体像往常那样冲入丧尸群，展开了屠杀。他快突破6级了，猎杀普通丧尸简直如屠猪狗。可惜这次他遇到了硬茬子，一道金光不知从什么地方射来，打在复制体身上。复制体没有丝毫反抗，直接被杀死了。因为融合了复制体的记忆，复制体死前的感受跟张凡自己经历过一样。回想着杀死复制体的那道金光，张凡有些凝重。那道金光打在身上后，复制体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快速衰弱，或者说疯狂衰弱，几乎每1秒都能掉好几千体质点的那种衰弱。短短几秒，复制体就感觉自己的身体素质从5级巅峰衰弱到了4级，然后继续衰弱。他想利用瞬移挣脱，可惜瞬间移动仿佛失效了一样，根本无法离开。他想闪避开来，结果身体完全不听使唤，简单的闪避都成了奢望。最终复制体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身体衰弱到3级后没了意识。接下来的事情复制体不知道了。被金光击中后身体急速衰弱，这是什么异能？张凡皱眉沉思，采阴补阳大法还是北冥神功？困惑，想不明白。不过不要紧，那金光具体是什么异能，试一试即可。张凡制造出一个复制体，下达了指令，去吧。好嘞。复制体点点头，瞬化作一团黑烟冲出明珠塔上球体，冲向地上的丧尸群。轰！黑烟撞入丧尸群，全身黄金合金化，双臂变成了2柄1米多长的金色长刀。杀！复制体一声咆哮，音波在周围炸响。他挥舞着双臂化成的金色长刀，在丧尸群中疯狂劈砍起来。为了引出发射金光的丧尸，复制体并没有使用瞬移、神速力等速度太快的异能，以免对方攻击不到。只要对方动手，隐藏在明珠塔上的张凡才能顺藤摸瓜，揪出幕后真凶。身处明珠塔，地上的厮杀尽收眼底。张凡就像躲在角落的猎人，默默等待猎物上钩。在复制体的屠戮下，一颗颗头颅抛飞而起，一颗颗光团掉落。复制体就像收割灵魂的死神，不断的收割着丧尸的生命。吼吼吼！周围的丧尸就像不知道恐惧的木偶，嘶吼着咆哮着冲来。悍不畏死，前赴后继。
时间1分1秒流逝，不知不觉中2分钟过去了。地上已经躺了上百具尸体，鲜血汇聚成小河，染红了周遭方圆。然而发射金光的丧尸始终没有动静。难道对方离开了？还是说已经被杀了？张凡微微皱起眉头，他最担心的便是那丧尸已经离开。一旦离开，茫茫尸海上哪找去？希望没有离开。张凡叹息着。咻！就在这时，一道耀眼的金色光束从丧尸群后方的一辆罐车上射出。这道金色光束悄无声息，且迅如光速，刚一出现就击中了复制体。复制体连1秒都没坚持住，就消失了。一股陌生的记忆几乎同时涌入张凡脑海，记忆量不大，几乎全是杀戮丧尸的画面，正是刚刚这个复制体的记忆。张凡惊了，复制体会死亡，他不是很意外。他意外的是，这个复制体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死的？为什么他不像之前那个复制体，身体快速衰弱，然后毙命，而是直接毙命？同一道金光，作用效果难道不同？还是说，杀死2个复制体的是截然不同的2道金光？各种疑惑在张凡脑海中翻腾，但这个时候显然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为了解惑，张凡又派出一个复制体，唰，复制体冲入丧尸群中，再度展开了屠杀。这一次没让张凡等多久，金光就从罐车内发射而出，打在复制体身上。复制体明明看到金光了，可就是躲不开，因为金光的速度和光速一样快，看到金光的时候，金光就已经落在了身上，身体无法动弹，仿佛失去了指挥权，异能无法使用，就像没有异能一样。唰，1秒都没坚持住，这个复制体便消失，他也死了。他的记忆回到张凡体内，消化着复制体的记忆，张凡发现刚刚这2个复制体的死亡情况完全相同，都是瞬间消失。这一点和第一个复制体不同，但他们3个有共同特点：一旦被金光击中，身体就无法动弹，所有异能都无法再使用。区别是，第一个复制体的身体快速衰弱，后2个复制体没有。还是那个问题，杀死3个复制体的是同一种金光吗？如果是，这种金光到底是什么攻击？为什么连5级复制体都无法抵挡？再来，张凡又派出一个复制体，这次的目标不再是丧尸，而是大罐车。轰！复制体施展了操控金属异能，有金属物质全部化为金属粉末，大罐车瞬间土崩瓦解，就像坍塌的沙子。轰！一头身材矮小的丧尸从金属粉末中冲出，冷漠盯着复制体。这头丧尸身高只有1.6米，穿着环卫工人的衣服，皮肤犹如死猪肉，一双瞳孔只有眼白，就像严重的白内障患者。他的皮肤虽然发白，但身上没有丝毫腐烂的痕迹，迥异于其他丧尸。咻！矮小丧尸盯着复制体，眉心陡然裂开，形成了一只树眼。下一刻，树眼中喷射出一道金光，笔直的射向复制体。复制体想也没想就打算逃，可惜刚升起这个念头，金光就落在了他的身上。唰！复制体瞬间消失，结果和之前2次一模一样，刚被金光击中就挂了，丝毫不带停顿的。杀死复制体后，环卫工丧尸没做丝毫停留，窜入丧尸群，然后朝远处窜去。这是打算逃了？逃？第81章初始神光。逃？张凡冷笑，前前后后杀了我4个复制体，还能让你逃了？我不要脸的吗？去吧！张凡大手一挥，又有一个复制体凭空闪出，杀向环卫工丧尸。张凡化作一股黑烟，不紧不慢跟在后面。这头丧尸的异能非常诡异，一旦被他射出的金光击中，就算张凡估计也得跪。所以还是让小号上吧，自己这个大号狗一些，坐收渔利就行。咻！环卫工丧尸的等级并不低，在车辆间快速前进，犹如一头猎豹。只看他的速度，张凡就能判断出他肯定不止3级丧尸，至少是4级丧尸。张凡还是第一次见到4级丧尸，心里不由暗叹，丧尸的进化速度实在太快。自己拥有无限拾取异能，每杀死一头丧尸就能拾取丧尸的体质，每天杀死大量丧尸，加上吸收白色晶体，才进化到了现在这一步。丧尸倒好，不声不响就进化到了4级，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进化的。复制体快速靠近，很快追上了环卫工丧尸，二话不说直接发动攻击。张凡制造前3个复制体的目的是为了试探环卫工，搞清楚他的异能，因而都没有痛下杀手，才让环卫工有机可乘，逐个击破。这个复制体不是，他是索命的死神。时间静止，复制体先一步出手，冻结了时间，周围的一切瞬间静止。环卫工丧尸眉心的那只树眼刚刚裂开，试图像杀死前3个复制体那样杀死这个复制体，可惜晚了一步。随着时间静止，他也被定在原地，
眉心树眼裂开1/2，半开半合。死！复制体一直点在环卫工丧尸的眉心处，恐怖的震动波喷涌而出。砰！环卫工丧尸的脑袋瞬间炸开，白花花的脑浆仿佛豆腐脑似的四散飞溅开来，3个光团从他身上掉落，一金一银一白，一团黑烟从天而降，重重落在地上，幻化成张凡的模样。张凡看了一眼跌倒在地的环卫工丧尸，依次拾取了3个光团。拾取金色光团，体质加8175，8000的体质。环卫工丧尸果然是4级丧尸，而且距离5级丧尸只差不到2000的体质点。拾取银色光团，精神加228，3级的精神力和张凡一个级别。要知道张凡的精神也才483。拾取白色光团，获得初始神光异能。初始神光，张凡有些诧异，这什么异能？听着好霸气。张凡立即查看，半晌后他惊了，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前前后后4个复制体都会被杀死，也终于明白为什么第一个复制体是急速衰弱一段时间后才挂掉，而后面3个复制体被金光击中就直接挂掉的，都是因为这异能太 bug。 初始神光属于时间回溯类异能，它可以把作用对象的时间回溯到 N 天前。什么意思啊？简单来说，如果你被初始神光击中，你的时间将会回到 N 天前。作用效果看似简单，其实非常 bug。 举个简单的例子，张文喜昨晚新得到了白银合金化异能，现在一共拥有2种异能。一旦他被初始神光击中，他的时间将会回到昨天之前，回到只有1种异能的时候。这样一来，他将只剩下1种异能。第二个例子，张凡是昨天突破5级的，一旦被初始神光击中，将会回到昨天以前，退回到4级甚至更低。昨天之后得到的异能都将彻底失去。第三个例子，阳光那天被东北虎姬弄伤了，如果张凡当时有这异能，只需给他来一发初始神光异能，把他的时间回到未受伤前，阳光身上的伤势将会彻底消失。再比如景亚昨晚被趴了，已经从女孩变成了女人，如果来一发初始神光，又会变回女孩。从上面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初始神光的作用效果其实很简单，把作用目标的时间回溯到几天前。这也意味着作用对象最近几天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被抹杀，突破的新境界，获得的新异能，刚做的包皮手术都将统统消失，最近几天的辛勤劳动化为乌有。所以说，初始神光的作用效果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一招回到解放前。最可怕的是，初始神光的回溯时间可不仅仅只有1天，回溯时间和异能者的等级成正比。1级异能者回溯的最长时间是2天，2级异能者回溯的最长时间是4天，3级异能者回溯的最长时间是8天，4级异能者回溯的最长时间是16天，以此类推。环卫工丧尸是4级丧尸，他的初始神光能够回溯的最长时间为16天。正因为这样，4个复制体在环卫工丧尸面前才会毫无还手之力。没办法，他们存在的时间太短了。第一个复制体诞生于6月10号晚上，它存在的时间只有4天。后面3个复制体才刚刚诞生，存在的时间10分钟都不到。因为存在时间太短，就算他们是5级，拥有诸多异能，可对上初始神光，连片刻都抵挡不住，直接被秒杀。好霸道的异能！张凡吸了口气，幸亏刚才没有贸然攻击环卫工丧尸，不然就完犊子了。环卫工丧尸是4级丧尸，能够回溯的最长时间是16天。末世降临才14天，张凡觉醒异能不到10天。他如果被初始神光击中，这些天的努力和付出都将统统化为泡影，等级、异能也将统统消失，重新变成普通人，一撸到底。在这末世，果然能狗则狗，谁也不知道未来会遇到什么样的变态。张凡有些后怕，同时也有些兴奋。他目前是5级，使用初始神光，最长能回溯的时间应该是32天，也就是说，张凡最多可以把一个人的时间回溯到32天前，这可是大杀器。末世才降临14天，所有幸存者丧失觉醒异能的时间不会超过14天。一旦被我的初始神光击中，将会直接回到解放前。等等，张凡心里一动，如果丧尸被初始神光击中，会不会变回正常人？张凡双眼发亮，丧尸都是人变的，而且人变成丧尸的时间只有14天。理论上来说，如果把丧尸的时间回溯到14天，丧尸应该会变回人才对。试试。张凡目光一扫，落在一头丧尸身上。这头丧尸是个大腹便便的中年丧尸，挺着啤酒肚，头顶的头发掉光了，是个油腻的地中海大叔。初始神光！张凡双眼一瞪，眉心顿时裂开一只树眼。这树眼就像二郎神的天眼，是个金色的眼睛。唰！
树眼中喷射出一道金光，打在地中海丧尸身上。第82章，丧尸变人。张凡眉心裂开一条口子，形成一只树眼，树眼之中喷射出一道金光，打在地中海中年丧尸身上。惊人的一幕发生了，在金光的作用下，地中海中年丧尸身上的气息飞速衰弱。与此同时，他的体表出现了一块块腐烂区域，腐烂区域逐渐增多，然后诡异的逐渐变少，到了最后，身上的腐烂彻底消失。他的皮肤也逐渐由死猪肉般的白色转变为正常皮肤，白内障般的瞳孔也渐渐的黑白分明。皮肤和眼睛是丧尸区别于正常人的最显著标志。此刻，地中海中年丧尸的皮肤和眼睛变得和正常人一样，所以他变回正常人了。张凡停止发射金光，地中海中年丧尸一脸茫然地看着四周，他的双眼虽然迷茫，但充满神采灵动，这绝对是正常人类才拥有的眼神。张凡又惊又喜，他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进行尝试，万万没想到居然真的成功了。地中海中年丧尸真的变回正常人了，这是一大壮举，意味着只要给张凡时间，他可以把所有丧尸重新变回人类，终结这场末世，从而让人类世界重新走上正轨。我这是在哪儿？地中海中年看着周围，发现自己正站在大街上，周围都是鲜血和尸体。这是哪里？怎么死了这么多人？做梦！我一定在做梦。地中海中年的脸上顿时露出惊恐之色。大哥，你好。张凡准备过去打声招呼。不管怎么说，这地中海中年是他救回来的第一个人类，可不能不管。然而就在这时，地中海中年人忽然剧烈抖动起来，身体也开始抽搐痉挛，眼球往上翻着。他的额头上青筋暴突，一根根蚯蚓般的血管都快要撑破了似的。吼！他那黑白分明的瞳孔再一次被灰白取代，全身的皮肤也在这一瞬间由浅黄色转变成了浮尸般的灰白色。吼！他的目光重新变得呆滞，四肢变得僵硬，机械般的走着，像极了提线木偶。张凡微微张大嘴巴，直接呆立当场。地中海中年居然又一次变成丧尸了，为什么会这样？他明明变回了正常人，为什么又变回丧尸了？还有，他再次变成丧尸后，为什么变成了末世刚降临时那种最低级别的普通丧尸，而不是回到被初始神光击中前的样子？张凡暗暗沉思，想到了一种可能。大家吃饭时经常聊一些关于末世丧尸的话题，有人就提到过，人类之所以变成丧尸，是因为空气中出现了某种类似于丧尸病毒的物质。当然，具体是不是丧尸病毒还有待验证，目前谁也不清楚。但人不会无缘无故变成丧尸，肯定是由于某些东西让人类变成丧尸的。假定这种物质东西就是丧尸病毒，少数人天生免疫丧尸病毒，所以没有变成丧尸；大多数人无法免疫丧尸病毒，所以变成丧尸了。基于这种推测，可以得出结论：地中海中年之前就变成了丧尸，说明他本身无法免疫丧尸病毒。中了初始神光后，地中海中年确实变回了正常人类。这一点从他被初始神光击中后的变化就足以说明问题。他之所以又变成丧尸，是因为他无法免疫空气中的丧尸病毒，才又变成丧尸，所以他才会变成最低级别的普通丧尸。这是张凡的猜测。为了验证这个猜测的真假，张凡又选择了几头丧尸，射出了初始神光。他们的情况和地中海中年丧尸几乎一模一样，先是变回正常人类，没过多久又变成丧尸，而且清一色的变成了最低等级的普通丧尸，就是末世刚降临时大街上到处跑的那种四肢僵硬、目光呆滞的丧尸。兜了一圈，还是回到了原点。看来利用初始神光把丧尸变回人类的做法没有任何意义，除非能清除掉弥漫在空气中的丧尸病毒，否则就算把丧尸变回正常人类，他们还是会再度变回丧尸罢了。张凡彻底打消了把丧尸变回人念头，因为根本没有意义。这边的丧尸很多，今天早上就猎杀丧尸吧，中午再和景亚会合。为了猎杀丧尸，张凡一口气制造了20个复制体。他现在5级，最多能制造50个复制体。9个复制体在中心大厦猎杀丧尸，5个复制体带领猎杀队清剿丧尸，1个复制体待在假日酒店坐镇老巢，10个复制体跟随景亚收集调味品。也就是说，张凡目前已经制造了25个复制体，现在最多只能制造25个了。但制造25个复制体会彻底掏空他的身体。张凡当然没那么蠢，20个复制体足矣。先猎杀丧尸，后收集晶体。张凡下达了作战指令，属性光团我来拾取。好嘞，20个复制体应了一声，立即散开了。他们第一时间黄金合金化，变成了20架金光璀璨的黄金人。
然后将双臂变成长刀，冲入丧尸群中，对着周围的丧尸展开了屠戮。20个复制体犹如下山的猛虎，他们分散开来，以张凡为中心，朝着四面八方逐一清洗了过去。噗噗噗，一颗颗头颅抛飞，一头头丧尸毙命，一个个光团掉落。张凡跟在复制体身后，慢吞吞地拾取着属性光团，体质又开始飙升。这里的丧尸太多了，巨大的动静又吸引来了更多的丧尸，简直无穷无尽。这是张凡乐意看到的。今天遭遇了环卫工丧尸后，张凡对实力更渴望了。他以前虽然从来没有说过老子牛逼、老子天下无敌、老子日天日地之类的狂话，但张凡对自己的实力一直非常自信。但今天遭遇了环卫工丧尸后，张凡清楚地认识到末世这潭水很深，自己未必把握得住，鬼知道哪些犄角旮旯里藏着一些变态。还是那句话，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自有强中手，心怀敬畏，方能行之远且久。所以好好提升实力吧，实力才是硬道理。张凡不知道的是，他在这边的所有行动都被人看在眼里。明珠塔附近的四月天酒店公寓，四月天酒店公寓位于陆家嘴金融区，处于核心位置，黄金地段。站在酒店内，隔窗西望，明珠塔、环球金融中心、陆家嘴绿地，还有黄浦江等诸多璀璨美景尽收眼底。此刻，在四月天第43层一栋豪宅里，几双眼睛死死盯着张凡。那家伙好厉害，杀丧尸就跟踩死蚂蚁一样简单。我们有救了，快把他找来，给我当保镖，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把他找来。瑶瑶姐，他那么厉害，会给我们当保镖吗？不试试怎么知道？万一是我的粉丝，说不定心甘情愿给我当保镖呢。第83章天手力。这是一间600多平米的大平层，轻奢装修风格。房间整体色彩正统，采用灰色系和木色系组合搭配，拥有家的温馨。全景落地窗在汲取充足阳光的同时，陆家嘴周围的繁华风貌尽收眼底。此刻，宽阔的落地窗被窗帘遮挡住了，只留下一条缝隙透出一丝光亮。几个人站在落地窗前，透过窗帘缝隙，紧紧盯着大转盘路口那边的杀戮。一共5个人，4女1男。瑶瑶姐，那个人好厉害，杀丧尸就跟杀鸡似的，比杨哥还厉害呢。瑶瑶姐，你快看，那个人一下分出了20个自己，那是多重影分身之术吗？天，他们变成机器人了，太厉害了！几个人大呼小叫，惊呼连连。被称为瑶瑶姐的女人是一个身段高挑、长着精致瓜子脸的漂亮女人。她的瓜子脸极为精致，再配合一双勾魂的眼睛，就像个勾人的狐妹子。这女人叫顾瑶，影视女演员，时尚模特，粉丝群体庞大，是当下最火的女明星之一。房间里另外3女1男，全是顾瑶的助理，分别是小丫、小韩、小西、大壮。末世前，顾瑶是国内炙手可热的女明星，活跃于荧幕，也活跃于广大宅男的心里，万人追捧，风光无限。末世后，顾瑶和团队几个人就被困在这里了。幸运的是，顾瑶的保镖杨安明觉醒了异能，一直护着顾瑶几人。杨安明是个退伍军人，为人正直，做事也尽职尽责。到了末世，杨安明非但没有做逾矩之事，反而严格执行自己的职责，保护几人。他虽然无法带领顾瑶几人离开四月天公寓，但猎杀丧尸、收集物资，保证了顾瑶几人的安全和相对稳定的生活。毫不夸张地说，顾瑶几人能活到现在，完全是杨安明的功劳。小亚，快去找那个人，一定要把他找来，给我当保镖。顾瑶也被张凡的强大实力给震撼到了，立即对一个助理吩咐道：有他保护，我们一定能离开这里。四月天公寓虽然很大，从1楼到43楼，共106户房子，挨家挨户寻找，确实能收集不少物资，但早晚有用光的一天。一直困在这里是没有希望、没有出路的。这话是保镖杨哥说的，顾瑶自己也深以为然。她能在鱼龙混杂的娱乐圈混成炙手可热的1线女星，除了睡觉神功外，脑子也非常灵活。她清楚必须离开这里，然后前往丧尸稀少的郊区，才有可能活下去。陆家嘴这边的丧尸太多了，留在这里必死。可是瑶瑶姐，对方那么厉害，愿意帮助我们吗？叫小丫的助理担忧道。她全名杨小丫，是顾瑶的生活助理，以前负责顾瑶的日常生活。顾瑶之所以让她去寻找张凡，是因为她也觉醒了异能。她的异能是物体交换，小丫又称其为天手力。她是火影死忠，知道自己的异能和佐助的6勾玉轮回眼同数天手力很像，可以在一瞬间让自己和目标物体进行交换。正是因为有这异能，小丫在收集物资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不试试怎么知道？顾瑶紧紧盯着窗外，陆家嘴这边地处繁华地带，丧尸多得离谱。丧尸多了，幸存者肯定不敢来这里。这么多天了，你们见谁来过这儿？几个助理齐齐摇头。他是唯一一个来这儿的，说明他对自身实力非常自信，
他也确实很厉害。顾瑶冷静分析，我们只能依靠他，也必须依靠他，才有希望离开这里。所以，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要请他过来帮助我们。否则，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等到下一个人来？几个助理不禁点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顾瑶看向小鸭，去吧，小鸭，必要的时候可以告诉他我的身份。万一对方是我的粉丝，肯定愿意帮我们的。就算对方不是我的粉丝，也肯定听过我的名字，知道我的美貌，也会帮我们。小鸭却是面露担忧，瑶瑶姐，万一对方是个坏人，心生歹意怎么办？要不还是等杨哥回来再说吧。不用担心。顾瑶摆摆手，就算对方想图谋不轨，还能杀了我们不成？最坏的结果不过是陪对方睡觉，或者沦为对方的玩物罢了。顾瑶说的轻描淡写，就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事实上，这种事对顾瑶来说也确实算不得什么大事。她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小模特走到今天这一步，完全是一路睡过来的。尤其刚出道的那几年，几乎天天进洞房，夜夜换新郎，每天都不带重复的。最夸张的一次，一晚上陪了8个大老板，第二天依旧生龙活虎。要问睡觉神功，他顾瑶自问天下第2，没人敢认天下第1。所以顾瑶不怕对方贪图她的美色，他怕的是困在这鬼地方，活活饿死，或者将来有一天被丧尸咬死。顾瑶还有一个非离开不可的原因，团队一共6个人，然而其他5人都觉醒了异能，就他顾瑶没有觉醒，这很尴尬。他堂堂大明星，这几个人的老板偏偏没觉醒异能，而几个给他打工的却觉醒了异能，找谁说理去？目前时日尚短，大家的实力差距不大，加上实力最强的杨哥对他言听计从，其他人也能听从他的命令。可时间一长，谁能保证助理们依旧听他的话？他平时可没少欺负几个助理，所以顾瑶必须离开。行吧，瑶瑶姐，我去试试。小鸭郑重点头，目光在大转盘路口附近找来找去，寻找适合的互换目标。他的天手力范围很广，只要是眼睛可以看到的东西，且不是太大，不是太重，都可以和对方交换位置。可找来找去，除了丧尸尸体，就是丧尸脑袋，再就是车辆，哪有合适的目标？没办法，只能这样了。小鸭锁定一颗血肉模糊的丧尸脑袋，发动了天手力异能，唰，他整个人直接消失在原地。与此同时，原地出现了一颗血淋淋的脑袋。啊！顾瑶吓得发出一声尖叫，一屁股跌坐在地，惊恐地看着丧尸脑袋。另外3个助理也吓了一跳，他们虽然没有像顾瑶那样吓得坐在地上，却也触电般跳了开来。这个死丫头！小鸭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到了大转盘路口，距离张凡不足10米。张凡在拾取属性光团，20个复制体虽然不多，却非常勇猛，犹如下山的猛虎，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四面八方奔涌而来的丧尸被他们20个拦截在外面，疯狂屠杀着。一时间，以张凡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直径20米左右的封锁圈。张凡就在圈内拾取光团，圈外是大量丧尸。随着一个个光团入体，他的体质疯狂增长，就这么一会儿，暴涨800多点。唰！这时，小鸭出现了。张凡第一时间发现了对方，在这种地方看到一个大活人，张凡有些惊讶，而且对方还是凭空出现的，这一手异能有些牛逼啊！难道也是瞬间移动？这位先生，你好。小鸭想打招呼，可看着满地的丧尸尸体和头颅鲜血，小鸭胃里翻江倒海。尽管末世降临快半个月了，但小鸭可没有见过这种血腥场面。哇！小鸭当场就吐了。张凡见状，身上喷涌出大量黑雾，席卷向地上的丧尸尸体。吃，黑雾蔓延开来，无论是丧尸尸体，还是丧尸头颅，还是鲜血碎肉，统统消失无踪。短短10几秒，小鸭眼前变得干干净净，看不到一具尸体，一滴血迹。小鸭惊呆了，这是什么异能？你是什么人？张凡疑惑看着他。小鸭长得很秀气，圆脸萌萌的，属于那种呆萌可爱型女孩。小鸭如梦初醒，连小跑过来，先生你好，我叫杨小鸭，是附近4月天公寓里的幸存者，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张凡恍然，和他猜的一样，陆家嘴这边人多，肯定不乏幸存者，自己又弄出这么大的动静，引来幸存者很正常。你们几个人？几个异能者？张凡询问道。团队现在有粮有水有地有物资，唯独缺人，只要人品不是太差，且愿意加入团队，张凡不会拒绝。一共6个人，其中有5个异能者。小鸭立即答道，我们就在4月天公寓的第43层，希望你能帮助我们。你们需要什么帮助？张凡又问。我们想离开这里，前往丧尸较少的郊区或者其他地方。杨小鸭道，陆家嘴这边丧尸太多了，留在这里没前途的。张凡点点头，带我去看看其他人，看完了再说。小鸭忙不迭的点头，
先生，你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带你过去。张凡挑眉，可以，你不要反抗。小丫走到张凡跟前，按住张凡的胳膊，然后看向公寓顶层。公寓顶层的落地窗前吊着一个吊篮，是建筑工地上的那种吊篮，吊篮里放着很多鞋。小丫的异能非常适合运输物资，所以保镖杨哥在这里吊了吊篮，为的就是小丫每次回来时能和吊篮里的鞋交换位置，方便回家。唰，张凡和小丫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时已经到了公寓顶层落地窗外面的吊篮里。张凡看着眼前的落地窗，又看了看自己刚才所在的大转盘路口，非常惊讶。你一次能瞬移这么远？张凡诧异的很。四月天公寓顶层距离大转盘路口直线距离少说得有500米吧，一下就瞬移过来了，这瞬间移动比自己的瞬移还牛逼。我的异能不是瞬移，而是物体交换，和佐助的天手力很像。小丫快速解释道，凡是我眼睛能看到的物体都可以进行交换。天手力？张凡面露惊叹，他也是个火影迷，当然知道二柱子的天手力是个什么能力。这是个和物体交换位置的异能，颇为强大。只是这能力的限制太大，张凡认为不如自己的瞬间移动随身所欲。不过小丫这异能的移动距离明显远得多。张凡目前5级，一次最多瞬移50米，而小丫的物体交换，只要是眼睛能看到的物体都可以进行交换，这很夸张。要知道，异能者的体质大幅增强，视力也随之大幅度增强了。就像现在的张凡，几公里外广告牌上的文字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如果张凡拥有这异能，一次移动能跨越好几公里。单论距离，这异能确实比瞬间移动远。先生，我们进去吧。好。唰，小丫再次交换，两人来到了房间内。顾瑶和3个助理连迎了上来，几人的目光都有些热切，而且非常激动。谢天谢地，终于把你盼来了。顾瑶梨花带雨，激动莫名，竟然一头扎进了张凡怀里，嘤嘤抽泣起来。几个助理见状面露古怪，他们知道老板开始展现自己的演技了。第84章，赵总来了。张凡自然认识顾瑶，这女人是大明星，她主演的几部言情剧，马力一集不落，连带着张凡也看过几集，但也仅此而已。顾瑶固然是1线大明星，时尚界的宠儿，但张凡对她并不感冒。这女人绯闻无数，干爹换了一个又一个，能走到现在是一路睡过来的。张凡并不反感明星，他也有喜欢的明星，这些明星有老戏骨，也有小鲜肉，他不在乎明星是老戏骨还是小鲜肉，只要看着顺眼，小鲜肉演的电视剧他也会追，看着不顺眼，老戏骨演技再好他也无感。但他喜欢的明星里不包括顾瑶，这女人太装，明明是个老木耳，偏要装出一副清纯玉女形象示人，粉丝那么好骗吗？眼见顾瑶朝自己扑来，张凡直接躲开了，有事说事，别来这套。顾瑶愣在原地，剧本不对啊。顾瑶没见过张凡，也没听过张凡，他认为张凡就一普通人，普通人见了自己这个大明星还不得兴奋的尖叫，受宠若惊。张凡为什么这么淡定？他不是应该激动的手足无措，吵着嚷着要跟自己合影吗？就像小沈阳见了老毕一样，他难道不认识自己？顾瑶心里一沉，他把张凡当成了救命稻草，知道无论如何都要拿下张凡。如何拿下张凡？当然是靠自己的明星光环和美貌啊。顾瑶自信，只要自己略施美色，还不得把张凡迷得团团转。他以往也是这么对付那些个干爹的。在顾瑶看来，臭男人都是一路货，老的、小的、正经的、好色的，自己稍微勾勾手指头，还不是像狗一样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张凡自然也不例外。可张凡的表现不太对啊，他难道是个 gay？ 顾瑶不愧是演戏的，很快就调整好情绪，伸出青葱白玉般的手，嫣然笑道，很高兴认识你，我叫顾瑶。张凡。张凡笑着伸出手，两只手握在一起。顾瑶故意在张凡手心里轻轻挠了一下，张凡心里一荡，浑身一阵酥麻。靠，这女人勾引我。张凡心里吐槽。换作以往，就算再怎么对顾瑶无感，但面对这么一个精致的大美人赤果果的勾引，任何正常男人都会起生理反应，张凡也不例外。但可惜今天的张凡没有任何反应，内心甚至毫无波动。没办法，谁让他昨晚和景亚玩的有点疯呢？现在的张凡圣如佛，正处于贤者模式，这在生理学上叫做男性不孕期。这段时间内，性欲会降至冰点，而且张凡现在一颗心都在景亚身上，两人正处于甜蜜期，暂时容不下其他女人。张凡不动声色地收回手，你们需要帮助？见张凡对自己的勾引毫无反应，顾瑶有些失望，脸上却露出楚楚可怜的表情。他连连点着头，可怜巴巴的，就像个受了委屈的狐狸精，
惹人爱怜。张凡大哥，我们被困在这里了，你能带我们离开这里吗？可以是可以，问题是离开这里后，你们打算去哪儿？张凡皱眉道：现在到处都是丧尸，如果没有合适的目的地，还是别乱跑的好。在来之前，张凡还想把这几人招入团队，看到是顾瑶后，他果断放弃了。这女人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招她干什么？当花瓶吗？指望她猎杀丧尸？别做梦了！做饭做家务，我看够呛。种菜种地，可能吗？既然什么用都没有，还要她干什么？浪费粮食吗？关键这女人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灯，弄回去很可能影响团队和谐，所以还是算了吧。我们没有办法。顾瑶渲然欲泣，陆家嘴这边属于繁华地带，到处都是丧尸，我们根本不敢出公寓，一旦出去就会被丧尸活撕了的。可公寓内的物资有限，我们不可能一直待在这里，不然早晚饿死。离开是我们唯一的出路。顾瑶泪眼汪汪，巴巴看着张凡。张凡大哥，你肯定会帮我们的，对吗？求您快别叫我大哥了，你特么都快30了，我才21，还大哥，我长得很成熟吗？张凡心里吐槽，正要拒绝，突然门外传来敲门声。谁？顾瑶立马紧张起来，应该是杨哥回来了，我去开门。助理大壮3步并作2步走到门前，先透过猫眼看了看外面，然后把门打开。杨哥，你回来了。回来了。杨哥是个留着寸头，身材修长匀称，面容坚毅精悍的青年，他就是杨安民，顾瑶的保镖，有时候也兼职司机，被顾瑶称为杨哥。当然，末世前的杨哥只是顾瑶口中的小杨，末世后升级成杨哥了。杨安民快步走了过来，先朝顾瑶打了声招呼，随即看向张凡，一脸戒备。老板，他是谁？我给你们介绍一下。顾瑶简单介绍了一下杨安民和张凡。杨安民脸上的戒备稍减，也不理张凡，对顾瑶道：老板，我这次出去联系上了一个幸存者团队。顾瑶双眼一亮，认识对方吗？那团队首领你肯定认识，是德明药业的赵总。杨安民说道。赵宏远。顾瑶惊喜叫道：是他。杨安民也笑道：末世降临后，赵总以公司幸存的员工为起点，一边收拢附近的幸存者，一边收集物资。截至目前，赵总手下共有100多号人，而且都是异能者，根据地位于东郊花园。东郊花园什么地方？老板你应该清楚。杨安民笑道：现在的赵总可谓要人有人，要物资有物资，我们如果加入他们，以你和赵总的关系，肯定会得到优待的。太好了！顾瑶激动的差点叫起来，他当然认识赵宏远，两人以前还切磋过武艺。顾瑶相信，以他和赵宏远的关系，赵宏远肯定不会亏待他。几个助理也很激动，德明药业的赵总啊，那可是身价几十亿的大老板，身价什么的倒是无所谓，关键赵总麾下有100多号人，而且全是异能者，加入他们肯定很安全吧？赵总真会找地方，东郊花园可是顶级别墅区，旁边就是东郊宾馆，绿化面积高达1000多亩，天然氧吧呀。最关键的是，瑶瑶姐和赵总可是老相识，赵总还追求过咱们瑶瑶姐呢。瑶瑶姐，我们加入赵总吧。瑶瑶姐。顾瑶也很激动，她盯着杨安民道：杨哥，你刚才说联系上了赵总，他那边怎么说？我已经和赵总见过面了。杨安民立即点头。赵总得知你困在4月天公寓后，当场表示要接你过去，他让我先回来报信，他带人稍后就到。太好了，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顾瑶激动的来回踱着步子，等到了东郊花园，我一定要好好洗个澡，再美美吃顿饭，这几天担惊受怕遭了老罪了。赵总那边肯定收集不少海鲜吧？我想吃小龙虾，麻辣味的。我现在只想洗个澡，浑身臭烘烘的，身上都有味道了。不知道赵总那边有电吗？我想给手机充个电。几个助理七嘴八舌，叽叽喳喳讨论着加入赵总团队的美好生活。至于一旁的张凡，已经无人理会了。看样子，你们已经找到合适的团队了，应该不需要我帮助了吧？张凡问道。听到这话，叽叽喳喳谈论的几人不约而同停了下来，纷纷看向他。顾瑶淡淡笑了笑，脸色平淡，这里不需要你了，你可以走了。行。张凡淡淡一笑，瞬间消失在房间里。人呢？去哪了？几个助理大吃一惊，连追到落地窗前，可哪有张凡的影子？随他去吧。顾瑶摆摆手，懒得理会一个小人物。杨哥，赵总他们什么时候过来？应该快了。杨安民正说着，忽然瞥见不远处的大街上出现了20几辆重卡，轰隆隆，这些重卡就仿佛20几辆钢铁怪兽，轰隆隆碾压而来，一路锁过，无论是车辆还是丧尸，都被无情的碾成肉饼。老板，赵总他们来了！杨安民叫道。顾瑶和几个助理立即看向大街上，看到威武雄壮的重卡车队后，一个个欢呼雀跃，激动得无以复加。
来了，赵总他们来了，太好了，我们要离开这里了。顾瑶也激动，他当即下令道：小韩、小丫、小西、大壮，赶快收拾一下，我们马上离开这里。好的，瑶瑶姐。几个助理应了一声，赶忙整理衣物去了。再看20几辆重卡，他们轰隆隆碾压而来，在四月天公寓前停了下来。6个异能者腾空而起，飞向公寓最顶层。飞行的这6个异能者，2个长着翅膀，一个周身缠绕龙卷风，一个双脚喷出火焰，一个的2条胳膊就像橡皮一样伸长，抓住了公寓天台，双臂开始收缩，整个人弹了上去。最后一个既没有翅膀，也没有火焰，他御空而行，一步步走了上去。6人来到顶层，把顾瑶6人接了下来，安置到重卡上，然后就准备撤离。吼！就在这时，一声高亢而尖锐的嘶吼声响起。下一刻，不计其数的丧尸从四面八方涌了出来，仿佛潮水般淹向重卡车队。第85章，惊现尸亡，全军覆没。亲爱的，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你。呜！顾瑶泪眼婆娑，一头扑进了身旁一个中年男子怀里，嚎啕大哭起来。这中年男子50多岁，戴着眼镜，方面阔耳，天庭饱满，就是没有头发，是个光头，脑袋锃光瓦亮的。不过从面容上看，他年轻时一定是个大帅哥，基因优质，迷倒万千少女的那种。这中年人就是赵宏远赵总，末世前明德药业的大老板，身家几十亿的那种。赵宏远生性风流，曾是顾瑶的入幕之宾，两人有过一段不可描述的经历。赵宏远当初很喜欢顾瑶，希望她能吸引，专心做他的情人，伺候他一个。顾瑶并不满足于此，他要的更多，希望赵宏远能离婚娶她，做正牌太太。赵宏远自然是拒绝的，他是风流成性，又不是脑残成性，怎么可能答应？他和老婆2个人打下这诺达家业，一旦离婚，财产就要分老婆一半。他不可能为了顾瑶这一棵树而放弃几十亿的财产，之后两人不欢而散。但不管怎么说，两人终究有一段露水情缘，末世前这点情谊不算什么。没了你赵总，还有胖总、老总、狗总、猫总、吕总，有钱就是总。没了你顾瑶，还有招娣、影帝、赵子、来帝、念帝，有钱就能玩。然后到了末世，这点情谊可就太重要了。随着末世降临，90%人类变成了丧尸，几乎每一个幸存者都成了孤家寡人，父母、伴侣、子女、朋友、同事，但凡熟悉的人，统统死光了。举头四望，举目无亲，除了丧尸还是丧尸，就算偶尔碰到一个幸存者，也大概率是陌生人，碰到熟人的几率太低太低。所以能在末世碰到一个熟人，那种心情就好像在国外碰到父母亲人，喜悦、激动、亲切，无法用言语去形容，可谓是他乡遇故知。赵宏远和顾瑶此刻都有这种心情，所以顾瑶情难自禁，一头扎进赵宏远怀里，嚎啕大哭起来。乖，别哭别哭。赵宏远轻轻拍打着怀里家人的香肩，柔声宽慰道：以后你就是我赵宏远的女人，我保证疼爱你一辈子。你说话算数。顾瑶泪眼婆娑，我赵宏远说过的话什么时候算数了？心里吐槽，赵宏远却是一脸疼惜。放心吧亲爱的，再没有人能拆散我们了，我相信你。顾瑶心中甜蜜，主动送上香唇，两人立即吻在一起，来了一场长达3分钟的吻戏，才恋恋不舍结束。赵宏远激动不已，恨不得立刻大战300回合，但他也知道现在不是时候，于是大手一挥，对开车的司机喝道：听我命令，立即返回。好的，老板。司机应了一声，随即拿起对讲机，各车注意，后车变前车，立刻返回。各车注意，后车变前车，立刻返回。轰隆隆，20几辆重卡重新开动，发动机就像轰鸣的怪兽，缓缓启动。赵宏远搂住怀中家人，大手一挥，豪气干云：亲爱的，我们回家。回家。顾瑶小鸡啄米般点着小脑袋，水汪汪的大眼睛满是崇拜看着男人。吼！就在这时，一声高亢尖锐的嘶吼声突然响起，这声音犹如冲锋号一般，响彻大街小巷，响彻陆家嘴，响彻黄浦江畔。下一刻，不计其数的丧尸从四面八方涌了出来，潮水般淹向重卡车队。这丧尸可太多了，有身穿衬衣西裤的白领丧尸，有身穿热裤短裙的辣妹丧尸，有戴着眼镜脚踩凉拖的肥宅丧尸，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丧尸，仿佛涌动的潮水，沿着一条条街道汇聚而来。他们或是越过车辆，或是在车流间前进，咆哮着，嘶吼着，呐喊着，犹如密密麻麻的蝗虫，把20几辆重卡团团包围，数量之多，触目惊心。这一刻，这无穷无尽的丧尸向车上的每一个人展示着这座国内最大、人口高达2000多万的城市的可怕底蕴。老板，
全都是丧尸，我们被包围了，怎么办啊？对讲机里传来一道道惊恐的声音。亲爱的，现在怎么办？顾瑶也是一脸惊恐。赵宏远自然也看到了这可怕的一幕，一把夺过司机手里的对讲机，喝道：加速！只要车开起来，丧尸就拦不住我们。是，老板。重卡司机们狂踩油门，试图把车开起来。亲爱的，不用担心。赵宏远安慰怀里瑟瑟发抖的美人，这种场面我见得多了，只要重卡开起来，这些小瘪犊子肯定拦不住的。顾瑶心下稍安。砰砰砰！可就在这时，一头头丧尸就像出膛的炮弹，重重撞向最近的重卡。丧尸虽然不惧疼痛，却也是血肉之躯，直接被撞得头破血流，脑浆迸裂。但丧尸悍不畏死，他们头铁的一比，一副不把重卡撞毁誓不罢休的架势。而且这些丧尸里不乏2、3级的丧尸和觉醒了异能的丧尸。2级丧尸的身体素质堪比奥运健将，3级丧尸的身体素质超越人体极限。砰砰砰！一下两下，一头两头，在丧尸们不惧死亡不计后果的冲撞下，就算重卡再怎么坚硬再怎么重，也被撞得坑坑洼洼，东倒西歪。会异能的丧尸更绝，有的制造土墙，有的喷射火球，有的召唤雷电，有的卸车轱辘。丧尸会法术，谁也挡不住，耶稣也不行。各种酷炫的技能被丢了出来，20几辆重卡直接被吞没，有的斜着栽倒，有的撞在墙上，有的轮胎掉了。短短功夫，20几辆重卡全部歇菜，彻底瘫痪在大街上。丧尸们冲上重卡，砸玻璃，爬窗，淹没了重卡。咻咻咻！一道道身影从重卡内冲出，是坐在重卡内的异能者，他们开始反击了，或者说打算逃命。然而绝大多数异能者刚一出来，就被疯狂的丧尸撕成碎片，分而食之。惨叫声顿时此起彼伏，仿佛来自地狱的恶鬼哭笑，让人毛骨悚然。少数异能者冲天起，仗着飞行类异能冲出丧尸的包围圈，朝天空逃去。有人比较幸运，逃走了；有人倒了血霉，被丧尸抓住脚踝，生生给拽了下来，然后活活撕碎。赵宏远是逃走的幸运儿之一，他的异能是控制引力，自然可以飞起来。在逃走的时候，赵宏远也带上了顾瑶，两人一起逃上了半空。此刻，赵宏远拦腰抱着顾瑶，看着被丧尸淹没的20几辆重卡，心都在滴血。20几辆重卡不值钱，无论末世前还是末世后，要多少有多少。赵宏远心疼的是车内的异能者，他手下一共160多号人，这次出来时一共带来80多位。这80多人全是2级异能者，要么是强力辅助异能者，要么是强力战斗异能者。这些人全都是团队精英，是中流砥柱，是骨干，是赵宏远手下的王牌。但现在全没了，除了几个逃出的飞行类异能者外，其余人全军覆没。就算现在没死，待会儿也肯定要死。穷凶极恶的丧尸根本不会放过他们。赵宏远心在滴血，他这次气势汹汹过来，是想在曾经的女人面前装个逼，并且有十足把握装逼成功。万万没想到，装逼不成反被草。赵宏远忽然觉得怀里的美人不香了。红颜祸水，古人承不起我呀，哭唧唧。但赵宏远也清楚，这次的事情不能怪顾瑶，今天这波丧尸不正常，数量多的离谱不说，而且比以往碰到的丧尸更凶悍、更凶狠、更狂暴，这明显不正常。老板，侥幸逃出去的几人飞了过来，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后怕和心有余悸。老板，我们离开还是？一个脚底喷吐火焰，上身白色 T 恤，下身一条喇叭裤，脖子上戴着一条金链子的青年看着赵宏远问道。离开。赵宏远挤出几滴眼泪，做痛心疾首状。兄弟们还在下面，我怎么能离开？不行，我得把他们救出来。说着就要把怀里的顾瑶交给双脚喷火青年，帮我照顾他，我去救兄弟们。老板，万万不可。不行啊，老板，丧尸太多了，你要是下去就是自寻死路。老板，这些丧尸很不正常，和我们之前碰到的丧尸完全不同，你现在就是下去也于事无补，还会白白搭上自己的性命。几个幸存者吓了一跳，连忙制止。可兄弟们，赵宏远虎目含泪。老板，末世就是这样，能活着就是幸运，死了也怨不得旁人，兄弟们不会怪你的。是啊，老板，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只要活着，我们照样可以招兵买马，没必要在这里死磕。几个幸存者纷纷劝说。唉，赵宏远长长叹息一声。吼！就在这时，一声高亢的咆哮忽然响起，吸引了几人的注意。几人循声望去，就见一栋30几层大楼的天台上站着一头美女丧尸。这丧尸身高1.7米，身段婀娜，前凸后翘，一双大长腿修长笔直，鹅蛋脸温婉精致，上身宽松体恤，下身超短热裤。末世前，
这丧尸绝对是9分大美女。可惜她是丧尸，皮肤是丧尸特有的灰白色，一双双眼睛是白内障模样的死鱼眼。和其他丧尸不同的是，她身上的皮肤完好无损，没有丝毫腐烂痕迹。这丧尸和普通丧尸不太一样。赵宏远等人齐齐盯着天台上的美女丧尸，一个个都变了脸色。吼！美女丧尸站在天台，发出一声惊天咆哮，滚滚音波如惊雷般炸响。惊人的一幕发生了，原本躁动疯狂、嗜血狂暴的丧尸们忽然集体安静了下来，他们就像是得到了什么命令一般，停止攻击，停止撕咬，停止飞扑，然后一个个仿佛顺从的猫咪，乖乖从重卡上跳下，退到一边去了。这什么情况？赵宏远等人惊呆了。末世降临快半个月了，他们见过各种丧尸，经历过各种情况，但眼前这一幕却是闻所未闻。丧尸居然服从命令，开什么玩笑？他们不是一群没有理智、没有智慧、只知杀戮的行尸走肉吗？怎么可能服从命令？这一幕彻底颠覆了赵宏远几人对丧尸的认知，刷新了他们的三观。天台上的美女丧尸一声低吼，猛地从33层高的天台上跳下，气流摩擦着她的脸庞，她脑后的长发在狂风下肆意张扬的飞舞。轰！美女丧尸重重落在地面上，恐怖的动能瞬间倾泻开来，地面被砸出一个大坑。咕咚！赵宏远等人狂吞口水，这需要多么强悍的肉身才能从33层高的楼上跳下，而没有被摔死？美女丧尸掸了掸身上的灰尘，平静走出大坑，朝最近的重卡走去。咔嚓！她跳上车头，一拳砸开挡风玻璃，将司机从驾驶座上硬生生拽了出来。这司机是个40几岁的中年汉子，这会儿还没死透，但鼻孔、嘴角流血，显然受了重伤，失去了战斗力。美女丧尸伸出右手按住司机的额头，啊！司机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浑身抽搐，痉挛起来，仿佛遭受着巨大的痛苦。他在干什么？顾瑶颤声说道。不知道。赵宏远目露惊恐，但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其他人没有说话，只是惊恐看着。司机的抽搐一直持续了半分钟，才宣告结束。司机两眼一翻，昏死了过去。美女丧尸闭上眼睛，满足地舒了口气，然后看向副驾驶座上的异能者，吼吼吼！就在美女丧尸打算如法炮制，揪出副驾驶座上的异能者时，远处传来一声声嘶吼，这是丧尸的咆哮声。美女丧尸眉头一皱，白内障般的瞳孔中闪过一丝愤怒，身体缓缓腾空而起，然后看向怒吼声传来的方向。与此同时，赵宏远、顾瑶等人也看向远处嘶吼声传来的方向。只见街道的另一边，靠近大转盘路口附近，出现了20个金光闪闪的机器人。这20个机器人双臂如刀，疯狂劈砍着站在街道上的丧尸。街道上的丧尸很多，他们只有20个人。然而他们20个人就仿佛绞肉机、推土机，疯狂屠戮着丧尸，然后不断推进。怎么是他？顾瑶惊呼。第86章怪物分裂异能。20个金光闪闪的机器人不是别人，正是张凡的复制体。张凡从4月天公寓出来后，重新回到了大转盘路口，继续拾取属性光团。拾着就到了4月天公寓这边，然后就被这边的情况给震惊了一把。丧尸，好多丧尸，密密麻麻如蝗虫般的丧尸堵塞了大街小巷，太多了。惊人的是，在丧尸的包围圈中耸立着20几辆东倒西歪的重卡，而天空中还悬浮着6、7个人，其中一人张凡认识，不就是顾瑶吗？他在天上干什么？这边什么情况？张凡莫名其妙。20个复制体猎杀丧尸，弄出来的动静很大，加上丧尸嘶吼咆哮，弄出的动静更大。所以这边发生了什么，张凡真不知道。但看现场的情景，不难猜出刚刚发生了什么。这和他没关系，他今天出来的目的就是猎杀丧尸。这么多的丧尸，张凡当然不会放过，当即下达了猎杀的指令。杀！20个复制体犹如下山的猛虎，一股脑的冲进丧尸群中，疯狂屠杀起来。这边丧尸太多了，这种情况下一刀一刀的砍就太愚蠢了，直接用大。一个复制体腾空而起，来到头顶10几米的地方，然后喷出一颗火球，朝着地面喷涌而去。这火球迎风就长，俯冲到地面上时，变成了直径20多米的超级大火球。大火球散发出炽热的高温，周围的空气都变得虚幻起来，然后重重砸入丧尸最密集的区域，轰然爆开。轰！火焰瞬间扩散开来，笼罩了方圆50米，这片区域一下子变成了火海。无情的火焰吞噬了这片区域内的一切，车辆、垃圾、丧尸通通化为灰烬。再来！
这复制体瞬移到另一区域，吐出了第二颗火球，继续火焰覆盖。另一边，第二个复制体也开始了自己的表演。他瞬移到另一密集区域，张开血盆大口，猛地发出一声怒吼。啊！这怒吼犹如龙吟虎啸，又似惊雷炸响，又仿佛盘古开天后的第一声怒吼。一圈圈实质性的音波扩散开来，犹如惊涛骇浪般朝着四面八方奔涌而去。咔嚓，咔嚓，咔嚓！音波所过之处，丧尸的脑袋就像被大锤击中的西瓜，纷纷爆开，一颗颗脑袋爆开，一头头丧尸跌落。方圆100米内的丧尸倒了一地，只有个别还站着。其他复制体也不甘落后。第三个复制体猛地一拍地面，大地翻滚，龙蛇起路。轰隆隆，大块大块的水泥块、土壤脱离地面，朝着天空中汇聚而去。然后汇聚、挤压，不多时，天空中出现了一颗直径20多米、由沥青块、水泥块、土壤凝成的大石头。落！复制体一声暴喝，咻！大石头在复制体的操控下，以恐怖的速度坠落，然后重重轰击在地面上。轰隆！土石飞溅，石屑纷飞，方圆50米的地面剧烈摇晃起来，就仿佛发生了10级地震。这片区域内的所有丧尸，不是被压成肉饼，就是被飞射的碎石杀死。整片区域血肉模糊，宛如修罗场。看到这一幕，赵宏远几人惊呆了，尤其顾瑶，一双妩媚的丹凤眼瞪得老大，嘴巴大张，都能塞进一条皮皮扇。他怎么？顾瑶语无伦次，已经震撼的说不出来。这还是人吗？这家伙到底是谁？陆家嘴什么时候冒出了这么一个变态？太厉害了，太凶残了，太强大了！丧尸在他手里，简直就是土鸡瓦狗。他到底几级？肯定不是3级，3级没这么强，至少是4级，甚至更强。怪物！赵宏远几人惊呆了。随便一颗火球，方圆50米化为火海，随口一声咆哮，震死100米内的丧尸。随手一颗陨石，笼罩方圆50米。这还是人吗？不，这不是人，简直就是神！这家伙到底是谁？赵宏远紧紧盯着几个复制体，忽然他想到了顾瑶之前的惊呼：怎么是他？难道顾瑶认识他？赵宏飞连看向顾瑶，瑶瑶，你认识他？其他几个幸存者也都看向顾瑶，眼中带着诧异，大明星居然认识这种高手。其实也不算认识。顾瑶深吸口气，平复下震撼的心情，把之前请求张凡帮助的一幕说了出来。赵宏远眯起双眼，这家伙叫张凡，什么来头？这么强的家伙，如果能为我所用，这个末世还有谁能与我抗衡？赵宏远酸溜溜地想着，他也清楚，只能想想罢了，收服对方根本不现实。现代社会信息发达，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末世降临，秩序崩溃，释放了人们的野心。在这末世，但凡有点实力的人都不会屈居人下，尤其像张凡这种拥有恐怖实力的家伙，怎么可能给别人当小弟？况且赵宏远也没有足够的筹码吸引张凡做他的小弟。钱，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可以擦屁股吗？女人，人家可以自己找。物资，这么恐怖的实力，什么物资收集不到？所以人家为什么要给自己找个老大，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这年头没有傻逼，还想像古代那样凭借3寸不烂之舌忽悠人，屎都给你打出来。复制体的表演还在继续。第4个复制体释放出大量雷电，方圆50米内直接变成了雷电的海洋，噼里啪啦，咔嚓，银蛇游走，雷龙肆虐。这片区域内的所有丧尸全部被电成了焦炭，抽搐着仰面栽倒。第5个复制体瞬移到丧尸密集区，周身绽放出璀璨耀眼的金光。唰！凡是被这金光扫中，所有丧尸身上顿时染上了一层金色，然后丧尸们就像被染上了一层金漆一样，变成了黄金雕塑，不动了。第6个复制体猛地一拍地面，一根根粗壮的藤蔓破土而出，拔地而起，方圆50米内顿时被藤蔓笼罩。一根根藤蔓或是缠绕，或是绞杀，或是化作长矛。这片区域内的丧尸不是被勒爆头颅，就是被绞杀致死，惨不忍睹。20个复制体各自出手，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有数百头丧尸命丧黄泉。这恐怖的战斗力震撼着赵宏远等人的心灵，也颠覆着他们的认知。吼！这个时候，美女丧尸终于反应过来，她仰天发出一声凄厉的尖笑，丧尸群中的低级丧尸纷纷退后，而实力强劲的3级丧尸齐齐朝复制体们杀去。美女丧尸嘶吼一声，也飞向复制体。快看，那美女丧尸出手了！这家伙能命令丧尸，肯定不是普通丧尸，不知道那个张凡能不能顶住，这就不知道了。赵宏远几人紧紧盯着，美女丧尸的速度非常快，
几个眨眼间就窜到最近的复制体前。吼！美女丧尸一声咆哮，右拳犹如出膛的炮弹，重重砸向复制体。哼！复制体冷哼一声，一股诡异波动蔓延开来，笼罩了四周方圆。时间静止，发动！嗡！美女丧尸顿时僵在半空，她离地3米，目光森冷，面目狰狞，右拳做出轰击的姿势。然而身体一动不动，就像被点了穴一样定在原地。死吧！复制体手中刀光一闪，划过美女丧尸的喉咙。噗！无血，不，这次是鲜血。鲜血从美女丧尸的脖颈处喷涌出，美女丧尸的头颅冲天起。美女丧尸的血液和正常人类的血液几乎一样，完全不似普通丧尸那种又浑又浊还粘稠发臭的污血。神奇的一幕发生了，美女丧尸明明被斩断头颅，按说应该死了才对，但没有光团掉落。只有丧尸死亡才会掉落光团，没有光团掉落，只能说明丧尸没死。复制体瞳孔一缩，紧盯着美女丧尸。咻！这时耳边忽然传来一声凄厉的破空声，复制体想也没想，便瞬移避开。噗！他前脚刚走，后脚就有一根锋利的箭矢擦着他站立的地方射来，然后射入柏油路地面，深深刺入其中，其根而入。咻咻咻！紧接着无数根合金箭矢犹如箭雨一般朝着复制体爆射而下。噗噗噗！复制体随意游走，轻松避开了箭矢。他一动，时间静止自动解除，美女丧尸脱困。被斩断头颅的美女丧尸竟然从地上捡起自己的脑袋，安在血淋淋的脖颈上。脖颈断裂处的血肉一阵蠕动，被斩掉的头颅竟然重新长在了脖子上。美女丧尸睁开眼睛，扭了扭脖子，活动了一下筋骨，脖子处没有丝毫断裂的痕迹，就像没受过伤似的。可是她脖子上残留着的一圈鲜血，在证明着之前她确实被斩断过头颅。这丧尸！复制体微微蹙眉。天上的赵宏元几人面面相觑，这丧尸怎么回事？脑袋都被斩断了，竟然还能活过来，太邪门了！肯定是某种自愈能力超强的异能，要不然不可能活过来。我现在越来越看不透这末世了，这世上到底隐藏着多少变态？吼！美女丧尸嘶吼一声，白内障般的死鱼眼看不出任何神色波动，但从她愤怒的咆哮声中可以看出，她很愤怒，非常愤怒，她彻底被激怒了。吼！美女丧尸猛地张开双臂，掌心在上，手背在下，做托举状。下一刻，周围的车辆顿时在一股诡异力量的作用下，缓缓飞上了天空。等飞到10几米高时，美女丧尸猛地用力一握，双拳骤然攥紧，咔嚓！立时就有一股恐怖的力量作用在这些车子上，咔嚓一声脆响，这些车子瞬间被压扁，压成了一颗颗铁球。吼！美女丧尸用力一抛，10几颗铁球犹如出膛的炮弹，呼啸着砸向复制体。这还没完，美女丧尸又是一声嘶吼，身体竟然诡异的沿着身体中心线裂开，然后裂成两半，两半身体一阵蠕动，快速补全缺失的一半身体，变成了2个美女丧尸。这还没完，2个美女丧尸继续分裂，变成了4个美女丧尸，4个又变成8个。眨眼功夫，一个美女丧尸硬生生分裂成了8个美女丧尸。身体可以分裂，衣服可不行，所以这8个美女丧尸浑身光洁溜溜的，就跟裸奔似的，简直辣眼睛。然而没人在乎她的火辣身材，大家都被她的异能惊到了。这什么异能？一个人居然变成了8个，这和那个叫张凡的异能是不是一样？看着很像。张凡早就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看到美女丧尸的变化，感到无比诧异。这也是复制体异能？不对，这应该是分裂异能。张凡自言自语，这种分裂异能把自己分裂成8个，战斗力肯定减弱了。道理其实很简单，质量是守恒的，体重也是一样。100斤重的身体，你分裂成8个，每一个肯定只占1/8。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分裂体的力量、速度、体力等等肯定会大幅减弱。复制体异能不同，复制体异能是在张凡本人的基础上，以张凡本人为模板，复制出全新个体。张凡本人除了损失掉一部分能量、体力外，自身的体重、力量并没有减弱，所以他的战斗力不会缩减，顶多损失一部分体力，持久力会减弱。可以这么理解，分裂异能是把100块钱划分成几份，是划分、分割、分裂。复制体异能是在100块钱的基础上再克隆出100块钱，是创造，是克隆。一个分裂属于自我分割，总量不会增多；一个克隆属于凭空创造，总量是会增多的。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吼！8个美女丧尸齐齐发出一声嘶吼，立即分散开来，把这个复制体团团包围。紧接着，他们一瞪眼睛，
8双眼眸中同时喷射出16道耀眼的蓝色光束，射向复制体。而这时10几颗大铁球刚好来到复制体头顶，呼啸着朝复制体砸来。第87章奴役美女丧尸。10几颗大铁球迎面砸来，16道蓝色光束瞬息而至，四面八方完全被堵死，除非复制体能够遁地，否则似乎无路可逃。面对这必杀一击，复制体体表像是漏气了一样，喷涌出大团大团的黑雾，黑雾蔓延开来，笼罩四面八方。吃！无论是大铁球还是蓝色光束，一碰到黑雾，就像冰块遇到火焰，快速的溶解消失，眨眼便消失得干干净净。气势汹汹的大铁球和杀伤力惊人的蓝色光束，轻轻松松被瓦解于无形。与此同时，一股精纯的能量涌入复制体体内，快速补充着复制体的体力。这什么异能？天上的赵宏远等人惊呆了。蓝色光束倒没什么，感官上不是很可怕，但10几颗大铁球那么大，每一个都有磨盘那么大，加上都是金属，至少得有好几吨重吧。好几吨重的东西居然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消失了，这什么异能？赵宏远等人感觉脑子有些不够用。吼！眼见复制体轻易化解了自己的攻击，8个美女丧尸齐声嘶吼，他们身上忽然燃起诡异的白色火焰，笼罩了全身，化作8个火人。这白色火焰非常诡异，就像某斗气化马世界里的古灵冷火，森白的。在这白色火焰出现的瞬间，周围的温度凭空下降了20几度，周围顿时冷飕飕的，就像从30多度的三伏天突然来到数9寒天。吼！8个美女丧尸一声嘶吼，身上的白色火焰陡然光芒大盛，化作汹涌澎湃的火海，朝着复制体奔腾席卷去。咔咔咔！白色火焰蔓延过路面，地上顿时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冰霜。丧尸尸体、血液、断臂残肢全部都被冻成了冰雕，晶莹剔透的。这火焰有意思啊！远处的张凡见状，不由双眼一亮。从来都只有散发高温的火焰，能像冰冻异能一样冻结一切的火焰，还是头一次见，不得不说有些稀奇。见滚滚白色火海朝自己席卷而来，复制体微微摇头，放出了湮灭黑雾。这白色火焰明显有着冻结一切的能力。复制体很想知道，它能冻结湮灭黑雾吗？还是说会被湮灭黑雾湮灭掉？黑雾和白色火焰撞击在一起，顿时爆发出嗤的响声。白色火焰散发出极致的低温，想要冻结湮灭黑雾。湮灭黑雾湮灭万物，自然想湮灭掉白色火焰。双方碰撞在一起，可谓针尖对麦芒。吃！白色火焰急速消失，后退。湮灭黑雾快速膨胀，前进。白色火焰败了。在湮灭黑雾的湮灭下，白色火焰节节败退，一泻千里。湮灭黑雾很快推进到8个美女丧尸跟前。8个美女丧尸立即纵身跃起，险之又险地避开了湮灭黑雾。接下来8个美女丧尸又发动了好几波攻势，可惜都被复制体一一化解。到了最后，他的体力急速衰减，被迫重新合并到一起。可以结束了。张凡见状，瞬移到美女丧尸身后，一个时间静止将他定在原地。张凡走到美女丧尸跟前，露出一抹笑意。他并不打算杀死美女丧尸，这美女丧尸能够命令丧尸，这点价值巨大。杀了他，顶多获得他身上的异能、体质和精神，张凡瞧不上这些。相比之下，奴役他价值更大。莫是别的不多，丧尸最多。奴役了这头美女丧尸，相当于间接获得了一支丧尸大军。张凡不需要丧尸大军为他战斗，开疆拓土，但他希望丧尸能为他守护基地。长恒岛就在那里，谁也搬不走。他们能占领长恒岛，别人自然也可以。但如果在通往长恒岛的必经之路上布置一支丧尸大军，谁能进来？奴役这头美女丧尸还有一个好处，可以利用它把长恒岛上的丧尸全部集结起来。到时候是一网打尽，还是把他们驱逐出长恒岛，还不是张凡说了算。所以奴役这头美女丧尸的价值远大于杀死他。想到就做。张凡发动了奴役异能，他的眉心处立即喷射出一道黑色光束，仿佛利剑一般刺入了美女丧尸头部。张凡撤去时间静止，原本静止的美女丧尸忽然剧烈颤抖起来，浑身抽搐，抱着脑袋疯狂撞击地面，就好像遭受着巨大的痛苦似的。这一幕和上次奴役胖虎的情景几乎如出一辙。整个过程持续了半分钟左右，便宣告结束。美女丧尸逐渐安静下来，她抬头看向张凡，眼中的冷漠、杀意、冰冷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清静、顺从、臣服。张凡摸了摸她的脑袋，就像摸着大黄和胖虎的狗头、虎头。美女丧尸顺从地眯起了眼，就像一个乖巧懂事、享受男朋友爱抚的小姑娘。看到这一幕，天上的赵宏远等人目光呆滞，嘴巴里都能塞进鸡蛋。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前一刻还杀气腾腾、气势汹汹的美女丧尸，眨眼就变成了这样。什么情况啊？这是他到底做了什么？这丧尸怎么回事？几人面面相觑，心里有太多疑问了。可惜没人回答他们。继续吧。张凡一摆手，20个复制体继续展开屠杀。比起奴役一支丧尸大军为自己所用，张凡更希望把他们变成属性光团，用于提升自己的实力。所以他不会放过这里的丧尸。你有名字吗？张凡看向美女丧尸，美女丧尸一脸茫然。她虽然诞生了智慧，甚至智商丝毫不比人类差，但完全没有名字的概念。我给你起个名字。张凡道，你很漂亮，以后就叫你大漂亮吧。美女丧尸黑人问号脸。大漂亮，找几个丧尸帮我收集丧尸脑袋里的白色晶体。张凡下达了第一个指令，就是这种东西。张凡从一个丧尸的脑袋里抠出一颗白色晶体，给大漂亮瞅了瞅。大漂亮听懂了，冲着远处的丧尸一声嘶吼，立即有几头丧尸扑了过来。不多，只有5头。这5头丧尸等级很低，2头2级，3头1级。张凡不明白大漂亮为什么要叫他们过来，难道手底下没人了吗？张凡忍不住心里吐槽。吼吼吼！大漂亮冲着这5头丧尸吼了几声，这5头丧尸也吼了几声，算是回应，立即去收集白色晶体了。然后张凡就被他们的骚操作给秀了一脸。5头丧尸走到丧尸尸体前，伸出手在丧尸脑袋上轻轻一拂，他们的手掌像是拥有某种吸力，直接把白色晶体从丧尸脑袋里给吸了出来。5个丧尸抓住吸出来的白色晶体，然后走向下一具丧尸尸体。这操作，张凡有些惊愕。他收集白色晶体需要先敲开丧尸脑袋，然后在脑浆、鲜血、碎肉中翻找一番，才能找到白色晶体。这5头丧尸倒好，伸手在丧尸额头一拂，就把晶体吸出来了。秀儿，是你吗？这难道也是异能？张凡瞬移到5头丧尸中的一头跟前，屈指一弹就打爆了这头丧尸的脑袋。2个光团掉落，一金一白。张凡拾取了白色光团。嚯，真是异能！张凡啧叫了出来。这异能没有名字，因为丧尸不会起名。它的作用非常简单，就是收集晶体。准确来说是操控晶体，跟操控金属一样的操控。因为可以操控晶体，所以这异能可以把白色晶体从丧尸脑袋里拽出来。好异能啊！张凡笑得很开心，比获得很多强力异能还要开心。有了这异能，以后收集晶体就简单了，能大大提升工作效率。试试这异能。张凡闭上眼睛，立即感应到了方圆50米内的所有白色晶体。来！张凡心念一动，噗噗噗，一颗颗白色晶体破开丧尸的脑袋，从脑袋里飞了出来，然后朝张凡汇聚而来。他们飞到张凡跟前，悬浮在张凡身体周围，血淋淋、黏糊糊的，上面沾满了血液脑浆，爱干净的人肯定很嫌弃。张凡不嫌弃，他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这异能果然好用，今天回去后就把这异能粘贴给猎杀队队员们，让他们收集晶体。说着，张凡拿出一个塑料袋，张开袋子，一颗颗晶体自动飞入袋子。张凡满意的提着袋子，继续拾取属性光团，顺便收集晶体。天上，老板，我们离开还是？几个幸存者看向赵宏远。赵宏远面露犹豫之色，他想和张凡打声招呼。张凡这样的强者，就算不能为他所用，结交一番是很有必要的，至少要混个脸熟，以后万一遇到什么事儿，起码厚着脸皮能去求助。老板，人心险恶，一个幸存者提醒道，对方这么强大，万一有什么歹意，我们连逃都逃不掉。话不能这么说，以他展现出的实力，要杀我们早动手了。说的也是。赵宏远点点头，打定了主意，下去看看。一行人从天而降，落到张凡前面。吼！大漂亮紧跟在张凡身后，看到赵宏远等人，顿时龇牙咧嘴，发出阵阵低吼。张凡冲他摆了摆手，大漂亮推到张凡身后，但一双白内障般的死鱼眼依旧盯着赵宏远等人。赵宏远等人被他看得心里发毛，大漂亮的强大，他们早有体会。对方如果冲过来，他们可挡不住。好在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有张凡的约束，大漂亮还算克制。赵宏远热情地伸出手，你好你好，我叫赵宏远，很高兴认识你。你好，张凡。张凡伸出手，小哥，你真是太厉害了。赵宏远赞叹道，你是我见过的最强的幸存者，没有之一。顾瑶和几个幸存者也看着张凡，眼中带着惊叹和讨好的微笑，尤其顾瑶，狐狸精般的脸上堆满了讨好的表情。此刻他后悔了，悔得肠子都青了。早知道张凡这么厉害，他当时跟着张凡多好，跟什么赵宏远啊？可现在，不晚，还不晚。以我的美貌，
只要我主动投怀送抱，他肯定会接纳我的，毕竟我这么漂亮。顾瑶对自己的容貌一向很自信，心里这么想着，顾瑶笑盈盈迎了上来，朝张凡抛了个媚眼。张凡大哥，你收容幸存者吗？如果收的话，你觉得我怎么样？赵宏远闻言，堆满笑容的脸微微一僵，心里有句 MMP 很想大声吼出来。特么的，老子为了你损兵折将，你倒好，转眼想背叛我，投入别人怀抱。妈卖批的烂女人！抱歉，不收。张凡直接拒绝了。顾瑶的笑容僵在脸上。第88章，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收顾瑶，张凡真瞧不上。这种随风倒一样的墙头草，要多远滚远。美貌，长得漂亮算什么？她长横岛可是美女如云，雍容端庄的景亚，温柔贤惠的曹姐，童颜巨乳的王源，温和内敛的周玲，冷若冰霜的杨玲儿，知书达理的王亚妮，哪一个不比顾瑶漂亮？要顾瑶这烂货干什么？勾引男人，破坏团队和谐吗？滚滚滚！冷漠拒绝后，张凡便不再搭理赵宏远一行，继续干自己的事去了。顾瑶僵在原地，一张脸顿时成了猪肝色，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我们走。赵鸿飞冷哼一声，就准备带着几个小弟离开。顾瑶见状，连道：“亲爱的，带上我呀，别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赵宏远用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张凡，发现他已经走远，顿时阴阳怪气道：“你不是要另谋高就吗？还跟着我干啥？”顾瑶满脸尴尬，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亲爱的，我刚才开玩笑的，你还当真了？”呜呼！赵宏远冷哼一声，拦腰抱起顾瑶，冲天起，朝东郊宾馆方向飞去。他倒不是心软了，纵横商场几十年的老流氓了，心肠早就硬得跟石头似的，怎么可能心软？说来说去，赵宏远还是垂涎顾瑶的美色，改不了风流成性的老毛病。放在末世前，顾瑶这样的美女一抓一大把，他赵总想怎么玩怎么玩。今时不同往日，末世了，90%人类变成丧尸，美女的数量也大幅减少，尤其高质量美女更是急剧锐减。赵宏远招了100多号小弟，女人只有小半，高质量美女更是屈指可数，比顾瑶更漂亮的还真没有。所以赵宏远舍不得顾瑶。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很重要，成为异能者后，赵宏远的身体素质大幅增强，又重振了年轻时的雄风。他现在的欲望比年轻时更甚，一夜7次郎有些夸张，却也是夜夜笙歌，日日进动。2个多小时后，云集于四月天酒店周围的丧尸终于被清剿干净，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大街上到处都是刺鼻的血腥味，眼前的场景比修罗场还要可怕。张凡站在尸山血海中央，表情风轻云淡，完全没把周围的惨状放在眼里。都回来吧。张凡招了招手，20个复制体全部重新融入他的身体。霎时间，20股陌生记忆涌入脑海，全是复制体们猎杀丧尸的画面。张凡仔细体悟着复制体们与丧尸厮杀时的战斗经验，以及对各种异能的使用，默默积攒着战斗经验。复制体异能的这个作用和鸣人的多重影分身之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复制体一旦回归，自身所携带的记忆会全部反馈回张凡的脑海，就像张凡自己经历过一样。普通记忆没多大用，但一些和战斗相关的记忆能增强张凡的厮杀经验以及对各个异能的使用，就像鸣人利用多重影分身之术修炼螺旋丸的道理一样。无数影分身同时练习搓丸子，任何一个影分身取得进步，都相当于鸣人自己取得进步。积少成多，鸣人最终才能在1周之内成功掌握 A 级忍术螺旋丸。复制体异能一样一样的，所以说复制体异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异能，优势非常多。消化完记忆，张凡感觉自己对各种异能的使用又有了新的体会。随后他查看属性面板，姓名张凡，等级5级异能者，体质5级4936110000，精神3级9741千，异能无限拾取异能49361的体质。张凡眨眨眼，之前是27503，增加了21858，相当于杀了4371头丧尸。精神增加了263，有点少。总体来说，今天的收获可以。张凡很满意今天的收获，体质进步巨大的同时，还获得了初始神光这种 bug 异能，还收了个大漂亮，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事实上，还收获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异能，不少重复的，更多的异能全是些不正经的鸡肋异能，没一点卵用。比如不用手也可以打飞机，让1万万光年外的恒星爆炸，让眼睛自动移动到合适位置，时间静止，包括自己瞬间脱发，黑暗中隐形等等，这些垃圾异能没一点卵用，张凡又给删除了。该回家了。张凡利用点石成金异能，把身上的鲜血清理干净，
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就准备制造传送门返回长恒岛。唰，身边突兀出现一人，竟是杨小丫。大漂亮目光如刀，冷冷盯着杨小丫。是你？张凡惊讶看着对方。张凡大哥你好。杨小丫用一种无比崇拜的目光看着张凡。我以后能跟着你吗？他因为物体交换异能，在遭到丧尸围攻时就交换离开了，侥幸逃得一命，所以亲眼目睹了张凡大开杀戒，大肆屠戮丧尸的画面，顿时惊为天人。杨小丫迫切想追随张凡，跟着张凡，起码安全能得到保障。张凡略作沉吟，点头同意了。杨小丫的异能蛮不错的，用处也很大，是个人才。谢谢张凡大哥。杨小丫大喜过望，连连鞠躬。不必客气。张凡摆摆手，我们回吧。回？杨小丫一怔，回哪儿？我的大本营。张凡微微一笑，制造了一个传送门。走吧。张凡率先走进传送门，大漂亮紧紧跟随。杨小丫看着凭空出现在眼前的传送门，顿时惊在当场。这什么异能？赶紧的，传送门要消失了。哦，杨小丫压下心中的震惊，连小跑着进入了传送门。下一秒就到了假日酒店前，曹杰、王源、周玲几女依旧在酒店前摘菜。今天下午，他们又收割了一大批成熟的蔬菜，堆在酒店前的院子里。看着眼前的一切，杨小丫小心翼翼打量。张凡大哥，这是你家？对。张凡点点头，走到曹杰几女面前问道：曹姐，你们摘菜呢？呢。曹杰轻点真手，本想和张凡打招呼，结果看到了站在张凡身后的杨小丫和大漂亮。杨小丫虽然蛮可爱，倒也不算什么。让曹姐惊悚的是大漂亮，灰白皮肤，死鱼眼，这是丧尸。曹姐娇躯微震，声音有些结巴：小凡，他。王源、周玲、王亚妮几女显然也注意到了大漂亮，脸色都变了。不用紧张。张凡微笑道：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刚收的丧尸奴仆，叫大漂亮。大漂亮。第89章水域丧尸。晚上吃过晚饭，张凡把大家叫到会议室，又简单开了个小会。今天的会议内容主要有2件事：第一，调整未来的工作重心；第二，分发操控晶体异能。今天下午，我收服了一头丧尸。张凡环视众人，简单介绍了一下大漂亮。大家听了非常惊讶，可以命令丧尸的丧尸？还有这样的丧尸？胖虎以前倒是提到过有这样的丧尸，但我们没见过。如果真有这种丧尸，简直妙用无穷啊，可以让他把长恒岛。众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都对大漂亮的存在表示非常惊讶。老大，那头叫大漂亮的丧尸呢？怎么没看见他？张文喜疑惑问道。其他人也都看着张凡。我给大漂亮下达了一个命令，让他召集长恒岛上的所有丧尸。张凡微笑着说道，不出意外，长恒岛上的所有丧尸都将被他召集在一起。我们今天开会的第一个议题是如何对付这些丧尸。这还用讨论？黄毛拿着一根黄瓜，翘着2郎腿啃着黄瓜。当然是等所有丧尸召集到一起后，然后我们一起出手，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我同意老黄的说法。阳光点点头，附和道：长恒岛是我们的地盘，不允许一头丧尸存在。他们猎杀队每天猎杀丧尸需要一条街一条街，一个小区一个小区的寻找丧尸，工作效率很低，每天也猎杀不了几头丧尸。现在既然能把所有丧尸召集起来，当然要尽快消灭才是。我也同意。杀了这些丧尸，还能抠出白色晶体供我们修炼，一举两得。张文喜也道：我也同意。复议，我没意见。大家纷纷点头，都一致要求杀死这些丧尸，把他们变成白色晶体。既然大家都同意杀死所有丧尸，那就这么做吧。张凡最终拍板。之前他想过2个解决办法：第一，杀死；第二，驱逐。杀死无需多说，驱逐是把所有岛上所有丧尸召集起来，让大漂亮带着他们离开长恒岛，然后让这些丧尸盘踞在长江隧道入口附近，作为守护长恒岛的一道屏障。这样一来，既可以抵挡丧尸，又可以阻拦其他幸存者，一举两得。但仔细一想，丧尸多的是，没了他们，让大漂亮再去魔海收服一批就是，没必要白白放过这么多白色晶体，这些可都是修炼资源。据我估算，岛上至少还盘踞着10万丧尸，数量绝对不少。张凡继续道：这么一大批丧尸，如果死在岛上，会极大污染岛上环境，所以不能在岛上杀死他们。众人一怔，齐齐点头。这的确是个问题。长恒岛东西长约27公里，南北宽为2到4公里，总面积88平方公里。这么大点地方，一下子死10万丧尸，加上现在正值6月份，尸体极容易腐烂发臭，那味道滋一下就上来了。可以想象，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空气中到处都飘荡着腐烂的尸臭味。
想想都恶心。这还不简单？黄毛咬了口黄瓜，汁水四溢，让大漂亮把所有丧尸集中到江边，杀了他们后全部丢到长江里呗。张文喜提出了质疑，这样不会污染江水吗？大哥，你这个问题很逗。黄毛像看白痴一样看着张文喜，你知道长江里边现在都是什么吗？什么？张文喜疑惑，其他人也看着黄毛。黄毛吊儿郎当的，跟个混混似的，团队里其他人其实不怎么喜欢黄毛，当然还没上升到讨厌的地步，只是不喜欢。丧尸！黄毛又咬了口黄瓜道，长江里边现在全是丧尸，准确来说是丧尸鱼。丧尸鱼！众人浑身巨震。老黄，你确定？张凡皱眉看着他，他一直在城里活动，从没关注过长江里边的情况。当然确定，我今天下午还去长江边上逛了逛，因为天热，准备游泳来着。提到今天下午的经历，黄毛顿时一脸晦气，没想到老子刚下水就遭到了丧尸鱼的攻击，而且还是一群丧尸鱼，不仅个头大，还长着锋利的牙齿，比电影里的魔鬼食人鱼还可怕。要不是老子速度快，来了一招铁掌水上漂，早被那群赤佬给撕碎了。众人面面相觑，表情都有些沉重。这是个劲爆消息，一直以为大家每天碰到的全是人类丧尸，以至于所有人主动忽略了水里。现在仔细一想，所有人才意识到，丧尸可不仅仅局限于陆地，还有水里。水里也有动物，没道理陆地上的动物变成了丧尸，水里没有。张凡吸了口气，缓缓道，如果血雨真是造成丧尸出现和大幅进化的原因，那江河湖海里的水生动物同样不可能幸免的变成丧尸。而且什么？众人齐齐看着张凡。江河湖海往往是雨水汇聚之处，血雨自然也会汇聚于江河湖海。张凡沉声道，所以江河湖海中的血雨浓度远远高于陆地，这意味着水里的丧尸可能远比陆地强。大家浑身巨震，的确是这个理。每次下雨，多余的雨水确实汇聚到水沟、水渠、水库、江河湖海中了，血雨自然不能免俗。尤其6月10号晚上那场持续了几个小时的暴雨，肯定有大量雨水流到江海湖海。可以想象，水里到底汇聚了多少血色雨水。还有一个问题，水在地上的蒸发速度远远大于在水里的蒸发速度，这意味着血雨在水里停留的时间比陆地上更久，这得滋养多少强大的丧尸。长衡岛四面临江，江里的丧尸鱼应该游不到岸上来吧？王源的娃娃脸有些不自然，一副怕怕的表情询问道，应该不至于吧？曹杰惊疑道，鱼终归是鱼，就算变成丧尸也不可能爬上岸吧？有道理，鱼可没腿，就算有龙虾、螃蟹、乌龟之类的丧尸爬到岸上，数量应该不会太多，应该不会造成太大的威胁吧？如果水生动物都变成了丧尸，我无法想象大海里得有多少丧尸。是啊，大海面积是陆地面积的2倍多，而且海洋环境是立体的，海洋动物的数量远远超越了陆地动物。可以想象，所有海洋动物一旦全部变成了丧尸，那丧尸得有多少？可怕，有点吓人啊。我觉得大家有些杞人忧天，就算海洋丧尸很强很多，又能怎么样？他们又上不了岸，对我们没威胁吧？话不能这么说。张凡看了一眼说话的崔岩，无论是幸存者还是丧尸，都在快速进化。众人静静聆听。末世才降临14天，我们一个个都变成了超人，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张凡继续道，而随着末世的持续深入，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强，丧尸同样在不断变强。所以说，未来丧尸会变成什么样？会不会飞？会不会离开水域？会不会像电影小说里那样形成可怕的兽潮？谁也说不准。众人纷纷点头，老大这话很有见地。忠实马仔张文喜立即附和，末世爆发后，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充满了未知。再用以前的观点、知识、态度去看待这个世界，显然行不通。说到这里，张文喜半开玩笑的说道，说不定未来会出现哥斯拉那样的怪物，一口老坛酸菜把我们全部喷死。众人闻言顿时毛骨悚然，大家不觉得张文喜在危言耸听，这很有可能发生。毕竟末世降临才14天，都已经出现了4级甚至5级强者。1个月后呢？3个月后呢？半年、1年，乃至10年呢？鬼知道未来会冒出多少变态，鬼知道丧尸会不会真进化成哥斯拉那样的怪物，说不准，一切都说不准。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崔岩询问道。大家面面相觑，脸上充满了茫然。怎么办？是啊，怎么办呢？未来真出现哥斯拉那样的恐怖怪物，他们该如何抵挡？该如何生存？一想到那样的画面，每个人心里都沉甸甸的，充满了恐惧和悲观。张凡见状微笑着道，大家其实不必太悲观，
大家齐齐看向张凡。我始终信奉一句话：人定胜天。张凡站起身，双手支撑着桌面，目光灼热。没错，丧尸是在进化，未来更是不知道会进化成什么样。但别忘了，我们也在进化。张凡微笑着道：记得末世刚爆发时，看见丧尸我就腿软，吓得窝在出租房里不敢出去，一窝就是6天。咦？众人闻言大感意外，包括景亚在内的所有人眼里，张凡刚出现的时候都是以无敌之姿出现的。他杀丧尸如屠猪狗，在丧尸群里纵横捭阖，一人一刀胜过千军万马。这段时间以来，张凡在所有人心里都留下了纵横无敌的姿态。万万没想到，他最开始也这么怂。别这么看我，最初我确实很怂。张凡不介意吐露自己的黑历史，在出租房窝了6天，最后断水断粮，逼得实在没办法了，才鼓起勇气出了出租房。然后才发现，原来丧尸没有想象中的可怕。虽然力量增大了，但四肢僵硬，行动迟缓，笨头笨脑的，很容易猎杀。之后的事情无需多说，你们也清楚。张凡环视着所有人，还是那句话，丧尸在进化，我们也在进化。只要我们永远比丧尸强，丧尸就永远威胁不到我们。这就像2个跑马拉松的对手，只要其中一个永远保持领先，另一个就永远都追不上他。这些简单的道理你们都懂，我也懒得多说。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修炼变强，修炼变强，修炼变强。重要的事情说3遍，只要我们足够强大，就算未来丧尸变得无比强大，我们也能从容应对。啪啪啪！张凡话音落下，景亚第一个鼓掌，他看着自家男人，眉眼中满是崇拜。张文喜也用力鼓掌，老大说的太棒了，犹如一道亮光，驱散了迷雾和阴霾，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啪啪啪！其他人纷纷鼓掌。是啊，丧尸固然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可怕，但他们也在不断变强啊。只要永远比丧尸强，还怕个锤子？想通了这些，每个人都受到了鼓舞，一扫悲观和彷徨，重新对未来充满信心。等大家掌声落下，张凡继续笑道：我会让大漂亮把丧尸召集到江边，明天我们一起行动，彻底灭了他们。等岛上的丧尸全部清除，大家接下来的任务就简单了。我的计划是上午外出猎杀丧尸，收集白色晶体，下午集中起来修炼。老大英明，复议，完全没意见。众人纷纷表示赞同，他们巴不得能增加修炼时间，延长修炼时间，白色晶体的消耗肯定会急剧增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送大家一个收集晶体的异能。第90章，爱看动画片的大黄，收集晶体异能。大家疑惑看着张凡，有这种异能吗？张凡微微一笑，大手一挥，拿出了今天下午的收获，满满激塑料袋。大家有些哗然，这么多白色晶体，天拉噜！老大，你怎么收集了这么多白色晶体？哇，好多晶体，够我们吸收好久了呢！吼吼吼！老大威武！老大万岁！老大牛逼！老大霸王射击！大家都很振奋。随着实力不断增强，大家吸收晶体的速度越来越快。尤其这2天，陆续有人突破到3级，每天都要消耗一大笔晶体，晶体都快入不敷出了。张凡一下拿出这么多晶体，众人自然喜出望外。张凡微微一笑，然后勾了勾手指，几十颗血淋淋的晶体从塑料袋里飞了出来，在半空中盘旋飞舞。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看着悬浮在半空的几十颗晶体，吞了吞口水。这什么异能？居然可以操控晶体！他们忽然明白张凡所说的收集晶体的异能是什么意思了。有了这种可以操控晶体的异能，确实可以收集白色晶体啊！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有了这异能后，再也不用费劲敲开丧尸脑门了，直接发动异能，晶体自动飞出，既简单又省力，还干净，一举3得呀！老大！大家目光灼灼盯着张凡，一个两个都舔着脸，就跟哈巴狗似的。一个一个来。张凡微笑着说道：我先来，我第2。老大，爱死你了！用了半个小时，把操控晶体异能粘贴给每一位成员，大家喜滋滋尝试着。好了，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大家各自回去修炼吧。张凡宣布散会，明天有大的行动，大家今晚好好休息，养精蓄锐。是，老大。散会后，张凡和景亚并肩出了会议室，手拉着手，俨然热恋中的小情侣。大家望着他俩的背影，议论纷纷。老大和景亚妹子真的在一起了呀？这不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情吗？他俩啥时候勾搭在一起的？听说他俩是同学，末世前就认识了，不过正式在一起应该是昨晚吧。昨晚他俩上床了，声音那叫一个大啊！靠！昨晚是他俩？你不知道？我知道个毛啊！妹的，我以为谁呢？害老子听了半夜的鬼哭狼嚎。
可惜了景亚妹子，我的女神啊！你怎么就把自己嫁了？怎么？你有意见？不嫁给老大，难道嫁给你个矮矬穷？怎么说话呢？张凡带着景亚先去了刘恒父女的房间。刚满3岁的小雨点在地上玩着玩具，小孩子不知道忧愁，已经从失去母亲的伤心中恢复过来，玩得很开心。刘恒也稍稍恢复，这2天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身体也基本恢复。此刻，刘恒正陪小雨点玩耍，刘恒一脸慈爱，满眼都是柔情。刘哥，感觉怎么样？张凡笑问道。老板，你们来了。刘恒连打招呼，然后就要给2人的倒水。张凡阻止了，不用麻烦，我们过来看看就走。张凡笑了笑，摸了摸小雨点的脑袋。小雨点，今天乖不乖呀？叔叔，小雨点可乖了。小雨点眨巴着大眼睛，奶声奶气道：爸爸还夸小雨点了呢。小雨点真乖。张凡笑了笑，随手一挥，拿出了一辆兰博基尼儿童电动车。这是张凡在街道边的一家店铺里看到的，考虑到团队里有孩子，就顺手带了过来。小雨点，喜欢吗？张凡笑问。喜欢。小雨点看着电动车，满眼都是小星星。来，上车。张凡抱着小雨点，把它放进车里，然后打开开关，按下遥控器，兰博基尼立即开动了起来。车走了。爸爸，车走了。小雨点兴奋的咯咯直笑。见孩子这么开心，刘恒也开心，连对张凡道：老板，太谢谢你了。他比张凡大，叫老大别扭，于是称呼张凡为老板，这样顺口，意思也到了。小意思啊。张凡摆摆手。老板，你对我们家的恩情，我这辈子都报答不了。刘恒郑重道：以后我这条命都是老板你的。刘哥，说这些就见外了。张凡笑骂道：世道艰难，大家以后要相互扶持，共同生存下去。我懂。刘恒连连点头。老板，从明天开始，我也要开始工作了，不能继续偷懒了。不多休息2天？张凡劝道。不了。刘恒笑道：早一天把光伏板铺设好，早一天让大家用上太阳能电，也不枉老板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这件事刘哥你全权负责，需要人手尽快开口，我让大家全力配合你。张凡保证道。知道了，老板。从刘恒父女房间出来，张凡2人又去了胖虎一家的房间逗3只小老虎。他们的房间每天都有人打扫，所以很干净，一点气味都没有。胖虎的奶水非常给力，3只小老虎一天一个样，现在都能小跑了。而且他们认人，尤其认张凡，对张凡亲热的不得了。出了胖虎一家的房间，张凡先回自己的房间，景亚回了他的房间。刘牧就在他房间等着，他不好意思直接去张凡的房间。张凡回到自己房间，就见大黄正趴在椅子上看电视，正播放着猫和老鼠。这货现在迷上了看电视，然而太过复杂的他又看不懂。没办法，他是文盲，虽然智商很高，但他的知识文化水平连上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不如，所以看不了太复杂的东西，只能看一些动画片，勉强维持生活的样子。张凡给他播放了猫和老鼠，然后他就沉迷其中不可自拔，看到高兴处还会裂开大嘴，发出嘿嘿嘿的怪叫。张凡进来时，他正看得入迷，张凡找他有事，暂停了电视。汪汪！大黄顿时不满了，冲张凡叫了2声：别吵，有事跟你商量。张凡在他脑袋上敲了一下，然后道：待会儿我把粘贴异能给你，你把你的黑色火焰异能粘贴给我。张凡相信大黄一定能听懂自己的话，这条狗已经成精了，听人话非常溜。果然大黄听懂了，但他拒绝了，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同意。为什么？张凡瞪着大黄：你这狗子端的是不为人子，吃我的喝我的，还敢拒绝我？信不信我把你送到玉林？大黄翻了个白眼，一副看智障的眼神。你要舍得，你尽管送。张凡也能听得懂狗语，因为他私底下找王亚妮换了授予异能，目的是方便和大黄、胖虎一家4口交流。我跟你说大黄，你这样会没朋友的。张凡狠狠瞪着他，把黑色火焰异能给我，我明天有大用。明天早上不出意外的话，大漂亮会把所有丧尸集中到一起。为了尽可能的制造更大规模的杀伤，张凡需要杀伤力最可怕的群攻异能，而张凡见到的最可怕的群攻异能，非大黄的黑色火焰异能莫属。他放出的黑色火焰和万花筒写轮眼放出的天照一样，简直无物不燃，关键不会熄灭，可以说只要有可燃物会一直燃烧下去。这种特性是普通火焰、雷电等范围异能没法比拟的，而这恰好是张凡需要的。这样吧，看在你一片赤诚的份上，我可以给你。大黄歪着脑袋道：但你得答应我几个条件。神他妈一片赤诚！张凡恶狠狠瞪着他说：第一，我不吃狗粮，那东西太难吃了。大黄义正言辞道：第二，每顿饭必须是肉汤泡饭，
肉汤要浓，分量要足。第三，每天晚上必须给我整2根猪棒骨做宵夜，要带点肉渣的那种。你他妈！张凡有些心累，这年头连狗都会谈条件了，还头头是道，让人怎么活？行吧，答应你了。那行，粘贴异能拿来。张凡如愿获得黑色火焰异能，然后心满意足躺床上睡觉。正玩手机呢，房间里突然多了一人，俏生生站在床边，正是景亚。景亚10岁之位，感受到了做女人的乐趣，都不用张凡招呼，她自己就来了。自己进来。张凡掀开被子，此处省略几万字不可描述的画面，两人相拥着睡去，一觉到了大天亮。早上正在吃早餐，复制体回来了。这个复制体是张凡昨晚派出去和大漂亮一起召集丧尸去的。复制体融入体内，张凡立即知晓了他和大漂亮昨晚的经历。诸位，张凡大喜，当即宣布道：大漂亮不辱使命，已经把岛上所有丧尸全部集中到北果园路进步为一带。太好了，大漂亮给力啊！这下我们不用费尽心机的寻找了，直接过去灭了这群丧尸，毕其功于一役。大漂亮当居首功啊！灭了这群丧尸，长恒岛将彻底成为我们的地盘。谁都不服，就服大漂亮。大家都很振奋，一个个摩拳擦掌，杀气腾腾，恨不得大干一场。先吃早饭，完了就去进部委。张凡摆摆手，这次一定要彻底灭了岛上丧尸，还长恒岛一个朗朗乾坤。明白。吃完早饭，刚好8点，张凡照例留下一个复制体负责坐镇酒店，然后开辟传送门，带着猎杀队成员出发了。穿过传送门，已经到了进部围。然后所有人都惊呆了，靠近江边的大堤上，密密麻麻站着无数丧尸，他们凑在一起，简直尸山尸海，就像古代行军打仗的10万大军。还没战斗，只是看到这种阵势，所有人都感到浑身寒气直冒。太多了吧？这真的有10万丧尸吗？感觉100万都不止吧？好吓人！张凡是所有人中最淡定的，他其实也不淡定，他亢奋、激动。这10万丧尸在他眼里早已经不是丧尸了，而是10万个闪闪发亮的光团。他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屠灭10万丧尸，成功突破6级异能者的画面。这种时候，任何话语都是苍白的，就一个字：干！刷刷刷，一道道复制体从张凡身上飞了出来，然后飞上天空，直接开打。朱雀4击，3000雷动，万剑归宗，陨石天降，树界降临，狮吼功，点石成金，黑色火焰。张凡生怕别人抢了丧尸似的，一口气制造了40个复制体。这40个复制体加上投放到中心大厦的9个复制体，坐镇酒店的一个，刚好50个。也就是说，张凡已经制造出了自己所能制造的极限，再也制造不出更多复制体了。张凡感觉自己被掏空，头晕眼花，四肢无力，就像一晚上撸了10几次一样，整个人都是虚的。第91章覆灭10万丧尸开始了，猎杀时刻。40个复制体宛如出笼的猛虎，冲入丧尸群中，开始了疯狂的屠杀。他们一出手全是大招，或是笼罩方圆50米的雷电，或是笼罩方圆50米的火海，或是笼罩方圆50米的藤蔓，或是笼罩方圆50米的飞剑，各种大招层出不穷。每个复制体只需短短10几秒时间就能杀死几10头丧尸，猎杀速度和猎杀效率足有7层楼那么高。换作脑子正常的生物，看到这么可怕的阵仗，早就吓得逃之夭夭。丧尸没有，至少99%的丧尸没有。他们看到40个复制体后，非但没有逃跑，反而嘶吼着、咆哮着一拥而上，似乎要把复制体们撕成碎片。只有少数一些产生了灵智的丧尸，没有盲目的冲上来，躲在后面观望着。40个复制体展现出的战斗力让他们感到害怕，但丧尸对鲜血的渴望又让他们对复制体们充满了垂涎。逃跑？暂时没这个想法。张凡本人也没有闲着，他现在感觉身体很虚弱，急需要补充体力。张凡发动瞬间移动，瞬移进了丧尸群中，随即用出了湮灭黑雾异能。粘稠如墨汁的黑雾蔓延开来，仿佛章鱼喷出的墨汁，笼罩了方圆50米。霎时间，这片区域完全被黑暗所笼罩，就仿佛2代火影的黑暗行之术。伴随着一阵阵让人毛骨悚然的嗤嗤声，这片区域内的所有丧尸在悄无声息中湮灭成了精纯的能量。源源不断的精纯能量涌入张凡体内，补充着张凡的体力。犹如干枯的河床得到了雨水的浇灌，张凡的体力快速恢复着。只用了短短几分钟时间，杀死了几百头丧尸后，张凡满血复活。这个时候，他又可以制造复制体了。这是真的，他真的可以继续制造复制体了。限制张凡制造复制体的最大因素就是体力，这导致他一次性只能制造一定数量的复制体，体力就会耗尽。这就像卡卡西每天只能使用4次雷切，
体内的查克拉就会耗尽。二者的道理一样。3级时，张凡一次性只能制造30个复制体；4级时，一次性只能制造40个复制体；5级时，一次性能制造50个复制体。这并不意味着张凡只能制造这么多复制体，而是体力耗尽，无法制造更多。而事实上，只要一直保持体力充沛，张凡能继续制造复制体，且没有上限。之前没有制造过超限的复制体，是因为根本用不着。毕竟20-30个复制体就能搞定一切，制造那么多复制体干嘛？但今天不同，今天的任务是覆灭10万丧尸。为了能尽快完成任务，张凡不再任何保留。他的计划是一边用湮灭黑雾异能恢复体力，一边继续制造复制体，尽可能多的制造复制体，尽可能多的杀死丧尸。张凡继续制造，又一口气制造了40个复制体，加入了战斗。张凡感觉自己又被掏空，于是瞬移到丧尸密集区域，利用湮灭黑雾异能回蓝。另一边，眼见张凡已经大开杀戒，其他人尽管恐惧，却也冲了上去。这个时候万万不能怂，要是怂了，就没脸在团队里待下去了。要知道，昨天晚上他们可是夸下海口，要毕其功于一役，彻底覆灭岛上丧尸。认怂，还想不想混了？杀杀杀！阳光变成了银色机器人，手持2柄大砍刀，疯狂劈砍着丧尸。他拥有超级体质异能，又用出了合金化异能，身体素质远超1-2级丧尸。而10万丧尸群中的3级丧尸又非常少，所以一般丧尸根本不是阳光的对手，这让阳光看起来非常勇猛。张文喜同样不赖，他是团队中第3个突破3级的人，是货真价实的3级异能者。他合金化以确保自身安全，然后双手猛地拍击地面，一颗颗实弹拔地而起，冲上了10几米高的天空，然后从天而降。砰砰砰，一头头丧尸被砸爆脑袋，被鲜血糊脸。包雨宁同样合金化，以确保自身安全，然后从双眼中喷射红色激光束，激光束仿佛激光刀一样切割过去，一大片丧尸被切掉脑袋，切口处完全被烧焦了，鲜血都没有流出来。杨灵儿化身冰人，全身上下晶莹剔透，仿佛用坚冰雕刻而成。再配合他那前凸后翘、修长笔直的身材，笔直就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然而，这件艺术品浑身上下却散发出可怕的寒流。咔咔咔，寒流蔓延开来，咔咔咔的脆响声中，周围30米内的所有丧尸被冻成了冰雕，地面也被冻成了白色冰面。他是团队中第4个3级异能者，突破3级的时间比张文熙晚了4个小时。5秒抬起双臂，指尖不断迸射出一道道金色能量束，能量束仿佛激光枪，不断贯穿丧尸的身体。虽然精准度有待提高，但前面的丧尸实在太多，就算不瞄准，胡乱射击也能轻易击中丧尸。放眼全场，除了张凡的复制体外，表现最劲爆的要数黄毛。这货各拿着一把菜刀，然后化作一道闪电，在丧尸群中纵横捭阖，肆意穿梭。他一路所过，两边的丧尸就仿佛被镰刀收割过的小麦，一茬茬跌倒。黄毛在丧尸群中疯狂穿梭，偏偏没有丧尸能阻止他，杀伤力非常惊人。就这样，一场无比血腥的大屠杀就此展开，而屠杀的主力依旧是张凡。他利用湮灭黑雾异能恢复体力，等体力充沛，又制造复制体，短短半个小时，战场上的复制体就多达300个。这300个复制体就仿佛300头魔神，疯狂屠戮着密集的丧尸，每时每刻都有大量丧尸死亡。可即便如此，张凡还是觉得速度太慢，想使用黑色火焰异能，但他知道不能这么做。黑色火焰异能固然强大，但这异能也有个致命的弊端，一旦燃烧开来，连白色晶体也会烧成灰烬，这显然不行。这场屠杀早上8点开始，上午11点结束，持续了整整3个小时。这3个小时的时间里，张凡全力爆发，一共制造了1500个复制体，这是大手笔。这也导致10万丧尸中超过90%丧尸被复制体干掉。此刻，战斗终于结束，长江边上没了嘶吼咆哮声，也没了喊杀轰鸣声，现场一片死寂，只有不断升起的黑烟和遍地的丧尸尸体，无声诉说着之前的惨烈。不计其数的尸体堆积在长江边上，大股大股的鲜血汇聚在一起，形成了血液河流，涌入了长江水中。方圆10公里的江面完全被血液染红，透过鲜红的江水，能看到一条条面目狰狞的丧尸鱼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血水。队友们瘫坐在路边的几棵树下，一个个汗流浃背，气喘吁吁。长达3个小时的高强度作战，他们的体力已经耗尽，感觉身体被掏空，跟一晚撸了10几次差不多。现场唯一站着的只有张凡和张凡的复制体们，他们不断在战场上游走。张凡脸不红，气不喘，身体矫健，完全看不出持续战斗了3个多小时。他的精神状态甚至比战斗前还好。老大简直就是个变态，战斗了这么久，杀了那么多丧尸，
还跟个没事人似的，简直就是个怪物。体力太好了，他在床上肯定很厉害，真想体验一把。老大应该拥有某种回蓝异能，要不然就算是铁打的也不可能扛这么久。虽然身体很累，但心里超开心，岛上所有丧尸就这样让我们解决了。当然，就算没有完全解决，剩下的也是大猫小猫2、3只，不足为惧。大家聊着笑着，每个人的心情都非常好，都对未来充满了期待。没人喜欢丧尸，现在岛上的丧尸全部死光，大家都感觉很振奋。这时张凡忽然走了过来道：别休息了，赶紧起来收集晶体。队员们顿时变成了苦瓜脸。张文喜苦笑道：老大，你就让我们休息会儿吧，这会儿实在动不了了，胳膊都抬不起来了，感觉身体被掏空。是啊，老大，我们确实精疲力尽了，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变态啊。大家纷纷开口。张凡摇头笑道：我既然让你们起来干活，肯定有办法帮你们恢复体力。队员们顿时来了精神，齐齐看着张凡。张凡笑笑，对着张文喜发动了初始神光异能。嗡！他的眉心裂开了一只金色树眼，一道金光从树眼中喷射而出，落在张文喜身上，然而没持续几秒，金光很快消失。感觉怎么样？张凡笑看着张文喜。什么怎么样？老大你在说什么？张文喜有些茫然。他的时间被张凡回溯到了3个小时前，这意味着不仅身体回到了3个小时前，思维意识也跟着回到了3个小时前，回到了没有猎杀丧尸的时候。所以对现在的他来说，相当于刚来这边还没有猎杀丧尸呢，自然也没有接下来的记忆。所以张凡这番话把他给问懵了。张凡简单解释了一下。张文喜惊了，在场的队友们也被吓了一跳，都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张凡。回到3个小时前，还有这种 bug 呢，简直变态啊！张凡如法炮制，给每个队友都来了一发初始神光，把他们回溯到了3个小时前，回到精力充沛的时候，然后让他们收集白色晶体。张凡自己坐在树荫下，手掌一翻，拿出了一个西瓜、一把刀和一个勺子。咔嚓一刀，西瓜被切成2半。张凡拿起一半西瓜，又拿起勺子掏出一勺瓜瓤，美滋滋吃了起来。甜，好甜。第92章突破6级。今天的天气很好，天空蔚蓝如洗，犹如一面镜子悬挂在头顶。白云慵懒地舒展着身子，时而变成棉花，时而变成奔马，时而变成乌龟。滚滚长江水奔流向大海，波澜壮阔，可惜冲刷不尽长横岛岸边的血迹。血水顺着长江水流了很远很远，好像整条江都被染红了。在1500个复制体和团队众人的努力下，花费1个小时，终于收集完了所有晶体，收集了满满一车厢。血淋淋的晶体堆积在一起，就像一堆山楂，散发出刺鼻的血腥味。这次收集了这么多晶体，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10万晶体足够大家修炼很长一段时间了。唯一的问题是，这次收集的晶体实在太多，不好清洗。这也不是问题，张凡制造了一个金属滤网，众人就带着所有晶体和金属滤网前往上游干净的地方清洗晶体。先利用长江水清洗一遍，把上面的血迹清洗干净，回去再用清水冲洗。张凡留在原地开始焚烧尸体，昨晚讨要黑色火焰异能，为的就是现在。1500个复制体飞上天空，对准地上的尸体释放着黑色火焰。黑色火焰蔓延开来，很快便笼罩了所有尸体。长江边上出现了一片黑色火海，疯狂燃烧起来，大有不把所有尸体焚烧完毕就不罢休的架势。做完这些，复制体们纷纷返回，然后依次融入了张凡体内。霎时间，张凡的各项属性开始了疯狂的飙升，体质、精神、异能全都没有落下，同时增长着。区别是，体质增加最快，短短时间就突破10万大关。这也意味着张凡正式突破6级，成为6级异能者。然而体质的飙升并没有因此结束，依旧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般往上飙升着。张凡只感觉到无穷无尽的暖流在体内疯狂乱窜，强化着一个个细胞、一个个器官、一根根骨头。不知过去多久，身体的变化终于停止，属性面板也随之停了下来。张凡扫了一眼属性面板，然后就被自己现在的华丽属性给震撼到了。姓名：张凡，等级6级异能者，体质6级587261100000，精神4级6863100000，异能无限拾取异能，6级58万。张凡倒吸一口凉气，这次的收获太大了，体质的变化尤其大。今天之前，张凡的体质是5级5万左右，现在是6级58万，相当于增加了63万。63万啊！身体素质一下子翻了10几倍，不可思议！张凡惊叹，他知道自己这次一定能大赚一笔，
可结果还是让张凡大吃一惊，6级58万的体质到底多强？张凡无法估量，他只知道很强，很强。身体之中仿佛蕴含着无穷无尽的磅礴破坏力，只需一拳就能摧毁一座大楼。感受着体内浩然无匹的磅礴力量，张凡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振奋，猛地纵身一跃，咻！他的双腿就像变成了高压弹簧，整个人犹如一道闪电，瞬间撕裂了虚空。这一刻，张凡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速度居然超越了音速，对，就是突破音速。因为就在跳起的一瞬间，耳边响起了凄厉而又短促的音爆声，身体周围也出现了一圈白色的音爆云。音爆和音爆云就是超越音速的标志。张凡非常震撼，先前他只有使用神速力异能才能超越音速，没想到现在不动用任何异能，轻轻一跳，速度居然突破了音速。张凡已经无法想象自己现在的身体素质到底有多么可怕。上升，上升，持续上升。张凡就像一根火箭，一直上升到几千米的高空，才上升到最高点，然后在重力的作用下朝着地面坠去。站在这个高度，长衡岛在张凡眼中只剩下巴掌大的一块了，滚滚长江也只剩下1米来宽，隔壁的大都市魔海也没剩下多少。好高！张凡艺高人胆大，没有做任何保护动作，也没有使用任何异能，他任由自己朝着地面坠去。他想知道从这个高度掉下去，自己会不会摔死。几千米的距离瞬息即至，张凡就仿佛一颗炮弹，重重地砸在地面上。伴随着轰隆一声巨响，恐怖的撞击力爆发开来，地面直接被砸出一个大坑，一个直径10几米的大坑。张凡跳出大坑，落到平整的地面上。他捏了捏胳膊上的肌肉，从外表看并没有发生特别明显的变化，可是用手指用力一戳，就像戳在了弹力球上，手指一下被弹了起来。用力鼓起肌肉，肌肉顿时变得坚硬无比，手指戳在上面就像戳在钢板上一样。可以想象肉身强到了多么恐怖的地步。与此同时，视力、听力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站在这里，张凡能清楚地看到几公里外崇州岛上的一棵树，树上站着一只啄木鸟，啄木鸟正叼着一只毛毛虫。闭上耳朵，能清楚地听到崇州岛上知了的叫声。这次提升太夸张了。张凡暗暗叹息，然后看向精神属性。精神一项的变化虽然没有体质夸张，但相比以前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4级6800多的精神，相比于之前增加了7000多，同样增加了10几倍。张凡能清楚地感觉到精神的巨大变化，思维更加清晰，记忆力更加夸张，念头更加通达，意识反应更加敏锐。张凡自信，如果现在回到末世以前，以他现在的大脑，短短几天时间就能学完整个大学课程，提前从学校毕业。异能的变化同样夸张，这一次张凡一共拾取了1万多种异能，其中99%的异能都是乱七八糟的鸡肋异能，比如变狗、身体部分增大，还有很多异能和他之前的异能重复了，尤其操控类异能重复非常严重。排除这2类异能，最终剩下的真正有用的异能仅仅只有9种，分别是隐形异能、操控水流、橡胶化、钻石化、探测异能、精准打击、诅咒异能、心灵交流、精神操控。第93章巨型清道夫丧尸。这9个异能都很实用，未来应该能发挥很大作用。隐形异能是一种可以让人隐身的能力，一旦隐身，身体将完全消失在空气中。这异能唯一的弊端是只能隐去身体，无法隐去衣服鞋子，这就大大降低了这个异能的实用性，毕竟没有人整天脱光衣服鞋子到处晃荡。操控水流异能无需多说，是一种可以操控河水、江水、海水等的异能。橡胶化异能和那个立志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的能力很像，橡胶化后身体就会变成真的橡胶，可以任意延展、拉长、伸缩，是一种相当优质的战斗类异能。钻石化异能和白皇后的异能一样，钻石化后全身上下，上到头发，下到小弟弟，全都会变成钻石，防御大增。探测异能和曹杰的能力一样，可以探测周围的幸存者和丧尸。张凡做了尝试，他的探测范围高达周围6公里，这片区域内的一切丧尸和幸存者全都无所遁形，探测范围非常惊人。精准打击是9种异能中最让张凡惊喜的异能。说是打击异能，这异能其实是辅助异能，它的变态之处在于精准2字。这异能更像是一种自动追踪锁定异能。用出这异能后，不管张凡发动怎样的攻击都能精准的锁定敌人，敌人再怎么闪避都没用。比如张凡扔出一颗石头，任凭敌人进行闪避，石头都能精准的命中对方，就像给石头安装了自动追踪定位系统，逃跑闪避没任何用处，堪称神技。要知道，无论是丧尸还是异能者，都不可能站在原地让你攻击，大家都会靠各种闪转腾挪进行躲避。
但有了这个异能，对方的闪避都将毫无用处，除非能在一瞬间逃出这异能的作用范围。诅咒异能是一种诅咒别人的异能，比如诅咒别人出门被车撞死，被隔壁老王戴绿帽子，出门被大爷碰瓷，就是这种字面意义上的诅咒。它的效果具体如何，张凡不清楚，因为没有尝试过，但想来应该不会太差。心灵交流是一种利用心灵交流的能力，有些类似于 X 教授的心灵感应，可以和别人通过心灵来对话。区别是这个异能仅限于交流，无法影响别人的心灵，是一种辅助类异能。精神操控是除精准打击外，张凡第二满意的异能。精神操控是一种精神类异能，它可以操控别人的精神，达到操控别人的目的，和火影中山中一族的星转身之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张凡很满意这9个异能，有了它们，自己变得更加全面，更加完美，进攻手段也变得更加丰富。啊！岂料这个时候，远处忽然传来一声惨叫，声音是从队友们那边传来的。张凡凝神看去，队友们正在岸边清洗晶体，可滚滚江水中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头怪物，看着像是一条巨型清道夫。它的体长超过4米，浑身遍布着坚硬的外骨骼盔甲，腹下的鱼鳍就仿佛锋利的弯刀，背部生长着一排坚硬狰狞的骨刺。这头巨型清道夫突然窜了出来，一口咬住了站在岸边清洗晶体的杨玲。它的速度非常快，巨大的尾巴拍击着江水，溅起巨大的浪花，腰身一扭就重新缩回奔腾的江水之中，准备逃之夭夭。该死！救人！快救人！别想逃！队友们急了，立即展开了攻击，各种大招不要钱似的砸了出去。然而撞击在巨型清道夫身上，就被外骨骼盔甲挡住了，根本没能伤到巨型清道夫分毫。危机时刻，杨玲儿表现得非常冷静，她浑身释放出冰冷的寒流，散发出可怕的低温。咔咔咔的脆响声中，周围的江水快速结冰，形成了坚硬的冰层。然而巨型清道夫的力气非常大，他的腰身剧烈扭动，冰封的江面纷纷碎裂，化作一块块坚冰朝四周飞溅开来。巨型清道夫甩动长尾，脑袋撞开浮冰，继续朝江中心游去。攻击！快攻击啊！队友们焦急万分，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却伤不到巨型清道夫。唰！这时人影一闪，就见张凡凭空出现在江面上。他的身体凭空而立，悬浮在江面几米的地方，就好像电视中的绝世高手。老大！众人大喜。切！张凡一声暴喝。哗啦啦！巨型清道夫周围的江水陡然旋转起来。下一刻，一道粗壮的水龙卷顶着巨型清道夫破开水面，直接冲天起，冲上了几米高，然后稳稳矗立在江面上。死！张凡手上出现一团黑色火焰，黑色火焰在张凡手上就像变戏法似的快速延伸、变形、压缩，最终变成了一把长约3米的月牙形弯刀。去！张凡凌空一挥，咻！黑色月牙弯刀猛地爆射而出，直接斩在巨型清道夫身上。噗嗤！巨型清道夫瞬间被劈成2半，拦腰劈成2半，切口处无比光滑，就好像被利刃切开了一样。巨型清道夫的2半身体朝两边跌落，杨玲儿趁机从巨型清道夫的嘴里爬了出来。张凡大手一抓，2股江水破水而出，凝聚成了2个巨大的手掌，一个手掌拦腰抓住杨玲儿，一个手掌抓住了巨型清道夫的下半身。你没事吧？张凡看着杨玲儿，杨玲儿此时是冰人形态，浑身上下晶莹剔透，散发着惊人的寒气。这个形态下的她，身体防御非常惊人，足以媲美钢铁。张凡相信巨型清道夫的牙齿应该没对他造成多少伤害。我没事儿。杨玲儿摇头，她的声音清冷，刚才多谢了。不客气。张凡摆摆手，带着杨玲儿和巨型清道夫的下半身来到岸边。队友们见状，全都松了口气。谢天谢地，总算没事。刚才吓死我了，我都以为灵儿妹子完蛋了。老大真是太牛了，一招就把清道夫切成了2半，这攻击力没谁了。对啊，我们这么多人攻击半天，愣是没能伤到那畜生分毫。老大只是一招就斩断了巨型清道夫的身体，太厉害了。对了，老大，你是怎么把火焰变成月牙形弯刀的？我只能操控火焰进行大范围攻击或者粗浅攻击。最后这个问题吴彦问的，他同样拥有操控火焰异能。他现在是2级异能者，虽然也可以利用火焰发动攻击，但顶多是口中喷火，制造火墙，制造火球，或者形成火海。就算他操控火焰制造各种武器，形状也极不规则，对火焰的操控相当粗糙，根本无法做到像张凡这样栩栩如生。这是精细操控。张凡微笑着说道，当你的精神达到4级，就可以做到精细操控了。说着，张凡手上又出现了一团火焰，火焰在张凡手上变换着各种形状，时而变成麻雀，时而变成老鼠，时而变成金雕，时而变成奔马，栩栩如生，
随心所欲。这一幕彻底看到了所有人，大家发出阵阵惊呼声。老大，这就是精细操控！张文喜也叫了起来。对，精细操控。张凡微微点头，随着精神不断提升，对异能的操控也会越来越娴熟。2级时一心二用，3级时一心三用，4级时一心四用，同时也能做到精细操控。所谓精细操控，是指对异能的操控非常纯熟，达到细致入微的地步。如果是操控类异能，就可以凝聚成猛兽飞禽、武器铠甲、花朵等各种形状，不仅破坏力大增，而且非常节约体力。张凡手上的火焰消失，变成了雷电，西瓜大小的雷电又变换着各种形状，长矛、剑矢、弯刀，就跟变戏法似的。然后是金属、土质、水流，这些操控类异能到了张凡手上，就像温顺的孩子变换出各种精巧的形状。如果是身体异化类异能，就可以做到部分异化。张凡微微一笑，用出了白银合金化异能。然而这次他只有脑袋变成了银色，脖子以下的其他部位还是血肉之躯。原来是这么回事。吴燕恍然大悟，队友们也都惊叹连连，他们自认绝对做不到张凡这样精细操控。张凡点点头，又看向巨型清道夫的下半部分身体。普通的清道夫肯定长不到这么大，这头清道夫这么大，显然不正常。张凡观察发现，这头清道夫其实也是一头丧尸，最明显的标志是他的眼睛，双眼跟白内障患者似的，又像死鱼眼，但他身上的血肉没有腐烂，这一点就算是3级丧尸都做不到。张凡猜测，这头清道夫丧尸应该是4级丧尸鱼。恰好巨型清道夫身上有2个光团掉落，一个金色，一个银色。张凡逐次拾取，体质增加了9756，接近1万的体质。很显然，这就是一条4级丧尸鱼。这是张凡遇到的第2头4级丧尸，第1头是环卫工丧尸，就是爆出初始神光异能的那头环卫工丧尸。第2头是大漂亮，这原本没什么问题。真正让张凡惊悚的是，他刚刚试验探查异能的时候，在滚滚江水中发现了大量体型媲美这头清道夫的丧尸鱼。这头巨型清道夫是4级丧尸，岂不是说那些和这头清道夫一样大的丧尸鱼也是4级丧尸？张凡顿时抽了一口冷气。截止目前，他只在陆地上遇到了2头4级丧尸，长江之中却有这么多。看来我的猜测是对的，水域丧尸的等级普遍比陆地上的丧尸高得多。希望他们不要到岸上来，不然事情就麻烦了。张凡心里产生了一丝阴霾，心里总有种很不好的预感。随后，张凡开辟了一个传送门，带着大家回到了酒店。因为解决了岛上的丧尸，短时间内岛上再没有威胁。张凡难得给大家放了半天假，也就是说，今天下午可以休息半天。即便如此，修炼依然不能落下。吃过午饭，大家都回到房间修炼去了。张凡也难得赖了一次床，和景亚赖在床上过着2人世界。2人什么事儿也没有做，张凡倒是想干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然而景亚脸太嫩，大白天的放不开。成了异能者后，大家的身体素质全部大幅提升，听力非常夸张。就算2人刻意压低声音，听在大家耳中也如同鬼哭狼嚎。景亚根本放不开。当天晚上吃过晚饭，团队又简单召开了一个会议，关于工作安排的会议。岛上的丧尸虽然已经清理干净，但众人依旧不能闲下来。张凡的安排是，他和景亚继续收集物资，后勤部众人依旧负责团队后勤。猎杀队成员则前往长江隧道的入口处猎杀丧尸，收集白色晶体。届时，张凡会让大漂亮召集一大批丧尸汇聚到长江隧道的入口附近。这样做既能让丧尸堵住长江隧道的入口，又有充足的丧尸供大家猎杀，一举两得。当然，为了留出足够的修炼时间，猎杀队成员只需每天早上猎杀即可。第2天是早上，也就是6月16号早上，大家吃过早餐，各自出发了。照例兵分2路，张凡和景亚继续前往魔海寻找物资，猎杀队成员在一个复制体的带领下，前往长江隧道入口猎杀丧尸。忙碌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4天过去，来到了6月20号。这4天时间，张凡和景亚收集了大量物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各类脱水干货，如蘑菇、木耳、咸鸭蛋、火腿、腊肠、墨鱼、鱿鱼、海参、干贝、萝卜干、莴笋片等等；各类个人卫生用品，如肥皂、洗面奶、洗手液、洗发膏、沐浴露、洗衣粉、液等等；还有各种水果、各种化妆品、各类衣物和床上用品、各类蛋制品。收集鸡蛋鸭蛋的时候，张凡和景亚搬空了几个养鸡场和养鸭场，除了找到大量鸡蛋、鸭蛋外，还找到了17只活鸡、9只活鸭，全部带了回去。家里那只大白鹅终于不再孤单了。第94章。
血雨如期而至。经过这些天的大肆收集，日常生活中需要用到的物资基本都收集到了，种类非常齐全。当然，新鲜肉类和新鲜水果暂时除外。末世已经降临20天了，上哪儿都找不到新鲜肉类，新鲜水果应该可以，但先得找到水果树。张凡接下来的计划是查缺补漏，以及寻找活着的牲畜和果树。缺少什么物资就找什么物资，这是查缺补漏。寻找牲畜和果树是为了弄到新鲜肉类和新鲜的水果，这2样是必需品。中午吃过午饭，张凡独自来到酒店外面。今天日子特殊，他下午不打算出去了。柴油发电机持续工作着，发出轰隆隆的低沉响声。透过房间的窗户，能听到房间里队友们说话嬉笑声，还有电视里的打斗声。刚吃过午饭，队友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消遣娱乐。张凡抬头望着天空，心情颇为凝重。太阳当空悬挂，肆意释放着光和热，气温一如既往的高，园子里的蔬菜被晒得有些蔫了吧唧的。今天的天气这么好，晚上还会下血雨吗？张凡默默想着。今天正是6月20号，按照10天下一次血雨的推测，今天晚上很可能再下血雨。但这会儿万里无云，是个大晴天，晚上真会风云突变，再降血雨吗？一切都是未知数。队友们待在房间修炼，张凡独自一人在度假村转悠。转着转着，就转到了那座圈养鸡鸭鹅的农家小院。刚一靠近，就听到了清脆的鹅叫声，跟惊雷似的，非常的高亢和响亮。张凡推开院门，院子里有一只比鸵鸟还大的大白鹅，还有17只活鸡和9只麻鸭。鸡鸭是张凡和景亚在扫荡养鸡场和养鸭场时找到的，它们并没有变异，体型依旧和以前的鸡鸭差不多。站在大白鹅面前，所有鸡鸭完全就是小不点。然而大白鹅把9只麻鸭当成了同类，不停地对着几只母鸭献殷勤。几只公鸭想干大白鹅，可惜完全不是对手，被干了几次后学乖了，任凭大白鹅挑衅他们的后宫妃嫔，没有再吭一声。张凡进来后看到的就是大白鹅狂献殷勤的画面，不禁有些无语。你一只鹅骚扰人家母鸭，真的好吗？一边去！张凡连上前制止了大白鹅的不文明行为，结果惹怒了这只暴躁的大白鹅。大白鹅扑腾着翅膀，凶狠地朝着张凡刀来。张凡可不惯着他，狠狠暴揍了一顿。大白鹅连连吃瘪，终于老实了。滚蛋！张凡呵斥一声，大白鹅委屈地叫了一声，灰溜溜地跑到一边去了。张凡瞪了他一眼，舀了些饲料撒在院子里。9只麻鸭和17只鸡立即围了过来，使劲啄着地上的饲料，吃得不亦乐乎。张凡看着这一幕，不由露出笑容。他小时候家里就养鸡鸭，对鸡鸭有着特殊感情，感觉很亲近。不一会儿，饲料就被鸡鸭吃完了，它们一溜烟的跑回墙角阴凉处避暑去了。这么热的天，鸡还好，鸭子肯定受不了，得想办法给它们弄个池塘。心里这么想着，张凡当即分出10个复制体，然后把它们派出去了。有的收集水去了，有的勘测地址，有的寻找材料。1个多小时后，10个复制体回来了。张凡重新收了它们，10股陌生的记忆涌入脑海。张凡知道池塘建好了。张凡大手一挥，带上院子里的鸡鸭鹅，冲天起，朝着建好的池塘飞去。池塘距离假日酒店不远，直线距离不过200多米，原先是一块足球场。几个复制体直接把足球场挖了，挖出4米多深的池塘，然后往里面注满了水。张凡来到地方后，看到了一个波光粼粼的大池塘，里面的水略显浑浊，等沉淀几天就会清澈。为了防止鸡鸭鹅逃跑，池塘周围围着一堵墙，一堵金光闪闪的金属墙。这墙先是用泥土堆砌，然后用点石成金给转化成的合金墙。合金墙非常坚固，用来圈鸡鸭鹅，简直大材小用。此外，池塘的东头留有一块篮球场大的草坪，是给鸡留的，上面建有鸡窝鸭窝，晚上鸡鸭鹅可以住进里面，下雨天也可以避雨。张凡带着鸡鸭鹅落到东头的草坪上，然后把它们放了下来。9只麻鸭和大白鹅一看到池塘，顿时亢奋起来，一个个扑腾着翅膀，就像一只只起飞的战斗机，争先恐后地冲向了水面。冲到池塘跟前后，一头扎进水里，一个猛子有好几米远才从水里冒了出来，一个个欢快地拍打着翅膀，清洗着身体。张凡也开心，现在的城里人都挺向往田园生活，是有道理的。乡村更贴近原始自然环境，生活方式淳朴，生活节奏缓慢，生存压力小。看看鸡鸭，放放牛羊，种种蔬菜，紧张的内心确实会得到舒缓。张凡又待了一会儿，返回了酒店，找到曹杰，把建造池塘的事情说了一下，让他心里有个底。这些鸡鸭现在可金贵得很，是宝贝疙瘩。曹杰为此专门派了个人，专门负责给鸡鸭鹅喂食喂水，收蛋孵蛋。张凡给鸡鸭鹅换了个环境，肯定得告诉曹杰一声。晚上吃过晚饭，
酒店里的气氛陡然变得紧张起来，因为天转阴了，乌云遮挡住了星空，也遮挡住了月光，天空中有雷电翻腾，空气变得格外闷热。这是要下雨的节奏，大家都没有睡意，也没有玩闹的心情，三三两两凑在一起，紧张等待着。张凡和景亚、刘牧、曹杰、王源几人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齐齐望着天空。不出意外，今晚肯定又要下雨。刘牧面露忧色，不知道今晚我们会遭遇什么。刘姨，岛上的丧尸已经被我们清剿干净了，我们应该是安全的吧？王源惊疑问道。话是这么说没错，但就怕万一啊。刘牧叹了口气，不管怎么说，都提高警惕吧，小心驶得万年船。王源点点头，忍不住瞥了张凡一眼。看到张凡站在身旁，他松了口气，只要张凡在，他相信能度过任何难关。张凡，你都安排好了吗？景亚轻声问道。好了。张凡点点头。为了应对今晚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他在假日酒店周围布置了100个复制体，一旦有变，这100个复制体就是最坚实的屏障。时间在所有人紧张、担忧、忐忑、恐惧中缓缓流逝，终于来到晚上12点。咔嚓，一道耀眼的雷电从天空的西头一直流窜到东头，几乎照亮了夜空。随之响起的是一声足以震破人耳膜的惊雷声，啪啪啪。下一刻，大滴大滴的雨滴仿佛豆子一样从天而降，狠狠砸在地上，砸起地上的泥土，空气中顿时弥漫着一股浓浓的土味。噼里啪啦，不一会儿，暴雨如注。这一刻，楼上的队员们纷纷冲下楼，来到酒店门口，看着倾盆暴雨。该死，还真下雨了，完犊子了！血雨还是正常雨？天太黑，看不出来。开灯！张凡喊了一声。啪！一名队员打开开关，一道刺眼的白光顿时亮起，照亮了酒店前的小院。看到小院里的雨水，全场一片死寂。血水，猩红的血水，地上已经堆积了不浅的血水，就像猩红的鲜血一样覆盖了地面。血雨，果然是血雨。10天一次，这下彻底实锤了。今晚不会出事吧？应该不会吧，岛上没丧尸了，能出什么事？但愿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总感觉不踏实。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队伍里超过一半人是3级异能者。之前2次血雨都给大家留下了不好的回忆，所以这次血雨，每个人的精神都有些精神紧张。好在随着时间推移，并没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大家也就渐渐放心下来。张凡也放心下来，和他猜测的一样，岛上没了丧尸，就算血雨再大，也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大家都回去休息吧。众人纷纷返回房间，张凡拉着景亚也回了自己的房间。今天已经很晚了，但很多人都不敢睡，也睡不着，一个个支棱起耳朵，小心戒备着。每个人都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景亚也害怕，像小猫一样蜷缩在张凡怀里，似乎只有这样才有安全感。不用怕，就算真出了事，也有复制体挡着呢。张凡在他额头亲了一口，宽慰道：睡吧，已经很晚了。睡不着，陪我说会话吧。景亚眨巴着乌黑发亮的眸子，一眨不眨盯着张凡，眼睫毛扑闪扑闪的。说什么？张凡笑问。说什么都行。那给你说说我小时候半夜去西瓜地偷人家西瓜，结果碰到偷情的经历。好啊。话说很久很久以前，两人说着悄悄话，不知不觉间都迷迷糊糊睡着了。啊！不知睡了多久，忽然一声凄厉的惨叫，犹如午夜厉鬼的哭嚎，打破了寂静的黑夜，也惊醒了所有熟睡的人。什么声音？第95章，张文喜死了。午夜，假日酒店早早熄了灯，所有人全部进入了睡眠，酣睡正香，周围一片黑暗。啊！蓦地，一声凄厉的惨叫骤然响起，犹如地狱厉鬼的哭嚎，打破了酒店的宁静，也惊醒了所有睡梦中的人。什么声音？哪里来的叫声？出事了！队友们都是惊弓之鸟，听到惨叫的瞬间，几乎本能地弹了起来，然后冲出房间。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今晚有很多人穿着衣服睡觉。短短几秒就冲出了房间，来到楼道内。楼道里黑漆漆的，几乎可以说伸手不见五指。咳！有人喊了一声，试图开灯。楼道内的灯是声控的，平时轻轻咳嗽一下就自然开了，今天没有反应。嗨嗨！那人又咳了几声，楼道内的灯依然没反应。什么情况？灯坏了？还是停电了？楼道里这么多灯，不可能全都坏了，应该是停电了。好端端的，怎么就停电了？刚刚那叫声怎么回事？楼道里黑漆漆的，再联想到刚才的叫声，所有人心里毛毛的，后背发寒。
轰！一颗光球突然出现，驱散了黑暗，给楼道内带来一丝光亮。所有人下意识地眯了眯眼睛，稍稍适应后才看向光亮的来源。原来是张凡。张凡头顶悬浮着一颗西瓜大的火球，犹如一盏灯，源源不断释放着光亮。景亚就站在张凡跟前，一只手紧紧抓着张凡的大手，表情有些不自然。今晚的他穿着一身可爱小熊睡衣，松松垮垮的睡衣遮挡不住伟岸的胸怀，头发散乱披散着，身上多了一丝慵懒。换作平时，男同胞们免不了欣赏一番女神的美貌，过过眼瘾，但现在所有人都没这个心思。老大，老大！大家本能地走向张凡。这个时候，只有待在张凡跟前，他们才有安全感。老大，刚才那叫声怎么回事？阳光低声问道。其他人也都看着张凡，唯有曹杰温润的俏脸微微发白，牙冠都在打颤，眼中带着恐惧。很显然，他看到了什么让他恐惧的事情。出事了！张凡瞥了曹杰一眼，抬头看向2楼最里面的一个房间，表情有些凝重。出事了！众人面面相觑。张文喜死了。张凡又看了杨莲怀里的杨淼和刘恒怀里的小雨点一眼，使用了心灵交流异能，声音在大家脑海响起。杨淼和小雨点除外，他俩一个5岁，一个3岁，太小了。张凡不想吓他们，他们没听到声音。张凡的声音在大家心底响起：灵儿、刘哥，你们带孩子去201，和胖虎他们待在一起，其他人跟我来。因为异能的关系，胖虎的进化速度非常快，目前已经是4级，等级是团队中除张凡外最高的，实力也是除张凡外最强的。刘恒、杨玲儿带着孩子和胖虎一家待一起，安全是有保障的。张凡说完就朝最里面的房间走去。张文喜死了。所有人脸色大变，眼中本能地露出一丝恐惧，还有浓浓的困惑。张文喜好端端地待在酒店房间里，怎么会死？谁杀了他？怀着满肚子的疑惑，大家紧紧跟随张凡朝楼道深处走去。这个过程中，所有拥有合金化异能的人全都合金化了。刘恒和杨玲儿看着大家的背影，然后打开201房间走了进去。2楼最里面的房间是211，一靠近这里，所有人就闻到了一股血腥味，好重的血腥味。王源耸了耸鼻子，脸色又变了变，看来张文喜真出事了。他和张文喜是在新世界 KTV 认识的，在场除了杨玲儿、杨淼外，他和张文喜认识最久。那时候在新世界 KTV， 王辉一手遮天，又凶残又好色，他自己童颜巨乳，本身长得很漂亮，王辉自然不想放过他，想霸王硬上弓。好在有张文喜从中周旋，王辉才不敢太过放肆。对于张文喜，他一直非常感激。可现在他死了，他真的死了。王源心里涌起一丝伤感，血流出来了。有人低呼一声，刘木莲低头看去，有血液从门缝里流了出来，就像血红的虫子缓缓爬动。里面到底怎么了？有人低声问道。张凡只见冒出一缕黑雾，黑雾飞到门锁的位置，把那里腐蚀出一个窟窿。房门无声打开，大家立即看向房间里面。当看清楚里面的情景后，饶是所有人见多识广，也不禁倒抽一口冷气。鲜血，地面上全是鲜血。靠门的位置零零散散堆积着大量尸块，偏偏这些零散的尸块还较为完整的拼凑在一起，拼凑成了一个人形。看到这尸体的惨状，众人忍不住背脊发寒。他们不难脑补出张文喜如何被杀的。张文喜应该是发现了凶手，然后冲到了门边，想要夺门而出，结果眼前出现了一个类似于渔网或者激光网的网状结构利器。这利刃削铁如泥，在张文喜撞来的一瞬间，把张文喜整个人切割成了无数块。到底谁杀了张文喜？阳光脸色铁青，未免太残忍了。张文喜和他都是猎杀队2组的，两人在一起行动好几天了。现在看到张文喜死得这么惨，阳光心里顿时涌起无尽的怒火，一定要找到凶手，哪怕挖地3尺，也要找到凶手，给张文喜报仇。天杀的赤佬，别让我逮到你，否则老子非扒了你的皮不可。张文喜太惨了，他人那么好。大家群情激愤，既同情张文喜的遭遇，也愤怒杀他的凶手。都别吵！张凡一摆手，先救人。救人？人都成这样了，怎么救？难道？众人面面相觑，然后就看到张凡的眉心忽然裂开一条树眼，眼中迸射出一道金光，果然是初始神光。只是初始神光能让死人复生吗？大家都知道初始神光这个异能，但谁也没想过初始神光能让死人复活，毕竟这太玄幻了。唰，金光打在张文喜的尸体上，宛如水银般蔓延开来，笼罩了一块块零散的尸块。下一刻，让所有人惊悚的一幕发生了。第96章女鬼。在金光的笼罩下，让所有人惊悚的一幕发生了。
流淌了一地的鲜血，竟然诡异的开始倒流，犹如乳燕归巢似的倒流回了张文喜体内。紧接着，散落了一地的一块块尸块，竟然也朝着一起汇聚，靠近了彼此，然后重新拼接在一起。一条条伤口快速消失，一道道鲜血流回伤口。短短几秒功夫，一个被切割成了无数块、散落了一地的尸体，居然被完美拼凑到了一起。然后尸体动了，张文喜活了！这，全场目瞪口呆，所有人全都瞠目结舌。尽管大家知道初始神光这技能，甚至感受过这异能的威力，可亲眼看到一个被彻底分尸，变成了俄罗斯方块的尸体重新复活，这给所有人的心灵带来的冲击力是无与伦比的。已经完全死透的人，居然真的活了，这简直颠覆了他们的三观。所有人心里翻江倒海，鬼啊！张文喜神经质般的跳了起来，就朝门口冲来。当看到门口的众人后，停住了脚步。老大，你们怎么在这儿？老大，快跑！房间里有鬼！有鬼啊！张文喜催促众人离开，脸上满是惊恐之色。张凡利用初始神光回溯了张文喜的时间，恰好回溯到了他遭到攻击的前1秒。因为时间点卡得刚刚好，张文喜因此活了过来。他不记得被分尸后发生的事情，但完全记得死前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他现在的记忆停留在遭到攻击前的1秒。不怕。张凡制止了张文喜，告诉我，你刚刚看到了什么？听到张文喜的惨叫，被惊醒的刹那，张凡就用探测异能探查了整个酒店，除了看到211房间的惨状外，一无所获，没发现丧尸，也没发现异能者，更没有发现其他东西。因此，张文喜到底遭遇了什么？被谁杀死？张凡一无所知。他把张文喜的时间回溯到攻击前的1秒，就是想从张文喜嘴里知道发生了什么。其他人也都压下心中的震撼，不约而同看向张文喜。老大，有鬼！房间里有鬼！快跑！快跑！快跑！张文喜回头看了昏暗的房间一眼，眼中充斥着浓浓的惊恐。他脸色惨白，神情激动，显然受到了惊吓。别怕，大家都在这儿。张凡伸手按住他的肩膀。你刚刚看到了什么？放心大胆地说。张文喜平时最信服张凡，听到张凡的安慰，他稍稍平复下来。老大，我刚刚看到鬼了，一个女鬼。张文喜又回头看了房间一眼，他从天花板上飘了下来，披头散发，脸色惨白，还有双白内障的眼睛，这不就是丧尸吗？阳光忍不住吐槽道。就是，还以为真有鬼呢，结果是头丧尸，真没出息。王源忍不住骂道，其他人也忍不住吐槽。见张文喜被吓成这样，又张口闭口说鬼，大家以为真有鬼呢。可听张文喜说了那鬼的样子，分明就是一头丧尸，毛的鬼啊！不是丧尸，她真是鬼，真的是女鬼。张文喜急了，她身上非常阴冷，出现后整个房间里急速降温，如坠冰窖。还有她的身体飘忽不定，就像鬼一样飘来飘去。咦，怎么这么冷？张文喜正说着，忽然打了个寒战。听他这么一说，大家也发现浑身凉飕飕的，胳膊上都出现了鸡皮疙瘩。好冷，怎么这么冷？张哥，你房间里开空调了？众人纷纷诧异，寒气是从天花板上传出来的。张凡豁然抬头，大家抬头望去，然后一股寒气从尾椎骨直冲天灵盖，浑身升起鸡皮疙瘩。天花板上紧贴着一个长衣飘飘的女人，她披头散发，伸着长长的舌头，惨白的皮肤布满了青黑色血管，双眼没有瞳仁，只有渗人的眼白。看到这女人的第一眼，所有人脑海中升起的第一个念头，鬼。对，是鬼，而不是丧尸。她和平时看到的丧尸并不相同。丧尸皮肤惨白，眼睛灰白，有些丧尸身上还有各种各样的伤口，但没有一头丧尸像眼前这女鬼这样，特么的，太像鬼了。就是她！张文喜浑身哆嗦，刚刚出现在我房间里的女鬼就是她！大家快跑啊！其他人的表情也有些不自然，男人面露惊恐，女人娇躯哆嗦，显然都被吓到了。都别自己吓自己。张凡的声音响起，这是丧尸，不过他不是普通丧尸，都小心着点。这女鬼丧尸怎么出现的，又怎么消失的？消失后竟然能躲避探查异能，还有他能轻易杀死张文喜这个3级异能者，这一系列都表明这头女鬼丧尸应该不是什么普通丧尸。面对这种诡异的丧尸，可不敢麻痹大意，大家立即戒备起来，紧紧盯着贴在天花板的女鬼丧尸，万分警惕。吼！这时女鬼丧尸低吼一声，身上忽然窜出一根根细细的红线，这些红线比头发丝还细，就像红色的鱼线，朝着门口的众人激射而来。哼！张凡冷哼一声，时间静止发动，
无数红线立即被定在半空。去！张凡屈指一弹，指尖迸射出一道高频震动波。他没有刻意对准女鬼丧尸，但在发射震动波的同时，用出了精准打击。嗡！高频震动波呼啸着转了个弯，朝着贴在天花板上的女鬼丧尸飞去。轰！女鬼丧尸被时间静止定在原地，无法动弹，被震动波结结实实击中。砰！她的身体瞬间炸开，炸成了一团森白的白雾，朝着四下翻腾开来。紧接着，白雾就像凭空蒸发了一样，悄然消失在半空，消失在视野中。这什么异能？雾化！张凡沉声喝道：“所有人戒备！”说话的同时，张凡放出探查异能，寻找女鬼丧尸，结果根本探查不到。曹姐，你能探查到她吗？张凡看向曹姐，探查不到。曹姐立即摇头：“小凡，完全消失了。”该死！张凡暗骂一声，知道遇到硬茬子了，精神紧绷，警惕对方的袭击。咔咔咔！就在这时，天花板上忽然冒出一股白雾，咔咔咔的脆响声中，白雾以天花板为中心，朝四面八方扩散开来。天花板、墙面、地面顿时出现了一层晶莹剔透的冰渣子，在火球的照射下，闪烁着火红的光泽。寒流快速蔓延，几个眨眼的功夫，寒流便充斥整个房间，房间完全被冰封。一股惊人的寒气蔓延开来，所有人被冻得瑟瑟发抖，就像身处寒冷的南极。最不利的是，寒流顺着地面涌入双腿，双腿顿时结冰，然后是双腿以上部分。咔咔咔！所有人瞬间冻成冰雕。第97章团灭。冰冷的寒流蔓延开来，不仅在极短时间内冰封了房间，也冰封了所有人。房间里顿时出现了几十个冰雕。唰！女鬼丧尸悄然出现在天花板上，身上又射出无数红线，直指人群中的张凡。看看张文喜被分尸的下场，就不难猜出，这些红线一定拥有可怕的切割力。如果任由他们缠在身上，绝对会落得张文喜一样的下场，变成俄罗斯方块。等你半天了。一道冷漠的声音在女鬼丧尸心里响起。几乎与此同时，一股恐怖的时间波动蔓延开来，一下子笼罩了整个房间。红线僵在半空，女鬼丧尸也被钉在天花板上。张凡身上冒出一缕缕黑雾，直扑向天花板上的女鬼丧尸。吃！女鬼丧尸被钉在天花板上，思维意识也陷入了静止，根本无法逃脱。于是直接被湮灭黑雾给湮灭成了精纯的能量，反馈回张凡体内。刷刷刷，好几个光团掉落，一金一银4白，嚯，4个异能！张凡微微侧目，逐次拾取。拾取金色光团，体质加52715，5000多的体质，这丧尸居然是4级丧尸，怪不得能秒杀张文喜。拾取银色光团，精神加328，3级的精神，说明女鬼丧尸的智商不比人差。然后是4个白色光团，拾取第一个，获得绝对零度异能。绝对零度，张凡浑身一震，立即仔细查看这异能，然后就被震撼到了。绝对零度是热力学的最低温度，在绝对零度下，构成物质的所有分子和原子都停止了运动。绝对零度可以说这是理论上的最低温，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达到。而绝对零度异能虽然做不到绝对零度，但它能够让周围的温度无限逼近绝对零度。这也意味着这个异能几乎可以冰冻世界上的一切物质。好异能啊！张凡惊叹，以我现在的等级，如果用出这异能，完全可以在短短一瞬间冰封方圆100米的一切生物。张凡突破6级，异能的攻击范围扩大到了方圆100米，一瞬间冰封方圆100米，可以说非常强大了。女鬼丧尸，就冲你送了绝对零度这个异能，我原谅你今晚的罪过。张凡对着空气嘀咕一声，继续拾取第2个白色光团，获得虚空行走异能。这什么异能？了解完这异能的功能后，张凡又惊了，同时彻底明白为什么女鬼丧尸能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消失，偏偏他和曹杰探查不到，就因为这个异能。虚空行走异能可以让身体进入更深层次的空间，从而消失在当前空间。而且进入更深层次的空间后，可以随意移动。进入更深层次的空间后，不仅可以躲避探查，同时可以躲避攻击，除非攻击强到能打破空间，否则根本攻击不大。此外，进入更深层次的空间，可以轻松穿越障碍物，比如墙体、地面等。厉害了我的哥！张凡惊叹不已，这异能可比穿墙异能强太多了。如果不是我的时间静止恰好克制这个异能，还真拿女鬼丧尸没办法。在张凡看来，虚空行走其实是一种空间异能，和宇智波带土的神威有点像。身体时而进入神威空间，时而位于现实，既能躲避攻击，还能躲避探查，更能穿越物体。面对这样的能力，任你攻击再强，又有什么用？拾取第3个光团，
获得操控乌钢丝异能。这又是什么异能？张凡立即查看，操控乌钢丝异能就是女鬼丧尸身上射出的那种红线异能。那种红线其实是一种极细的乌钢丝，直径约为10微米，比头发丝都细。毕竟头发丝的直径为60至90微米，而那种红线的直径只有10微米。这种红线不仅极细，还非常坚韧，既兼具乌的韧性，又兼具钢的锋锐，这让红线可以像普通的红线一样柔软，却又是削铁如泥的利器。不难猜测，张文喜就是被这种红线模样的乌钢丝给切割成俄罗斯方块的。又是一个 bug 异能。张凡暗暗惊叹，这女鬼丧尸到底什么来路？哪来这么多异能？怀着这样的疑惑，张凡拾取了第4个光团，获得掠夺异能。全是掠夺异能。张凡很是惊讶，对掠夺异能他兴趣不大，毕竟他自己就可以拾取别人的异能，再要这异能有什么用？锦上添花罢了。不过聊胜于无，多一个异能就多一种选择，就看怎么使用了。怪不得这女鬼丧尸拥有这么多变态异能，原来拥有掠夺异能。心里最后一个疑惑解开，张凡彻底释然，然后看向队友们。芭比 Q 了，完了！张凡头皮发麻，队友们中了绝对0度异能，被冻成了冰雕，所以他们已经是死人了。就算解冻，他们也不可能活过来。冰冻和解冻的过程中，对身体细胞的伤害非常大，怎么可能活过来？这是现实，不是动漫小说。居然被团灭了！张凡苦笑一声，发动初始神光，逐个把队友们救活。老大，女鬼呢？死了。真的？废话。老大，我们刚才怎么了？被冻成冰雕了。那我们岂不挂了？你以为呢？老大，你用初始神光复活了我们，你说呢？谢谢老大。老大，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从今往后就是做牛做马，我们也跟定你了。老大，队友们感激坏了，一个个泪眼汪汪的围着张凡，就像北朝民众簇拥某最牛逼80后，那种发自肺腑和灵魂深处的感激不加掩饰。行了行了，都回去休息吧。张凡摆摆手，现在都3点了，再不休息天都亮了。老大，不会再发生类似的幺蛾子事件了吧？张文喜心有余悸道。这个应该不会了吧？张凡看了眼窗外，血雨并没有停歇的迹象，依旧噼里啪啦下个不停。就算身处酒店房间内，张凡依然能听到隔壁沙星岛上传来的丧尸咆哮声。张凡心情沉重，今夜应该是丧尸的狂欢日吧？不知道今夜过后，丧尸又会发生怎样的进化？第一次血雨，丧尸爆发；第二次血雨，丧尸集体进化，其中2/3的丧尸进化为1级丧尸，1/3的丧尸进化为2级丧尸，极少数丧尸进化为3级丧尸，4级丧尸屈指可数，凤毛麟角。今夜过后，丧尸又会进化到几级？就在张凡默默思索之际，远处忽然传来一声声野兽般的嘶吼声。这嘶吼声由远及近，而且此起彼伏，就像万马齐喑，浩浩荡荡。丧尸来了！张凡一个机灵，心里升起一个大大的问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丧尸？第98章，丧尸大军。咔嚓咔嚓，一道道闪电划破长空，仿佛一条条雷龙在滚滚黑云中游走，时而如巨龙咆哮，响彻整片天地；时而如火龙闪耀，照亮整个夜空。瓢泼大雨如竹筒倒豆子般倾泻而下，在地面上砸出不计其数个小坑。假日酒店天台，整个团队除刘恒父女、杨玲姐妹、胖虎一家待在房间外，全部站在天台。惊雷时而闪烁，照亮了大家的脸庞。所有人望着长江大桥方向，脸上都带着凝重之色，一个个忧心忡忡。晚上太黑，看不清楚，但那犹如万马咆哮的嘶吼声却听得清清楚楚，暴雨根本压制不住。有丧尸顺着长江大桥朝长衡岛这边杀来了，而且数量极其惊人。那声势，那阵容，犹如千军万马，让除张凡外的所有人都感到心惊胆战。都不用担心，张凡的声音在所有人心底响起，我已经派遣复制体去摧毁长江大桥了。只要长江大桥一断，崇州岛上的丧尸就无法过来，我们只需消灭登上岛屿的这部分丧尸即可。已经搞清楚了，今晚的丧尸是从隔壁的崇州岛过来的。崇州岛和长衡岛是魔海跟前的相邻岛屿，两座岛屿之间通过长江大桥相连，长江大桥也是两座岛屿之间的唯一通道。之前没想着弄断长江大桥，是因为长江大桥一断，两座岛之间的联系就断了。张凡还谋划着将来扩张基地，把崇州岛纳入到基地版图，留下了长江大桥。没想到留下长江大桥竟然成了丧尸流通的桥梁，确实有些失策。听到张凡的话，大家心下稍安，但依旧有些担忧。今晚这场血雨已经持续下了快3个小时了，丧尸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尸君3级，
还是更强？谁也不知道。走吧，消灭丧尸！张凡大手一挥，争取把所有丧尸消灭在度假村外，以免破坏环境。度假村是团队老巢，而且周围到处都是菜地、果园、瓜棚，长势喜人。一旦无数丧尸闯入度假村，可以想象会造成什么后果。张凡可不希望度假村变成战场，那样太糟心了。是，走！张凡大手一挥，发动了重力异能。所有人只感觉到压在身上的重力消失了，身体顿时变得轻飘飘的。紧接着，身上出现了一股托举的力，所有人立即腾空而起，凌空飞了起来。这次行动，除杨玲姐妹、刘恒父女俩外，团队其他人全部参加。曹杰、王源等几个后勤部的人也都加入了，倒不是指望他们杀丧尸，而是打算趁着这次机会好好锻炼锻炼他们。在末世讨生活，见到丧尸就腿脚发软肯定不行，至少得拥有不惧丧尸的勇气。今天是个机会，当然，今天也是锻炼其他队友的机会。张凡不怕玩脱，就算队友被丧尸干死，张凡也能把他们救回来。飞起来了！我们飞起来了！所有人无比激动。在场除了张凡、景亚和大黄，可都没体验过飞行的滋味呢。现在忽然飞起，大家自然难免激动。张凡带着队友直接在天上飞行，朝长江大桥方向掠去。刚飞到郊野公园上空，就和丧尸相遇了。丧尸大军形成了一条几公里长的蛇形队伍，先头部队已经抵达郊野公园，而后方队伍正顺着长江大桥往这边赶。丧尸大军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位于郊野公园不远处的度假村。如果不加以阻拦，可以想象丧尸大军必会直奔度假村，将其彻底踏灭。张凡一眼扫过，发现这支丧尸大军大概在17000头左右，3级丧尸占了1/3，4级丧尸占了1/4，剩下全是2级丧尸。这实力比今晚之前强了不知多少。我们居住的度假村离崇州岛隔着好几公里。张凡的声音出现在众人脑海中，我实在想不通，丧尸是如何隔着这么远的距离发现度假村里的我们的。每次血雨之夜，这些丧尸就非常邪门，10天前在华庭雅苑也是这样。张文喜大声喊道，华庭雅苑附近几公里的丧尸，我们明明清理得很干净，可10号晚上下了血雨，就有无数丧尸围攻了别墅，就好像知道我们在别墅一样。下血雨的时候，丧尸确实邪门得很，以后好好研究一下。张凡点点头，望着丧尸大军的先头部队，凭空一指点出，他的指尖迸射出一颗火球，火球越来越大，眨眼间，火球就变成了直径20多米的超级大火球。嗤嗤嗤，血雨砸落在火球上，发出嗤嗤嗤的响声，冒起阵阵白烟。去！张凡一挥手臂，火球犹如出膛的炮弹，朝着丧尸先头部队撞去。轰！大火球撞击在地面上，轰然爆炸开来，4溅的火星笼罩了方圆几十米，无数丧尸惨死，不是被烧成焦炭，就是被炸得4分5裂。四散的火星驱散了周围的黑暗，给漆黑的动物园带来一丝光亮。下去！张凡带着众人从天而降，拦截在丧尸队伍的正前方。张凡抬腿猛地一踏地面，哗啦啦，脚下的大地忽然晃动起来，就像发生了大地震。紧接着，方圆100米内的地面猛地拔地而起，朝着天空窜去，一直窜升了10米高才停了下来。瞬息之间，一个直径100米、高足有10米的高台凭空出现在大地上。这还没完，张凡身上又喷涌出耀眼的金光，顺着他的双脚蔓延向整个高台。金光如水银泻地般蔓延开来，很快就包裹了整座高台，正是点石成金异能。不多时，整座高台就变成了一座金光闪闪、完全由黄色合金构成的金属高台。张凡等人站在高台上，居高临下俯视着动物园里的丧尸，看着脚下的高台，队友们暗暗啧舌。一瞬间制造出这么大一个高台，老大的实力果然超乎他们的想象。接下来就是你们展现自己实力的时候。张凡喝道，都不用怕，不要担心受伤，也不要怕死，给我狠狠的打，哪怕死了，我也能给你们救活。是，老大。听到这句话，队友们立即放心了。对啊，老大可以让死人复活，这是他们亲眼目睹的事情，还怕个锤子？没说的，就是干。第99章，绝对零度的强大威力。吼吼吼！丧尸大军大老远从崇州岛赶来长衡岛，就是被张凡等人吸引过来的。现在既然在这里碰到他们，丧尸大军自然不可能再跑到度假村找他们。伴随着一声声愤怒的咆哮，丧尸大军犹如潮水般蔓延开来，包围了高台。有的丧尸手脚并用，奋力地往上爬；有的丧尸发动了异能，各种绚丽的大招如特效一般轰炸向高台。爆炸的火焰，锋锐的飞剑，厚重的实弹，霸道的雷电，各种各样的攻击疯狂轰炸着高台，
却无法撼动高台分毫，高台太坚固了。兄弟们，干吧！黄毛左手提着一个背包，右手叉腰，俯视着高台下越来越多的丧尸，眼中凶光闪烁。小弟先杀为敬。说着，他从背包里掏出2把金光闪闪的菜刀，随手扔掉背包，然后双手各持1把菜刀，纵身跳下高台。咻！他瞬间突破音速，发出凄厉的音爆声，整个人犹如一把利剑插入了丧尸群。我也去了。阳光摇身一变，变成了银光闪闪的金属机器人，然后从腰间抽出1把金光闪闪的大砍刀，纵身跳下高台。没说的，就是干！张文喜舔了舔嘴唇，也白银合金化，然后跳下高台，加入战团。反正就算死了，老大也可以复活，还怕个锤子？干他娘的，都别拦着我，老子要打100个！干死这群赤佬！杀！猎杀队成员经常猎杀丧尸，加上又不会死亡，自然无所畏惧，纷纷加入战团。倒是曹杰、王源、周玲等几个后勤部的美女们迟疑不定，面露恐惧之色。怕什么？反正死不了。王源一咬牙，白银合金化后也纵身跳下了高台。小凡，曹杰巴巴看着张凡。曹姐，如果你不想下去，可以不去的。张凡微笑道。曹杰是个温柔恬静的性子，杀戮丧尸确实不适合他。以2人的关系，张凡愿意一直护着他，而且他相信自己能护住他。曹杰一喜，却还是一咬银牙。今天大家都要猎杀丧尸，我怎么能搞特殊？说着，他也用出白银合金化异能，冲入丧尸群。他是3级异能者，等级并不低，身体素质很强，再配合白银合金化异能，对付一般的2级丧尸绰绰有余。不过，曹杰的战斗经验为0，实战更是实在稀烂。跳下10米高台后，身体没能保持平衡，丰腴圆润的屁股蛋一下子跌坐在地。吼吼吼！2头2级丧尸扑了上来，把曹杰压在身下，张开血盆大口就要撕咬。走开啊！曹杰吓得尖叫一声，抓起2头丧尸，猛地一甩，就把2丧尸甩飞了出去。合金化后，他的力量非常大，根本不是寻常的2级丧尸能够抗衡的。周玲、王亚妮等人相视一眼，深吸几口气，也加入了战斗。他们的异能也是白银合金化，情况和曹杰差不多，毫无实战经验。好在有白银合金化异能护体，只要不碰到控制金属、控制磁场类异能，就算等级比他们高的丧尸也杀不死他们。眨眼功夫，高台上就剩张凡和景亚2人了。景亚看着张凡，张凡也看着景亚，四目相对。张凡嘴角含笑，也不说话，就这么看着。景亚嘟着嘴儿，泪眼汪汪看着张凡，可怜兮兮道：“老公，我也要下去。”“你可以不去。”张凡微笑道。就算你毫无战斗经验，我也可以一直护着你。景亚很满意张凡的回答，伸出诱人的红唇，在张凡嘴上亲了一下。你是我男人，你当然要护着我，但作为你的女人，我也不能给你丢脸。话音落下，他瞬间合金化，变成了金光闪闪的黄金机器人。老公，我去了。景亚微微一笑，从随身空间拿出了1把帅气的唐刀，纵身跳下了高台。张凡利用点石成金异能和控制金属异能，给团队每个人都制造了武器。黄毛的2把菜刀，阳光的大砍刀，乃至于景亚手里的唐刀，都是张凡的手笔。高台上只剩张凡一人，他看了一眼混乱血腥的战场，也行动了起来。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张凡制造了10个复制体，让他们监视战场，随时出手援助。他自己化作一团黑烟，朝长江大桥飞去，就像腾云驾雾的妖怪。今晚新获得了几个异能，张凡要找几头丧尸，好好试试这些异能的效果。沿着长江大桥一路飞行，很快就来到长江大桥的中间区域。长江大桥在这里断了开来，出现了一个几百米长的缺口。这是复制体干的，他把附近2个桥墩之间的桥面给推到长江里去了。长江大桥断了，丧尸自然过不来。张凡来到缺口对面，就见桥面上站着大量丧尸，他们嘶吼着、咆哮着，簇拥在桥面上，想要冲过大桥，结果只能干吼。后面依然有源源不断的丧尸涌来，整条长江大桥几乎被丧尸堆满了。甚至有丧尸被挤下了大桥，重重砸在水里。张凡不怕丧尸多，就怕丧尸少，看到桥上的状况，毫不犹豫出手了。他从天而降，直接降落桥面上，身后就是缺口，距离地面几十米高，眼前也是挤了一桥面的丧尸。吼吼吼！看到张凡这个人类，所有丧尸全部躁动了，纷纷咆哮着朝他飞扑而来。唰！张凡身上喷涌出一股股白雾，就像挥发的干冰，快速朝着张凡周围蔓延开来。咔咔咔！白雾蕴含着极致的低温，随着不断蔓延，周围的温度蹭蹭蹭的往下掉，桥面上的雨水瞬间冻成了坚冰。白雾升腾，很快便笼罩了这片区域的所有丧尸，恐怖的寒流涌动开来。咔咔咔的脆响声中，
一头头发出野兽般嘶吼的丧尸全部被冻成了冰雕。这些冰雕保持着一个个古怪的姿势，有的张着大嘴嘶吼，有的做飞扑状，有的面露狰狞。然而此刻全部定格，他们完全成了冰雕，一个个栩栩如生，就仿佛坚冰雕刻而成的冰雕。张凡扫了一眼，很满意自己的杰作，迈着稳健的步伐继续往前走。一路所过，白雾升腾，寒流涌动，冰雕矗立。张凡一路前进，桥面上张牙舞爪、狰狞可憎的丧尸纷纷冻成冰雕。他闲庭信步，就仿佛一个优雅的模特，迈着优雅的步伐，在属于自己的 T 台上走秀，身后却站满了冰雕。等到张凡从大桥这边来到另一边时，身后已经没有一头活着的丧尸，所有丧尸全部变成了冰雕。看着一个个栩栩如生，仿佛坚冰雕琢而成的冰雕，张凡大呼厉害，不愧是绝对零度异能，果然变态啊！就这冻结一切的可怕威力，绝对是最强大的范围攻击异能了，该享受劳动果实了。张凡放出了20个复制体，让他们拾取属性光团。第100章超级赛亚人。20个复制体一边拾取属性光团，一边收集白色晶体，做这些打杂的工作。张凡则站在桥头，俯瞰着桥下江水。江面上水雾弥漫，烟波浩渺，江面一片沸腾，各种各样的丧尸鱼聚集在水面上，大口大口吞着血鱼。他们的这种行为像极了养在水塘里的鱼儿争相抢夺饲料的画面。很显然，对长江里面的丧尸鱼来说，今晚这场血雨就是一场投放饲料盛宴。他们争相抢夺，疯狂吞吃，生怕吃得慢了被人抢走一样。血鱼果然对丧尸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张凡心里暗叹，虽然已经确信血雨是导致丧尸大幅进化的原因，但谁也没亲眼见到丧尸吞噬血雨的画面。现在张凡看到了，这更让他忧心忡忡。江河湖海能够汇聚血雨，可以想象水中丧尸势必比陆地丧尸更强。张凡看着江面，心里升起一个担忧，我们待在四面临江的岛上，真的安全吗？虽然水域和陆地存在着天然隔离，水中丧尸很难爬到陆地上来，但谁能保证水里的丧尸进化到一定程度，会不会拥有进入陆地的能力？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来自水域丧尸的威胁不能不警惕。张凡暗暗做出决定，看来有必要在岛屿周围筑起一堵防御墙了。暴雨继续倾泻，江面依旧沸腾。几分钟后，20个复制体全部回归。张凡将他们收入体内，体质增加9万，精神增加690，没有增加优质异能。这么简单就涨了9万体质，丧尸进化后，我升级倒是变得越来越容易了。看来丧尸进化还是有点好处的。张凡嘀咕一声，化作一股黑烟冲天而起，朝郊野动物园飞去。郊野动物园里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厮杀怒吼声震天，高台周围尸积如山，血流成河。随着不断杀戮，队友们渐入佳境。黄毛、阳光这些老手不用多说，一般丧尸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毕竟他们都是3级，且拥有强力异能，而60%的丧尸只是2级，差着一个等级，异能也有差距。这让黄毛等人面对丧尸时拥有着巨大的优势，砍杀丧尸犹如砍瓜切菜。景亚、曹杰、王源等辅助在经过最初的尴尬阶段后，现在也有模有样了。尤其景亚，他拥有黄金合金化、瞬间移动这2大异能，再配合手中的锋锐唐刀，杀起丧尸来比之猎杀队老队员也不遑多让，一刀一个就跟砍瓜切菜似的。最妙的是他拥有能量吸收异能，所有攻击落在他身上，非但无法对他造成伤害，还会转化为能量，源源不断补充进体内，这让他越战越勇。丧尸中当然也有4级乃至5级丧尸，队友们可不是这种高等级丧尸的对手。不用怕，站在高台上的10个复制体可不是摆设，他们就是专门对付这些高等级丧尸。可即便如此，形势依旧对队友们不利，因为丧尸太多了。丧尸大军悍不畏死，前赴后继，尤其他们在血雨中非常活跃，实力急速飙升，队友们渐渐有些支撑不住。砰！张文喜体力不支，一个不察被身后一头丧尸击中，直接飞了出去，最后跌落在地上，半天没能爬起来。张凡见状，虚空一抓，就把白银合金化的张文喜抓上高台。张文喜气喘如牛，腿肚子打着白子，瘫坐在高台上，半天没能爬起来，扛不住了。张凡调侃问道：“老大！”张文喜喘着粗气，战斗的时间太长，有些脱力。张凡微微一笑，摊开右手，手上出现一个白色光团，拍在张文喜身上。“老大，你这是？”张文喜刚要询问，身上忽然传来一股钻心的剧痛。啊！张文喜发出一声低吼，面色有些狰狞。然而他非但没有愤怒，眼中反而透着狂喜。这种感觉
他可太熟悉了。老大上次给他粘贴异能时就是这种感觉。很显然，老大又给他粘贴了异能。半分钟后，剧痛消退，张文喜惊喜道：“老大，你给了我什么异能？”“能量吸收异能。”张凡微笑解释。张文喜双眼大亮，兴奋道：“老大，你对我太好了，我都想以身相许了。”“去你妹的！”张凡一脚把他踹下高台，踹进了丧尸群中，周围的丧尸立即嘶吼着扑来。张文喜瞬间被吞没，丧尸们撕咬、抓击、拳打、脚踢，结果非但没能伤到张文喜，所有攻击反而被转化成了能量，注入张文喜体内。张文喜完成充电，顿时又惊又喜，往地上一瘫，任由丧尸攻击。小吃佬们，你们没吃晚饭吗？手上一点劲都没有，有种更猛烈些啊！吼吼吼！丧尸们似乎被激怒了，各种攻击不要钱似的轰击在张文喜身上。张文喜的体力快速补充着，不一会儿就满血复活，恢复至巅峰。杀！张文喜一拍地面，噗噗噗的闷响声中，周围骤然窜出无数根土毛，直接贯穿了丧尸们的双腿、腹部。另一边，阳光也有些脱力，张凡把他抓到高台，给他粘贴了能量吸收异能。能量吸收异能没什么攻击力，但作为辅助异能，它绝对是神技。它可以把任何形式的攻击全部转化为能量，补充进异能者体内。简单来说，这就是回蓝异能。有了这个异能的异能者，都拥有持久战斗和持续战斗的能力，作用非常大。不过，受限于异能本身，它无法提升队友的战斗力，自然威胁不到张凡。张凡不介意把这异能粘贴给队友。接下来的时间里，张凡挨个粘贴，给所有队友装备上了能量吸收异能。获得这异能的队友就跟嗑了药一样，一个个满血复活，再度厮杀起来。有了能量吸收异能，队友们再没有体力耗尽的顾虑，反而比之前更勇猛。他们30个人愣是抵挡住了1万多丧尸的冲杀，简直就是奇迹！吼！这时，战场后面忽然传来一声惊雷般的怒吼，这声音惊天动地，竟然盖过了战场上的厮杀声，响彻在每个人耳畔。张凡循声望去，就见后方有头丧尸痛苦地嘶吼起来。诡异的是，他的身体周围金光缠绕，就像沐浴在金色烈焰中的卡卡罗特，而他的身体就像充了气的气球一样，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起来。这丧尸难道是隐藏在地球上的赛亚人，现在要变身成为斯帕赛亚营？